萧晨，我们和离吧。一位身材修长的绝美女子静静地看着他，声音甜美，说出的话却如此冰冷。李小曼，你再说一遍。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你也要替我着想啊，你都成废人了，以后都无法修炼。难道我还要在你身上浪费时间吗？那我是因为谁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萧晨双眼通红，颤抖的手指着他，脑海中回想起遭遇魔宗偷袭的那一刻，自己为他奋不顾身的样子，此时竟显得多么可笑。他从未想过自己挚爱的道侣竟在他人生最灰暗的时刻选择离他而去。萧晨，你成熟一点好吗？难道就因为你救了我一次，我就要对你感恩戴德一辈子？行了，你要走就走吧，我不会再拦你，只怪我瞎了眼。这样吧，临走前我再给你一次，就当是给你的补偿。萧晨诧异地看着他，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你确定不要？仅有这一次机会，我劝你想清楚。我的意思是，一次不够，怎么也得一碗。说完，萧晨也不等他回答，直接一把将他搂入怀中，上下其手。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为什么不要？一声声布帛撕裂的声音格外刺耳，一阵窒息感裹挟着奶香味袭来，青丝在眼前晃动，床板仿佛在怒吼。一日一夜，第二天，萧晨神清气爽地起身，扫了一眼屋内遍地狼藉，脸上说不出的舒坦。呼，放空了。穿越前在小说里观摩的108式总算是派上用场。萧晨，你是牲口吗？不是自己道侣就不联系了是吧？身后的李小曼一脸羞恼，忍不住揉了揉膝盖，上面青一块紫一块。以前没发现自己的双腿柔韧性怎么这么好。这一夜，萧晨在他身上将蹂躏2字发挥得淋漓尽致，丝毫不担心玩坏了。而萧晨却根本没在意他的话，自顾自地打开房门，边走还一边回味，这感觉真润。哎，只可惜啊，以前怎么没想着多用用。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正准备离开，李小曼略带关切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当然是离开这里，你修为全无，出了宗门将会寸步难行，好好做个杂役吧。不必了，圣阳宗让我心寒，这里已经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萧晨摇了摇头，从天骄跌落谷底，谁会甘心？更何况还要承受同门的指指点点。生活了20年的宗门将他从核心弟子变成杂役，他丝毫不觉得意外，毕竟修仙宗门不养闲人。可李小曼的离开无疑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要是想要的话，我以后还可以给你。说完，李小曼娇艳的脸蛋上铺上一层红晕。不必了。说完，萧晨潇洒的大步向前，准备朝山门走去。没走几步，刚好迎头碰见大师兄江峰。你这个杂役跑到这里来干什么？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想不到连昔日关系好的大师兄也开始落井下石，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萧晨漠然地看了他一眼，便直接朝山门的方向走去。江峰并未理会他的态度，一个丹田破碎的废物，此刻在他眼中连一只臭虫都不如，更何况自己很快就要抢了他美貌的道侣。如此一想，心里舒畅了许多。随后他直接走进李小曼的住所，直接傻在原地。入眼遍地狼藉，撕碎的衣襟、裙子以及他两颊上挥之不去的红晕，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岂有此理！该死的臭虫，也敢染指我的女人！江峰眼眶欲裂，面目狰狞，拳头攥得咯吱作响。显然此时的他早已把李小曼当作自己的痉挛。他转身望着萧晨远去的身影，脸上满是阴毒之色。没有了修为，萧晨只得徒步下山，以前眨眼间飞越数百里，现在走了3个时辰才看到山脚下。作为一名毕业大学生，莫名其妙地撞了大运，身穿到这修仙界已整整20年，虽谈不上纵横四海，却也是一流宗门圣阳宗的核心弟子，还有一位令人羡慕的道侣，日子不可谓不逍遥。可惜这一切如今都已归零，宛如黄粱一梦。萧晨仰着头缓缓闭目，往昔种种宛如过眼云烟，在脑海中回放。如今40岁，已到中年，没有了修为，脸上的胡渣长得飞快，才几天时间便已爬满了下颚。你这个臭虫，想去哪儿？正在思索间，一声戏谑的嘲讽声在耳边响起。萧晨顿时一惊，骤然转身，只见江峰双手抱胸，怀中长剑闪着凌冽寒光。老子去哪里？好像不需要向你汇报吧？说的也是，不过你这只臭虫，今天注定走不出这里。萧晨一脸警惕之色。你想干什么？当然是送你归西。同门一场，犯不着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吧？更何况我们之间并无深仇大恨。你说的对，但你竟敢染指我的女人，单凭这一点，你就该死。一联想到李小曼在他身下娇喘的情形，江峰就抑制不住心中的杀意。萧晨见势不妙，
瞬间转身朝身后的吊桥跑去。啧，真是可怜的臭虫，连逃跑都这么慢，我都有点不忍心动手了。江枫满脸不屑，旋即一剑挥出，一道银色剑气飞过，落在萧晨的脚边。轰！剧烈的爆鸣声响起，恐怖的气浪掀起碎石，直接将萧晨震飞数百米。一口鲜血喷涌而出，顾不得其他，他忍着剧痛，再次爬起来往前跑去。啧，谁能想到这就是昔日英俊潇洒的萧大公子，真是可怜。说完，又一道剑气划破长空，落在萧晨的脚边，翻滚的气浪再次将他掀飞。老子就算死，也轮不到你来杀。说罢，萧晨站起身，向吊桥外纵身一跃，云雾缭绕的深渊瞬间吞没了他的身影。可恶！江枫脸色一变，急速飞到吊桥边，却早已不见萧晨的身影。本想好好戏耍一番，再弄死他，没想到他竟跳得如此干脆。这么死，便宜你了。一片昏暗之地，耳边传来窸窸窣窣的虫鸣声。这是地狱吗？就这么结束了吗？多少有些不甘心呢。全身骨骼经脉尽断，感受着体内生机的流逝，萧晨迷迷糊糊地呢喃着。叮！一声清脆的机械声音在识海中回荡。叮！恭喜宿主角醒双修仙元系统，绑定系统后，宿主将满血复活，请确认是否绑定。绑定。萧晨瞬间惊醒，强忍着浑身的伤痛，颤抖地说道：能不绑定吗？再不绑定，老子都快挂了。自从穿越到这修仙界，自己心心念念20年，愣是没等来系统，却在濒死前的一刻出现了。叮！系统绑定成功，无限生机灌输中。刹那间，无尽的能量疯狂融入，修复他的四肢百骸。只是眨眼间，萧晨全身的伤势尽数恢复，连破碎的丹田也恢复如初。萧晨望着宛如重生的身躯，仿佛做梦一般，太不真实。略感可惜的是，身体虽然恢复，仍然毫无修为。不过问题不大，只要还能修炼，自己就有报仇雪恨的一天。童子，我等了你20年，你怎么才来啊？我道侣都跑了。叮！本系统设置只有宿主濒死才能觉醒，只怪你把自己保护得太好了。这话说的不假，自从穿越到这苍玄大陆，人生地不熟，萧晨一直谨小慎微，从轻易跟同门发生争执。好吧，童子，那新手大礼包快来一个。萧晨满脸的期待之色。叮！并没有。差评。童子，先介绍下自己吧。叮！好的，宿主。本系统为双修仙元系统，绑定系统后，宿主的毕生修为只能通过双修提升。通过提升女主的好感值，可获得抽奖机会，同时获得相应的仙缘点，用以提升职业技能。本系统最大的使命就是帮助宿主揽进人间角色，成就无上神帝。好，使命还是挺符合哥的胃口。不过仔细琢磨，萧晨就觉得不对劲。什么叫只能通过双修提升？叮！本系统自带双修功法阴阳合欢功，修炼此功之后，寻常的吐纳修炼之法不再适合你。随后，功法口诀如同奔涌的河流，疯狂涌入大脑，形成固有记忆。阴阳合欢功，修仙界的逆天双修功法，通过阴阳交合，让灵气在体内运转1个大周天，达到10倍修炼效果。不是，童子，不能吐纳修炼，我岂不是要不停的耕耘？这样我不成邪修了吗？不过我喜欢。结童子，那抽奖的奖品主要有哪些呢？丁本系统宝库中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只有宿主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好，不愧是童子，那你赶紧带我离开这儿吧。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又毫无修为，空有逆天的双修功法，也无处施展。丁，系统也想这么做，可惜不行。萧晨顿时一愣，不是，童子哥，这悬崖之底我又上不去，身边更没有美人儿，岂不是要老死在这儿？丁，会有的，你少来安慰我，连一只鸟都飞不进。话没说完，一道白色倩影从高空坠下，这居然还真有。萧晨直接傻眼，连忙跑了过去，只见前方草地上躺着一位白衣女子，绝美的鹅蛋脸，似雪凝脂，眉如远山，清新淡雅，双峰傲然挺立，即使是平躺着，也依然惊叹其波澜壮阔的幅度。青丝如瀑，披散在地，一双光洁的小腿裸露在外，仿佛造物主精心雕琢的杰作。萧晨直接惊呆，如此艳绝天下的女子，简直就是16岁时的神仙姐姐。说来就来，萧晨此时狂喜之色溢于言表。童子，什么都别说，你就是我亲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想不到人到中年，我还有此等艳福。正一脸陶醉之时，系统的声音再度响起。叮！抱歉，宿主，此女子不可绑定。
什么叫不可绑定？萧晨一脸懵逼。定，修为相差过大，不可绑定。宿主最高只可绑定比自身修为高2阶的女子。童子，你大爷，是不是耍我？定，并没有，宿主还是可以与其双修，虽无法利用好感值抽奖，但不妨碍提升修为。这好像也行。萧晨思索片刻，随后仔细观察起白衣女子。虽然美若天仙，但这气质吧，冷若冰霜，一看就不好惹呀。童子，你不会害我吧？定，并不会。正在这时，白衣女子美眸睁开，缓缓坐起身，一眼便看见身边的男子。萧晨一惊，顿时心生警惕，却发现女子美眸中闪烁着迷离的幽光，这好像……还没反应过来，嘴巴就被柔软的阴唇堵住，全身散发的幽香让他血火乱窜，手中传来柔软细腻的触感，萧晨直接被强势扑倒在地。3个时辰后，萧晨躺在草地上，浑身虚脱，脸上满是舒爽的汗水。啊，呸呸呸，是屈辱的泪水。人生第一次被一个仙女给强了，这感觉太爽了。按照双修功法的运转路线，灵气通过彼此体内运转1个大周天，就听见体内不停地传来突破的声音。才双修3个时辰，他的修为就直接跨过淬体期，飙升至炼气期1重。不过这也得益于女子修为极高。定，宿主首次阴阳双修，奖励无敌体验卷1张。无敌体验卷，萧晨一声惊呼。定，无敌体验卷，一旦激活，可无敌于天下，万法不侵，持续1刻钟。卧槽，可以，就是时间有点短，不过也应该足够自己去报仇了。江枫，你这个杂碎，给我等死吧！正在出神之际，一声娇喝传来：“无耻小贼，拿命来！”只见白衣仙子手执长剑朝萧晨刺来，强大的气场瞬间压得他无法动弹。那双冰眸直射而来，让他如同深陷万载冰窟，身躯一哆嗦，平生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女人，就连昔日圣阳宗的宗主也不曾有过如此强大的气势。童子，快救我！定，系统无法救助，不过检测到宿主并无生命危险。当前女子好感值为1点。定，当目标人物的好感值降低到-50点以下，才会对宿主构成威胁。果然，长剑停了下来，离他的喉咙仅有0.01公分。萧晨顿时心中大定，要不然非得使用那张体验卷不可。既然是这样，那我可要表演了。他低下头收敛心神，旋即抬头，含情脉脉地望着白衣女子，眼角还挤出一滴眼泪，柔情地说道：“曾经有一位女子惊艳了我的视线，我没有追上去，等到错过之后，我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如今上天给了我一个重来的机会，让你降临在我身边。虽然你是中毒身不由己，而我却是真正的情难自已。”白衣女子一双冰眸愣愣地看着地上的男子，眸光出现了刹那的闪烁。萧晨继续说道：“虽然我如今修为低微，配不上你，但我依然无法自拔地爱上你。请你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地娶你。”此时，白衣女子的眸光不再那么冰冷，紧握长剑的手也出现了一丝轻微的颤抖。定，好感值加9点。由于宿主无法绑定当前女子，故而看不到好感值，当前为10点。这也行。老子真是个天才，小小练气期，口气倒不小。你可知道我是谁？白衣女子收起长剑，黛眉微微挑起，言语中却并没有丝毫嘲讽的意味。知道。哦。白衣女子歪了一下脑袋，俏脸露出一丝诧异。那你说说我是谁？萧晨脸不红心不跳的回答：我的心上人，油嘴滑舌。白衣女子转过身，清冷的脸颊上一抹绯红一闪而过。孤身修炼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陌生男子当面表白。旋即飞身而起，绝尘而去。定，好感值加10点。由于宿主无法绑定当前女子，故而看不到好感值，当前为20点。耶！萧晨忍不住比划了个手势。这时，一道灵魂之音在萧晨耳边响起：10年内达到金丹期，我会来找你，否则把这件事给我烂进肚子里。倘若有第3人知晓，你知道下场。呼！萧晨长长的舒了口气，紧张的情绪得到舒展。要不是有系统在，真会被他唬住。不过这女人当真可怕，10年内成就金丹期，对自己而言根本就毫无问题。如今更有系统在手，若是达不成，岂不是要一头撞死？总之，优势在我。眼下，先去圣阳宗算算账，有仇当然要先报。江枫，我来了，你给我等着吧！萧晨愤恨地说道，拳头捏得咯吱作响。一念至此，他迅速踏上飞剑，朝圣阳宗飞去。童子，激活无敌体验卷。定，无敌体验卷已激活，剩余时间1刻钟。
不一会儿，萧晨面色沉静如水，立于圣阳宗的护宗大阵上方，单脚往下一跺。江峰，出来受死！刹那间，护宗大阵如同纸片般碎裂，无尽的灵力冲击波向周围扩散，巨大的轰鸣声如同惊雷，响彻圣阳宗每个角落。众元婴长老以及所有弟子纷纷惊骇失色，望着天空那个身影。萧晨！江峰眼角狂跳，双腿一软，跪倒在地。做梦都没想到，他跳下悬崖没有死，反而变得这么恐怖。萧晨，是你？李小曼轻轻呢喃，美眸中浮起一抹水雾。萧晨却看都没看他一眼。我今日前来是找江峰报仇，顺便找你们讨点利息。元婴长老江心大怒，你这个狗东西，居然摧毁了宗门的护宗大阵！他咬牙切齿，一阵肉痛。护宗大阵可是宗门的心血，就这么被摧毁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个被他降为杂役的弟子，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嘴贱，找死！萧晨大手一挥，一道无比霸道的攻势宛如巨浪席卷而去。7大元婴修士瞬间出手，却全部被震飞数里，鲜血狂喷。他怎么会？众人大惊失色。哼，老夫就不相信他能一直这么厉害，肯定使用了禁忌之法。江心冷哼道。萧晨微微一笑，你个老家伙倒是有点见地。叮，请宿主速战速决，还得预留出充足的时间离开。萧晨神色一凝，掌心灵力翻涌，化为8道玄光，骤然轰向8处山峰。轰！巨大的轰鸣声响彻云霄，8座主峰轰然倒塌，宫殿、阁楼连同洞府化为废墟。畜生，受死！一道玄光裹挟着暴怒，从远处飞射而来，下方的7大元婴修士瞬间出手。萧晨只是单手一拧，便将所有攻势化为无形，随后直接把江峰吸入掌中。你不是抢我的道侣吗？江峰瑟瑟发抖，生不起丝毫反抗之意。饶我一命。可以。萧晨淡淡出声，一掌轰向他的裤裆，江峰顿时惨叫连连，随后掌心灵力翻涌而出，将其周身经脉震断，丹田震碎。啊！一声声惨叫声响起。你不是欺负我丹田破碎吗？我让你也尝尝这个滋味，好好感受吧。小贼，放了我孙儿！江心眼眶欲裂，飞身而起，朝萧晨杀来。萧晨顺势一掌轰出，直接将他爆成血雾。其他想冲上来的元婴长老连忙止住身形，随后萧晨顺手把江峰扔进沟里，宛如死狗一般，变成太监，丹田破碎，全身经脉尽断。相信江峰的余生应该很有滋味。做完这一切，萧晨身形一闪，消失在空中，毫无踪迹。留下圣阳宗的长老仰天怒吼，捶胸顿足。无敌体验卷到期，萧晨从空中飞身下落，一脸惬意。无敌的感觉真爽，眼下得先寻个宗门，最好是能寻个女弟子多的宗门，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嚯啊，呸，是拯救那些单身又美貌的女修。由于炼气期只能短时间御剑飞行，飞出了数千里之后，萧晨才停下来。唉，又回到炼气期，还真有点不习惯。萧晨长叹一声，飞身下落，只见前方的林间小道上依稀有几道吵吵闹闹的人影，随后缓缓上前，躲在远处的一棵古树后。2位小美人儿，想去哪里啊？2位炼气期的男子拦住2位年轻的女子，脸上毫不掩饰淫秽的神色。虽看不见2位女子的容貌，但从其优美的背影依稀可见其柔美的身姿。而那2位炼气期的男子，萧晨可太熟悉了，那身着装正是圣阳宗外门弟子的装扮，真是有意思。我们要去哪里？关你什么事？其中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子俏脸寒霜，警惕地将另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子护在身后。啧，这小脸嫩得能捏出水来。一名圣阳宗弟子说着，便伸出手想触摸高挑女子的下巴。高个女子立即躲开，怒斥道：滚开！哟，性子还挺烈，你越反抗，老子越喜欢。哈哈，我们是栖霞宗的弟子，你们敢？高个女子搬出宗门后台，试图吓退这2个男子。栖霞宗与圣阳宗、黑云峰、冰云殿同为西北4大宗门，位于这苍玄大陆的西北部，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修仙之地。你好好看看，这荒郊野岭，谁会知道？乖乖陪爷玩玩，爷开心了就放你走。听着他的污言秽语，高挑女子攥着手中的长剑，脸上满是绝望之色。身后的娇小女子眼泪在眼眶打转，小手紧紧抓着高个女子的裙角，不敢出声。圣阳宗真是越来越出息了。一声突兀的嘲讽声传来，4人顿时一惊。2位圣阳宗外门弟子更是警惕地环顾四周，却无任何动静。何方鼠辈，有种出来，老子灭了你！萧晨缓缓走出，嘴角闪过一丝玩味，指着2人道：李贺、李淼，你们2个人渣，
真是丢尽了圣阳宗的脸。虽然自己已不是圣阳宗的人，但毕竟曾经在那里待了20年，有这样的败类，真是忍不住一阵唏嘘。二人一惊，定睛一看，李贺直接哈哈大笑，这不是之前的那个杂役吗？少在这多管闲事，赶紧滚远点！李淼朝他摆摆手，丝毫没把这位杂役大叔放在眼里。旁边的2位女子以为来了救星，但是一看到萧晨的修为还不如他们，顿时眼中充满了失落。你们2个是自己滚，还是我送你们上路？李贺瞥了他一眼，脸色满是戏谑之色。小小杂役，口气挺大，还想学别人英雄救美？不然呢？哈哈，志向倒是不错。李贺大笑一声，随后扫了萧晨一眼。炼气7异重，心中顿感疑惑，奇怪，如果没记错，这小子几天前不是毫无修为吗？怎么突然就炼气1重了？大哥，别跟他啰嗦，老子先去收拾这个碍眼的货色。李淼怒气冲冲，手执长剑朝萧晨杀来。二弟小心！李贺心中预感有些不妙，忍不住提醒道。萧晨摇了摇头，自作孽不可活。说罢，身形未动，手中长剑瞬间出鞘，一道银光急速闪过。李淼刚冲到跟前，就伸手一触，头颅飞入半空，滚落在地，鲜血喷出3丈远，身躯无力的栽落。他到死都不敢相信自己炼气7重，竟然会死在一个炼气1重的杂役手里。什么？炼气1重瞬间灭杀炼气7重？李贺直接瞪大了双眼，一股寒意席卷全身，忍不住双腿打颤。莫非他是筑基修士，故意隐藏实力？高个女子更是傻在原地，樱桃小嘴张成一个菱形，半天说不出话来。那位娇小的女子急忙蒙住双眼，不敢看向这血腥的一幕。萧晨虽然只有炼气1重的修为，但毕竟曾经是金丹修士，对于剑道的理解岂是炼气7修士所能企及的？你竟敢残杀同门！李贺颤抖的手指向萧晨，紧张的舌头打结。可惜我早已不是圣阳宗弟子。说完，萧晨急速闪出，如风一般的身影掠至他身前，说吧，你想怎么死？李贺满脸惊恐，连忙跪地磕头。师兄饶命，饶了你，等你回去通风报信吗？跪地的李贺眼中闪过一丝阴毒，骤然出手，一把短剑从袖口飞出，急速刺向萧晨。萧晨脸色一寒，身形急退，在空中旋转数周，躲过他的短剑偷袭，反手掷出长剑，瞬间贯穿他的喉咙。李贺瞪大了眼珠，鲜血从血洞疯狂往外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死不瞑目。2位女子美眸瞪大，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炼气1重居然这么轻易就灭杀了2位高阶炼气修士，狠辣又果决。萧晨掌心一吸，将2人随身的储物袋收在掌心，神识扫过，居然只有几百块零食。马德，真寒酸。小女子苏雨晴、苏雨飞，多谢恩人出手相救。2位女子连忙上前躬身一礼。萧晨毫不在意，摆摆手道：无妨无妨，举手之劳，不用叫恩人，那叫叔叔。苏雨晴红着小脸，尝试着问道：叔叔？萧晨顿时一愣，忍不住摸了摸下巴上的胡渣，可嗨，其实我也没那么老，你们可以叫哥哥。2位女子顿时俏脸一红，默默低下头。萧晨仔细打量一番高挑的女子，柳眉杏目，脸蛋娇嫩如水，柳腰纤细可堪一握，一双修长的美腿在分叉的裙摆下若隐若现，如瀑的乌发一直垂落到臀部，划出一道诱人的曲线。定，检测到可绑定人物苏雨晴，是否绑定？是。这还不绑定，想啥呢？定，绑定苏雨晴成功，当前好感值20点。定，仙缘值加20点，累计仙缘值20点。随后一道数据面板显露在萧晨眼前，姓名苏雨晴，年龄22，性别雌性，修为炼气5重，评级2S 级，体质5，魅力值90100，好感值20100。萧晨缓缓点头，嘴角浮起一抹笑意，随后目光缓缓侧过，停留在娇小的女子身上。白皙的玉颈上红霞遍布，粉嫩的阴唇闪烁着迷人的光泽，高耸的雪峰波澜起伏，比苏雨晴还略胜一筹。长长的双马尾如同2道黑瀑，倾泻而下，垂落至腰际。双马尾，我喜欢。定，检测到可绑定人物苏雨飞，是否绑定？是。不绑定都对不起自己。定，绑定苏雨飞成功，当前好感值20点。定，仙缘值加20点，累计仙缘值40点。随后一道数据面板再次显露在萧晨眼前，姓名苏雨飞，年龄20，性别雌性，修为炼气4重，
评级2S 级，体质5，魅力值90100，好感值20100。萧晨都不禁啧舌，这样两位美人儿出现在荒郊野外，也难怪让别人起了歹心。听你们这名字，你们是亲姐妹吗？苏雨晴摇摇头，雨飞是我二叔的女儿，我们是堂姐妹。原来如此，那两位妹妹这是要去哪儿？叔，哥哥，我们是栖霞宗的弟子，这次是回家探完亲，正准备返回宗门。苏雨晴解释道。萧晨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那你们赶紧回去吧，要是天色晚了，这一路上有许多妖魔鬼怪，尤其像你这么娇小的，还不够人家一口吞。说完还稍稍瞥了一眼苏雨飞，却见他脸色煞白，显然对于刚才的事有些后怕。苏雨晴胆子稍大一点，但经历了这一次的事件，也被吓得不轻，经萧晨这么一提醒，更是恐慌不已。萧晨不可察觉地翘了一下嘴角，随后大摇大摆地往身后走去，同时心中默念3、2、1，哥哥，请等一等。一声娇美的女子声音从身后传来。萧晨顿时停了下来，却并未转身，嘴角闪过一抹得意之色。哥哥救了我们，无以为报，本不该再麻烦您，但是这里距离栖霞宗尚远，哥哥可不可以护送我们回去？可是萧晨转过身，故作为难之色，心里却在想，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苏雨飞直接就哭了起来。苏雨晴也是眼泪在眼眶中直打转，望着萧晨，俏脸上满是祈求之色。好啦好啦，别哭了，哥哥答应你们。萧晨连忙上前，轻轻擦掉他们脸上的泪珠，顺手将二女搂入怀中，安慰一番。再哭下去，哥哥的心都要融化了。真的吗？苏雨晴抬头看着萧晨，这梨花带雨的模样，任谁见了都忍不住想要欺负一下。当然是真的。萧晨认真的点了点头。哥哥，你真是个好人，咋就突然给我发了个好人卡呢？其实我是个大坏人。说完，萧晨的双手还不老实的在他们小腰上抚摸了一把，这手感真丝滑。两位女子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纤腰被萧晨轻轻搂着，不由得低着头，白皙的脸蛋上一抹红霞飞速蔓延至脖颈。哥哥，你要是坏人，世上就没有好人了。苏雨飞小声道，声音小的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就是。苏雨晴也甜美的附和道。定。苏雨晴好感值加10点，当前好感值30点。定。仙缘值加10点，累计仙缘值50点。定。苏雨飞好感值加10点，当前好感值30点。定。仙缘值加10点，累计仙缘值60点。望着眼前的数据面板狂跳，萧晨心中喜不自胜，这下终于可以抽奖了，无比期待。第一次抽奖还不知道能抽到什么。哥哥，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苏雨飞害羞地问道。萧晨，不过我比较喜欢你们叫我哥哥，或者陈哥哥，再或者萧哥哥。闻言，两位女子不由得莞尔一笑，明明是叔叔，非要让我们叫你哥哥，真不害臊。天色不早了，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赶路吧，争取在天黑之前赶到最近的城池。二女都深以为然的点点头。萧晨不再耽搁，两边各握住一只小手，唤出飞剑腾空而起，还时不时在小手上抚摸一番，感受感受嫩滑的肌肤。带着两位美人儿，萧晨在群峰之间不停地穿梭，乐此不疲。本来几个时辰可以飞出几千里，萧晨愣是磨磨蹭蹭才飞出千余里，途中还硬生生在额头冒出几滴汗珠，让他们以为萧晨本就修为比他们低，还要带着2个拖油瓶，能不辛苦吗？这一幕让两位女子看着既心疼又感动。定。苏雨晴好感值加5点，当前好感值35点。定。仙缘值加5点，累计仙缘值65点。定。苏雨飞好感值加5点，当前好感值35点。定。仙缘值加5点，累计仙缘值70点。望着眼前的面板数据再次刷新，萧晨握着的手忍不住又紧了一分。夜色降临，几人飞身下落，来到一座颇为恢宏的城池，雄伟的城门楼下，来来往往的行人络绎不绝。萧晨握着2只小手，舍不得松开，两位女子也不好意思提及，只得任由着他牵着小手，悠闲地往城中走去。夜色下，城内繁华的街道两旁张灯结彩，吆喝声、叫喊声不绝于耳，似乎最近在举行什么活动。行人悠闲地在大街上闲逛，看着两位容貌非凡的年轻女子，均是挪不开眼。再一看中间的萧晨，年近40的大叔，胡子拉碴的，纷纷投来鄙视的目光，真是2朵鲜花插在一坨牛粪上。一位过往的行人忍不住鄙视道。萧晨摇摇头，淡然一笑，丝毫没把这些凡人的话放在心上，自顾自地欣赏两位美人儿。两位女子被他的目光扫过，弄得脸色通红，平生第一次被一个男人牵着走在大庭广众之下。苏雨飞更是把脸颊朝萧晨怀里躲，
生怕看到陌生人异样的目光。正在这时，萧晨敏锐地察觉到一丝修仙者的气息。萧晨脸色一凝，顺眼望去，只见一个衣着华丽的公子哥带着10几个家丁模样的人迎面走来。而这位公子哥居然有炼气6重的修为，这在凡人城池里并不常见。通常身具灵根的凡人大都去了修仙宗门，极少留在凡人地界。毕竟一旦修仙，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寿元都要比凡人高出许多。而修仙宗门无论是底蕴还是修炼资源都要远远胜过自己做个散修。萧晨不想节外生枝，准备从旁边绕过，却被他们一行人直接拦住。2位小美人儿，想去哪里啊？公子哥看着2位女子，一脸笑嘻嘻，将中间的萧晨完全无视。显然在他眼中，炼气1重的修士根本不配入眼。2位女子心中一紧，忍不住往萧晨怀里靠了靠。萧晨捏了捏他们的小手，示意他们不用担心。这种纨绔子弟，他在凡人城池见得多了，欺软怕硬，丝毫不用给他们好脸色。上一个问出这句话的人已经身首异处，要是不想死，就赶紧让开。此话一出，在场众人骤然变色，喜欢看热闹的人群也纷纷围了上来，指指点点。你！身后的家丁个个群情激愤，想要冲上来将萧晨一顿胖揍。公子哥反而一脸淡然，一招手让他们消停了下来。你也不打听打听，方圆千里谁不认识我赵公子？我管你是谁，别站在这里碍我的眼。哟呵，修为不高，脾气还挺冲。赵公子淡淡的瞥了萧晨一眼，脸上满是不屑。老子再说一遍，要是不想死，就赶紧滚。此时的萧晨已经有些怒色，赵公子却是一脸不屑，显然没把萧晨的警告放在眼里。炼气1重对于自己而言，翻手就能碾压，你算哪根葱？你也不看看自己，炼气1重的老垃圾也配拥有这等美人儿？啪！一声响亮的耳光蓦然响起，众人便见赵公子的身影如同短线的风筝飞出去数十米。围观的人群倒吸一口凉气，敢在这凉州城殴打赵公子，还真是头一回见。公子，10几个家丁回过神来，连忙上前将赵公子搀扶起来。你他妈找死！赵公子怒不可遏，捂着肿胀的左脸命令道：给我干掉他！10几个家丁纷纷拔刀一哄而上，朝萧晨杀来。萧晨侧过脸对着2女轻声道：闭上眼睛。身形丝毫未动，手中长剑急速出鞘，数十道寒光闪过，剑气纵横。啊啊啊！一阵惨叫声过后，地上躺着10几具残尸，没有一具完整。杀人了！不知是谁大喊一声，将围观的人群从震惊中拉了回来。一时间，人群四散奔逃。赵公子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的一幕，10几个家丁都是炼气2重的修为，居然被炼气1重瞬间秒杀。老爹，救我！一股恐惧感蔓延全身，顾不得其他，赵公子大喊一声，慌忙唤出飞剑，想要逃离此地。现在想走，晚了。萧晨淡淡瞥了他一眼，一把飞剑急速掠过，从他的后背灌入，破胸而出。赵公子惨叫一声，直接从空中跌落下来。2女睁开眼睛，直接傻在原地，一眨眼灭杀这么多人。但随后也释然，如果不是萧晨在身边，他们恐怕已经被奸人掳走。萧晨不再停留，旋即搂着2女飞身而起，来到100里外一家客栈门前。天色不早，我们今晚就在此歇息吧。2女君害羞地点了点头。走进客栈内，只见柜台前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靠在柜台上打呼噜。掌柜，住店。萧晨向前一步道。掌柜被瞬间惊醒，揉了揉睡眼朦胧的眼睛，打了个哈欠。客官，需要几间房？2间上等客房。说完，萧晨双手抱肘，朝掌柜眨了眨眼睛，掂了掂手里圆鼓鼓的零食包裹。掌柜先是一愣，随后立刻秒懂，显然是老江湖了，这点意思哪能不明白，连忙面露难色地说道：实在不好意思，客官，小店目前只剩下1间房间了。萧晨看向2女，征求意见。苏雨晴拉着他的衣角，小声道：哥哥，要不我们去其他客栈看看吧？也好。掌柜的连忙助攻。3位客官有所不知，最近城中在举办活动，整座凉州城的客栈都住满了。正因为我们物美价廉，才剩下这最后1间，若是再晚一点，估计就订出去了。可是苏雨飞顿时小脸红扑扑，虽然是3个人住1间，但自己怎么会想到那个要不我们将就一晚吧，这么晚了，赶路也不太安全。萧晨提议道。苏雨晴先是迟疑了一下，随后一想，都是修仙者，住在一起好像也没啥，又不是2人，于是点了点头。看到堂姐同意了，苏雨飞也没有再说话。掌柜，这间我们要了。萧晨悄悄对着掌柜点了个赞。掌柜连忙吆喝：好嘞，客官稍待。办理好了入住手续，萧晨揽着2女上楼，
反手将200包裹飞入掌柜手中。掌柜满意的接过，顿时瞪大了双眼，自己1年也赚不了多少零食，这一次竟直接被打赏200。旋即心中暗叹，年轻人真会玩。不过这俩姑娘长得是真水灵，像画里走出来的。进入房间还算宽敞，一张整洁的床铺，睡下2人是绰绰有余，但是3个人的话就稍显拥挤。萧晨顺手将房门关好，赶了1天的路，你们姐妹俩应该也累了吧，早点上床休息吧。啊，那你……苏雨飞一听脸色绯红，心想他该不会是说我们3个人睡一张床吧？小脑袋瓜想什么呢？我当然是睡地板。萧晨微微一笑，忍不住摸了摸他的秀发，然后在离床铺不远的地板上一躺，哥哥睡这里保护你们，免得你们被坏人捉走。萧晨一脸认真的模样让2女感动不已，一路上若不是萧晨出手相救，落入那2个歹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如今又放下自己的事，专程送他们回栖霞宗，自己怎么可以这么不懂事，让救命恩人睡地板呢？叮，苏雨晴好感值加10点，当前好感值45点。叮，仙缘值加10点，累计仙缘值80点。叮，苏雨飞好感值加10点，当前好感值45点。叮，仙缘值加10点，累计仙缘值90点。看着眼前的虚拟面板数值不停的闪烁，萧晨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啊，这怎么行呢？睡地板上会着凉的。苏雨飞红着小脸说道。是啊，哥哥，你带着我们飞了1天，肯定也累了，怎么可以让你睡地板呢？萧晨拍了拍胸脯，义正言辞的说道。放心，哥哥我身体倍儿棒，总不能让你们姑娘家睡地板吧？苏雨晴连忙道。不碍事的，我们修为比你高，睡在地板完全没问题。是啊，哥哥，身为修仙者，睡地板习以为常。那怎么行？让姑娘家睡地板，我一个大男人睡床上，传出去我还怎么见人？眼见萧晨态度强硬，苏雨晴思索片刻，一脸娇羞的小声道：要不哥哥睡床上最外边吧？啊，这不太好吧？萧晨故作难为之色。没关系的，哥哥，都是修仙者，反正是将就一晚。苏雨飞小脸泛红，也附和道：好吧，那我就在边上打坐。于是2位女子往里面挪了一个身位，留下一段空间给他。眼见目的达到，萧晨暗自贼笑，在床边盘膝而坐，看着他进入修炼状态，苏雨飞紧张的情绪逐渐和缓下来。而此时的萧晨意识沉入识海，轻唤一声：童子。叮，时刻准备着，请宿主吩咐。打开职业技能界面。叮，一位宿主打开技能面板，首次开启技能面板赠送20点仙缘值，当前仙缘值为110点。这还差不多。一道数据面板在眼前闪现，各种技能陈列其中，萧晨一一扫过。炼丹术、阵法术、炼气术、傀儡术、制服术、推拿术，好家伙，还有推拿术，是我想的那种推拿吗？全身精油 SPA， 可嗨，不管用不用得上，还是先学着吧。修仙界最常用的无疑是前面3种，每一种都需要5点仙缘值激活。萧晨长按炼丹术，点开右边的激活按钮。叮，恭喜宿主激活炼丹术，晋升为1品炼丹师，扣除5点仙缘值，还剩105点。刹那间，所有1品丹方以及炼丹手法如同泄洪之水，疯狂涌入脑海，形成固有记忆。这么快就成为1品炼丹师？紧接着又对炼气术、阵法术、推拿术进行同样的操作。叮，恭喜宿主激活阵法术，当前为1级阵法师，扣除5点仙缘值，还剩100点。叮，恭喜宿主激活炼气术，当前为1阶炼气师，扣除5点仙缘值，还剩95点。叮，恭喜宿主激活推拿术，当前为1级推拿师，扣除5点仙缘值，还剩90点。太牛逼了，童子。对了，我现在有几次抽奖机会？叮，宿主目前绑定的2位女子共有90点好感值，每20点可以抽取1次，一共可以抽取4次，确定全部抽奖吗？先抽1次吧，让我感受一下。叮，正在抽奖中。叮，恭喜宿主获得黑丝10条，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随时领取。黑丝，萧晨顿时瞪大了眼珠，这也有？童子，你是认真的吗？叮，100%认真，系统宝库全为宿主量身打造，虽然有点俗气，不过我喜欢。嘿嘿嘿，黑丝刚好适合苏雨晴这大长腿穿上，那感觉真带劲。萧晨想着想着，嘴角止不住流出了泪水。童子，再抽1次。叮，正在抽奖中。叮，恭喜宿主获得白丝10条，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白丝，嘿嘿嘿，
白丝刚好适合苏雨菲，配上这双马尾，那感觉不敢想。你是正经的童子吗？定，包正经的。给我来点别的吧，比如厉害的功法或者宝物，毕竟现在修为太低，实在是太危险了。定。系统宝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能否抽到全靠宿主的运气。行，跟你说了也是白说，再抽一次。定。正在抽奖中。定。恭喜宿主获得混沌至宝诸天剑以及附带功法诸天剑诀，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随时领取。什么？诸天剑？一听混沌至宝4个字，萧晨的意识直接跳了起来，旋即心念一动，一把尺长的黑剑显化在识海空中，剑身通体漆黑如墨，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耀眼之处。萧晨直接愣在原地。不是，童子，你说这是诸天剑？定。确认无误。你不是耍我吧？这跟一般的短剑也没什么区别啊，怎么会是混沌第一至宝诸天剑呢？定。诸天剑的厉害之处不在于它本身，只要用法器不停的祭炼，理论上它可以无限成长，在成长的时候它的长度也会增加。这样牛逼。萧晨再次打量了一番诸天剑身，除了剑柄处刻印的诸天2字之外，就如同一柄再普通不过的短剑。也就是说，以后我必须不停地炼制法器去喂养它。定。确实如此，但是宿主必须喂养有度，以防诸天剑的成长速度过快，超过宿主自身。如果喂养法器过多，会如何？会反噬自身吗？定。并不会，但是诸天剑等级高于宿主过多，会导致宿主无法有效驾驭。明白了。萧晨随后心念一动，识海中立刻显化出一本卷轴，卷轴缓缓撑开，抬手的4个大字异常醒目：诸天剑诀。第一式破晓，第二式惊雷，第三式覆海，第4式追星，第5式逐月，第6式碎空，第7式尽虚，第8式无香，第9式寂灭。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字迹。童子，这诸天剑诀太简单了点吧？怎么连招式都没有？定。诸天剑诀的确如此，它是一种剑意，领悟过后，即便是在普通的招式融入其中，也能爆发出毁天灭地之威。好吧，我试试。定。以宿主如今的境界，想领悟第一式已是极为勉强。什么？童子，你敢小瞧我？定。萧晨不信邪，全身心投入其中，直接进入领悟状态。不就是剑意吗？有什么难的？2个时辰后，童子搁错了。定。宿主切莫灰心，领悟剑意除了高超的天赋之外，还要具备合适的契机。萧晨意识退出识海，看了一眼身边的2位女子，却见她们小脸安详，睡得正香。传说中的睡美人呢？忍不住上去，在她们白皙的小脸上左亲一下，右亲一下，欣赏了一番眼前的美景，萧晨便翘着腿躺下，惬意地睡了过去。第2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纱窗的缝隙传来一丝明光，萧晨静静地躺在中间，2位女子躺在他怀里，玉腿不老实地搁在他大腿上，啧，这感觉啊！接连2声尖叫，将装睡的萧晨从睡梦中惊醒。怎么啦？萧晨故作惊讶地起身。哥哥，你怎么跑到中间来了？苏雨情娇羞地问道。一想起在他怀里睡了一夜，就小脸发烫。昨晚他把旁边的人当成了苏雨菲，难怪那个怀抱这么舒适。萧晨装作一脸无辜，我也不知道啊。对了，雨菲，你怎么跑到我的位置来了？被倒打一耙，苏雨菲顿时猝不及防，小脸通红。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心里却在思索，难怪娘亲说我睡觉不老实，原来是真的。一想起昨晚隐隐约约有个温暖的怀抱搂着自己，一抹红晕悄然划过耳垂。算了，以防这种事情再发生，我明天睡桌上吧。萧晨暗笑一声，这招以退为进，把此事推得干干净净，既得了便宜，还让他们心生愧疚。那好吧。苏雨菲心里升起一丝莫名的失落感，于是萧晨起身洗漱完毕，便带着2女下了楼梯。掌柜连忙上前，笑呵呵地问道：“3位客官，昨晚休息得可好？”这一问，2位女子的脸更红了。其实根本没有发生特别的故事，很显然掌柜误会了。挺好。萧晨满面春风地回道：“客官满意就好，以后常来啊。”掌柜开心地招呼着，心想这样的贵客多来几次，自己养老就不用愁了。一定。说完，萧晨直接拉着2位女子的小手，准备去前面街边的美食摊位吃些早点。卖老婆饼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新鲜的老婆饼。一声声吆喝声传入耳际，眼看萧晨搂着2位如花似玉的女子经过，摊主连忙道：“客官，
给两位夫人买点老婆饼吧，吃了老婆饼，恩爱到白头。我们不是。苏雨晴刚想解释，萧晨率先问道：这饼怎么卖？好吃不贵，10个饼才1块0食，来20个。好嘞，客官，您拿好。萧晨顺手接过，将20块零食扔在摊位上。多谢客官，多谢客官。摊主顿时乐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的道谢。来尝尝。萧晨直接拿出1块饼，喂到苏雨晴嘴边。苏雨晴一时间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最后只得轻轻张嘴咬了一口，顿时鲜香四溢，直达味蕾。好吃吗？苏雨晴点了点头。雨飞，你也尝尝。萧晨又重新拿出1块饼，喂到苏雨飞嘴边。有了堂姐在前打样，苏雨飞也不再扭捏，阴唇微张，轻轻咬了一小口。感觉怎么样？味道很好。苏雨飞红着小脸回道。那我也尝尝。萧晨直接将有缺口的2块饼左一口右一口，还一边嘟囔：真好吃，不愧是老婆吃的饼。一旁的两女脸色羞得通红，心里却在想：坏哥哥大庭广众之下真不害臊。叮，苏雨晴好感值加5点，当前好感值50点。叮，仙缘值加5点，累计仙缘值95点。叮，苏雨飞好感值加5点，当前好感值50点。叮，仙缘值加5点，累计仙缘值100点。萧晨暗叹一声，又可以抽奖2次，望着他的2位小娇妻，让摊主以及来往的客人羡慕不已。客官真是艳福不浅啊，有2位如花似玉的娇妻。摊主得了萧晨的打赏，少不了要吹捧一番，更何况这2位确实是国色天香。苏雨飞和苏雨晴听到娇妻2字，顿时娇羞不已，小脸如同成熟的苹果，当然也少不了一些嘲讽的声音。老夫少妻，长不了，羡慕个屁。正在这时，萧晨突然敏锐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息急速临近，推测之下应该是筑基期无疑。快走！萧晨说完，迅速抓起2位女子的号腕，唤出飞剑，一溜烟朝城外遁去。哥哥，怎么了？苏雨晴疑惑地问道。有筑基期的气息追来，我猜应该跟昨晚那个纨绔公子有关。萧晨脸色凝重道。哎，修为低了还真不习惯。想当初金丹期的时候，这些筑基期自己根本不放在眼里，哪怕是同级别的对手也根本没怕过，如今碰见筑基期还要东躲西藏。一听筑基期3个字，姐妹俩顿时满脸惊慌，那是她们根本无法抗衡的存在。即使是在七侠宗达到筑基期的弟子，都是宗门核心的存在，远不是他们这些外门弟子能够接触到的。贼子，你往哪里走？一声厉喝从正前方传来。萧晨顿时身形一滞，只见前方迎面飞来一位身着黑色锦袍的中年男子，约莫50岁上下。刚准备调转方向，却发现四面八方围上来许多练气男子，粗略估计恐有数百位。2位女子乃见过这个阵势，当即就吓得脸色惨白，握着萧晨的手心直冒汗。别怕，萧晨安抚了一下2人，但依然抹不去他们心底的恐慌。那可是筑基期，萧晨也不过练气期一重，阁下挡住我们的去路，意欲何为？萧晨一脸平静地看着前方的中年男子。哼！中年男子冷哼一声，那老夫给你提个醒，我乃是这凉州城的城主赵无极，姓赵。萧晨略一思索，果然跟昨晚的赵公子有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不知赵城主有何贵干？少跟老夫装蒜！你杀了我儿子，还敢在这装模作样？萧晨毫无惧色，双手一摊。你是不是搞错了？你确定我练气期一重，能杀得了你儿子吗？赵无极闻言一脸狐疑，随后瞥了一眼萧晨身边的2位女子，直接挪不开眼，满脸的火热之色。这等姿色的女子，还有练气期4、5重的修为，居然跟着一个练气1重的男子，简直是暴殄天物。萧晨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心想果然是一丘之貉，什么样的老子就有什么样的儿子，莫非真是我弄错了？赵无极小声嘀咕道，凭他们3个合力，也应该不是自己儿子的对手，更何况他身边当时还有10几个练气2重的家丁，能在瞬间击杀，至少也得是筑基期修为。萧晨看了一眼身边的2位女子，嘴角不可察觉地浮起一抹弧度。小子，你要是把这2个美妞留下，老夫可以考虑放你一马，否则死无葬身之地。赵无极不假思索地说道，心想即便不是你杀了我儿，就凭你练气1重的修为，也没资格拥有这样的美人儿。此话一出，苏雨晴顿时脸色煞白，无助的眼神望着萧晨，缓缓摇头。苏雨飞直接吓得腿软，楚楚动人的脸蛋儿满是无助。此话当真？老夫身为城主，向来说一不二。赵无极脸上顿时闪过一丝兴奋，心想这小子原来是个怂包，这么不惊吓。哥哥，别丢下我们！苏雨晴一脸无助的祈求道。
苏雨飞更是紧紧抓着萧晨的手臂，泪眼婆娑。哥哥，求你了！萧晨邪魅一笑，顺手一把将他们搂进怀里。乖，哥哥开个玩笑，怎么忍心丢下你们呢？赵无极的脸色顿时垮下来。小子，为了区区2个女子，丢了小命可不值得。不劳城主操心了，他们俩是我的女人，我疼还来不及，怎么舍得送出去呢？找死！赵无极大怒，掌门灵力翻腾，旋即掌心一凝，一道黑色手印凌空飞来，庞大的威势让周围的炼气修士瑟瑟发抖。萧默忙将2人揽在身后，万分危急之时，潜意识中一缕剑意突然顿悟。诸天剑意破晓。萧默手执诸天剑，眸中剑意流转，一道金色剑气划过，黑色手印直接分成2半，烟消云散，宛如金色阳光穿破黎明前的黑暗。那道金色剑气依旧威势不减，在赵无极惊骇的目光中瞬间穿过他的躯体。你！赵无极刚说出一个字，躯体便分裂成整齐的2半，洒下大片血迹，无力地坠向下方的深谷。周围的数百位炼气修士顿时大惊失色，不知是谁大喊一声：城主死了，快跑啊！想走没门！萧晨手执诸天剑，朝着众人划过数十道玄奥的轨迹，刹那间无穷剑意幻化成数千道飞剑，朝遁逃的炼气修士爆射而去。啊啊！一声声惨叫响彻半空，一道道黑色身影被穿透，从飞剑上跌落深谷。只是眨眼间，数百位炼气修士被全部秒杀，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气息。叮！恭喜宿主领悟诸天剑诀第1重破晓。2位女子愣愣地望着萧晨，只是眨眼间便灭杀数百人，连筑机器的城主都没撑过一招。他真的只有炼气1重吗？苏雨飞自始至终未曾挪开自己的目光，有那么一瞬间，他都以为自己身边的是一位金丹期的修士。没有吓到你们吧？萧晨一脸笑意地看着2女，旋即伸手搂过她们纤细的腰肢，还不忘揉捏一番。苏雨晴抬起小粉拳往萧晨胸前捶。哥哥，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真的要丢下我们不管。哥哥，你太坏了！苏雨飞把脸靠在他的胸膛，一个劲儿的埋怨。叮！苏雨晴好感值加10点，当前好感值60点。叮！仙缘值加10点，累计仙缘值110点。叮！苏雨飞好感值加10点，当前好感值60点。叮！仙缘值加10点，累计仙缘值120点。萧晨连忙安慰一番。好啦好啦，你们是我的乖宝贝，我怎么舍得把你们送给别人呢？苏雨晴撅着嘴巴娇羞道。哼，以后不许吓我们，就是再吓我们就再也不理你了。苏雨飞红着小脸娇嗔道。萧晨嘴角浮起一抹笑意。好好好，眼下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免得又有坏人跟上来。说完，萧晨不再牵着他们，而是直接把2人搂在怀里，踏着飞剑向栖霞宗的方向飞去。而此时苏雨晴和苏雨飞也都没有扭捏的姿态，而是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一想起之前萧默当着众人的面说他们是他的女人，心里就莫名的开心。毕竟在这残酷的修仙界，没有实力就只能任人宰割，而有一位实力强大的靠山，无疑是极为幸运的事。童子，我想知道这个好感值有何讲究。叮！当绑定女子的好感值达到60点时，意味着他们同意与宿主做羞的事情。60点就可以。萧晨忍不住惊呼出声，心中顿时狂喜，今晚岂不是可以一联想到即将迎来的旖旎画面，萧晨就激动不已。叮！是的，而当绑定女子的好感值达到80点时，他们会极其依赖宿主，视宿主为唯一。Nice！ 萧晨嘴角一阵邪笑，内心似乎在酝酿着什么了不得的事。叮！当绑定女子的好感值达到100点，他会对宿主无条件服从，而且好感值永远不会降低。哦，无条件服从吗？岂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吸结。叮！是的，而且宿主的第1位绑定女子首次达到100点好感值，将会触发特别奖励。萧晨顿时一脸激动。什么特别奖励？能被系统称为特别奖励，起码也得是和诸天剑一样的绝品吧。萧晨内心开始期待起来。叮！不可提前剧透，但绝对是宿主最喜欢的。真的？哈哈，是我想的那种吗？萧晨差点要笑出声，回过神来才发现怀中的2位女子正一脸好奇地盯着他。可嗨，萧晨尴尬地咳了几声。哥哥，什么是这么开心？苏雨晴眨着闪亮的眼睛问道。有2位美人在怀，难道还不开心吗？2位女子连忙害羞地低下头，苏雨飞更是乖乖的把脑袋埋在萧晨怀里。苏雨晴想了半天，还是忍不住问道：哥哥，你真的只有炼气1重吗？萧晨得意地点了点头。当然，可是你怎么那么厉害？
连筑基期的修士都抵不过你一招。苏雨飞歪着脑袋仔细打量着他，哥哥还有更厉害的地方，想不想见识一下？苏雨晴一听，满脸好奇地问道：真的吗？哥哥还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快跟我们说说。苏雨飞人小鬼大，似乎听出了萧晨的话中之意，顿时脸色羞得通红，不敢抬头看他。这个呀，需要你们自己感受。萧晨满含深意地看了苏雨晴一眼。哦，搂着两位女子一路飞行，此时的萧晨不再磨磨蹭蹭，一路上带着他们急速前行。天色再一次暗淡下来，前方不远是青州城，我们先在此歇息一晚吧。二女都点了点头，再也没有之前的扭扭捏捏。一想起有这样一个男人能把他们放在心窝里，时刻保护自己，心里就说不出的开心。三人飞身下落，前方100米外正是青州城门口。对了，进城之前把这个戴上。萧晨说着，掌心现出2张脸谱面具。啊，这么丑，我才不要戴。苏雨晴一脸排斥，苏雨飞则是好奇地问道：哥哥为什么要戴这个？萧晨捏了捏他们嫩滑的小脸，一脸宠溺地说道：谁叫你们2个长得这么好看，免得再被坏人盯上。还是哥哥想得周到。两位女子俏脸一红，羞涩地将脸谱面具戴上，像昨日的经历，他们再也不想遇上了。萧晨带着他们走进城门，城中一如既往的繁华，虽然偶尔有目光偏过来，但也没有再引起多大的风浪。心中有事，也就没有心思逛街。萧晨直接领着二女来到一家客栈，故技重施，开了一间房间。比起上一次的扭捏和犹豫，这一次两位女子均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愿的情绪，全程由着萧晨牵着进入房间。萧晨直接躺在木桌上，如此的心安理得。童子，我现在可以抽几次奖？定。宿主还可以抽奖3次，确定全部抽奖吗？萧晨想了想，直接道：来个3连抽。定。系统抽奖中。定。恭喜宿主获得筑基丹10颗，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定。恭喜宿主获得神级混沌之眼，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激活。定。恭喜宿主获得神体觉醒仙丹1颗，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萧晨顿时震惊了，果然连抽的大奖概率就是高。混沌之眼，一听就知道不是凡品。童子，给我介绍下什么是混沌之眼。定。混沌之眼，看破一切虚妄，显化万物生灵的数据面板，激活之后，一切幻境梦魇对于宿主而言弹指可灭，同时可随意切换透视模式。卧槽，童子，快给我激活。定。混沌之眼已激活，请宿主保重身体，谨慎使用透视功能。知道了。萧晨满不在乎地回道。一道银光在眼角闪过，目光落在苏雨飞身上。卧槽，那雪白的曲线延伸到山峰，蔓延过深谷，一路波澜起伏。这一刻的萧晨恨不得化身探险者，狠狠探索一番。苏雨飞也在这时朝他看了过来，望见萧晨一脸火热的目光，心中顿时一慌，俏脸不自觉地偏向一边，血气顺着大脑疯狂上冲。萧晨赶紧挪开目光，收敛心神，默念几句南无阿弥陀佛。真要命！好不容易回过神，萧晨的目光便落在第3条信息上，顿时激动地跳起来。神体觉醒仙丹，童子，这玩意吃了可以直接觉醒神体。定。确认无误。世界上的神体那么多，那觉醒的究竟是哪一种神体？萧晨满脸的激动之色，迫不及待地问道。定。目前修仙界的神体主要有最强的混沌至尊体、阴阳无极体、荒古圣体、纯阳圣体、魅魔圣体以及7大元素神体等等，至于宿主可以觉醒哪一种，全看宿主的运气。萧晨越听越激动，越听越心痒难耐，随便一种神体在苍玄大陆上都是前途无量，想不到到了自己这里竟然唾手可得，牛逼啊！不愧是童子。萧晨暗叹一声，直接拿出神体觉醒仙丹，二话不说塞入口中。仙丹入体没有丝毫阻隔，直接化为药液，药力随着4肢百骸疯狂流动，开始改造全身骨骼、经脉、命格。一道金光由内而外散发出来，萧晨感受着全身无与伦比的舒适，内是体内世界，那一根根经脉宛如黄金浇筑。两位女子望着眼前的一幕，美眸之中满是震惊之色，还以为萧晨在修炼某种绝世功法。定。恭喜宿主觉醒纯阳圣体，获得无限体力，获得无限制造能力。卧槽，童子哥，还是你懂我。虽然不是宇宙最强战力混沌至尊体，单单这纯阳圣体的功能可是无数男人梦寐以求的体质。定。听懂宿主的心声，是系统一生的宿命。那无限体力我知道，那这无限制造能力是我想的那种吗？萧晨一脸贼笑。定。不错，就是宿主想的那样。
卧槽，我还能说啥呢？有如此贴心的童子，我不扛起世间美腿，都对不起自己。叮！不过纯阳圣体有一个致命缺点，宿主还需注意。啊，什么缺点？萧晨顿时傻眼，在圣阳宗的古籍上也没记载说有致命缺点啊。叮！拥有纯阳圣体，终身极难孕育，这算哪门子缺点？分明是优点。萧晨顿时狂喜，吓老子一跳，还真以为有什么缺陷呢。不过很快释然，以纯阳圣体的制造能力，若是天道不加以限制，平衡就得被打破。至于那筑基丹嘛，虽然现在还炼不了2品丹药，但也是迟早的事，有点用就先留着吧。萧晨嘴角微微上扬，转身看了二女一眼，却见苏雨晴不知何时已经沉沉的睡去，而苏雨飞还眨着闪亮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他。小精灵，你怎么还不睡？萧晨走过去，弯下腰，宠溺地刮了一下他的鼻梁，看着近在眼前的粉嫩阴唇，暗自吞了吞口水。苏雨飞害羞地说道：哥哥，你这么晚还在修炼？当然了，尽快提升实力，为了保护你们。说完，萧晨直接俯下身，近距离盯着他，如同欣赏一幅美丽动人的画卷。湿热的男子气息袭来，苏雨飞心里如同小鹿乱撞，小手攥着被子的一角，脸色顿时绯红一片。哥哥，你想干嘛？想。感受着萧晨火热的眼神，苏雨飞不由得目光垂下，小声嘀咕道：想什么？干。说完，还不等他回应，萧晨直接堵上那半粉嫩阴唇，感受着他柔软的唇舌。苏雨飞顿时呼吸急促，忍不住双手环抱着他的脖子，而萧晨的手也开始不老实起来，握不住，完全握不住。那雪峰，萧晨心中暗自惊叹，一个18岁的小姑娘居然发育得这么好，简直匪夷所思。正当他将手伸向裙角时，苏雨飞连忙抓住他的手，摇摇头：哥哥，不行的。萧晨立刻心领神会，拉着他的手，邪魅一笑：跟我来。随后握着他柔弱无骨的小手，轻手轻脚的开门，来到隔壁一间空置的房间，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房门，溜了进去。一切顺理成章。随着18年的桎梏被刺破，苏雨飞眼角划过一滴晶莹的泪珠，趴在萧晨怀里。2个时辰后，一团凌厉光晕盘旋在苏雨飞周身，很明显，这是境界即将突破的征兆。萧晨惊喜地说道：你要突破了？他连忙起身，抓着被撕坏的长裙，遮挡身前的春光，脸色涨得通红。你收敛心神，尽管突破，我为你护法。好。苏雨飞轻声回道，旋即盘膝而坐，引导周身灵力逐步汇聚丹田。一道道灵气从4面8方汇聚而来，在周身形成气旋，直到全身躁动的灵力逐步平息。他也在这一刻成功晋升到炼气7-5重。叮！苏雨晴好感值加20点，当前好感值80点。叮！仙元值加20点，累计仙元值140点。系统提示音在耳边回荡，萧晨满脸得意。我去，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啊。哥哥，我们过去吧，免得堂姐醒了找不到我们。苏雨飞红着小脸小声道。也好。随后萧晨又将门窗锁好，恢复原样，带着苏雨飞回到了之前的房间。谁知刚一开门，便看见苏雨晴泪眼婆娑的小脸，那妩媚动人的模样令谁见了都想疼爱一番。苏雨飞站在一旁捂着脸，不知如何是好，犹如犯错的小孩。这种是被堂姐撞见，心中肯定恐慌。萧晨连忙将她搂在怀里，安抚一番。雨晴。萧晨刚准备开口，却一时语塞，不知道从何说起。苏雨晴泪眼婆娑地说道：看来我醒的不是时候，打扰了你们的好事。不，你醒的正是时候。萧晨说着，微笑地朝他招招手。苏雨晴一愣，随之连忙下床，直接扑进萧晨怀里，又开始小声呜咽起来。他以为萧晨喜欢的是苏雨飞，原来却也没有忘记他。你们2个都是我的小宝贝儿。第3天，一路上出奇的顺利，并没有再出现什么不长眼的货色，即使出现了，也就是一刀解决的问题。而萧晨一路上带着2位美女赶路，心中别提有多惬意。很快又到了晚上住宿的时候，萧晨索性不装了，直接向掌柜的喊道：来一间房。而2位女子俏脸转向一边，没有丝毫抗拒之态。掌柜看了他一眼，先是一脸鄙视，随后看到萧晨的打赏之后，秒变笑脸。客官楼上请。这一次苏雨飞竟然罕见的睡得很早，让萧晨都感到有些诧异。而苏雨晴则是眨着美眸盯着天花板，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于是萧晨邪魅一笑，故技重施，蹑手蹑脚地牵着苏雨晴进了隔壁的空房间，准备探讨人生理想。咯吱咯吱，床榻年久失修，不堪重负，似乎在怒吼。咚咚咚，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苏雨晴连忙钻进被窝里，害羞地捂着小脸，心想肯定是动静大，吵到别人了。
萧晨不耐烦地起身，把房门打开一条缝，只见一名30-40岁的男子睡眼朦胧地站在门外。什么事？萧晨脸色不悦地说道，任谁好事被打扰，都会心情极度不爽。兄台，能不能消停点？已经2个时辰了，天都快亮了。你哪来这么多体力？老子就是体力多，不爽的话去别的客栈。你3个数，立刻滚，否则死！说完，萧晨心念一动，掌心顿现一把漆黑如墨的短剑。修仙者！男子大惊失色，浑身颤抖，连忙躬身道：“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仙师高抬贵手。”还不滚！男子双腿直打摆子，一溜烟滚回自己房间，锁住房门后，手还在发抖。萧晨冷哼一声，砰的一声关上门，急不可耐地钻进被窝里，搂着柔软的娇躯。1个时辰后，咚咚咚，咚咚咚，敲门声再次传来。萧晨一脸黑线，强忍着怒气下床，上前开门。只见一位膀大腰圆的粗犷男子站在门前，赤裸着上半身，腰间别着2把板斧。还不等萧晨说话，便指着他道：“就是你小子闹出这动静，有何指教？大半夜把俺婆娘吵醒，他现在不放过老子。咋的？这客栈你家开的，你满足他不就完了吗？自己不行，还怪我咯？”萧晨挠了挠耳朵，满脸不屑：“嘿，小兔崽子，你也不打听打听，谁见了我们斧头帮，不得乖乖趴在地上？”萧晨思索道：“斧头帮，好像是个地痞流氓。去，老子现在没空帮你的忙。”心想，老子自己都快忙不过来，哪有空帮你婆娘？此话一出，粗犷男子立刻勃然大怒：“岂有此理！小杂种，老子灭了你！”说完，抽出腰间的板斧就朝萧晨劈了过来。萧晨身形未动，眼中剑意纵横，一道剑气从他胸口直贯而入，粗犷男子应声倒地，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之后又时不时冒出几个不长眼的家伙，想来敲门，但是一看到地上躺着的斧头帮男子，都灰溜溜地滚到自己房间。在给苏雨晴交付了几十亿的项目后，萧晨也将阴阳合欢宫运转了1个大周天。此时天已经大亮，刺眼的阳光透过窗户的缝隙照了进来，但掌柜的也很识趣的没来催房。哥哥，你坏死了！苏雨晴躺在萧晨右侧，趴在他耳边轻语，还把小脑袋瓜往他怀里拱了拱。那我明晚再花一点。萧晨一声贼笑，在他红润的脸蛋上亲了一口，搂着他往怀里紧了紧。叮，苏雨晴好感值加20点，当前好感值80点。叮，仙缘值加20点，累计仙缘值160点。望着眼前的数据面板，又是一阵狂跳。萧晨嘴角快咧到天上去了，这好感值终于对得起哥哥卖命的输出了。哈哈，又可以抽2次奖。叮，宿主还可以抽奖2次，请问是否现在抽奖？不，先留着。萧晨有自己的盘算，等到积攒多一点，一次来个10连抽，看是不是好货多一些。至于仙缘值，先放在一边，等到进入宗门，看看哪一种最抢手，就优先学哪一种。唉，没有自己的洞府，真是麻烦。萧晨自顾自地嘀咕道，心想以后进了七霞宗，说什么也要先弄个独立洞府，要不然真是坏人心情。正在这时，2人周身都悬浮起淡淡凌厉光晕，萧晨一脸喜色，这正是境界突破的征兆。苏雨晴一脸娇羞，难道这样也能仗修为？2人连忙起身，盘膝而坐，缓慢炼化体内的灵力，并引导周遭的灵气缓缓汇入丹田。不多久，随着全身躁动的灵力慢慢平息，萧晨的修为彻底稳固在炼气2重，而苏雨晴也晋级到炼气6重。想不到才双修2天，境界就提升1级，这速度可比寻常的吐纳修炼快多了。眼看时间差不多，萧晨便带着苏雨晴再次回到了之前的房间，而苏雨菲也还在睡梦中，就是不知道这个小丫头是不是在装睡。苏雨晴心虚地躺在床上，萧晨朝她邪魅一笑，旋即往木桌上一躺，悠然自得地翘着腿。别提有多惬意，这才是修炼，这才是人生，一味苦修才是浪费大好年华。临近中午时分，2位女子才睡眼朦胧地起身，柔弱无骨的娇躯散发着迷人的芬芳。小可爱们，我们该继续赶路了。萧晨捏了捏她们滑嫩的小脸，坏哥哥，我浑身无力，想要背背。苏雨晴忍不住撒起娇来，声音绵软慵懒，让人心神荡漾。坏哥哥，我也浑身无力，也想要背背。苏雨菲也不甘示弱的撒娇，娇滴滴的软语几乎要融化她的骨头。萧晨顿时有些好笑，苏雨晴要背背，昨晚肯定是累了，你也要背背，这是要闹哪样？好，可我一次只能背一个怎么办？此时的萧晨恨不得自己来个分身。这样好办，哥哥先背堂姐，背了一段路程之后再换我。苏雨菲眨了眨美眸，俏皮地说道。这样好，还是妹妹想的周到。
苏雨晴拍着小手欢呼道：“好！”于是萧晨拥着二女出了客栈，缓缓蹲下身：“上来吧。”苏雨晴缓缓趴上萧晨的背，轻轻搂着他的脖子，一脸幸福的笑意，然后在他脸颊上狠狠亲了一下。萧晨右手握着苏雨飞的小手，心念一动，踏上飞剑，继续向栖霞宗的方向飞去。这一次拥有了无限体力，萧晨索性不再停留，毕竟目前修为太低，得在最快时间赶到栖霞宗，要不然随便遇上一个金丹期的魔修，几人就得玩完。在经过3天的日夜兼程，一座蔓延数千里的山脉轮廓显现在几人眼前。哥哥，我们终于到了！望着前方云雾间若隐若现的宫殿，那熟悉的一幕，苏雨飞忍不住欢呼道：“哥哥，你也加入栖霞宗，好不好？”苏雨晴一脸期待的眼神看着他。啊，这个萧晨故作难为之色。苏雨飞趴在他的背上，神情落寞的问道：“哥哥，你真的舍得离开我们吗？”“舍不得，我太舍不得了。舍弃这样娇滴滴的美人儿，跑去苦修才是傻逼呢。再说自己现在想苦修都不行，可我也有自己的事呢。”萧晨一边故意说着，一边观察苏雨晴的脸色。“哥哥，求求你了，你不在的话，有些师兄很讨厌，肯定会欺负我们。”苏雨晴一脸哀求道。“是的，哥哥，你真的忍心看着我们受苦吗？”苏雨飞委屈巴巴地说道，小脸上止不住地流泪。这娇滴滴的小脸儿，楚楚动人的模样，我见犹怜。萧晨看不下去了，暗自贼笑，连忙将二人搂在怀里，一顿安抚。“好啦好啦，哥哥为了你们就勉为其难，加入这个什么栖霞宗吧。”两位女子在他怀里哇哇大哭，激动的哭，感动的哭。叮，苏雨晴好感值加10点，当前好感值90点。叮，仙缘值加10点，累计仙缘值170点。叮，苏雨飞好感值加10点，当前好感值90点。叮，仙缘值加10点，累计仙缘值180点。望着眼前的数据面板不停地跳动，萧晨一阵窃喜，目的已然达到，那就顺理成章地加入吧。对了，现在好像不是栖霞宗招收弟子的时间吧？萧晨望着二女疑惑地问道。“是的，哥哥，但是我们有办法。”苏雨晴一脸神神秘秘地说道。“什么办法？”“栖霞宗的外门弟子都有内推的权限，我们给外门执事禀报一声，然后你只要得到他的认可，即可成为外门弟子。”苏雨晴当即解释道。苏雨飞也一脸轻松的附和：“哥哥这么厉害，想必得到外门执事的认可是顺理成章的事。”“哦，外门执事是男还是女？”萧晨若有所思地问道。“执事有男有女，不过我们所在被称为外门3区，负责这个片区的执事是一位女执事。”萧晨深以为然地点点头。不错，那这位外门执事长得好看吗？平时可有什么喜好？”“好看是挺好看的，喜好嘛，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毕竟平时跟他的交集也并不多，哥哥问这个干什么？”苏雨晴思索一番，歪着脑袋瓜反问道。“啊，是这样，知己知彼嘛，到时候扛着，可嗨嗨是抱着这条大腿，我们就不用害怕别人欺负了。”“怎么回事？自从练了这功法，怎么现在老想着扛？不会走火入魔了吧？”可嗨嗨，苏雨晴一脸崇拜地望着萧晨，“还是哥哥想得周到，不愧是我的哥哥。”说话间，但见前方一座气势恢宏的山门耸立在云雾缭绕的山间，几个守门弟子身姿站得笔直。萧晨带着二女飞身下落。“陈峰师兄，有礼。”苏雨晴缓缓上前，朝山门前一位年轻弟子行礼。陈峰微微一笑，拱手回礼。“苏师妹，你们回家探亲这么快就回来了？”当发现苏雨晴的修为不知何时到达炼气6重之后，一抹暗淡之色在脸上一闪而过。两人修为平齐，发现自己与女神的距离越来越远，才会产生自惭形秽之感。萧晨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一道数据面板显现，如果没有猜错，他应该是苏雨晴的追求者之一。姓名：陈峰，年龄26，性别雄性，修为炼气6重，评级体质魅力值50，善恶值0、100。苏雨晴点了点头，这位是萧晨师弟，想加入我们栖霞宗，我已经跟宋执事禀报过了，麻烦师兄带他去一趟。好说好说，既是师妹所托，自当效劳。陈峰说着，仔细打量着萧晨，见他一副中年模样，还留着不长不短的胡渣，修为也仅有炼气2重，脸上不自觉地表露出一丝骄傲的神色。那有劳师兄，我和妹妹就先回外门3去。苏雨晴说完，朝萧晨眨了眨美眸。苏雨飞的目光也一直停留在萧晨身上，直到被苏雨晴拉着飞离远去，才依依不舍地收回。这一幕落在陈峰眼里，不禁产生一丝疑惑，这么个其貌不扬的大叔，修行资质还这么差，凭什么能让苏雨晴亲自引荐？而且观察着姐妹俩，
似乎对眼前的这个萧默颇为依赖似的。莫非他喜欢年纪大的？现在都流行老夫少妻，跟我来吧。陈峰淡淡的瞥了他一眼，不咸不淡的说道，唤出飞剑朝宗门内飞去。好。萧晨应了一声，旋即跟了上去。飞到一半，陈峰突然停了下来。对了，你跟苏家姐妹是什么关系？哦，我们是同村的，以前我的父亲救过他的父亲，所以他们经常对我照顾有加。显然这个陈峰对苏雨晴有非分之想，所以萧晨直接编造了一个理由，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原来是这样，陈峰嘀咕道，心想这样两个美人儿怎么可能喜欢这个油腻大叔呢？如果是这样一层关系，那就解释得通了。那个，你叫萧晨是吧？看着他不屑一顾的眼神，萧晨并未放在心上，直接回道，是的，陈师兄。哎，先别急着叫师兄，我可告诉你，我们栖霞宗收徒要求可是高得很。萧晨暗自撇撇嘴，但并未反驳他，只是随意听着。毕竟初来乍到，没必要跟一个路人发生口角。陈峰继续道，就比如像我这样的26岁，如今已经是炼气6重，就是标准的外门弟子。陈峰又转头瞥了萧晨一眼。不过像你嘛，已经40多了吧，也才炼气2重，能不能得到宋执事的认可，说实话有点悬。不是40多，是刚刚40。萧晨强调了一遍，心里一阵无语。本来年龄就大，你还给我加几岁？那也差不多嘛。你说人生有多少个40年呢？对吧？萧晨点了点头，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于是直接道，陈兄有话不妨直言。聪明人就是好说话，嘿嘿，咱就是说萧师弟，凭你这层关系，能不能在苏师妹面前替我美言几句？陈师兄这意思是你在追求苏师姐？萧晨故作一脸震惊的样子。唉，一言难尽，自从3年前苏雨晴来了栖霞宗，我就魂不守舍，夜不能寐，奈何她性子清冷，对别人向来不苟言笑。陈峰说完，心中暗叹一声，苏雨晴在外门是数一数2的美女，对自己的示好不屑一顾，也是理所应当。如今修为更进一步，越是难得追。陈师兄，师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萧师弟，不妨直言。这女人呐，她若是不喜欢一个男人，你死缠烂打也是没用的。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师兄何不另择良配？唉，我也早有打算，奈何总是放不下。萧晨顿时一脸心虚，你放不下，老子都踏马放进去了。藏吧，那我就把话带到，至于成与不成，就全靠陈师兄的缘分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走，师兄这就带你去宋执事那里。陈峰顿时一脸喜色，拍了拍萧晨的肩膀。二人踏着飞剑，一路飞越群峰，只见前方云雾缭绕的山间，一座别致的阁楼映入眼帘，前方便是宋执事的住所。陈峰指着山间的阁楼说道，二人缓缓落地，陈峰朝着阁楼方向躬身一礼，弟子陈峰有事禀报宋执事。10几息后，阁楼的门缓缓开启，一位身着黑色长裙的女子缓缓走出，柳眉杏眼，身姿曼妙，莲步轻动，似清风拂面，纤纤细腰，似若柳扶风。酥胸高隆，在黑色纱裙下露出一抹若隐若现的雪白曲线，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无不透露着魅惑人心的娇柔姿态，当真是个祸国殃民的美人儿。萧晨一时吃怔，忍不住暗叹一声。不过他似乎在筑基期停留好几年了，凭借以前的经验，萧晨一眼便看出宋舒婷的修为似乎卡在筑基期大圆满，许久没有突破。定，系统检测到可绑定人物，宋舒婷是否绑定？绑定。萧晨毫不犹豫地回道，这样的美人儿必须是我的，这条大腿扛稳了，以后在外门可以横着走。丁，宋舒婷已绑定，当前好感值为0。随后萧晨的目光集中在宋舒婷身上，一道数据面板显现在眼前。姓名宋舒婷，年龄30，性别雌性，修为筑基期圆满，评级3S 级，体质魅灵之体，未觉醒，魅力值93100，好感值0，100。看着眼前的面板，萧晨暗叹一声，3S 级，比苏雨晴、苏雨菲俩姐妹还高一个等级。关键是魅灵之体，第一次在数据面板看到了一个天赐神体，居然还是未觉醒的状态。童子，未觉醒是啥意思？定，当前绑定女子宋舒婷是先天魅灵之体，宿主可以与其双修，助她觉醒。卧槽，一来就双修，这有点不太好吧？不过我喜欢。结眼角一抹银光而过，透视功能启动，萧晨直接傻在原地，时间仿佛静止，唯有眸光越来越火热，一道湿热的暖流从鼻孔溢出，还好反应的及时，又被萧晨吸了回去。妈蛋，
混沌之眼不能乱用啊！魅灵之体还未觉醒，便有如此魅力，那觉醒之后还得了，不知道扛不扛得住。唉，又有何事？宋舒婷悠悠出声，其音慵懒醉人，让萧晨都不禁暗叹一声，他是不是施展了媚功？但见陈峰脸色潮红，心神动荡，连忙躬身道：“这是苏师妹内推的弟子，方才他应该已经向宋执事提前禀告过了。”是有这么回事。宋舒婷淡淡的说道，灵动的眸光在萧晨身上落了一下，便直接掠过。定，宋舒婷好感值负10点，当前好感值负10点。定，仙缘值负10点，累计仙缘值170点。萧晨直接傻眼，好感值下降也就罢了，怎么还给我把仙缘值给扣了？童子，你怎么还扣我仙缘值？定，宿主的仙缘值跟好感值是完全挂钩的，一降俱降，一升俱升。好吧，你大爷的，怎么不早说？早说我就先用掉。年已40，修为才炼气2重，不用测灵根就知道，资质很差，不适合待在外门，送去杂役部门吧。宋舒婷伸出玉手，朝二人随意摆了摆。修仙界灵根资质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仙品、圣品，在宋舒婷看来，萧晨的灵根也就是下品无疑。陈峰顿时一愣，还是硬着头皮说道：“萧师弟虽然资质差了点，但是人品极好，宋执事可否再通融通融？”这一下把萧晨都搞愣了，没想到这陈峰居然还会替他说话，心想这小子值得以后提点一番。修仙讲究的是资质，不是什么烂好人。若是靠品德，那些凡人国度的乞丐岂不是都能修仙？陈峰连忙附和道：“宋执事教训的是，去吧，杂役部门报我的名字。”宋舒婷冷漠地看了萧晨一眼，长袖一拂，准备走进阁楼中。一旁的陈峰一脸无奈，本想安慰他一句，却见萧晨上前一步，躬身道：“宋执事，请等等。”什么事？宋舒婷停下脚步，却并未回头。在下有一件事想与宋执事商议，能否借一步说话？不必了。宋舒婷想都没想，直接出言拒绝。区一个炼气2重，他丝毫未曾放在眼里，即使有事，肯定也是些芝麻小事，纯属浪费自己的时间。还请宋执事给再下一点时间，相信你绝对不会后悔。宋舒婷转过身，绝美的脸颊上闪过一丝疑惑，又重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男子，仍然毫不出彩。实在想不通，他能有什么事让自己不会后悔？本想再一次拒绝，却鬼使神差地喊了句：“进来吧。”萧晨顿时心中大定，若是能炼出破镜丹，助他突破到金丹期，那这条大腿就扛稳了。随后长舒一口气，在陈峰诧异的目光中，跟着宋舒婷走进这座别致的阁楼。一股淡淡的幽香扑鼻而来，入眼所及之处是女子特有的闺房布置，干净整洁，淡雅清新。萧晨跟在身后，看着宋舒婷扭动着细腰丰臀，每走一步都仿佛在勾住自己的邪火。二人来到里面的一间独立修炼室，初入其中，便顿感灵气充盈，幽香四溢。到底是女子的修炼室，与男人的就是不一样。萧晨忍不住暗叹一声，真是个绝佳的双修之地。说吧，找我何事？宋舒婷转过身，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甚至还有一丝小小的期待。我想和你双修。此话脱口而出，萧晨顿时愣在原地。马德，老子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这下完了。果不其然，宋舒婷原本期待的神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冷冽起来。你是想找死？一个还没进外门的炼气期男子，竟敢当面冲撞自己，是嫌自己命长了吗？定，宋舒婷好感值负10点，当前好感值负20点。定，仙缘值负10点，当前仙缘值160点。定，系统警告，当前绑定女子好感值连降，请宿主切莫激怒她，好感值低于负50点，宿主将有生命危险。萧晨刚想道歉，然后把话撤回，就听到系统的提示音，随后一咬牙，将错就错，死就死吧。宋执事，你先别生气，请听我把话说完。宋舒婷强忍着怒火，好，你今天如果拿不出让我满意的理由，就别想活着走出这里。要凭真本事的话，萧晨未必就打不过他，但是如此一来，二人就此结怨，仙缘值岂不是要被扣光了？不值当。更何况这样一个妖娆的美人儿，还是个难得一遇的天赐神体，没理由放过他。我猜宋执事停留在筑基期已经很久了吧？宋舒婷绝美的脸蛋上露出一丝惊容，想不到这个才练气期的男子竟能一眼看出自己的弊病。你是从何知晓？宋舒婷诧异地看着他，仔细回忆了一番，确认自己以前从未见过他。我不光知晓宋执事卡在筑基期已久，而且知道其中的原因。哦，那你倒是说说看，如果你是湖州的，小心本姑娘的剑不长眼睛。宋舒婷来了一丝兴趣，这其中的原因
也是困扰他已久的难题，但是要自己完全相信他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宋执事身怀罕见的魅灵之体，而且尚未觉醒。魅灵之体？宋舒婷一脸惊讶，随后又露出深深的怀疑。那我自己怎么不知道？你的一颦一笑魅惑众生，这还只是魅灵之体未曾觉醒的状态，难道你没有发觉吗？无需修习任何魅术，只凭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举手投足之间便可勾魂摄魄，令人沉醉其中。宋舒婷终于妩媚一笑，先不管萧晨说的对不对，夸赞女孩子好看总是没错的。虽然她对自己的美很自信，但是也不可能被萧晨几句话就给哄住。就算你说的对，那这跟与你双修有什么关系？因为只有跟我双修，你才能完全觉醒魅灵之体，从而一举突破到金丹期。可笑，那为什么一定是你呢？不可以是别的男子呢？因为我正是万中无一的纯阳圣体。你应该知道纯阳圣体可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双修炉鼎。就你纯阳圣体？宋舒婷看着眼前这个不修边幅的中年男子，美眸中不禁露出一丝鄙夷，心想你也不看看自己，胡子拉碴一油腻大叔，哪有一点纯阳圣体的样子？对啊，你靠这个骗了多少无知少女？不是，我真的是纯阳圣体。骗你干什么？哼，这种拙劣的演技也敢在本姑娘面前卖弄？先去把你这套说辞改一改，兴许还能骗到几个小姑娘。要我怎么说你才肯相信？萧晨一脸无语，内心无比抓狂。少废话，本姑娘可不是3岁娃娃，你若是纯阳圣体，怎么可能到了40岁修为才练气2重？萧晨顿时语塞，我太难了，总不能把系统搬出来吧？哪怕说了也不会有人信啊。说来话长，不如这样，你先跟我双修，如果你没有突破到金丹期，我任你处置，绝无怨言。宋舒婷俏脸一寒，羞怒道：放肆！你把本姑娘当小孩耍？与你双修，如果没有突破，那我岂不是？定。宋舒婷好感值负10点，当前好感值负30点。定。仙缘值负10点，累计仙缘值150点。定。再次警告，当前绑定女子好感值连降，请宿主切莫激怒她，好感值低于负50点，宿主将有生命危险。系统警告再次来袭。妈蛋！眼看好感值一降再降，萧晨内心慌的一批，万一真惹怒了他，出其不意的一剑劈了我，岂不是亏大了？萧晨连忙先行安抚一番，别激动，别激动，不如这样，我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助你突破到金丹期。什么办法？宋舒婷一脸狐疑，现在对他说的话10句话之中只能勉强相信1句。我可以帮你炼制出3品丹药破镜丹。你是3品炼丹师，在栖霞宗3品炼丹师都是宗门长老级别，那破镜丹更是3品高级丹药，一枚都是天价。作为外门执事，宋舒婷也是没有财力去购买的。我现在虽然才1品，不过我……剩下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宋舒婷便俏脸一寒，直接打断他的话：你敢耍我？白皙的浩万气的颤抖，高高隆起的玉峰随意胸腔上下起伏，仿佛下一刻便要拔剑相向。定。宋舒婷好感值负10点，当前好感值负40点。定。仙缘值负10点，累计仙缘值140点。定。再次警告，当前绑定女子好感值连降，请宿主切莫激怒她，好感值低于负50点，宿主将有生命危险。童子，你大爷的，别提示我，你搞得我好慌。萧晨无奈地抱怨道。定。请宿主珍惜生命，尽快远离当前女子。且慢！萧晨连忙伸手将他的长剑按回剑鞘之中。你敢不敢给我3天时间？缓兵之计。宋舒婷一脸的不信任，他现在无比确定眼前这个男子就是个坑蒙拐骗的货色，改天定要找苏雨晴算算账，竟敢把这种货色推荐到宗门。不，真男人绝不玩虚的，3天内我晋级3品炼丹师，你准备一副破镜丹的药材，我炼出来给你。3天时间，从1品炼丹师晋级成3品炼丹师，你是在拿我寻开心？炼丹术的提升需要日积月累的经验，平常人别说3天，就是3年别想从1阶提升到3阶。关键是我要说3个月，你肯定说我拖延时间，就3天时间，你给不给？宋舒婷思索片刻，你确定就3天？就3天时间？好，那就给你3天时间，这3天内你只能待在宗门，哪里都不准去，你敢出山门一步，我把你就地格杀。宋舒婷心想，不就是3天，本姑娘倒要看看你这练气期的老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好，一言为定。那如果我到时候炼制出破镜丹呢？炼制出来就说明你有本事，没有骗我。萧晨微微一笑，缓缓摇头，宋执事可真是好算计，这摆明的不对等，对我没有好处的事
我为什么要去做？那你想怎么样？宋舒婷眨了眨魅惑的瞳眸，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萧晨面色沉静地说道：很简单，我炼制出破镜丹，你就陪我双修。休想，那免谈。萧晨高昂着头瞥向一边，老子又不是榜一大哥，想把我当大冤种，门没有，窗户也不会有。眼看萧晨态度强硬，宋舒婷语气也和缓下来。这样吧，如果你真炼出破镜丹，我可以支付灵石给你。你才炼气期，需要用到灵石的地方很多。不好意思，我一旦晋升3品炼丹师，还会缺灵石吗？萧晨歪着脑袋打量着他。那你自己想个别的，除了双修之外，我能做到的皆可以满足你。如果你看上外门哪个女弟子，我也可以给你引荐。不好意思，除了你，我别的都不要。萧晨斩钉截铁地说道。你不是怀疑我吗？老子非要让你的魅灵之体觉醒不可。你……宋舒婷顿时俏脸一片冰冷，区区一个炼气期男子，丹药还没炼出来，就敢跟我讨价还价？怎么，一个3品炼丹师，莫非还辱没了你？好，我答应你。宋舒婷一口应下来，心想你若真的炼出破镜丹，到时候答不答应还不是我说了算，凭你这炼气修为，还不是任我拿捏？萧晨可是个老油条，一眼就看穿他的小九九，口头答应不算，我要你以道心起誓。这下宋舒婷彻底傻眼，道心起誓可不是随便发誓，修仙者极其重视道心，这关乎到今后的每一次进阶。宋舒婷咬了咬牙，只得无奈答应，毕竟如果萧晨真的是3品炼丹师，在宗门内的地位就不可同日而语。自己顺势突破到金丹期，到时候就可以竞选外门长老。好，我答应你。这样，我先给你起个样，你按照我说的话复述一遍即可。宋舒婷想了想，便道：行吧。萧晨以他的语气说道：我宋舒婷以道心立誓，若3天后萧晨成功送来破镜丹，便依约与他双修。宋舒婷听着这话似乎有些怪异，但仔细一琢磨，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便依照萧晨的话以道心立誓。我宋舒婷以道心立誓，若3天后萧晨成功送来破镜丹，便依约与他双修。发完誓，他心里还在嘀咕，一个没进宗门的男子是怎么知道自己名字的？萧晨在心底暗自松了口气，好感值总算没往下降，再降下去，万一仙元值不够用就麻烦了。宋舒婷扔给萧晨一块玉牌，你把这个拿着，去外门3区报道，会有专门弟子给你安排住处。多谢了。萧晨拿着玉牌，眸光在他身上狠狠扫了一遍，过了一把眼影，才慢悠悠地走出了阁楼。陈峰还站在原地，只是没发话，他是绝不敢走的。看了一眼萧晨手中的玉简，顿时一脸惊讶，心里一阵嘀咕，这家伙进去这么久，到底跟宋执事说了什么，竟然让他改变主意了。陈峰，你带萧晨去外门3区办理入宗手续。阁楼中传出宋舒婷慵懒的声音。是。于是二人唤出飞剑，朝外门住所的方向飞去。萧师弟，你跟宋执事说了啥？他咋就突然同意你进入外门？走了一路，陈峰还是忍不住问道。他可是很了解宋舒婷的脾性，性格清冷高傲，虽然生了一副魅惑众生的脸蛋，但从来都是拒人千里之外。这个啊，我是1品炼丹师，然后他就同意了。1品炼丹师？陈峰惊呼一声，想不到这其貌不扬的大叔竟然是1品炼丹师，在外门可是吃香的很，看来要狠狠结交一番。1品丹药品级虽然低下，但是用户群体极为广泛，比如聚气丹这种丹药可以辅助聚拢灵气，任何修为都用得着。萧晨随意的点点头。陈峰连忙上前握住萧晨的手，激动的说道：萧师弟，以后若有所需尽管吩咐，切莫跟我客气。这态度比起之前初见可是判若两人，让萧晨都有些诧异，区1品炼丹师居然在外门这么受欢迎。好说好说。不多时，二人飞身下落，只见前方一座古铜色大殿坐落在山前，颇具规模。这便是外门大殿，我先带你去登记处。好。进入大殿后，一路前行，来到一间大厅前，只见10多个弟子正在排队。萧师弟在此排队，待会出示宋执事给的玉牌即可。我还要去守山门，萧师弟若有吩咐，千万别跟我客气。好，多谢陈师兄。萧晨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心想陈峰这人吧，虽然有点势力，但懂得审时度势。再说修仙界又有多少人不势利呢？叶宁2689号住所，冯瑞2690号住所，秦刚2691号住所。童子，我一次性可以绑定多少女子？定。理论上可以无限，但是如果同时存在5位女子的好感值都没有满级，宿主将不可再新增绑定。那如果某个女子的好感值满级之后，是不是位置会再次被空置出来？定。没错，宿主目前有3位绑定女子，好感值均未满级，也就是说还有2个空位。一瞬间，眼前出现一道虚拟面板，
其上有5个方格，前3个方格上分别是苏雨晴、苏雨霏、宋舒婷的头像，后面2个方格为空。明白了，看来以后还不能盲目绑定女子，像宋舒婷这样的反骨，如果多来几个的话，把位置全占了，自己可就栽了。眼看队伍终于排到自己，萧晨连忙将玉牌递给负责办理手续的弟子李健。李健接过玉牌，旋即打量了一番眼前的男子，眼中闪现出一丝恶感，不经意的嘀咕：又一个靠关系进来的废柴。显然他在靠经验判断，萧晨年近40，修为仅有炼气2重，没有进入外门的资格，只可能是贿赂了某位长老，走后门进来。你说什么？萧晨目光一寒，直接瞪着他。被这么一问，李健顿时有些窝火，还没进外门就这么大脾气，进了还得了。说你是废柴，听不懂吗？此话一出，周围的目光顿时集中过来，连同路过的弟子也陆续停下脚步看向这里。想死你就再说一句。感受到萧晨冰冷的杀意，李健不禁有些胆怯，但是一看他只有炼气2重的修为，又觉得自己行了。哟呵，40岁的炼气2重，你敢说自己不是靠关系进来的？当然不是。哼，本事不大，嘴还挺硬。你看看这些入门弟子，哪个年龄不比你少一半？你扪心自问，够资格进外门吗？够不够资格，也不是你说了算。一时间，围观的弟子纷纷投来鄙视的目光，还在一旁指指点点。没什么实力，别人说你几句就要老老实实听着。就是，修为低，脾气还这么冲，以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都快黄土埋半截的人了，居然还不懂得看清形势。我看呐，这肯定又是哪个山野乡村来的土包子。众人你一句我一句，指责嘲讽的话暴风般扑面来。正在这时，一位身姿婀娜的女子缓缓走来，一双桃花眼搭配粉色纱裙，妩媚之极，扭着纤纤细腰，前凸后翘。围观的弟子眸光一瞬间被吸引了过去，有些弟子甚至挪不开眼。健哥，你何必跟一个废柴置气？女子轻轻走到李健身前，小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李健顺手搂着他的细腰，陆师妹说的是，只是有些废柴明明资质差，还心高气傲的很。看他们的亲密举动，萧晨猜测2人似乎是道侣。什么玩意？你敢与我比试吗？看看到底谁是废柴，萧晨指着李健毫不客气地质问道。李健顿时大笑，炼气2重的小垃圾，老子都不忍心欺负你。萧晨顿时一脸无语，尼玛刚才还在骂老子，现在开始装圣人了，真是当婊子又立牌坊。不敢就别在这避避，赶紧把手续办好，老子有正经事要办，没空陪你玩。健哥，你就满足他一下，只是别把他打残了就好。粉裙女子目光落在萧晨身上，随即很是嫌弃的撇开。定，检测到可绑定人物陆鱼儿，是否绑定？童子，你在逗我吗？他不是有道侣的吗？定，即使对方有道侣，也是可以抢的。好家伙，一来就抢别人道侣，不太好吧？不过我喜欢。童子，但是这女的摆明对我没好感，你要我绑定，岂不是要掉仙元值？定，但是系统检测到宿主肾上腺素升高，显示宿主对其感兴趣。童子，你还挺人性化脸。看着萧晨在这发愣，还一脸猥琐的笑，李健直接喊道：喂，老子给你个机会，输了就赶紧滚出宗门。哼，你算什么东西？我需要你给机会。李健双手抱肘，不屑地说道。少废话，就说敢不敢？输了你就从这儿滚出去。那我赢了呢？哈哈，他说他会赢。李健哈哈大笑，宛如听见了人生最大的笑话。一旁看热闹的弟子也纷纷对萧晨的话嗤之以鼻，指责他不知天高地厚。别啰嗦，如果我赢了该如何？你赢了，我正常给你办理入宗手续。你是脑子被驴踢了，还是天生小脑发育不良？办理入宗手续是你必须给我办理的事，岂能拿来当赌注？李健闻言勃然大怒，正欲出手教训萧晨，却被陆鱼儿拦住。健哥，他嘴贱，你待会一定要狠狠扇他嘴巴。萧晨双眼微眯，狠狠瞪了陆鱼儿一眼。女人，你成功勾起了我的兴趣，老子非要让你哇哇叫不可。李健强忍着怒意，耐着性子说道。那你说想要什么赌注？很简单，如果我赢了，你乖乖给我办好入宗手续，而且晚上让你道侣陪我一晚。此言一出，在场所有人瞪大了眼珠子，轻易不敢作声。李健可是有个堂哥，是内门核心弟子，谁敢得罪他？找死！李健牙齿咬得咯吱作响。陆鱼儿可是他费了9牛2虎之力才追到手的道侣，自己还没用过呢，萧晨居然想截胡，生可忍，孰不可忍。陆鱼儿娇躯一颤，指着萧晨羞怒道：健哥，你绝对不能饶恕他，最好把他舌头割下来。身为外院数1数2的美女，陆鱼儿何曾受过如此侮辱？是不是玩不起？
玩不起就乖乖给我办好入宗手续。萧晨对二人的态度不屑一顾。好，老子应下了。今天老子要让你知道嘴贱的下场。慢着，那他呢？萧晨指了指陆云儿。陆云儿俏脸一寒，瞪了萧晨一眼。本姑娘也应下了。好。萧晨邪魅一笑，你这份大礼，老子今晚笑纳了。于是围观的弟子纷纷让开，望向萧晨的目光中分明写满了幸灾乐祸，似乎已经看到了他跪地求饶的场景。在宽敞的大殿内留出一大片空地，萧晨与李健相对而立，相距不过10丈。受死吧！李健怒喝一声，沙包大的拳头轰过来，胸中涌动的滔天怒意，仿佛要将萧晨轰为齑粉。傻逼！萧晨淡淡出声，他的拳风还未近身，一声响亮的耳光骤然响起，随后便是一声惨叫。啊！李健口中飞出几颗碎牙，依稀还带着几缕血丝，宛如短线的风筝，直接飞出去数10丈。发生了什么？在场围观的所有人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事，就只见一个人影飞了出去。再一看，竟然是李健。炼气8重被炼气2重一巴掌扇飞了。这，在场所有人眼珠子掉了一地，宛如石化了一般，结结巴巴，半天挤不出一个字。尤其是陆云儿，脸色煞白，忍不住娇躯颤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炼气8重的师兄怎么会败？老子灭了你！李健狼狈地爬起来，捂着肿胀的左脸，手执长剑便冲了过来，那模样要多滑稽有多滑稽。萧晨缓缓摇头，自作孽不可活。心念一动，诸天剑在手，朝着前方随意挥动，几道剑气爆射而出。李健还未临近，一只断手带着大片血迹飞向半空，手中还紧握着长剑。啊！凄厉的惨叫声再次传出，众人只见李健捂着断臂，在地上拼命嘶吼挣扎。健哥！陆云儿一声惊呼，连忙跑了过去。怎么会这样？他这是怎么做到的？他真的只是炼气2重，随手秒败炼气8重，莫非他是筑基期？直到此时，围观的所有弟子看向萧晨的目光，除了震惊之外，全都充满了敬畏。这就是实力带来的震慑效果。萧晨却是毫不在意，直接上前，右脚踩在李健的胸口，站起来，乖乖给老子把手续办好。陆云儿连忙退到人群中，生怕惹怒了这个煞星。突然，一股奇异的灵力波动，一枚黑色毒针从身侧爆射而来。萧晨挥动诸天剑，反手将其斩成数截，凌厉的双眼瞬间锁定人群中的陆云儿。被他满含杀意的眼神一瞪，陆云儿瑟瑟发抖，忍不住往后退。你们在干什么？一声厉喝从众人身后传来，围观的众人纷纷回首，很自觉地让开一条道。一名英俊男子身着青色锦袍，手执银色长剑，缓缓走来。此人正是外门第一战力，炼气期大圆满修为江峰。江师兄，他斩断了李师兄的手臂。陆云儿连忙上前哭诉。什么？江峰闻言一脸震惊，随后看向被萧晨踩在脚下的男子，正在痛苦挣扎，鲜血流了一地。大胆贼子，竟敢对同门弟子下此毒手！江峰刚喊出口，便扫了一眼萧晨。炼气2重，炼气2重斩断了炼气8重的手臂。若不是道心还算坚定，他都以为自己要神经错乱了。我劝你先搞清楚，再好好说话。萧晨眼光骤寒，丝毫没把这个外门第一战力放在眼里。老子连筑基期都宰了，还怕你个炼气期？姓名：江峰，年龄25，性别雄性，修为炼气期圆满，评级体质魅力值70100，善恶值-20100。这时围观的一名弟子上前，凑在江峰耳边，将事情的经过的大致讲述了一番。即便是赌约，你也不可对同门下此毒手。江峰一脸平静地说道，仿佛自己就是正义使者。大家有目共睹，他方才可是对我喊打喊杀，我只是断他一臂而已，已经是手下留情了。照你这意思，你莫非还想在这里当众杀了他？并无不可。哼，狂妄无知！你可知道残害同门是要废掉修为，逐出宗门的？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货我暂时还不属于栖霞宗。此言一出，江峰脸上竟闪现一抹快意。既然不是本门弟子，便可以当作奸细处理，那就更是罪大恶极。外宗之人胆敢残害本宗弟子，在宗门内人人得而诛之。哦，照你这意思，你也想上来跟我试试？江峰看了一眼李健的惨样，心里一时拿不定萧晨的虚实，于是放弃了做出头鸟的打算。毕竟又不关自己的事，对方既然能让李健毫无反抗之力，说明有些本事，自己折了面子得不偿失。哼，本公子可没这个闲心，不过我会如实禀告执事大人，一切自有他们来裁决。说完，江峰直接拿出玉简，
毫不掩饰地传音道：“外门3区大殿内有外宗人员在此残害同门，请执事大人定夺。”萧晨不禁冷哼一声：“尼玛的真会拱火！”环美其名曰如实禀告。不一会儿，一位身着黑袍的中年男子急速飞来，依稀可见其阴沉的脸色，正是外门3区的副执事李正阳，筑基期巅峰修为。姓名：李正阳，年龄50，性别雄性，修为筑基期巅峰，评级体质魅力值55100，善恶值负20100。萧晨一愣，心中一阵狐疑，不是宋执事吗？这老家伙又是哪门子执事？李正阳扫了一眼萧晨，看到他脚下踩着的礼剑，立刻大声喝道：“大胆，还不赶紧放开他！”萧晨缓缓挪开脚，望着他问道：“你是外门3区的执事？”李正阳一愣，直接被这句话搞懵了。在这里谁不认识他？但眼前这小子竟然问出这句话，废话！你如此残害同门，该当何罪？这时江峰上前一步，朝他拱手道：“执事大人，他目前还不属于我栖霞宗弟子。”啊，岂有此理，胆大妄为，你还不束手就擒！李正阳指着萧晨怒喝。萧晨不禁气笑了，只得无奈地摇摇头：“你这种智商是怎么当上宗门执事的？”此言一出，围观的众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这可是当众辱骂宗门执事，事情可就严重了。陆鱼儿混在人群中，露出幸灾乐祸的神色，心想这次看你怎么死。江峰双手抱肘站在一旁，眼神中分明充满着蔑视。李正阳嘴角一阵抽搐，平生第一次遇到嘴巴这么毒的好小子，等老夫擒住你，再教你怎么做人。说完便要动手。慢着，我说的可有错？你身为宗门执事，不弄清事情原委，只听信旁人一面之词，不是弱智是什么？你肆意残害同门是既定事实，无论事出何因，你都要接受执法堂审判。萧晨不禁一阵冷笑，如此行事作风也配成为宗门执事？笑话，人家都蹬鼻子上脸，我难不成要任由他欺负？李正阳丝毫不以为意，指着萧晨道：“从你说话的口气，老夫就能判断你品行不端；从你说话的语气，老子就能判断你弱智低能。”萧晨针锋相对的话语直接让李正阳愣了数息，随后吹胡子瞪眼：“好小子，你今天注定在劫难逃。”定，系统检测到危险人物李正阳，请速主速远离。当前善恶值负50点。萧晨却置若罔闻：“那你就试试。”萧晨说完，手执诸天剑，漆黑如墨的剑身闪烁着莹莹幽光。他早已察觉到暗处有一道气息，如果没有猜错，应该是宋舒婷无疑。还没得到破镜丹，萧晨不相信他会袖手旁观。李正阳不禁仔细打量着眼前的男子，心里一阵狐疑：炼气2重竟能击伤炼气8重，而且看他的眼神毫无惧色，莫非是有所依仗？但转念一想，自己筑基巅峰修为，岂会怕他一个炼气7？而且身为宗门执事，他敢跟我动手，反了天了！放肆！你莫非还想跟老夫动手？你大可试试。好，那老夫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何本事。说完，李正阳袖袍一挥，一道灵力光环瞬间袭来。萧晨手执诸天剑罡准备反击，一道红色剑气先一步飞射而来，将灵力光环震散。众人一愣，只见一道绝美身姿宛如天女临凡，长裙飘飘，旋转数圈，凌空而落。仅仅是一个魅惑的眼神，就引起周围一大片吞咽口水的声音，嘴角那一抹似有似无的浅笑，更是风情万种。宋舒婷，围观的众人连同李正阳也纷纷行礼。执事大人。他淡淡的瞥了一眼萧晨，鼻尖轻哼一声：“你还挺能惹事，第一天来就把人家的手弄断了。”谁叫他惹我？萧晨挑了挑眉，不以为然的说道：“宋执事，此人无法无天，目无尊卑，不仅斩断同门手臂，刚才还妄图跟李执事动手。”江峰一个快步上前，低眉垂首，如同一只谄媚的狗。萧晨进入外门，是我亲自考核过的，你们莫非有异议？宋舒婷的目光环视一周，最后落在李正阳身上。此话一出，围观的众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以为宋舒婷来了，萧晨肯定吃不了兜着走。谁能想到，竟是给他撑腰来了。江峰悻悻地退到一边，脸色涨得通红，如同吃了屎一般，到嘴边的话生生咽了回去。不敢。李正阳也只得低头应道，虽然二人的级别是正负之差，但是论级修为却也相差一个小境界。李健无故辱骂新人，被斩断手臂，是咎由自取。你们几个带他去医务堂。说完，宋舒婷又指了指另外几个负责登记的弟子。另外，你们几个赶紧把萧晨的入宗手续办好。是。一名负责登记的弟子
3下5除2就弄好了入宗手续，然后恭敬地将一枚玉简递到萧晨手中。萧晨心安理得地接过，心里不自觉地暗叹一声，上面有人就是好，办起事来就是快。这一幕把围观的人群都看呆了。萧晨斩断了李坚的手臂，没有得到丝毫的惩处。好了，都散了。宋书婷玉手一挥，然后腾空而起，围观的众人纷纷散去。陆鱼儿混在人群中，想趁机溜走，被萧晨直接拦了下来。你想去哪儿？你想干什么？哼，李坚已经废了，但是我们之间的赌注依然有效。那是他跟你之间的赌注，关我什么事？笑话，这个赌注你可是当众应下了，莫非还想抵赖？你想怎么样？萧晨邪魅一笑，手指轻轻挑起他的下巴，不想怎么样，就按照赌约来，今晚洗干净等我。毕竟本着好女人别辜负，坏女人别浪费的原则，双修还能提升修为，何乐而不为？休想，休想！你刚才射了我一针，晚上我还你一针，很公平。你……陆鱼儿一脸羞怒，显然听出了话中之意，旋即伸出玉指指着他，却半天说不出话来。你敢抵赖就试试，我能废掉李健，一样可以废掉你。看着萧晨冰冷的眸光，陆鱼儿不自觉地垂下目光，娇躯有些发颤的后退。萧晨扫了他一眼，眼角一抹银光闪过，透视功能启动。愣了数十息后，才忍不住狠狠点了点头。这山峰，这细腰，这丰臀，连成一道倒如玉般的曲线。随后萧晨恋恋不舍地挪开目光，循着自己的住所飞去。按照玉简上的标识，萧晨很快来到一座山峰前，而那所谓的住所仅仅只是一间独立的木屋。推开木门，内部极其简单，一张木桌，几张木椅，一张硬木床榻，连独立的修炼室都没有。遥想当年身在圣阳宗，自己也是有独立洞府的宗门核心弟子，如今只能在这简陋的木屋里将就一下了。童子，打开技能面板。叮，一位宿主打开职业技能界面。霎时间，眼前浮现一道虚拟技能界面，萧晨选中炼丹师这一栏，点击后面的升级按钮。叮，恭喜宿主提升炼丹术，晋升为2品炼丹师，扣除40点仙元值，剩余仙元值100点。刹那间，所有2品丹方炼丹手法疯狂涌入脑海，成为固有记忆。呼，萧晨长舒一口气，想不到晋升炼丹师如此简单。那些别人炼丹炼到吐才积累的炼丹经验，在自己这里还不如手指一点。于是萧晨再次选中炼丹师，按住升级2字。叮，宿主仅剩的仙元值不足，无法升级，请提升绑定女子好感值，以同步获取仙元值。操蛋！这时萧晨才注意到，在炼丹师这一栏的最后面显示晋升下1级需要200点仙元值，这可怎么办？早知道就不着急绑定宋书婷，导致扣了40点仙元值，否则原先有180点仙元值，这几天在那俩小宝贝身上努力，应该是没问题的。算了，不去想那么多，先去办正事，努力双修，提升修为。萧晨低念一声，便朝苏雨飞传去一缕魂音，在收到对方的回复后，马不停蹄地赶往他的住所。哥哥，你果然成功进了外门，我就说嘛。苏雨飞看着他，心中难言欣喜之色。萧晨一把将他搂入怀中，大手却不安分地摩擦起来，还不是你的功劳。苏雨飞顿时满脸羞红，妩媚动人，柔声道：才不是，都是哥哥自己的本事。是吧？那你有没有奖励给哥哥呀？我还没想好呢。你不就是最好的奖励吗？说完，直接吻住他雪白的脖颈，独特的女儿香扑鼻而来，入手丝滑且细腻。哥哥，一声娇滴滴的轻吟，此情此景之下，足以磨灭任何人的理智，让他内心的躁动开始汹涌起来。把这个穿上。萧晨邪魅一笑，直接拿出系统抽奖获得的白丝放在他手心。苏雨飞拿着白丝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脸上羞得更红了。可是这个也太透了，哥哥想看你穿。哥哥你好坏。苏雨飞娇嗔一声，然后掀起裙摆，露出雪白的玉腿，从玉足开始将白丝一点一点往上拉。萧晨站在一旁，两眼直冒金光，早已饥渴难耐，饥饿的眼泪不自觉地从嘴角流出。我见犹怜，楚楚动人的模样，搭配柔顺的双马尾，再配上白丝玉腿，简直是又纯又玉。萧晨细心地让他伏在床边，搂着他柔弱无骨的腰肢，那回眸一笑，足以击穿任何人的防线。3个时辰后，苏雨飞静静地躺在怀里，小脸红扑扑，宛如出水芙蓉，说不出的娇艳。哥哥，你太坏了，每次都让人家浑身无力。萧晨嘿嘿一笑。叮，苏雨飞好感值加5点，当前好感值95点。叮，仙元值加5点，当前仙元值105点，才增加了5点。看来好感值到了90点以后，上升就会很慢。不过问题不大，还差5点，好感值就圆满了。一旦圆满，
就可以获得系统赠送的特别奖励。那到底是什么？萧晨心中很是期待。在阴阳合欢功的运转下，体内灵气再一次得到暴涨，修为也在急速攀升。虽然仍未突破到炼气3重，但无疑是收获巨大。除了心灵的满足之外，身体的愉悦也是前所未有。童子，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提升仙元值？定。宿主的仙元值与好感值息息相关。宿主若想获得更多仙元值，除了提升已绑定女子的好感值之外，还需要不断的绑定新的女子。好吧，童子，这是你逼我的，不过我喜欢。杰眼下首要任务是晋升为3品炼丹师，好趁势拿下宋书婷。其次购置一些炼器材料，炼制法器来祭炼诸天剑，提升威力。离开了苏雨飞的住所，萧晨直接换出飞剑去了外武堂，准备买点炼丹材料以及炼器材料，顺便看看能否遇到心仪的女子。自从激活混沌之眼，萧晨的眼光也是高了起来。系统魅力值没有达到90分的，根本入不了他的眼。暗处一抹倩影掠过，宋书婷望着他远去的背影，黛眉上扬，留下一句鄙夷的话：好色之徒。只有3天时间，他还一点紧迫感都没有，真是岂有此理。来到外武堂前厅，萧晨直接走向柜台，只见2位容貌非凡的女子静静地站立于台前。绑定人物，这不就来了吗？左边一位娴静如水，有股大家闺秀之风，标准的瓜子脸，凹凸有致的身材，在一身紫色长裙下别有一番韵味。长长的乌发垂落至翘臀，全身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魅力。萧晨的目光落在她身上，一道数据面板现出：姓名秦仙儿，年龄23，性别雌性，修为炼气7圆满，评级2S 级，体质5，魅力值92100，好感值0，100。不错，紫色诱惑。萧晨在心里暗暗点头，随后目光又落在另一位女子身上，活泼灵动，俏皮可爱，一双闪亮的大眼睛不停地眨着，宛如天上的星星。绝美的小脸上总是洋溢着淡淡的笑容，2个深深的酒窝令人沉醉。一根别致的发簪嵌入发间，精美的流苏垂落而下，与柔顺的秀发相得益彰。姓名叶清河，年龄22，性别雌性，修为炼气7圆满，评级2S 级，体质5，魅力值92100，好感值0，100。真不错，居然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一个娇艳的美，一个灵动的美，号称外门双绝。这一次萧晨并没有开启透视功能，最近这定力越来越弱了，万一出洋相可就不好了。萧默打量了一下2位女子，竟都为炼气7大圆满修为，距离筑基期只差一步之遥。那我的筑基丹。萧晨心中顿时有了主意。师姐，我要100副聚气丹的材料，100副金刚剑的材料，100副。2位女子美眸之中满是震惊之色，仔细打量着眼前的男子，仅有炼气2重的修为，竟然同时购买这么多1阶丹药材料、1级法器材料。难道他同时间修炼丹术与炼气术？关键他有这么多灵石吗？外门弟子每个月仅有500灵石的资源。是的，还请师姐尽快清点。好，2人清点好药材和金铁材料，将其装进一个乾坤袋中。叶清河有些不放心，再一次确认道：师弟，你确定这些材料都需要吗？是的。好的，1副聚气丹材料200灵石，1副金刚剑材料500灵石，总共需要7万灵石。萧晨很随意地朝他递出一个灵石包裹，如同在做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还好当初在圣阳宗作为金丹期的核心弟子，积攒了10几万灵石，要不然现在连启动资金都没了。叶清河诧异地接过，神识略微一扫，竟果真是7万灵石，旋即将乾坤袋递给了萧晨。一个炼气2重的弟子，看年龄该有40了吧，资质这么差的弟子哪来这么多灵石？萧晨却并未在意他们的目光，比起自己主动去结识，不如放个钩子，让他们主动来搭讪。神识扫过乾坤袋里的金铁和药材，确认无误后，萧晨便大摇大摆地走出外武堂，留下2个美貌女子处在原地，一脸迷惑。童子，你这次咋没有提醒我绑定啊？定。检测到宿主肾上腺素并未升高，可能是宿主不喜欢这种类型，也可能是宿主另有计划。回到自己的住所后，萧晨便直接盘膝而坐，虽然已经无法吐纳修炼，但一直以来的习惯却改不了。童子，召唤系统丹炉。定。系统丹炉已开启，宿主可随时使用。语音刚落，一尊鎏金丹炉现于眼前，炉盖缓缓打开，1副聚气丹的药材飞入其中。萧晨双掌运气，掌心火焰涌出，将丹炉包裹其中。
1分钟后，一炉聚气丹炼制成功，炉盖开启，10颗浑圆饱满、闪着绿色光泽的丹药静静悬浮在空中，居然是极品！萧晨激动的袖袍一挥，将聚气丹全部收入丹瓶，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不仅炼丹效率极高，而且出炉就是极品。不到1个时辰，100副聚气丹就全部炼好，而且全部是极品，没有丝毫瑕疵。一枚普通的聚气丹一般售价100时，不知道这极品的聚气丹售价多少。萧晨嘴角不自觉地上翘，已经在想象外务堂的2位美人儿那精彩的表情。童子，召唤系统熔炉。语音刚落，一座庞大的鎏金熔炉现于眼前，炉盖缓缓打开，一副金刚剑材料飞入其中，流程与炼丹几乎如出一辙。萧晨双掌运气，掌心火焰涌出，将熔炉包裹其中。1分钟后，一把寒光凛冽的金刚剑从熔炉中飞出，在空中划过一道银色弧线。好剑，依然是极品。又1个时辰过后，地上已密密麻麻摆满了金刚剑，剑身通体银色，寒光流转，锋利无比。虽然是一阶法器，但以其绝佳的品质，绝对能算得上一阶法器里的佼佼者。童子，我该怎么祭炼诸天剑？叮，宿主只需要将诸天剑与祭品剑同时放进熔炉之中，诸天剑便可在祭炼过程中自行吞噬。我靠，这妖牛逼！萧晨忍不住一声惊叹，第一次听说祭炼还能这么玩，咋跟当年玩网游一样呢？诸天剑不会爆吧？叮，宿主放心，诸天剑是混沌之宝，任何祭炼材料都不可能把它撑爆。那就好，这下放心了。想当年穿越之前，一把加时期的裁决爆炸，真是痛心疾首，捶胸顿足，3天3夜睡不着觉。萧晨心念一动，熔炉开盖，诸天剑漆黑如墨，锋利无比，直接飞入熔炉之中。旋即100把金刚剑也陆续飞入其中，炉盖缓缓闭合。萧晨坐在一旁，心念一动，掌心灵力翻涌，化为2道火焰，将熔炉包裹。1个时辰后，祭炼终于完成，炉盖缓缓开启，诸天剑从中飞出，在空中飞舞数圈，缓缓悬浮于萧晨身前。怎么感觉没有丝毫变化？叮，诸天剑是混沌之宝，用寻常的一阶法器来祭炼，效果极其微弱。童子，你咋不早说？害我白白花费5万灵石。叮，你也没问我，就直接买了金刚剑材料。不过目前的诸天剑还是有些变化的。萧晨一脸无语，随后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诸天剑，左看右看，仍然看不出有何变化。啥变化？我咋看不出来？叮，变化太小，肉眼无法识别，长度增加了0.001毫米，威力提升0.01分号。好吧，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100把一阶法器，还是极品品质，竟然对诸天剑的升级效果微乎其微。不过也从侧面反映了诸天剑的特殊性。目前拥有1000颗极品聚气丹，如果拿一部分去出售，这本钱应该是能赚回来的。不过这极品的聚气丹，若是留一部分给苏雨飞和苏雨晴修炼用，无疑会让效果更好。于是萧晨留下600颗聚气丹，剩下的400颗准备拿去外务堂出售，换回一些灵石。此刻天已经暗淡下来，是时候去找找那个女人，算一算今天的账。随后萧晨打开房门，唤出飞剑掠空而去。咚咚咚，萧晨敲响了眼前木屋的门。不多久，木门被推开，陆云儿震惊的目光显露出来。我来了，你怎么找到这里的？陆云儿声音有些颤抖，攥着木门的指尖有些发白。萧晨淡淡一笑，想找到你很难吗？你想干什么？你说呢？萧晨嘴角邪魅一笑，旋即一把推开，走了进去，并随手关上了木门。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喊人了。喊吧，尽管喊，喊破喉咙都没有人理你。啧，该说不说，你这脸蛋儿还挺勾人的。可嗨，怎么好像是反派的台词？萧晨说着，勾起指尖轻轻划过他的脸颊，传来柔软的触感，啧妙啊！跪下！一声厉喝，让陆云儿吓得腿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居高临下，那深深的血褐映入眼帘，让萧晨心中泛起一阵难言的激动。自觉一点，萧晨淡淡出声。陆云儿抬头望着他，伸出雪白的柔体触向他的束带丝。萧晨不禁深吸一口凉气，低下头看着他，那张迷人的小脸，还有一丝丝的倔强，阴唇被撑开的弧度刚好形成一个菱形，然后一把将他拽起来，玉腿在晃动，梳妆台在摇晃。1个时辰后，畜生，剑哥不会放过你的。陆云儿看着裙摆上的落红，恶狠狠地说道，眼角还挂着委屈的泪痕。骂得好，继续。萧晨眸光一寒，再次将他压下。又1个时辰后，人渣，我一定要禀告执法堂，让你得到应有的惩罚。陆云儿玉手轻抬，梨花带雨，满脸羞怒地说道。
你越骂，我越兴奋。萧晨邪魅一笑，将他按在床头。又一个时辰后，禽兽，我一定要杀了你！陆鱼儿纤纤玉指，指着萧晨的鼻子，却没什么威力。禽兽，不错。萧晨微微一愣，做个禽兽总比禽兽不如强得多。在一个时辰后，臭男人，我要打死你！陆鱼儿挥起小粉拳朝萧晨砸了过来，然而却没有什么力道，嘴巴挺软。萧晨淡然一笑，再次把他抱起。又一个时辰后，求你饶了我，行吗？陆鱼儿第一次服软，望着萧晨略带玩味的嘴角，哀求道：不行，继续。说完，萧晨再次将他抱起，这一次很温柔地将他放在床边，开始进攻。一个时辰后，陆鱼儿静静躺在萧晨怀里，再也没有了曾经的傲气，反而紧紧地搂着他，不肯松开。红扑扑的小脸，丝滑之极。坏男人，你太坏了！还不忘抬起小粉拳，无力地拍向萧晨的胸膛，喜欢吗？萧晨嘴角邪魅一笑，老子就不信，纯阳圣体还治不了你。讨厌！陆鱼儿娇嗔道，一直以来他都极为排斥双修，因而面对李健的要求不为所动。如今却没想到，与萧默双修不仅可以提升修为，还有如此愉悦的感受，简直像在云层上奔跑。此刻天已经大亮，一层淡淡的灵气光晕在二人周身盘旋，萧晨微微有些惊讶，想不到霸王硬上弓的效果这么好，旋即坐起身，盘膝而坐。陆鱼儿也整理一番被萧晨撕坏的衣襟，盘膝而坐，引导体灵气汇入丹田，一道道灵气宛若实质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随着周身的灵气渐渐平息，萧晨满脸喜色，在这一刻成功晋级到炼气3重。而陆鱼儿则是更为高兴，因为这一晚的双修让他直接从炼气7重晋升到炼气8重。萧晨的目光随即落在他如玉般的娇躯上，数据面板现出：姓名陆鱼儿，年龄24，性别雌性，修为炼气7、8重，评级2S 级，体质5，魅力值90100，好感值40100。定系统检测到陆鱼儿对宿主的好感值大幅提升，当前好感值为40点。是否绑定？童子，暂时不用。这个女人目前只是身体的臣服，还得再考验考验她是否有资格成为我的女人。定系统宕机中。萧晨站起身，俯瞰着她，揉了揉她光滑的小脸，邪魅一笑，潇洒地走向门口。唉，抢来的就是好用。喂！陆鱼儿看着他的背影，鬼使神差地喊了一声：那个，你晚上还来吗？萧晨并未转身，嘴角却止不住上扬。看情况。李健啊，李健，好端端的入宗手续，你不给我办，非要给老子送个女人，那老子只好却之不恭了。谁知刚打开房门，没走出几步，便对上一双骇人的眼睛，那双血红的双眼仿佛一道利剑，要将他刺出数百个透明窟窿。李健，此时的他，其右手绑着一根白色绷带，框在脖子上，身后还跟着10几个炼气7的同门弟子。初步一看，基本都是炼气7、8重的修为，看样子应该是给他找场子朋友。怎么？断了一只手还不长记性？萧晨一脸不屑地说道，别说是10几个炼气7，就算是1万个来了也是送菜。你对鱼儿做了什么？2个字。萧晨竖着2根手指，一脸满足地说道，很润。李健顿时眼眶欲裂，咬牙切齿道，你找死！兄弟们，给我杀了他，所有事我一人承担。身后的10几人闻言全都手执长剑，群情激愤，恨不得冲上来将萧晨就地格杀。且慢，老子丑话说在前面，你们如果想死的话尽管来，如果不想死就趁早滚。别听他妖言惑众，我们所有人冲上去，直接把他剁成肉泥。李健大手一挥，站住！一声娇喝从木屋内传来，陆鱼儿迈着飘忽的步伐缓缓走出，身姿傲然，小脸红润如玉，不愧是被滋润了一整晚的人。李健连忙上前一步，急切地问道，云妹，你没事吧？萧晨站在陆鱼儿身旁，嘴角微微上扬，手指轻轻挑起他的下巴，他当然没事，跟着我不知道有多快活。健哥，你放弃吧，我已经是陈哥哥的人了。陆鱼儿满脸羞涩，娇媚的脸颊还留有挥之不去的红晕，他的话无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健一脸的难以置信，自己几年没碰的道侣，反手就被仇人给睡了。不，你骗我，你骗我，对不对？李健双眼通红，仅剩的左手不甘心地挥舞着，怒吼道。萧晨一把将身旁的陆鱼儿搂入怀中，在他柔软的阴唇上猛然亲了一口，然后意犹未尽地咂咂嘴。而陆鱼儿的俏脸更红了，仿佛是天边涌动的云霞，那是李健从未见过的姿容。
在场的所有人全都瞪大了双眼，尤其是李健，心中的信念直接崩塌。是我让他品尝到了做女人的快乐，而你根本做不到。萧晨的话简直杀人诛心。你……李健指着萧晨，久久说不出话来，手臂止不住地颤抖，显然几近癫狂。不服气是吧？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实力。说完，萧晨心念一动，诸天剑现于掌中，就那么随意一挥，一阵恐怖的气浪拂向前方的众人。李健连同10几个练气期的弟子直接飞出去数十米，口中猛吐出一口鲜血。很显然，这还是他刻意压制的结果，如果不压制，他们早已身首异处。但是如果真杀了这一群人，他在栖霞宗就真待不下去了。10几人坐起身，满脸惊骇地看着萧晨，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眼眶，无法想象一个炼气3重的男子竟然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威势。莫非他是筑基期？同样震惊的还有躲在暗处的一抹倩影。看到了吗？你拿什么跟我斗？不是这样的。李健惊恐地摇了摇头，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幕，更不相信自己的道侣，转眼间就跟了别人。从今天开始，有多远滚多远，胆敢再出现在他面前，老子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萧晨望着众人，眼神凶厉，下了最后通牒。李健心中无比愤懑、屈辱、懊悔，想了许久，猛然起身朝远处飞去。道侣被抢了，再待下去要被气死了，只能寄希望于堂哥了。另外的10几人眼看正主都走了，也就没有待下来的理由，全都灰溜溜地跑了。萧晨转过脸看了一眼被他搂着的陆云儿，却见他满脸惊讶地盯着自己。怎么？崇拜我？喜欢我？还是……陆云儿顿时一脸娇羞，一抹红晕直接蔓延向耳根，低着头小声地说道：想要你。声音绵软无力，娇柔细腻，勾人心弦。卧槽，这个小妖精好会夹，莫非昨晚还上瘾了？萧晨胸中的邪火犹如干柴遇上明火，瞬间被点燃，很想搂着他进入房间，再狠狠疼爱一番。不得不说，抢来的就是香，但是眼下还有正事要办，只得强忍下心中的激动。不过我有事要出去，你等我回来。好。陆云儿娇羞地点了点头。萧晨转身把她送回屋内，还不忘在她丰润的翘臀上尽情地抚摸了一把，随后唤出飞剑，一脸满足地朝外务堂飞去。暗处一抹倩影闪出，宋舒婷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愤愤地留下一句鄙夷的话：好色狂徒。他跟踪了萧晨一整天，却见他丝毫没有提升3品炼丹师的迹象，只是不停地辗转于各位女弟子之间，真是岂有此理！刚进宗门就勾搭我栖霞宗的女弟子。他现在已经有6成把握确定萧晨是个会花言巧语的大骗子，但哪怕是1%的概率，他也不想错过。反正还有2天时间，他等得起，2天后自然就会见分晓。毕竟与他同龄同时进宗门的师兄师姐全都晋级到了金丹期，有的甚至已经金丹期4重，而自己仍然在筑基期圆满停留。他不相信凭自己的天赋会落后于他们这么多。2位师姐早啊。萧晨站在柜台前，嘴角微微一翘，朝着秦香莲和叶清河打招呼。不苟言笑的秦香莲却是一脸的诧异，怎么过了一个晚上炼气3重了？叶清河则是性格大大咧咧，俏皮的眨了眨闪亮的大眼睛，回道：师弟早啊。师姐，外务堂收购丹药吗？当然，不光丹药，药材、器材、丹方等等，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外务堂都收购。哦，那师姐看看这枚聚气丹，能以什么价收购？说完，萧晨张开手心，现出一枚翠绿色的浑圆药丸，闪烁着莹莹光泽。这2位师姐均瞪大了美眸，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枚聚气丹，无论是色泽、纯度还是品级，都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即使是内院长老也不可能炼制出品级如此之高的丹药，虽然是最常见的一品丹药。叶清河瞥过目光，满脸的不可思议。师弟，这枚丹药是从何而来？萧晨淡然一笑，轻声道：当然是我自己炼的，不知道值多少灵石。一句话把2位美女都震惊得7荤8素，怎么也想不到这极品丹药竟然出自一位炼气期的大叔之手，修为太弱了，莫非是炼丹天赋异禀？师弟，这聚气丹虽然品级极高，但终究属于很常见的一品丹药，如果就1枚的话，最多300灵石。萧晨直接惊掉下巴，这收购价竟然是普通聚气丹的3倍，而且听他的口气，量大似乎还能加价，那如果量多呢？有多少？大概400枚。萧晨的话又一次震碎2人的认知，昨天从他们手上买了100副聚气丹，今天就能炼出这么多聚气丹，效率如此之高。秦仙儿顿了顿，缓缓说道：如果师弟全部出售的话，我们得请示外务长老才能给出最终价格。
不必请示外务长老，你们就给个自己能决定的价格。萧晨连连摆手道：要是请示长老，到时候闹得人尽皆知，将会是个大麻烦，尤其是自己现在毫无根基和靠山，最起码也要等到扛起宋淑婷这条大腿再说。两位女子顿时满脸疑惑，交给外务长老斟酌，价格肯定比自己出的更高，毕竟如此高的品级世所罕见。如果我们做主的话，最高只能给出400灵石，没的价格，你看如何？叶清河缓缓说道。萧晨点了点头，缓缓说道：价格没问题，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师弟不妨直说，我出售丹药这件事，希望二位师姐替我保密，我不想这件事传扬出去。两位女子顿时一愣，秦香莲更是坦言道：这是为何？师弟炼丹天赋卓绝，若是受到内门长老栽培，将是前途无量。萧晨淡然一笑，师弟只想低调，乐得逍遥，省得惹一身麻烦。毕竟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若是锋芒太露，容易招人妒忌，惹祸上身。好，既然师弟如此坚决，我们二人自当遵守。叶清河无奈地回道：人各有志，不必勉强，多谢。说完，萧晨袖袍一挥，20个丹瓶陈列在柜台之上。两位女子清点了一番，数量无误，而且品质全都一模一样，极品。叶清河随即道：一共是16万灵石，师弟是直接兑换灵石，还是有其他需求？直接兑换灵石吧。萧晨思虑一番，道：短时间出现这么多极品聚灵丹，如果再继续炼制，很容易就被发现端倪。万一被内门长老发现并前来问起，他可不敢相信他们两个真的会守口如瓶。好，叶清河有些疑惑，但也并未多言。原以为他要继续购买药材，没想到他竟直接兑换灵石，拥有如此高超的炼丹天赋，难道不该物尽其用吗？随后直接将灵石清点完毕，朝萧晨递出一个灵石包裹。萧晨顺手接过，看都没看，直接纳入乾坤戒指中。叶清河微微一愣：师弟不清点一下吗？不用，这么漂亮的师姐自是不会弄错的。萧晨说罢，朝他眨了眨眼睛。叶清河小脸一红，如同芙蓉出战，娇艳欲滴。一旁的秦仙见状直翻白眼，很显然同样的套路对于他而言丝毫不起作用。萧晨也不做过多停留，转身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外务堂。叶清河美眸盯着他，一直看了很远。还看再看，魂儿都没了。秦仙一脸无语地看着叶清河，打趣道。叶清河娇嗔道：秦师姐休要取笑我，他虽然年纪大了点，修为低了点，肉也老了点，但总归炼丹天赋还是不错的，师妹不如跟了他。去你的！秦师姐说正经的，你觉得他能炼出这种品级的聚气丹，有没有可能炼出同样品质的筑基丹？你是说？叶清河点点头，缓缓道：一般的筑基丹，辅助成功筑基的概率仅为10%，如果能炼出这种极品的筑基丹，筑基概率不敢说100%，起码90%以上。在栖霞宗，一枚普通筑基丹要卖到6000灵石，如果失败就得前功尽弃。很显然，身为外门弟子，想攒够这么多灵石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我看很悬，筑基丹可是2品高级丹药，而聚气丹仅仅是1品低级丹药，天壤之别。说的也是，虽然这样说，但是一颗好奇的种子已经在叶清河脑海中悄然种下。萧晨从外务堂回来，便直接去了苏雨晴的住所。都是自己的女人，就必须雨露均沾，得加快提升修为才是。咚咚咚，苏雨晴一脸疑惑地打开门，旋即满脸的诧异化为欣喜，几乎要高兴地跳起来。哥哥，怎么是你？萧晨邪魅一笑，以迅雷之势钻了进去，搂着她纤细的腰肢，还不忘看向她丝滑的美腿。这大长腿天生就是黑丝的绝配。怎么，我来了不高兴吗？怎么会？苏雨晴俏脸一红，粉霞一直延伸到脖颈，让萧晨一阵心神动荡，忍不住想亲一口。萧晨一把将她拦腰抱起，放在自己的大腿上，神秘兮兮地说道：我想送你个礼物。什么礼物？苏雨晴眨着美眸，满脸好奇之色。闻言，萧晨张开手掌，心念一动，2条黑丝闪现出来。这是什么？苏雨晴看了半天，不过似乎想到了什么，顿时害羞地捂住小脸。这个最适合你穿了，可是这也太羞耻了。苏雨晴低着头，恨不得埋进硕大的双峰之间，何曾见过这种服饰？你穿上这个，哥哥修炼的时候才会干劲十足。苏雨晴只得娇羞地点点头，心想穿上这个，你还能安心修炼。随后撩起裙摆，露出那雪白的大长腿，用黑丝一点一点将其莹润的光泽覆盖。萧晨不禁两眼放光，果然这蓝星上流行的东西，给修仙界的妹子穿，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啧，哥哥喜欢吗？苏雨晴站起身，转了一圈，黑丝在她高分叉的裙摆间若隐若现。萧晨一把将她搂入怀中，在耳边轻声道：
我太喜欢了。哥哥，吻我！这样的美人儿，这么柔软的娇躯，这样合理的要求，试问谁能拒绝呢？反正萧晨是拒绝不了。栖霞宫，一位身着血色长裙的女子静静地倚在窗前，月光如水洒落在她绝美的鹅蛋脸上，美若仙幻。一双冰眸如秋水寒潭，平静无波，静静地眺望着窗外，久久不语，保持着这个姿势一连几个时辰。正是栖霞宗现任宗主南岳离，如今修为已是元婴期5重。一位同样身着血色长裙的女子从身后缓缓走来，同样的美若谪仙，嘴角浮起一抹淡淡的浅笑，几乎一模一样的容貌，气质却完全不同。姐姐，你最近怎么了？老是魂不守舍的。南岳离一顿，缓缓转过琴手，望着妹妹，星瑶，你来了。姐姐，自从你上次回来，修为更进一步，途中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没有。南岳离目光闪烁，俏脸上浮起一抹不可察觉的粉色，转眼便已恢复如常。南星瑶抿嘴一笑，姐姐可不要瞒我，你我是孪生姐妹，心意相通，我岂会不知你的心意？姐姐定是遇到心上人了。休要胡言。南岳离羞恼道，每每想起那天在悬崖之底所发生的一幕幕，他的心魂便极为混乱。参加完四方大会，南岳离在返回的途中遭遇魔宗袭击，原本对付他们没什么难度，谁知魔宗长老善施诡计，在灵力之中暗藏合欢毒，他中毒之后竭力想要逃回栖霞宗，却在途中跌入深渊之底。那姐姐告诉我，你我姐妹从来都是境界一起提升，从未有过先后。如今我才元婴期4重，姐姐为何已经5重了？南岳离转过俏脸，声音有些不自然地说道，那是你修炼懈怠，可不关我的事。刚说完就有些心虚，他的修为正是因为那一次双修，直接从元婴4重晋升到5重。姐姐，你若真遇到心上人，又有何妨呢？身为女子，若能寻到一个真心的男人，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南岳离沉默无言，一想起那个男子年近40，也才炼气1重的修为，他就感觉到深深的无力。同年龄段的男子，若是灵根资质上乘，大多已经到金丹期，而他却刚入炼气期，足以看得出他的灵根资质不佳。给了他10年的时间成就金丹期，如今看来铁定是完不成。但是每每想起那个男子在他面前信誓旦旦的模样，还有那些从未听到过的情话，南岳离心中又万分纠结。怎么办？这是他一直以来心中无比矛盾的原因。只是这个原因，他注定不能跟妹妹分享。他除了是姐姐之外，还是一个超级宗门的宗主。他很想斩断这缕情丝，继续修无情剑道，却又舍不得。他很想去找他，指导他一起修炼，但是内心的骄傲不允许他这么做。要亲自去培养一个小男人，这事若是传扬出去，身为西北4大宗门之一的栖霞宗，岂不是要闹个天大的笑话？而且他灵根资质差，即便是花费巨大成本去培养，也不一定能晋升到金丹期。你说，想要追求我的人，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南岳离背对着妹妹，显然不想让她看见自己的窘态。他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问出这么一个问题。南星瑶微微一笑，望着姐姐绝美的背影，嘴角浮现出一抹莫名的得意之色。很显然，姐姐的表现证明她猜中了。想要追求我的姐姐，怎么也得是超级宗门的宗主这个级别，即便不是，也得是同等修为，声名在外吧。南岳离娇躯一颤，别说元婴期，他还在炼气期呢，他们之间仿佛是天壤之别。这一幕被南星瑶收入眼底，连忙打趣道，姐姐，你不会喜欢上一个小男人了吧？南岳离有些心虚，顿时俏脸生寒，你瞎说些什么？不是就不是嘛，即便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南星瑶撅了撅嘴巴，心想不过是开个玩笑，姐姐怎么还生气了？虽然二人是孪生姐妹，但两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姐姐南岳离性格强势，主修无情剑道，凌厉霸道；妹妹南星瑶性格柔弱，主修柔情剑道，柔情似水。同时，作为栖霞宗的宗主，南岳离天生自带气场，整个宗门无人敢违逆他的话。即使是孪生妹妹南星瑶也不例外。清晨的阳光明媚耀眼，萧晨望着怀里的娇躯，心满意足地捏了捏她粉嫩的小脸。定，苏雨晴好感值加5点，当前好感值95点。定，仙缘值加5点，当前仙缘值110点。果然是这样。望着眼前跳出的数据面板，萧晨暗叹一声，随着好感值提升到90点以上，再往上会很缓慢。哥哥，你不是很喜欢这个黑丝吗？对啊，那你为什么要撕掉呢？好端端的都被你撕坏了，讨厌。苏雨晴看着玉腿上的黑丝破洞，娇嗔道，这个啊，就是用来撕的啊。啊，苏雨晴一脸的不解，既然是用来撕的，为什么又要让她穿在腿上呢？萧晨看着她迷人的小脸，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对了，我把聚气丹给你。
说完，萧晨大手一挥，10个丹瓶散落在梳妆台上，每个瓶中都装有20枚聚气丹。啊，这么多！苏雨晴一脸震惊。要知道，作为外门弟子，每个月只能领取1枚聚气丹，还是品级很一般的那种。没事，你尽管用，这是我自己炼制的。你是炼丹师？苏雨晴惊呼出声，随后惊喜地打开丹瓶，无与伦比的药香扑鼻而来，一看就知道品质极高。当然，以后你们修炼丝毫不用担心，这辅助修炼的丹药管够，用完了找我拿。哥哥，你怎么这么好？苏雨晴忍不住扑进他怀里，小脑袋在怀里拱来拱去，心里既感动又幸运，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这么好过。你们是我的女人，当然要对你们好。萧晨顺手紧紧抱着她，轻声道。苏雨晴感动得泪如雨下。有了聚气丹，你们要抓紧时间修炼哦。萧晨在他耳边说道，毕竟他们修为提升的同时，双修到时候自己也能快速提升修为。我一定会努力修炼的。苏雨晴很认真地点了点头，这种品质的聚气丹一定能事半功倍。随后又给他打了一针，萧晨便心满意足地走出了他的住所，唤出飞剑朝外雾堂飞去。暗处一抹亮丽的倩影闪出，宋舒婷俏脸寒霜，咬牙切齿地暗骂一声：好色暴徒！明天就是赌约之期，萧晨居然丝毫不慌，还有心思每天照顾这些女弟子，也不怕把自己累死。宋舒婷愤愤地想到，她现在已经有80%的把握，可以断定萧晨就是个大骗子，故意拖延时间，可他又找不出萧晨这么做的理由。如果真是拖延，3天时间能起什么作用呢？他很想冲上去把萧晨按在地上暴揍一顿，自己已经开始后悔跟他打这个赌。再次来到外务堂，萧晨一脸笑意地盯着叶清河，而直接选择无视秦仙儿。他不吃这种套路，就没必要浪费时间，毕竟自己还有拯救宇宙万千少女的伟大理想，可不能浪费丁点时间。叶师姐，好久不见。叶清河美眸盈盈地看着他，我们不是昨天才见过吗？师姐，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做一见不日，如隔三秋？萧晨笑意盈盈地看着他，丝毫没有注意到旁边的秦仙儿露出怪异的眼神。难道不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叶清河反应过来，故意装作没听见，心里在想，这家伙是故意说错，还是师弟今天来可是要买些什么？萧晨摇了摇头，神神秘秘地说道，我这里有个好东西，想请师姐帮忙看看价格。什么东西？萧晨邪魅一笑，伸出掌心，正是一枚抽奖赠送的筑基丹。极品筑基丹。两位女子瞪大了双眸，同时惊呼出声。昨天他们还在讨论萧晨能不能炼出来这种品质的筑基丹，今日他就拿着出现在外武堂。嘿嘿，不知道以师姐的眼力，这枚筑基丹可以卖多少灵石？叶清河收敛心神，伸出白皙的小手，至少5万灵石。不，普通筑基丹6000灵石，这种极品的至少得6万灵石。秦仙儿一脸认真地说道。师弟真的是2品炼丹师？叶清河惊讶地问道。你说呢？萧默淡然一笑，没有明言。那师弟手里有多少这种极品筑基丹？这一次秦仙儿先一步，急切地问道。只此1枚。系统抽奖获得了10枚，但萧晨肯定不会全部拿出来，物以稀为贵的道理还是懂的，更何况这种极品筑基丹只有自己能炼制。闻言，两位女子略一沉思，也能明白这种极品的筑基丹能偶尔炼制出1枚就已经很难得了。那师弟是打算出售给外务堂吗？不，我只是来询问一下价格，并不打算出售，毕竟这极品筑基丹可遇不可求，我自己也是用得着的。萧晨暗自一笑，诱饵已经抛出，就等鱼儿上钩，于是就准备离开。师弟请等等。叶清河连忙从前台走出，来到萧晨身边。师弟如今修为才炼气3重，距离筑基还很遥远，何不出售给外务堂换取灵石？但是我也不缺灵石啊。叶清河一想也是，上次才给他兑换了16万灵石，一个炼气期弟子能用得了多少呢？这时秦仙儿也上前拉着萧晨的手臂说道，师弟，你可以先把极品筑基丹出售给外务堂，反正师弟后期还是可以炼制出来的，对吧？这个提议我先回去考虑一下吧。萧晨故作沉思道，也行，要是师弟想通了，可以传音给我哦，我可以上门服务。叶清河说完，俏脸一红，如同初绽的荷花，娇艳动人。师弟，我也是。秦仙儿也不甘示弱地说道，还把挺拔的身姿往他身边靠了靠。萧晨一阵心神荡漾，一个清纯，一个性感。很显然，这枚极品筑基丹对于修为已到炼气期圆满的他们诱惑力极大。可嗨，上门服务，好。萧晨微微颔首，脸色有些不自然地转过身，随后直接迈着步子走出外务堂，迎面撞见江峰走了进来。哟，这不是江公子吗？哟，这不是萧公子吗？二人仿佛是老熟人，相互寒暄了一句。江公子，
这是准备去哪儿呢？萧晨饶有兴趣地问道。江峰趾高气昂，哼，本公子奉外院长老之命，向各院传达秘境试炼的事宜。哦，看来江公子混得不错，揽了个跑腿的业务。你……江峰指着萧晨，却一时语塞，挑了挑眉。这是荣耀，你懂个屁！对，可惜啊，有些人呐，注定是边角料。哦，是吗？你还挺有优越感。哼，半个月后就是秘境试炼，修为达到炼气5重方可进入。至于你吗？好好当个观众，到时候别忘了给我鼓掌啊！哈哈。江峰说完，一阵大笑。显然在他眼里，还有10几天时间，萧晨根本不可能达到炼气5重。秘境试炼是栖霞宗针对外门弟子设立的考核，主要是为了筛选出可以进入内门的好苗子。秘境试炼的前200名将在3个月后举行外门大比，前20名可以获得1枚筑基丹以及相应的临时奖励。借此成功筑基者便由内门长老挑选，正式成为内门弟子半个月。萧晨摸着下巴思索了一番，照目前这个双修进度，如果顺利拿下宋舒婷，半个月内达到炼气7、5重，好像也不难。看你这样子，不会是想着半个月内达到炼气7、5重吧？哎，我就是这么想的。哈哈，不知天高地厚，不妨告诉你，你的处境很不妙，自己得罪了什么人，好好掂量掂量吧。那我倒要多谢江公子的提醒了。萧晨淡然一笑，丝毫不放在心上，唤出飞剑朝远处飞去。只要不是什么金丹期的玩意，来了都是送菜。望着萧晨飞出了好远，江峰转头看向柜台前的2位美貌女子，拱手一礼。秦师妹、叶师妹，却见他们并没有丝毫搭理他的意思。很显然，他们的思绪还停留在萧晨身上。2位师姐，那个萧晨可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你们最好不要跟他有什么联系。2位女子均是一脸诧异地看着他。见状，江峰缓缓上前，神神秘秘地说道：你们还不知道吧？这小子卑鄙下流，靠着宋执事的关系横行无忌，强行霸占同门的道侣啊！他跟宋执事关系很熟。叶清河一脸惊讶，显然他的关注点根本不在最后一句话上。江峰只得顺着他的话说：可不是嘛，我看他俩关系还不一般呢。之前萧晨犯了事，宋执事还出面给他撑腰来着。啊！2位女子一脸古怪地看着他，他们可是很清楚，宋执事是个外表娇媚诱人，内心却极为强势的人，谁会值得他去撑腰？这也就说明萧晨远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的人。其实他们内心里丝毫不关心其他事，只在盘算着如何从萧晨手里把那颗极品筑基丹弄来。只要有那个极品筑基丹，自己就不用为了一颗普通筑基丹在外门大比拼得你死我活。江师兄，你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吧，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可不好哦。叶清河眨了眨美眸，善意地提醒道。江峰顿时一脸尴尬之色。叶师妹说的是，本想在2位女神面前数落萧晨一番，却没想到人家压根不感兴趣。自讨没趣，江峰只得悻悻地离去，还暗自丢下一句：得罪了金丹强者，看你还能蹦跶到几时。萧晨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冷静地理清目前的现状。想进秘境试炼，必须在半个月内达到炼气5重。看来拿下宋舒婷，获取她的原因势在必行。当前仙元值110点，距离升级3品炼丹师所需要的200点还缺90点。方案1，如果今晚可以拿下叶清河或者秦仙儿，获得60点仙元值，再去绑定陆云儿，获得40点仙元值，就足够升级到3品炼丹师。但是目前的陆云儿，萧晨并不想绑定他，再观察观察，毕竟是抢来的，多加条教条教是很有必要的。方案2，目前还可以抽奖3次，若能在抽奖中抽中1枚破镜丹，那就完美解决了当前的问题。但是抽奖这东西概率性太强，万一抽不中可就完蛋了，还是不要把希望放在这个上面，只能做个备选。方案3，苏雨霏和苏雨晴都达到95点好感值，距离满级好感值仅有1步之遥。首位女主首次满级，系统说过会赠送一个特别奖励，很是期待。不过奖励破镜丹的概率应该很小，破镜丹虽说稀有，也算不得特别。想到这里，萧晨还是决定先去找苏雨霏，把这最后的5点好感值刷满。毕竟连童子都说了是个特别奖励，应该不会让自己失望才对。要是给自己来个秒天秒的秒空气的神技也说不定呢，嘿嘿嘿。于是萧晨迅速来到苏雨霏的木屋外，敲响了木门后，一个闪身钻了进去。遥远的暗处，一抹欠引气的直哆嗦，心长的指甲攥着树皮，连带着周围的树木一阵抖动。好你个萧晨，不分白天晚上，夜以继日是吧？也不怕累死你，看你明天拿什么交差。宋舒婷此时已经快要到了爆发的边缘，她已经有90%把握，确定萧晨就是个坑骗无知少女的大骗子。
连续蹲守了3天，萧晨干的最多的就是昏暗的木屋里。萧晨辛勤耕耘完，搂着一丝不挂的苏雨霏，心中有股难以抑制的兴奋。哥哥，你累不累？苏雨霏有些担忧地问道。虽说阴阳交合契合天地大道，但总这么不知疲倦，终归有些伤身体。不累，哥哥这是在修炼。萧晨微微一笑，揉了揉他的小脸。苏雨霏俏脸一红，如同一抹明媚的春色，心想还能这么修炼呢。来，这聚气丹给你。说完，萧晨随意一挥，装满300枚聚气丹的丹瓶散落在床榻上。毫无意外，苏雨霏的表情与苏雨晴如出一辙。怎么这么多？这是哥哥自己炼制的，以后你们敞开了吃，吃完了就跟我说，管够。毕竟他们修为在提升的同时，自己也能从双修中获得最大的收益，所以这是必要的投入。苏雨霏顿时泪如雨下，从来没有人对她这么好过。她愣愣地看着这些聚气丹，每一颗都品质极高，远比自己领取的宗门资源强100倍。在这残酷的修仙界，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机缘，而萧晨何尝不是他一生的机缘呢？哥哥，只说出2个字，他便说不出来，只能躺在萧晨的怀里，幸福的抽泣。定，苏雨霏好感值加5点，当前好感值100点。定，仙缘值加5点，当前仙缘值115点。哇，终于满级了！萧晨内心的兴奋几乎要呼之欲出，把他往怀里紧了紧。那特别奖励到底是什么？丁，首位女主好感值满级，现发放特别奖励，任何东西长度加10 cm， 可自主选择。什么？任何东西长度加10 cm， 这算什么特别奖励？萧晨刚想开骂，突然灵光一闪，这样说来，可用的范围可就太广了。童子，这个奖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吗？无论虚拟还是真实吗？丁，是的，宿主。宿主确定好用在哪里，直接跟我说就行。立即生效。明白了。萧晨沉思片刻，童子，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丁，宿主可以加在诸天剑上，以诸天剑目前的威力，如果再长10厘米，一击挥出足以灭杀元婴修士。萧晨倒吸一口凉气，一击就能击杀元婴修士，这个等级的诸天剑也着实太变态了。在这个化神不出、元婴称雄的世界，自己一击便灭杀元婴修士，岂不是要无敌于天下？童子，诸天剑成长到这个程度，以我现在炼气期的修为，能驾驭吗？丁，好像不能，即使强行挥出一击，宿主可能当场爆体而亡。萧晨顿时一脸黑线。那你这不是馊主意吗？丁，系统只考虑到最大收益，并未考虑到潜在风险。萧晨无语之极，童子也有不靠谱的时候，那你再给个别的建议吧。丁，宿主目前拥有26万多灵石，如果把10厘米加在这个数字后面，宿主将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足以买下整个苍玄大陆。世界首富，好吧，做个世界首富是挺诱人的，但那是在蓝星上，在这修仙界当个世界首富，那就没什么特色了。而且修为低微，也受不住那么多财富，还会沦为打劫的对象。灵石这东西对自己而言够用就行，如今有了系统在，还可以抽奖，灵石暂时没有用武之地。童子，还有别的建议吗？丁，检测到宿主现在急需仙缘值，当前仙缘值为115点，若能在这个数字后面加长10厘米，宿主的所有职业技能都可直接升级到仙品满级。卧槽，仙品满级！听到这句话，萧晨瞬间心动了。比如炼丹师分为1品到9品，而9品往上就是炼丹仙师。如果炼丹仙师满级，那是个什么概念？意味着目前的萧晨不光可以炼制出破镜丹交给宋舒婷，更难得的是还可以炼制最顶级的仙丹。心里还是有些不放心，萧晨还是确定了一下。童子，如果我的炼丹术满级，真的意味着我可以炼制仙丹吗？丁，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并不是，对吧？丁，的确如此。由于宿主修为过低，如果炼制高等级丹药会引来丹雷，随意一道丹雷可能就将宿主劈死。丁，此外，炼制仙丹光有炼丹术还不够，必须得有仙草。好吧，那加在哪里比较好呢？果然，妄想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事情，哪怕是双修系统，也要一步一个脚印，辛勤的耕耘，辛勤的输出，身体力行，体悟每个女主的人生百态。童子，我明白了，那我想加在那个地方，你懂我吗？萧晨咧嘴一笑，嘴角上扬的弧度 AK47 都压不住。丁，宿主确定吗？一旦加上去，永远不能更改。确定。丁，正在升级中。系统声音刚落，萧晨就感觉一股暖流仿佛从天而降，席卷全身，最后向下方急速汇拢。随后就看见盖在身上的被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顶起一个高高的山丘。卧槽，童子，
你真是我的再生父母。丁，宿主身躯某部分改造完成，初始15.6厘米，改造完成后25.6厘米。无与伦比的狂喜涌上心头，这简直是无所不能的童子。童子，你不愧是我的知己。丁，听懂宿主的心声，是系统一生的追求。好好好。萧晨当即将怀里的苏雨飞抱着，准备试一试这升级过后的威力。长长的双马尾在眼前摆动。哥哥，你……苏雨飞转过绝美的脸颊，惊讶地看着萧晨，小脸上满是迷离的神色，再加上这楚楚可怜的模样，任谁见了不心动。仅仅1个时辰后，苏雨飞便累得沉沉地睡过去。萧晨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小脸，随后满意地打开木门，回到自己的住所。此时天色渐暗，还有1个晚上就到了跟宋舒婷约定的日期。不出意外，今晚将有贵客到访。果不其然，萧晨刚刚回到住所，不到1刻钟，一道亮丽的倩影由远及近，敲响了他的木门。咚咚咚，萧晨咧嘴一笑，等了10息之后，才慢吞吞地前去开门。萧师弟，冒昧打扰。叶师姐，是你啊，快进来。萧晨故作惊讶地说道，随后一把抓住他的柔蹄，把他拉进屋内。叶清河俏脸娇羞，还是第一次被一个陌生男子拉着手，脸上顿时浮现一抹淡淡的粉霞。叶师姐，有什么事吗？啊！叶清河回过神，没事，真的没事。萧晨嘴角上扬，他可不相信这位外门天骄会无缘无故来找自己聊天。叶清河犹豫片刻，眼神有些期盼地说道：萧师弟，你那个极品筑基丹还在吗？在的。那师弟可不可以……刚说到一半，木门再次被敲响。萧晨故作诧异地看向木门，其实心中早已知晓，2位炼气期圆满的外门天骄，以前的他们肯定不会那么急切地想要筑基，而如今有了这枚极品筑基丹，他们之间的平衡已被打破，谁也不会屈居谁之下。萧晨前去开门，只见一道亮丽的紫色倩影站在木门外。秦师姐，是你啊！秦仙儿娇媚一笑，这是她第一次在萧晨面前展露笑颜，让萧晨不禁有些吃怔，真是个十足的美人儿。萧师弟，没有打扰，你修炼吧。没有，那师姐可以进去吗？秦仙儿歪着脑袋，嘴角闪现出一抹别样的意味。当然可以。萧晨说着便要将她迎进屋内。这时叶清河的声音从屋内传来：秦师姐，你也来找萧师弟有事吗？秦仙儿一惊，旋即面色恢复如常。叶清河来找萧晨，他丝毫不觉得意外，目的显然与自己相同。当然。秦仙儿迈着自信的步伐掠过萧晨的身前，一阵迷人的香风拂过，让他倍感心旷神怡。一身紫色短裙让丰臀玉腿完美曲线展露无遗，与叶清河清纯的风格完全不同，那是一种性感的诱惑。而在暗处，一抹魅惑人心的倩影气得四肢发抖。宋舒婷望着接连2位女子走进萧晨的住所，想不到这个臭小子3天时间又勾搭了2个，竟然还是2位外门天骄，他们可都是有潜力进入内门成为核心弟子的。气死我了，这小子分明就是故意耍我。宋舒婷愤愤地说道，想要提升到3品炼丹师，再怎么也该购买一些2级药材，多炼制2品丹药提升经验。而萧晨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图，他还特意打听过，除了之前购买过一批聚气丹的药材，萧晨便没有丝毫与炼丹方面的进展。再这样下去，整个外门的美貌女弟子都要被他霍霍了。萧晨的木屋内，2位外门天骄已经开始有点剑拔弩张的态势，而他站在一边插不上嘴，不知如何是好。秦师姐，你之前可是非常不看好萧师弟，怎么今天还主动跑来找他？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吗？秦仙儿不甘示弱地说道，俏脸瞥向一边。我知道，你是为这极品筑基丹而来。秦仙儿冷哼一声，哼，说的好像你不是一样。师姐，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为了一枚丹药争来抢去，伤了和气多不好。叶师妹说的也是，若不然师妹将这枚筑基丹让给我如何？秦仙儿悠悠地说道。叶清河脸色一僵，显然不肯让步。秦师姐说笑了，外门大比在即，若不然师姐放弃这枚筑基丹，到时候我争得大比前20，获得的筑基丹无偿赠送给师姐如何？叶师妹可是好算计，若不然师妹放弃这枚筑基丹，到时候我争得大比前20，获得的筑基丹免费赠送给师妹如何？他们都知道萧晨手中的筑基丹可是极品筑基丹，几乎可以100%筑基成功，而大比奖励的筑基丹可是很普通的筑基丹，成功率只有区10%，所以谁也不肯放弃。一时间2人争论不休，而萧晨这个主角站在一边很懵逼，主动权难道不在我手上吗？好啦，你们不要争了。萧晨说着走到他们中间，左手搂着叶清河，右手抱着秦仙儿，嘴角上扬的弧度快翘到天上去了。心想，你们都是我的，要是为了区一枚筑基丹闹得不可开交，
以后可要让我头疼了。萧师弟，你准备把这枚筑基丹让给谁呢？叶清河眨了眨闪亮的大眼睛，盯着他，一副清纯的模样。萧师弟，你准备把这枚筑基丹让给谁呢？秦仙儿展示着傲人的身材，盯着他，一副性感的模样。唉，好难选，好难选。但是我干嘛要选？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定，检测到目标人物秦仙儿，叶清河对素主好感值大幅上升，是否绑定？绑定，绑定，都绑定。定，绑定秦仙儿成功，当前好感值加60点。定，仙缘值加60点，当前仙缘值175点。定，绑定叶清河成功，当前好感值加60点。定，仙缘值加60点，当前仙缘值235点。看着提示信息在眼前狂跳，萧晨是又惊又喜。卧槽，2个好感值都已经60点，莫非今晚可以？本以为征服其中一个就已经是莫大的胜利，却没想到来了个意外之喜。一箭双雕，望着萧晨一脸贼笑的样子，秦仙儿嘟着性感的小嘴巴，摇了摇他的手臂。哥哥，你到底让给谁吗？娇柔的声音在耳边回荡，让他瞬间血火乱窜，恨不得立刻把这个小妖精吃干抹净。就是嘛，哥哥，你打算把这极品筑基丹给谁吗？叶清河也不甘示弱，撒起娇来。可嗨嗨，萧晨回过神，心神荡漾地将2位女子往怀里紧了紧，然后才慢悠悠地说道：你们都是我的人，所以我怎么可能只让一个人筑基呢？哥哥，你莫非……叶清河心直口快，直接惊呼道：哥哥，你莫非炼制了2枚极品筑基丹？萧晨并未直接回答，而是凑在他们耳边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叶清河、秦仙儿顿时脸色羞得通红，有了系统显示的60点好感值，萧晨开始肆无忌惮起来。先在叶清河的脖颈上吻了一下，又在秦仙儿的脸颊上亲了一下，两手在细腰之上来回浮动。真带劲儿！正在心猿意马之时，木门被一阵急促且暴力的声音敲响。萧晨搂着2人，顿时一脸黑线。马德，哪来的不长眼的，敢搅扰老子的好事？随后极不情愿地松开2女，耐着性子上前开门。只见一抹妖娆的倩影立于门前，那波澜起伏的山峦在紧致的纽扣下几乎要呼之欲出。原本一颦一笑足以勾魂摄魄的脸蛋儿，此刻却满是阴沉之色，似乎想要把眼前的男子撕碎。宋舒婷，是你？萧晨瞥了他一眼，不咸不淡地说道。被人搅了兴致，心里自然有些怨气，再看见这张阴沉的脸，更是极度不爽。好啊，看见执事大人都不知道行礼是吧？宋舒婷俏脸寒霜，心里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萧晨却置若罔闻，有事说事，没事别来烦我。你很好。一听声音，叶清河和秦仙儿直接吓得腿软，慌忙走到门口向宋舒婷行礼，拜见执事大人。宋舒婷看都没看他们一眼，直接盯着萧晨质问道：你是不是把我们之间的赌约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当然记得，这不是时间还没到吗？哼，是吗？那你说的提升到3品炼丹师呢？一旁的叶清河和秦仙儿惊得捂住小嘴巴，3品炼丹师，这几乎是宗门内令人仰望的存在。从宋舒婷的话语中，萧晨似乎在想办法突破到3品炼丹师，这岂不是我正在往3品炼丹师上面提升啊？你这什么急？明天你自然就会看到成为3品炼丹师的我。但很显然，萧晨的话他是100个不相信。我信你才怪！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3天内在做些什么，你除了在女人身上用力，你还干了些什么？萧晨不禁气笑了，老子就是靠泡妞才可以提升炼丹术啊，大姐。但这话说出来，宋舒婷岂会相信？有美女相伴，我炼丹更加得心应手，炼丹术提升就会很快，你不知道吗？哼，你这话说出来，哄哄他们小女孩吧。萧晨不禁一阵无语，这个疯女人今天是吃错药了吧？自己又没惹她，莫非今天来了大姨妈，故意找茬？宋舒婷目光侧过，脸色稍稍和缓，看着秦仙儿和叶清河，你们2个要擦亮眼睛，这是个专门坑骗小姑娘的大骗子。我他妈真想给你一脚！萧晨顿时一阵腹诽，别给老子把好感值整没了，明天就真的给不了你破镜丹了。秦仙儿和叶清河先是看了一眼萧晨，随后一脸怪异地看着宋舒婷，显然他们并不相信他的话。怎么？本执事的话你们不信？不敢。秦仙儿和叶清河连忙低下头，那迎面来的气势让他们生不起半点反驳的念头。哼，我可告诉你们，这个男人拐骗少女很有一套。据我观测，在这3天里，外门女弟子中已经有3名被他给霍霍了。卧槽！此话一出，萧晨再也忍不了。喂，疯婆子，说话可要讲良心，你去问问他们，哪个不是心甘情愿跟着我？疯婆子！天哪，
在这外院，还有人敢称呼宋舒婷为疯婆子，萧晨绝对是独一个。秦仙儿和叶清河直接瞪大了美眸，不可思议地看着萧晨，心想他的胆子怎么那么大。果然，宋舒婷的脸色再次阴沉起来，而且比之前还阴沉的可怕。整个房间的气氛也在这一刻压抑到极点。敢骂我，你莫非想找死？是你非要污蔑我，我堂堂八尺男儿，岂容你肆意诬陷？萧晨丝毫不惧他凌然的气势。我诬陷？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已经有3个道侣？萧晨想了想，如果陆鱼儿也算的话，倒也没错，于是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是又如何？宋舒婷冷哼一声，不屑地说道：你才入宗3天就拥有3位道侣，这说明什么？说明我魅力大。说出这句话后，萧晨莫名的感觉有些不对劲儿。果然，一旁的秦仙儿和叶清河脸色顿时就不好看了。原本以为萧晨是个痴迷炼丹的好男人，谁想到真是个诱骗少女的渣男。萧晨顿感不妙，刚想换出职业技能面板，想趁现在就把炼丹术提升到3品，结果就听到系统的提示音，随后一连串的信息在眼前显示：叮，秦仙儿好感值-20点，当前好感值40点；叮，仙缘值-20点，当前仙缘值215点；叮，叶清河好感值-20点，当前好感值40点；叮，仙缘值-20点，当前仙缘值195点。卧槽，这个疯女人！萧晨此时心中1万头草泥马飘过，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好感值，他几句话就给我降了，仙缘值已经不够了，眼下得必须想办法挽救才行。清河、仙儿，你们千万别听这个疯女人瞎说，我对你们都是真心的，你们应该感受得到。宋舒婷一脸戏谑地说道。哼，还想蛊惑别人，你给我闭嘴！萧晨一声怒喝，打断他的话，明天我会如约给你破镜丹，你给我等着。破镜丹3个字一出，秦仙儿和叶清河彻底不淡定了，不可置信地看着他。那可是3品高级丹药，萧晨炼制出极品筑基丹，已经让他们觉得惊世骇俗了，现在他居然说明天炼出3品丹药，你还在挣扎？宋舒婷显然对他失去了信任，对于萧晨说出的任何话都不抱希望。闭嘴！萧晨再次打断他的话，我们的赌约是3天为限，现在时间未到，你可以先走了。你连番被他打断话语，宋舒婷顿时有些窝火，一个区区外门弟子竟敢屡次藐视于他，还不走是吗？想留下来陪我睡？萧晨丝毫没再给他好脸色，直接下了逐客令。你等着！宋舒婷气得咬牙切齿，伸出玉指愤恨地指着他，看你明天如何嘴硬，今晚我会盯着你，你休想从我眼皮底下溜走。萧晨双手抱肘，仰着头，对于他的威胁全当耳旁风。你们2个还不走？宋舒婷转身扫了一眼2位女子，一脸不善地说道。秦仙儿和叶清河连忙低声道：是，宋执事。说完连忙从旁边走过，出了门唤出飞剑，朝各自的住所飞去。哼！宋舒婷狠狠地瞪了萧晨一眼，化作一道玄光，眨眼间消失在夜空湖。萧晨长长的舒了口气，砰的一声关上木门，好端端的美事被这个疯女人给搅黄了，心情差得很，明天一定要想办法从你身上讨回来。萧晨在心里愤恨地说道。关键现在才195点仙缘值，还差5点，根本不够升级3品炼丹师，怎么办？难道真的要绑定陆源儿？算了吧，把它放到最后一个选择。童子，打开绑定人物界面。叮，绑定人物界面已开启。一瞬间，眼前顿现一张虚拟面板，5个方格内前4个分别是：苏雨晴好感值95点，宋舒婷好感值-40点，秦仙儿好感值40点，叶清河好感值40点。最后一个方格为空，因为苏雨飞的好感值已经满级，她的位置被空置出来，意味着还可以绑定1位女子。刚好苏雨晴还差5点好感值，今晚是时候去找她，把剩余的5点好感值刷满，这样刚好可以成就3品炼丹师。事不宜迟，得赶紧凑齐200点仙缘值，否则万一哪位小祖宗的好感值又下降，自己可就真的栽了。想到这里，萧晨直接开门，朝着苏雨晴的住所飞去。咚咚咚，萧晨满心激动地敲响了苏雨晴的门，木门被推开，露出苏雨晴闪亮的大眼睛，惊喜道：哥哥，你来了。晴儿，哥哥想要你助我修行。萧晨嘴角邪魅一笑，连忙闪身进去。坏哥哥！苏雨晴雪白的脸颊上白里透红，如同粉嫩的水蜜桃，香甜可口，让人见了忍不住想咬一口。萧晨直接从身后搂着她，感受着丰润的翘臀，真有弹性。哥哥，你怎么？苏雨晴无意间碰到了某个地方，顿时小脸羞红，不可置信地转过头看着他，怎么突然就那么大？
萧晨邪魅一笑，并未说话，心想改造过后肯定不一样。不多时，木屋内再次传来动静，暗处那一抹妖娆倩影闪身而出，抵近苏雨晴的木屋外，一阵阵靡靡之音传入耳际，让他羞怒不已。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也不怕累死你。宋舒婷咬牙切齿地扔下这句话，然后头也不回地往自己的阁楼飞去，再待下去道心要碎了。叮，宋舒婷好感值负10点，当前好感值负50点。叮，仙缘值负10点，当前仙缘值185点。叮，系统警告，宋舒婷好感值跌破阈值，已被列为危险人物，请宿主与其谨慎相处。正在激烈战斗的萧晨听到系统提示音，顿时身形一滞，没有等来苏雨晴好感值的升高，反而等来了宋舒婷好感值的进一步下跌。这个臭娘们，岂有此理！等我弄到破镜丹，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哥哥，你怎么了？看到萧晨停了下来，苏雨晴迷离的眸光落在他的脸上，忍不住娇滴滴地问道：“没事。”萧晨随意道，心想再怎么也得先把活干完。至于宋舒婷，等我找到机会，非要让你死去活来不可。萧晨带着苏雨晴越过一个又一个山峰，最后终于落地。哥哥，你好棒！萧晨得意地看了他一眼，把他紧紧搂在怀里，恨不得把这副娇躯揉进身体里。叮，苏雨晴好感值加5点，当前好感值100点。叮，仙缘值加5点，当前仙缘值190点。终于又一个好感值满级。系统提示音在耳边回荡，搞来搞去，人算不如天算，还是少了10点仙缘值。萧晨一脸无奈，重重地叹了口气，眼下只得寄希望于抽奖系统，看看能否抽到一枚破镜丹。童子，我现在有几次抽奖机会？叮，宿主现在共有8次抽奖机会，请问是否现在抽奖？是，来个8连抽。叮，系统抽奖中。叮，恭喜宿主获得大力丸10颗，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叮，恭喜宿主获得精油10瓶，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叮，恭喜宿主获得1级赤阳草10颗，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叮，恭喜宿主获得聚气丹100颗，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叮，恭喜宿主获得1阶法器青竹剑，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叮，恭喜宿主获得幸运红内裤1条，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叮，恭喜宿主获得吉星符1枚，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叮，恭喜宿主获得破镜丹2颗，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望着眼前的系统信息疯狂跳动，萧晨的心也提到嗓子眼，直到最后一发命中2颗破镜丹，他高兴的几乎要从床上跳起来，随后看了一眼怀里的苏雨晴，却见她已经沉沉的睡着。心心念念的破镜丹终于到手了。宋舒婷，这一下看你往哪里跑！节平复下内心的激动，萧晨随后清点了一下其他的抽奖物品，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不过那个幸运的字眼还是吸引了他的注意。幸运红内裤，童子，介绍下这是啥？叮，幸运红内裤，宿主穿上以后幸运值提升999倍，即大提升气运值，躲避灾祸以及提高寻宝概率。幸运红内裤还可以升级，后期凡是与宿主双修的女主均可获得幸运值加成。卧槽，这妖牛逼，果然是好东西，差点就错过了。随后仔细看了一下其他的抽奖物品，就显得极为普通了。那这个幸运红内裤该怎么升级呢？叮，幸运红内裤是被动升级，成功获取宝物、躲避灾祸均可增加成长值。好，不用主动升级，倒是省了不少麻烦。随后看向那10颗红色药丸，大力丸。萧晨一阵无语，开玩笑呢，有了纯阳圣体还用得着这玩意？顺手给扔进垃圾桶。精油10瓶，我滴个乖乖，这是看我成了1级推拿师特意给我的吗？好，以后哥哥就是修仙界第1推拿师。专为女士服务。嘎嘎嘎，静待天明。萧晨看了一眼怀里的苏雨晴，睡得正香，在他额头亲了一下，随后直接起身出了门。是时候去找宋舒婷兑现承诺了。踏着飞剑一路翻越群峰，向那座别致的阁楼飞去。谁知还未临近，便看见阁楼前方2位金丹期的修士吵得不可开交。李玉林，你他妈有道理，还跟老子抢舒婷，老子的事用得着你管？反正他看不上你，你算什么东西？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你想打一架？来，谁怕谁？2人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肯让着谁。萧晨生怕这2人打起来连累自己遭殃，急忙踏着飞剑打算从旁边绕过，直向宋舒婷的阁楼飞去。站住！一声尖锐的厉喝
从身后传来霸道的灵力波动，震得萧晨头皮发麻。他连忙停住脚步，转身看向那名发出声音的男子，一身蓝色锦袍，身材修长，全身散发着阴柔之气。一道数据面板显现出来，姓名杨云康，年龄32，性别雄性，修为金丹期4重，评级体质5，魅力值70100，善恶值-10100。马德，杨云康，什么玩意？萧晨顿时一阵腹诽，老子又没惹他，第一次见面就给我负10点善恶值。只是现在修为仅有炼气期，萧晨只得拱手一礼道：杨师兄，有何吩咐？你认识我？杨云康顿时有些诧异，宗门天骄，谁不认识？马屁拍得不错，不过你这是要去哪儿？我找宋执事有点事情。闻言，杨云康歪着脑袋打量起萧晨来，你一个杂役，找宋执事干什么？不，我是外门弟子。哼，又是靠关系进来的吧？滚一边去，宋执事没空理你，他刚才已经闭关了。可是，你莫非有什么意见？两个男子同时转过脸来，瞪着他，竟出奇的一致。很显然，在他们心里，即便追求宋舒婷，也得是同等层次的人。炼气期的萧晨，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不敢。萧晨只得选择打道回府，有这两个灾星在这守着，今天怕是难见到宋舒婷，这可不怪我。反正破禁丹在手。一念至此，萧晨直接掉头，准备先回住所再说。站住！刚准备动身，身后再次传来一声刚猛的厉喝，萧晨一个没站稳，差点从飞剑上跌落下去。什么玩意？还来！萧晨转身望去，目光落在旁边的男子身上，一身白袍，身躯站得笔直，充满着阳刚之气。一道数据面板显现出来，姓名李玉玲，年龄32，性别雄性，修为金丹期4重，评级体质5，魅力值75100，善恶值-10100。真是活见鬼！老子是天生拉仇恨的吗？怎么刚一见面，善恶值又是个负数？萧晨只得硬着头皮上前一步，拱手道：李师兄，有何吩咐？你认识我？这回轮到李玉玲诧异，宗门天骄，谁不认识？马屁拍得不错，不过你叫什么名字？萧晨一顿腹诽，拍你马卖批，老子才没有这个闲心，要不是打不过你们，老子早灭了你们两个掉毛。在下萧晨。神妈，你就是萧晨？李玉玲和杨云康同时脱口而出，而且几乎是咬牙切齿。什么鬼？我才刚刚认识你们啊！叮，系统警告，发现危险人物杨云康，善恶值突破阈值，当前-50点。叮，系统警告，发现危险人物李玉玲，善恶值突破阈值，当前-50点。连续2条警告让萧晨惊慌失措，关键自己都不知道啥情况，到底是怎么得罪了这两个玩意。两位师兄，有什么问题？萧晨硬着头皮问道，心里却慌得一批，老子壮志未酬，可不能折在这里。李玉玲直接上前，一把抓起萧晨的衣领，你小子记得李健吗？我就是他堂哥。完了，知道那小子有个内门弟子的堂哥，谁能想到他堂哥竟然是个金丹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杨云康也不甘示弱，一把推开李玉玲，又拎起萧晨的领子，听说你小子跟宋舒婷走得很近。麻蛋，今天出门没看黄历，遇上这么两个灾星，绝对没有。杨师兄切莫冲动，别听外人嚼舌根。萧晨连忙摇头，打死不承认，本来跟宋舒婷也没发生什么，如今壮志未酬，要是因为这样被他失手拍死，岂不是天大的冤枉？是吗？杨云康双眼微眯，显然不相信。你看我如今40岁，修为不过炼气3重，怎么可能入得了宋执事的法眼？杨云康打量了他一番，但我可是听说宋执事曾经公开为你撑腰，有没有这回事？有。萧晨顿了顿，继续道，那是因为在下是一品炼丹师，修为低微，宋执事才为我主持公道，是这样吗？是，千真万确。杨云康瞥了萧晨一眼，旋即将他放开。这么个其貌不扬的大叔，宋舒婷眼高于顶，显然是看不上的，糊弄过去后，萧晨刚松了口气，李玉玲就冲了上来，一把揪住萧晨的衣领。宋舒婷的事是流言，那李健的事总是真的吧？是真的。萧晨斩钉截铁地说道，他竟无比直白地承认了，这让李玉玲都有些愣住。这么说，真的是你斩断了我堂弟的一只胳膊？对，炼气3重斩断了炼气8重的手臂，简直是匪夷所思。
既然你承认了，这就好办多了。那我斩断你一条手臂，以牙还牙，不过分吧？不过分。李玉玲有些狐疑地看着萧晨，心想这小子完全不辩解，莫不是脑子有些问题？不过既然萧晨已经承认，他也就没有再想其他，直接抽出怀中的宝剑，准备动手。等等，萧晨淡淡出声，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跟李健之间是公平决斗，断了手臂，也是他技不如人。你如今已经是金丹期4重，而我才炼气3重，若是以大欺小，恐怕有失宗门天骄的名号。说完，萧晨还看了旁边的杨云康一眼，意思很明显，你若是以大欺小，就会落了杨云康一筹。而杨云康本就对这个情敌不屑一顾，旋即戏谑地看了他一眼，露出一丝鄙夷的神色。李玉玲当场就炸毛，指着杨云康，你瞅什么？瞅傻逼？你才是傻逼！你傻逼！你傻逼！两人开始对骂起来，萧晨便想趁机开溜，谁料刚迈出一步，一道亮丽的青色倩影从远方急速飞来，两人瞬间收声。李玉玲更是连忙上前陪笑道，婉玲，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勾搭那个狐狸精。嘿嘿，没有的事，瞧你说的。萧晨的目光落在那道青色倩影上，但见她俏脸寒霜，黛眉微蹙，却依旧掩饰不住她的风华。纤纤细腰可堪一握，玉峰高挺，虽不似宋舒婷那般波澜壮阔，却也是非常惹眼。如瀑的青丝被一根发带随意束着，垂落到臀部，别有一番滋味。看这装扮，莫非已为人妻？随后一道数据面板在眼前显现，姓名江婉玲，年龄30，性别雌性，修为金丹期4重，评级3S， 体质5，魅力值91100，好感值0，100。不错，不过看李玉玲与他的亲密程度以及那身打扮，二人似乎是夫妻关系。这小子有个漂亮媳妇，居然还想着跑来勾搭宋舒婷，看来宋舒婷的魅力还真大。该说不说，这魅灵之体若是觉醒之后，那真是了不得。一想到这里，萧晨又开始激动了。定，系统检测到可绑定人物江婉玲，是否绑定？童子，你又来逗我是吧？定，并没有，这一次可不是道侣，人家这是夫妻啊。丁既是夫妻，只要宿主喜欢，能拆一对是一对。可嗨嗨童子，你是真饿了。正在这时，李玉玲一声厉喝，打断了萧晨的思绪。喂，说你呢，老子决定给你个机会。萧晨连忙上前拱手道，多谢李师兄，但不知是什么机会。我给你2个选择，你自己来选，免得说我不通情理。好，愿闻其详。很简单，要么我现在斩断你一条胳膊，为我堂弟报仇，要么1年后我斩断你一条胳膊，外加一条腿，你选吧。这算哪门子机会？才多给1年时间，但是1年后要多砍一条腿，这让一旁的杨云康和江婉玲都不禁生出一丝怜悯。他摆明算准了1年后的萧晨翻不起什么浪花。怎么不乐意？当然，如果在此期间你能打赢我，恩怨自然两清。行，那我选第2种。萧晨斩钉截铁地说道。1年时间，寻常人肯定不行，如今有系统外挂，老子要让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李玉玲一脸邪笑，自以为胜券在握。夫君，这么个废物，也值得你大费周章，一巴掌拍死就得了，真是无聊透顶。江婉玲戏谑地说道，从始至终未曾看过萧晨一眼。萧晨面色铁青，余光瞥了瞥江婉玲，想不到这个美人儿内心竟如此歹毒，竟要直接拍死我。不过想想，在这些眼高于顶的天骄眼里，炼气期的弟子根本如同蝼蚁，这你可就不懂了，一巴掌拍死，哪里比得上慢慢玩有乐趣？李玉玲丝毫不顾忌，此话落在萧晨耳中，在他眼里，一个炼气3重的弟子能翻出什么风浪？随后便搂着江婉玲的细腰，满脸得意的掠空远去。萧晨双拳攥紧，心念道：既然你想玩，老子就奉陪到底。随后目光落在那一抹远去的细腰丰臀上，啧，这个是真不错，少妇是吧？你给我等着。杨云康趾高气昂地看了萧晨一眼，却并未说话，那眼神如同看待一只蝼蚁，充满了怜悯。在他看来，萧晨最明智的选择是现在废掉一只手，免得1年后断了一手一脚，到时候就真成残废了。随后杨云康也身形一闪，朝内门的方向远去。见二人都已离开，萧晨也准备回去，听他们说宋舒婷闭关了，想必一时半会儿出不来。正在这时，前方阁楼的木门竟缓缓推开，走出那一抹妖娆魅惑的倩影。萧晨的目光在他身上狠狠扫过，那波澜起伏的山峦，那若隐若现的血肌玉骨，每一寸每一缕
都透露出无与伦比的魔力。宋舒婷毫不在意他侵略性的目光，这种眼神他已见过太多。随后漫不经心地说道：“你还挺守时。”那是自然，男子汉说话算话。进来吧。闻言，萧晨直接跟在他身后，那纤腰美臀在前面一扭一扭，极为惹眼，让他忍不住想要扑倒。啪嗒啪嗒，二人走进那间静谧的修炼室，缕缕幽香侵入鼻腔，让他一阵心神荡漾。宋舒婷缓缓转身，十分平静地看着他，实则内心恨得咬牙切齿。如果今日萧晨练不出破镜丹，就证明他真的是个坑蒙拐骗之徒，他也绝不会手下留情。这3天时间，他的怒气值已然叠满。这么说，你已经是3品炼丹师？萧晨没有回答，只是微微一笑，张开掌心，赫然是一枚金灿灿的丹药，浓郁的药香扑鼻而来。宋舒婷不禁呆愣在原地，美眸紧紧盯着那枚丹药。他曾有幸目睹过丹堂堂主炼制破镜丹，萧晨手中的丹药的确是破镜丹无疑，其纯度、色泽、品级却比一般的破镜丹高出好几个档次。纤纤玉手忍不住触碰那颗金色药丸，萧晨却直接合起手掌，凑到他跟前。宋执事，还记得赌约吗？当然记得，你莫不是还惦记着与我双修？萧晨顿时眉头微皱，斜了他一眼，听这意思，你想耍赖？这是3品丹药破镜丹不假，但我不相信它是你炼制的，除非你当面炼出来给我看。宋舒婷直截了当地说道。他早已看出这颗丹药的品级极高，别说是萧晨，一个练气期的外门弟子，就是内门长老都炼不出来。至于他是怎么得来的，自己丝毫不关心。炼制不出3品丹药，萧晨在他眼中就是个普通的杂役，连外门弟子都不够资格。自己若是与他双修，传扬出去，岂不是要笑掉大牙？凭什么？你说当面练，我就要给你练。宋舒婷双手抱胸，冷哼一声，哼，不敢炼制，就证明你心虚。萧晨却毫不恼怒，十分平静地说道：你若是想耍赖就直说，凭你的修为，我也不能拿你怎么样。但是我还得好心提醒你一句，你可是以道心发过誓的，若是随意毁约，当心这辈子都停留在筑基期。宋舒婷一脸玩味地看着他，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如果这颗丹药不是你炼制的，那我便不算违约，是吗？麻烦你把先前的赌约再重复一遍。萧晨双手抱肘，一脸玩味。早就猜到这个女人天生反骨，不会那么容易就范，所以萧晨当初特意留了个心眼。哼，我宋舒婷以道心立誓，若3天后萧晨成功送来破镜丹，便依约。宋舒婷念到一半戛然而止，美眸震惊地凝视着他，脸色迅速变得难看起来。你敢阴我？不敢不敢，我堂堂男子汉，有的是元阳，就是没有阴。若不是他对自己的好感值大幅度下降，导致扣掉了50点仙元值，自己早就能炼制出破镜丹，何须跟他玩这个小小的套路？岂有此理！宋舒婷气急败坏，玉指快要触到萧晨的鼻子，你也不看看自己，灵根这么差，修为这么低，也配与我双修？虽然不知道你从哪里弄来的一颗破镜丹，但是你想凭这枚丹药就想逼我就范，想得倒挺美。反正赌约是我赢了，至于你想守约还是毁约，全看你自己是不是把道心当回事。萧晨耐人寻味地看着他，主动权在自己手里，心里丝毫不慌，就看他如何选择。这个女人天生反骨，若是那么容易拿下，那几个宗门天骄又岂会吃闭门羹？不如这样，我们各退一步，如何？宋舒婷看着他提议道。什么意思？赌注的确是你赢了，我把身上所有的灵石、上等法器、丹药全都给你，只求你放过我。没兴趣，那些东西我有的是。你……宋舒婷顿时俏脸一寒，一个炼气期居然敢在本姑娘面前摆谱，你能有多少灵石、法器、丹药？你别白费心机了，除了与你双修，别的我都不要。萧晨说的斩钉截铁，那些个身外之物哪比得上眼前倾国倾城的美人儿？更何况自己根本不缺那些玩意，随手炼制就是极品丹药、极品法器，灵石更是用不出去。宋舒婷却突然妩媚一笑，不怕告诉你，本姑娘现在就是脱光了，站在你面前，你也不敢与我双修。什么意思？你刚才应该看到了，那杨云康、李玉林对我的追求丝毫没有停止过。你想说什么？我想告诉你，他们只是其中2个，还有10几个金丹期的天骄，每天对我像舔狗一样。你猜，如果让他们知道我跟你双修，你猜猜看自己会有什么下场？萧晨摸着下巴思索片刻，若是真如他所说，自己真的要跟这么多金丹期强者为敌，主要是现在的自己修为实在太弱了，寻常筑基期倒是可以应付，金丹期是铁定打不过的。但是自己好不容易赢了赌注，就这么轻易放过这等人间尤物，如何能甘心？马德，死就死吧，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想让老子知难而退，你做梦去吧！老子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随后直接道：脱衣服吧。宋舒婷诧异地望着他，许久之后才慢吞吞地吐出3个字：你确定？当然。你以为我是开玩笑？好，但是别怪我没提醒你，双休过后我必杀你。宋舒婷俏脸上写满了不甘和愤懑，一想起自己倾国倾城之色因为一个赌注栽在一个练气的油腻大叔身上，心里就满肚子委屈。喂，你这女人是不是玩不起？萧晨顿时火冒三丈，既然是赌注，愿赌服输，怎么搞得像自己逼迫他一样？同意与你双休，是我为了践行誓言，事后我要杀你，是为报你夺我清白之仇。2件事毫不相干。萧晨不禁好笑，不过仔细一想，他这么说好像也没什么不对，毕竟女子都极为珍视自己的清白。看来这还是个麻烦事，毕竟如果真的因为这事与他结仇，那彼此之间就再难调和。自己已经将他绑定了，如果变成仇人，他的好感值就会一直是负数，也就意味着他永远占据了一个位置。本来在系统界面中，宿主一次性只能绑定5位女子，这下直接变成4个了。看着萧晨陷入了沉思，一旁的宋舒婷露出得意的神色，毕竟如果萧晨不敢做的话，那就不算他违背誓言。童子，以我的纯阳圣体与他双修，真的能让他的魅灵之体觉醒吗？萧晨不太放心，还想再确认一遍。定，确认无误。那有没有可能出现觉醒失败的情况？定，并不会。纯阳圣体可以促使所有神体觉醒，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双修圣体。我靠，那我还等什么？系统都这么说了，我就不信，帮他觉醒了魅灵之体，他还舍得杀我？一念至此，萧晨邪魅一笑，缓缓走向宋舒婷，大手直接伸向他胸前的纽扣。宋舒婷神色一凝，慢着，你真的想清楚了吗？当然。你确定要为了一次和我双修的机会，与那么多金丹期的天骄为敌？当然，要死也要先爽一下。你……宋舒婷一脸羞怒，却说不出丝毫反驳的话。别耽误时间，我等不及了。说完，萧晨再次伸手，准备去解开他的衣襟。别碰我，我自己来。宋舒婷毫不客气地拍掉他的手，满脸的生无可恋以及屈辱的神色。想我宋舒婷天纵之姿，倾城之貌，拒绝了那么多天之骄子，如今却要被迫与一个练气的大叔双修。想到这里，2滴晶莹的泪珠从脸颊上滑落，让他绝美的脸蛋更添一份楚楚动人。他缓缓闭眸，这个臭男人油盐不进，软硬不吃，看来今天注定是在劫难逃。萧晨瞥了他一眼，傲娇是吧？待会叫你傲娇。嘣，第一颗纽扣被解开，那一抹惊人的弧度仿佛是长久的束缚受到解放，几乎要喷薄而出。紧接着第2颗，波澜壮阔的山峦已经出现峥嵘，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在幽暗的修炼室中依然泛着迷人的光。那一刻，萧晨的邪火已在熊熊燃烧，他再也忍不了，直接霸道的前倾，一瞬间将他压在身下。一夜风雨无休止。此时的萧晨心满意足，搂着怀中的宋舒婷，依稀可见他眼角的泪痕，裙角上还残留着一抹落红。宋舒婷枕着他的胳膊，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一句话也不说。突然，凌厉玄光将2人笼罩，仿佛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宋舒婷迷茫地看着这一幕，这分明是即将突破的征兆，已有多年未曾遇到，俏脸上满是复杂的神色。虽然突破早有所料，但萧晨的内心也忍不住狂喜。在这一夜，他将阴阳合欢功运转了2个大周天，随后2人盘膝而坐，引导灵力汇聚于丹田。刹那间，周遭数百里空域，一道道灵气漩涡如同巨浪，急速朝这间别致的阁楼汹涌而来。苍穹也在这一刻骤然变色，狂风呼啸，赤色云霞间隐约可闻闷雷声响，云层飞速向着阁楼上空聚集。栖霞宗几乎所有的外门弟子纷纷飞出住处，御见凌空观望。虽然金丹期的突破比较常见，但对于炼气期的弟子而言，仍然是一件稀罕事。看这方向，莫非是宋执事？他终于要突破了。一名外门3区的弟子欢呼道。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宋舒婷困在筑基期已经好几年了，同年龄段的天骄甚至有的已经金丹4重。外门弟子看热闹的间隙，天空中的云层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反而又汇聚了一批又一批。正在这时，10几道金丹期的气息迅速临近这座别致的阁楼，其中赫然有2道萧晨熟悉的身影，李玉林、杨云康。修炼室内，萧晨的进阶早已完毕，这一次双修竟然让他连破2级，从炼气3重突破到炼气5重，隐隐有种突破到6重的趋势。真不愧是魅灵之体。他静静地看着身旁的宋舒婷，只见他仍然处在进阶之中，一轮又一轮的灵气汇入丹田，时间竟整整持续了1个时辰。
萧晨想起自己当年晋级金丹期，整个过程也不过才1刻钟左右，而眼前的宋舒婷进阶时间竟堪比元婴期，这是怎么回事？随着最后一丝灵力渐渐平息，丹田之内原本液态的灵力彻底固化，凝结成一颗浑圆的金丹，环绕周身的灵气漩涡也被尽数吸纳入体，宋舒婷的气息也在这一刻节节攀升。金丹1重，金丹2重，金丹3重，金丹4重，金丹5重，一直进阶到金丹5重才缓慢平息。宋舒婷缓缓睁开美眸，神色迷茫，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与他相处。萧晨的目光与他相处，竟直接呆住，那眉心显现出的赫然是3瓣赤纹印记，正是魅灵之体觉醒的标志。不对啊，童子，为何魅灵之体觉醒后有专属印记，而我的纯阳圣体却什么都没有？定，宿主的纯阳圣体觉醒程度不够，那要怎样才能彻底觉醒？定，起码要与99位女子双修之后才会彻底觉醒。99位，这个任务很艰巨，不过我喜欢。结。随后目光下移，落在她如玉的娇躯上，竟发现她的气质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勾魂摄魄，妩媚之极，令人不敢轻易直视她的眼睛。一道虚拟数据面板在眼前骤然浮现，姓名宋舒婷，年龄30，性别雌性，修为金丹期5重，评级4S， 体质魅灵之体，魅力值96100，好感值40100。萧晨望着这一幕，直接如同石化了一般，难怪刚才感觉到他的气息在节节攀升，原来是连续突破。卧槽，仅仅1个时辰，从筑基期圆满晋升到金丹期5重，这也太匪夷所思了。闻所未闻。评级从当初的3S 级变成了如今的4S 级，魅力值也从93变成了96。而且萧晨注意到，在他的体质那一栏，原本魅灵之体后面的未觉醒字样已经消失不见。定，宋舒婷好感值大幅提升，加90点，之前好感值负50点，当前好感值为40点。定，仙缘值加90点，当前仙缘值280点。太好了！萧晨忍不住暗叹一声，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好感值终于转负为正，现在可以成为堂堂正正的3品炼丹师。童子，打开职业技能面板。定，一位宿主开启职业技能面板。萧晨二话不说，直接选中炼丹术那一栏，点击后面的升级按钮。定，恭喜宿主成功晋升3品炼丹师，扣除仙缘值200点，当前仙缘值剩余80点。一瞬间，所有的3品丹方以及炼丹原理、炼丹手法，如同泄洪之水，疯狂涌进识海，形成固定记忆。3品炼丹师，终于达成了。萧晨长舒一口气，心情无比愉悦，随后又再次选中推拿术，点击后面的升级按钮。定，恭喜宿主成功晋升2级推拿师，扣除仙缘值40点，当前仙缘值剩余40点。嘿嘿，既然抽奖抽到了精油，怎么也要让它物尽其用。精油 SPA， 嘎嘎嘎喂，你在看什么？宋舒婷望着萧晨，见他盯着自己一脸贼笑的样子，可嗨嗨。萧晨回过神，悠悠地道：当然在看美人儿。宋舒婷俏脸转向一边，不可察觉地浮现出一抹娇羞之色。哥哥是不是纯阳圣体？是不是帮你觉醒了魅灵之体？是不是让你突破到了金丹期？萧晨一连发出3个问题。宋舒婷微微一愣，随后轻轻点了点头。不知怎得，之前满脸的屈辱与不甘，此刻已经彻底烟消云散。不过这事也不能怪他，任谁看萧晨第一眼都无法跟纯阳圣体联系起来，谁叫他是才觉醒不久呢？那哥哥我不是坑蒙拐骗的大骗子吧？那你真的能炼制破金丹吗？宋舒婷再也没有之前的傲娇，试探性地问道。那不然呢？你拿一副破金丹药材给我。萧晨趾高气扬地说道，现在已经是3品炼丹师，就是当面给他炼制一颗破金丹出来，又有何妨？宋舒婷摇了摇头，小声嘀咕道，我只是问问，又不是不相信你，叫你拿出来你就拿出来。哦。宋舒婷嘟着小嘴巴，玉手轻轻一挥，一整副破金丹的药材，整整11种均悬浮在半空。萧晨旋即盘膝而坐，童子召唤系统丹炉。咚一声轻响，巨大的鎏金丹炉出现在修炼室的地板上，这一幕让宋舒婷都吓了一跳，第一次见这么精致这么气派的丹炉。萧晨淡然一笑，大手一挥，炉盖缓缓开启，悬浮在眼前的药材悉数飞入其中，随后双掌灵力翻涌，幻化出2道灵力之火，直接将丹炉包裹其中。仅仅5分钟后，炉盖缓缓开启，3颗浑圆饱满的丹药从中飞出，
闪烁着淡淡的金色光泽。极品破镜丹，还是一炉3克。宋舒婷被眼前的一幕惊得七荤八素，美眸瞪得老大，许久回不过神来。要知道，以前他见识过内门长老炼制破镜丹，足足花费1天时间才凝丹1颗，品质很一般。而萧晨居然仅仅花费5分钟就炼制出极品破镜丹，而且一炉炼出3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这匪夷所思的一幕？萧晨大手一挥，将丹炉收入系统空间，同时将3颗破镜丹飞向宋舒婷。望着他一脸震惊的样子，他淡然一笑，直接一把搂着那柔弱无骨的娇躯，在粉嫩的阴唇上狠狠吻了下去。这一吻让宋舒婷愣了数息，一阵惊慌失措，随后奋力推开他。你干什么呢？我的女人，我还不能亲吗？谁是你的女人？宋舒婷俏脸一寒，羞怒道。萧晨却毫不在意，反而一副欠揍的模样。你说呢？也不知道是谁，昨晚把我抱得紧紧的，我都快窒息了。萧晨，我打死你！停！你可悠着点，你现在是金丹7、5重啊，我才炼气7，一不小心把我打死了，你可就要守寡了。萧晨，我撕烂你的嘴！喂，这么凶的姑娘可是嫁不出去的。哼，要你管！宋舒婷轻哼一声，俏脸朝向另一边，玉峰上下起伏，再也不想看见这个男人，老是欺负他。萧晨撇撇嘴，这婆娘有点彪悍，还是需要多加调教啊。不过看情况，她对我是没有杀心了。这么看来，自己是赌对了。二人许久都没有说话，气氛一时变得有些尴尬。宋舒婷转过绝美的雪颜，你是万中无一的炼丹天才。什么炼丹天才？我才不感兴趣。萧晨不屑地道。宋舒婷美眸直勾勾地盯着他，他实在想不通，这样一个炼丹天才，连内门长老都远远不及，怎么会默默无闻？关键是还身具纯阳圣体。更离奇的是，修为竟然只有炼气3重。不对，咦，怎么现在已经炼气5重了？莫非是我的元婴之力？喂，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宋舒婷语气平静地问道。她现在对于萧晨有太多的疑问。你问吧，你之前为什么40岁修为才炼气2重？单凭你的纯阳圣体，修炼速度就该远超同类天骄才对。之前我被魔宗偷袭，导致修为尽废，这身修为是后来重新修炼的。这些事也称不上秘密，告诉他也无妨，毕竟已经是自己的女人，还是要有点知情权的。原来是这样，那你到底是怎么在3天时间把炼丹术从1品提升到3品的？当然是因为我乃万中无一的炼丹天才。萧晨得意地笑道，靠系统提升这种秘密，自己肯定不能告诉他，毕竟男人还是需要有点自己的小秘密。切，你现在可以回去了，我有事要办。哦，但是外面好像有10几只舔狗，你要不要出去把他们打发走？萧晨指了指门外。不用理会。不是啊，他们不走，我怎么离开呢？他们如果看见我从你房里出来，还不得劈了我？萧晨一脸无奈地说道，他可是亲眼见识过李玉玲、杨云康的嫉妒之心，估计其他10几个也差不多。就凭他们对宋舒婷的痴迷程度，自己一出门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怎么？这样看来，你还是怕死的吗？死？谁不怕？宋舒婷眨了眨魅惑的瞳眸，娇躯快要贴到他胸前。既然怕死，那你怎么还敢与我双修？我这不是舍生取义吗？为了让你晋级金丹期，为了让你觉醒神体，我也是操碎了心。明明是觊觎她的美色，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关键还让她无法反驳。这话听得宋舒婷直翻白眼，忍不住冷哼一声，哼，这么说，那我还得感谢你咯。说感谢多见外，以后多和我双修就行了。萧晨邪魅一笑，一脸贱兮兮地凑到跟前，忍不住吮吸了一下那醉人的幽香。滚！好脸！你若不去把他们轰走，我就一直待在这里。反正这独立修炼室既宽敞又舒适，很适合修炼，更适合双修。萧晨还特意把双修2字加了重音。宋舒婷瞪了他一眼，无奈只得玉手一抚，拖着长长的裙摆走出修炼室。等等，你以后会保护我的吧？萧晨连忙追上去问道。毕竟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此事传出去，自己修为又弱，那些舔狗玩阴的怎么办？那10几个可都是金丹期，随手就能捏死自己。做梦！你死了我都不会管你。萧晨微微一笑，毫不在意。有系统显示的40点好感值，他要是舍得自己死才怪。你看啊，我是纯阳圣体，还是3品天才炼丹师，你忍心看着我死？哼，死了好，看着心烦。嘿嘿，萧晨暗自偷笑，这种口是心非的女人才有味道。宋舒婷出了修炼室，打开阁楼的木门，便见10几个金丹期的师兄凌空而立，交头接耳。宋舒婷一露面，让他们瞬间失神。那焕然一新的气质，那魅惑人心的脸蛋，
那令人血脉上冲的饱满，那笔直光滑的玉腿，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态，每一寸血肌，无不在散发着无与伦比的诱惑，还有眉心处那醒目的印记，再清晰不过。魅灵之体，10几位金丹期的天骄全都露出吃正的神色，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定格。有的两眼放光，有的面色潮红，有的不自觉地整理衣物，有的甚至嘴角溢出口水。对于这种目光，他再熟悉不过，幸亏以前修为低的时候，自己的魅灵之体还未觉醒。现在想想，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要不然，指不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你们不去修炼，站在这儿干什么？宋舒婷一声娇喝，让在场的10几人瞬间回神。那散发出来的气势，赫然是金丹期。不对啊，这气息怎么还高我一筹？杨云康一脸震惊，要知道昨天他还是筑基期圆满，这是怎么回事？其他的10几位天骄也同样发现了这匪夷所思的一幕。要凭宋舒婷的天赋晋级金丹期，他们丝毫不会意外，觉醒魅灵之体更不会意外，但这一晚上连升5重也太诡异了。最主要是从今往后，他们的修为要落后宋舒婷一筹，作为同一批进入栖霞宗的天之骄子，他们如何甘心？这样下去，他们以后连与他并肩的资格都没有，追求他就越发的难了。李玉玲上前一步，悄声问道：舒婷，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怎么？闭嘴，别直呼我的名字。你想让江婉玲再来揪你的耳朵吗？宋舒婷无比直白的话让其他人顿时哈哈大笑。李玉玲追求宋舒婷在内门早已不是新鲜事，屡次被自己媳妇揪着耳朵回去。李师兄，你还是回去吧，待会嫂子又来了。一旁的薛浩笑着提醒道。闭嘴！李玉玲瞪了薛浩一眼，随后嬉皮笑脸的面向宋舒婷。宋师妹，你修为暴涨，莫不是吃了琼浆玉液？此话一出，宋舒婷一脸古怪之色，脑海中莫名其妙地浮现出昨晚的旖旎画面。那琼浆玉液她还真吃过。滚！一声羞怒，宋舒婷玉手一挥，一道迅猛攻势拂向李玉玲。李玉玲猝不及防，而且本身修为还不如她，直接被震飞数里之外。其他的10几位天骄满脸惊讶，他怎么这就生气了？你们也滚！宋舒婷俏脸一寒，指着众人，再不滚，我可要动手了。众人一脸懵逼，不明所以。师妹别生气，我们马上走。杨云康连忙拱手道，随后身形一闪，朝内门飞去。其他人也都悻悻地离开，生怕惹怒宋舒婷，以后追求他就更没机会。哼！宋舒婷轻哼一声，脸色逐渐缓和，转过绝美的身姿走进阁楼中。他们已经离开，你可以走了。宋舒婷看着地上躺着的萧晨，平静地说道。萧晨头枕双手，翘着二郎腿，一脸笑意。我今晚可以不走吗？嘿嘿，不行，就一晚，1个时辰都不行。切，小气鬼！萧晨一脸无奈，只得爬起身，心里愤愤地说道：等我把好感值积满，看我怎么收拾你。走到门口，萧晨还转过身，恋恋不舍地看了看他。舒婷老婆，你真的舍得我走吗？闭嘴，再乱叫撕了你的嘴。嘿嘿，我知道你心里舍不得我走吧？去你的吧！宋舒婷俏脸含怒，一脚踹在萧晨的屁股上，直接把他踹出阁楼数10米。哎呦！萧晨吃痛一声，回头立刻开启透视功能，狠狠地过了一把眼影，才捂着屁股狼狈地朝住所飞去。哼！宋舒婷娇哼一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妩媚一笑，顺手关上阁楼的大门，身形一闪，远遁而去。暗处一抹阴毒的目光注视许久，随后一道白色身影急速掠过，径直往萧晨的方向远去。萧晨刚回到住所，便见一男子立于木屋门前，来回踱步，正是前些天引领萧晨到外门的陈峰。陈师兄，你怎么在这儿？萧晨略感诧异地问道。陈峰闻声回头，看到萧晨，满脸欣喜道：萧师弟，我才听说你前几天办理手续被人刁难的事情，你没事吧？哈哈，你看我像有事的人吗？陈峰当即扫了他一眼，直接傻在原地，连说话都不利索。你怎么炼气5重？初次见面之时才炼气2重，这才过去几天时间，直接变炼气5重，这也太恐怖了吧？这是什么怪物？萧晨嘿嘿一笑，侥幸而已。随后掌心现出一个丹瓶，塞到陈峰手里，这里是20枚聚气丹，陈师兄上次替我说话，还没感谢你呢。这如何使的？陈峰惊的眼珠子差点滚到地上，握着丹瓶的手都忍不住哆嗦起来。身为外门弟子，1个月才领到1枚普通聚气丹，一般人根本舍不得用，只有在突破的时候才勉强拿出来。虽然知道萧晨是一品炼丹师，但是一出手就给他20枚聚气丹，简直也太阔绰了。拿着吧。萧晨微微一笑，自己向来是个有恩必还、有求必报的人。
虽然他对自己谈不上多大的恩情，但能为陌生的自己说句话，看得出人品不会差，是个可以结交的人。多谢萧师弟。陈峰眼中满是炽热的神色，激动地捧着单瓶，感谢道：无妨无妨，萧师弟今后若有任何需要，尽管吩咐我，可千万别客气，我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此刻他对萧晨的感激与崇拜达到了新的高度，之前惊叹萧晨是一品炼丹师，现在则是对他的大方佩服得五体投地。客气了，客气了。叮，系统警告，检测到危险人物李玉玲，已临近宿主100丈内，当前善恶值负100点。叮，请宿主即刻远离，即刻远离，即刻远离。连续2声机械音在识海中响起，让萧晨一阵胆寒，莫名的脊背发凉。善恶值负100点，马德，这是要把我挫骨扬灰啊？不对啊，这李玉玲昨天还说要给我一次机会，怎么今天突然就对我杀心大起？萧晨一脸疑惑。按理说，像宗门天骄这种人物都高傲得很，没有理由会突然出尔反尔，这么着急灭杀我一个炼气期，莫非与宋舒婷双修的事被发现了？除此之外，萧晨实在想不通，有什么事能让他对自己仇恨至此。想到这里，萧晨连忙朝身边的陈峰传去一缕魂音：快去找宋执事来接应我，有人要对我不利。陈峰闻言，眼中满是震惊，却没有询问原因，只是使了个眼色，便朝宋舒婷的住所飞去。看着陈峰远去，萧晨装作不知道李玉玲的存在，直接转身准备打开住所的木门。小杂碎！一声厉喝从身后传来，释放出的强大的气场是金丹期无疑。萧晨平静地转过身，便看见李玉玲那双恨不得吃人的眼睛，显然他此刻正强忍着怒意，等待爆发的一刻。拜见李师兄。萧晨连忙拱手一礼，此刻的自己只有尽量拖延时间，等待宋舒婷的到来。小杂碎，你成功走上一条死路。李玉玲手握银色长剑，闪烁着凌冽寒光，一步一步朝他走来。长剑划过坚实的地面，带起一阵刺耳的碎音。李师兄，这是何意？在下完全不明白。萧晨只得硬着头皮装傻充愣，只要一口咬死他，肯定没有确切的证据，揣着明白装糊涂。李玉玲双眼微眯，剑尖指着萧晨，只需一道剑气便可灭杀这个炼气期的男子。我真的不明白，如果李师兄反悔，现在就要为堂弟报仇，断我一臂的话，我毫无怨言，但是你身为宗门天骄，可就要名声扫地，你可得想清楚。小杂碎，你动了不该动的人，还敢在这装模作样？闻言，萧晨心里一咯噔，他果然亲眼看见了自己从宋舒婷房间走出，否则不会这么肯定。随后索性心一横，我不就是动了你堂弟的道侣吗？大不了还给他就是了。李玉玲不由得嘴角一抽，气急败坏地说道：老子说的是宋舒婷，关他什么事？哦，原来李师兄是说宋执事啊，有什么问题吗？凭你这种垃圾也敢染指宋舒婷，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绝对没有。萧晨抵死不认账，现在可不是逞英雄的时候，一旦承认，那剑肯定就劈下来了。李玉玲迟迟没有动手，也是不敢100%确定，毕竟谁敢相信一个倾国倾城的宗门执事会跟一个炼气期的外门弟子搞在一起？是吗？那你为何从宋舒婷的阁楼里出来？我昨天不是说了吗？我找他有事，结果你们都不让我进去，宋执事后来给我开门的。你少他妈给我偷奸耍滑，一个炼气期的菜鸟，他能有什么事找你？因为我是一品炼丹师，他看我炼的聚气丹品质不错，让我炼好给他送去。说着，萧晨掌心现出一瓶聚气丹。哼，外务堂那么多高品质的聚气丹，为何单单要你炼的？你说谎也要找个好点的理由，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哪敢猜测他的心思。好，就算你说的对，但你俩的修为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你昨天才炼气期3重，而他昨天才出机期圆满。完了，萧晨心里一颤，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破绽。那种高等级的提升修为的丹药极为罕见，凭借萧晨炼气期的修为根本不可能获得。他能在一夕之间连破2级，唯一的可能性只能是夺了宋舒婷的元婴之力。李师兄，快看，宋执事来了。萧晨指着宋舒婷阁楼的方向，趁着李玉玲回头的时机，手执诸天剑，一道凌厉的剑芒挥出。轰！李玉玲猝不及防之下，恐怖的剑芒轰击在他的肩上，顿时鲜血淋漓，将他轰飞出去数百米，差点吐出一口鲜血。若不是金丹期的肉身强悍，这一击足已将他灭杀。萧晨毫不犹豫地换出飞剑，直接朝宋舒婷的阁楼方向飞去。小杂种，受死！李玉玲气得咬牙切齿，手持长剑便朝萧晨杀来，一道道凌厉的剑气擦着他的身体飞过。一个金丹期竟然被一个炼气期反伤，简直是内门天骄的奇耻大辱。二人一前一后都把速度提升到极致，但是很显然，金丹期的速度远不是萧晨现在能及的。童子，
快出个主意。叮，系统空间存放着一枚极航符，宿主可用来提升速度。对，怎么把这个给忘了？萧晨赶紧拿出抽奖送的那枚极航符，贴于腿上，以灵力催动，速度瞬间暴涨3倍。即便如此，也才跟李玉玲的速度持平，毕竟现在的萧晨还只能靠御剑飞行，而金丹期已经可以长时间凌空飞行。李玉玲一边猛追，一边挥出一道道剑气，妄图迟缓萧晨遁逃的速度。萧晨在前面一边逃遁，一边躲避袭来的剑气。叮，幸运红内裤升级为2级幸运套装，增加气运值，同时规避灾祸。童子，你真是我的救星！萧晨内心一阵狂喜，是说李玉玲的剑气怎么都从旁边飘过去了，原来是幸运红内裤的作用。前方终于看到了宋书婷的阁楼，然而门扉紧锁。他说过有要事出去一趟，看来是真出去了。陈峰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完了！萧晨毫不停留，急速掠过宋书婷的阁楼前。李玉玲却在阁楼前停了下来，愤恨地看了数息，又望着萧晨远去的方向追了上去。外门弟子胆敢擅闯内门，这回看你怎么死！终于跟李玉玲拉开了一段距离，萧晨不敢有丝毫松懈，浑身冷汗直冒，拼命朝内门的方向遁逃。大约1刻钟后，前方一座巨型山门映入眼帘，气势恢宏，2个隶书大字格外显眼。内门。门口站着4位筑基期的巡逻弟子，身着内门弟子特有的服装。眼看有人前来，身姿站得格外笔直，一脸神气，那眼神快要瞥到天上去了，丝毫没把这个练气期男子放在眼里。萧晨飞身下落，掂了掂手中的灵石包裹，装作询问的模样，随后一剑猛然挥出，一道黑色剑芒从诸天剑间释出，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朝他们轰来。为首的巡逻弟子赵承志愣是没想到萧晨会瞬间出手，还以为对方要贿赂他，仓促抽出长剑抵挡之下，身躯不由自主地倒飞出去。噗，一口鲜血喷出，顺带将身后的3个巡逻弟子砸落在地，体内血气一阵上冲。你们几个废物，干什么吃的？身后李玉玲的怒喝声传来，只见他手持长剑，满脸杀气，从远方急速而来。顾不得其他，萧晨身形一闪，踏上飞剑，继续朝内门遁逃。你们几个废物！李玉玲愤恨地瞪了几人一眼，跨过内门继续追击萧晨。作为内门弟子，居然挨了外门弟子一击，赵承志也是怒不可遏。面对李玉玲的怒骂，他也只能忍着，只得向身后的几人吩咐道：你们守在这里，哪里都不准去，如果遇到刚才那小子出来，就地格杀。是，赵师兄。吩咐完，赵承志也提着长剑，身形一闪，朝内门飞去。进了内门之后，面对这陌生的环境，萧晨彻底成为了一只无头苍蝇，只得不停地穿梭于各个山峰之间。宋书婷，你在哪儿？一边遁逃，一边沿路大喊。突然，李玉玲的身影出现在前方，对内门再熟悉不过，抄近路就截住了萧晨。此时的他脸上既有滔天怒意，又带着几分戏谑。你继续跑啊，本公子今日要让你尸骨无存。萧晨顿时一脸惊骇，急忙稳住身形，指着李玉玲道：你竟敢残杀同门！你这种杂碎，即使死一个，宗门也不会怜惜。身为宗门天骄，你以大欺小，简直是宗门的耻辱。你这种垃圾，胆敢染指我的女人，死不足惜！一口一个垃圾，一口一个杂碎，让萧晨怒不可遏，索性跟他硬刚到底。你这种舔狗，宋书婷都没正眼瞧过你，你竟敢说她是你的女人，简直是贻笑大方！给我死！李玉玲面目狰狞，长剑闪烁着凌冽寒光，随后腾空而起，一道剑气顺势挥出，诸天剑诀第1重，破晓！萧晨一声低念，眸光剑意流转，一道黑色剑芒骤然迎向李玉玲的银色剑气。李玉玲嘴角浮起一抹戏谑，一个炼气期竟敢硬接金丹期的剑气，简直是自寻死路！轰！剧烈的轰鸣声响起，冲击波以撞击点为圆心，向周围疯狂扩散。炼气期的萧晨终究肉身薄弱。噗！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冲天的威势汹涌而来，将萧晨直接震飞数里之外，撞在山峰之上。死！这都不死！李玉玲不可置信地望着他。李玉玲倒吸一口凉气，这一剑他可是凝聚了8分灵力，寻常的筑基期都能轰成渣，萧晨居然只吐了一口血，难怪他能越级对战，斩断堂弟的手臂，此人绝不能留。没有丝毫犹豫，李玉玲再次轰出一剑，银色剑芒划破长空，带着骇然的威势朝萧晨袭来。这一剑凝聚了李玉玲10成的灵力，萧晨根本无法阻挡。完了，我真的尽力了，舒婷老婆，快救我！萧晨不甘心地嘶吼道。就在银色剑芒临近萧晨10丈之时，一道紫色光柱瞬间袭来，将银色剑芒震散。一袭黑色长裙，魅惑至极的女子缓缓落于萧晨身边。舒婷老婆，
终于来了，不许叫老婆。宋舒婷十分无语，白了他一眼，随后上前将他扶起。嘿嘿，哪怕是一个眼神都这么迷人，释放出无与伦比的妩媚气息。萧晨看得有些入了神，满眼都是这个妖精的美颜，随后缓缓平复上冲的气血。他若不及时赶到，今天恐怕真的要折在这里。你没事吧？宋舒婷面带关切地问道，随后拿出丝巾擦了擦他嘴角的血丝。这一幕让远处的李玉玲瞬间石化，面目扭曲，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嘿嘿，还好，不过你再迟一步就真见不到我了。此时的萧晨立刻舒服多了，挨了李玉玲一击，总算没白挨。你说你一个外门弟子怎么惹上他了？那还不得怪你？怪我？那不然呢？萧晨没好气的道，谁叫你魅力那么大，这只舔狗看见我从你房里出来就开始疯狂追杀我。远处的李玉玲听见这句舔狗，瞬间又怒火中烧，虽然她是舔狗，但坚决不允许别人说出来。宋舒婷缓缓转身，绝美的雪颜上浮起一抹怒意。李玉玲，你发什么疯？是这个垃圾竟敢……说到一半，李玉玲说不下去了，她始终不敢相信，如此厌绝天下的宋舒婷凭什么看上一个40岁的外门弟子？金丹期却欺负一个炼气期，你还有没有一点羞耻心？李玉玲冷哼一声，长剑指着萧晨的方向，哼，这种垃圾死有余辜。舒婷老婆，你一定要好好教训这只舔狗。哎呦，说着，萧晨装模作样的捂住胸口，闭嘴，再叫老婆我就……好的，舒婷老婆，我下次不叫了。宋舒婷一脸无语，除了朝他翻白眼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这一幕在李玉玲看来，简直就是在打情骂俏。那一句句老婆，分明就是在向他挑衅，并且宣示所有权岂有此理。你成功走上一条不归路。李玉玲攥紧拳头，指甲嵌进掌心，一滴血丝从指尖滑落。正在这时，一位黑衣老者带着10几位筑基期的弟子匆匆而来，其中一位筑基期弟子萧晨才见过，正是内门的巡逻弟子赵承志。几人见状，连忙躬身行礼，拜见慕容长老。萧晨的目光也在这时落在黑衣老者身上，一道数据面板现出：姓名慕容婷，年龄675，性别雄性，修为元婴期一重，评级体质5，魅力值50100，善恶值负10100。哼！萧晨暗哼一声，初次见面善恶值就是负数，看来今天不会好过。赵承志上前一步，指着萧晨道：慕容长老，就是他。慕容婷睥睨的眼神如同看待一只蝼蚁，随意扫了萧晨一眼，年近40，才炼气期，心想这资质得有多差。随后便大喝一声：大胆外门弟子，竟敢擅闯内门，偷袭核心弟子，还不束手就擒！宋舒婷一惊，瞬间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连忙上前一步解释道：慕容长老，这其中肯定有误会，还请长老……慕容婷袖袍一挥，打断宋舒婷的话：有什么误会，跟老夫去执法堂便一清二楚。萧晨不禁冷笑：去了执法堂，我还有命回来吗？你会相信我一个炼气期的话？李玉玲望着这一幕，别提有多开心，那幸灾乐祸的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敢问慕容长老，那这只舔狗无缘无故追杀我，又该怎么算？萧晨面色平静，指着李玉玲道。李玉玲虽然气得咬牙切齿，但还是连忙狡辩：慕容长老，绝无此事，弟子真是天大的冤枉。慕容婷犀利的眸光落在李玉玲身上，随后又瞥了一眼萧晨，漫不经心地道：你一个炼气期，人家是金丹期，一个在外门，一个在内门，八竿子打不着，人家为何要追杀你？萧晨不禁无语，这种靠修为高低判断是非的做法，他在圣阳宗的时候也遇到过。通常而言，宗门对于天骄会格外优待，所谓的执法堂根本没有公平公正可言。随后萧晨又指了指赵承志，他可是亲眼所见。另外3个内门弟子也同样看到了。是吗？慕容婷用于光瞪了赵承志一眼。赵承志立刻心领神会，连忙躬身道：这是他胡言乱语，弟子根本没有看见李师兄追杀他，是他执意进入内门，我不予通过，他便下此狠手偷袭我们。尼玛！萧晨不禁摇了摇头，修为低就是没有话语权，修为高就能颠倒黑白，你还有何话可说？慕容婷雄浑的音调再度响起，一双老眼如同苍鹰盯住猎物一般。慕容长老，如果仅凭几句话就肆意妄断，那弟子无话可说。放肆！慕容婷怒喝一声，雄浑的声音震得众人脑袋嗡嗡，人家好歹有个人证，而你是一面之词，你说老夫是相信谁？萧晨不禁撇撇嘴，你修为高，你说啥就是啥呗。好了，你们几个去把他押送到执法堂。慕容婷袖袍一挥，
朝身后的执法弟子吩咐道：“慕容长老，且慢！”宋书婷上前一步，挡在萧晨身前。他已被丹堂的南宫堂主收为亲传弟子。此话一出，众人皆惊。萧晨顿时一喜，心念道：“该说不说，舒婷老婆平时是凶了点，但是有事是真会护着我。”随后仔细一琢磨，感觉又有些不对。丹堂，我没想过走丹道这条路啊。虽然目前是3品炼丹师，但自己还要努力提升修为，揽尽人间角色，绝对不能让炼丹耽误了大事。舒婷老婆，我没想过当炼丹师。萧晨在身后小声嘀咕道：“闭嘴！”宋书婷瞪了他一眼，慕容婷锐利的眼光在萧晨身上来回扫视，心中不禁升起一丝疑惑：这种资质的弟子会被南宫越收为亲传弟子？不过宋书婷身为外门执事，如今更是修为大长，即将升为外门长老，应该不至于诓骗自己。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启禀慕容长老，就在1个时辰前宣布。宋书婷躬身回道：“那南宫越呢？”南宫堂主此刻正在炼丹。既如此，老夫先带他去执法堂问清缘由。若他确实无罪，自会送他去丹堂。说完，慕容婷袖袍一挥，2个执法弟子便上前，准备将萧晨押送到执法堂。宋书婷连忙拦在前面，此事不妥。连番被宋书婷拦住执法，慕容婷有些愠怒，凭你一个小小的外门执事，也敢违逆老夫？弟子不敢。宋书婷虽然嘴上服软，身躯却并未挪动一步，让2个执法弟子站在一边不知所措。这一幕让萧晨有些错愕，又有些感动。刀子嘴，豆腐心，明明嘴上喊着恨不得自己死，真到了关键时刻，连元婴修士他也敢硬刚。让开！慕容婷一声怒喝，让所有人噤若寒蝉，唯独宋书婷不为所动。萧晨暗叹一声，拉了一下他的裙角，不想让他与长老发生矛盾，却被他执拗地拍掉手。宋书婷，别以为你觉醒神体，修为大长，就可以肆意妄为，与执法堂作对。弟子不敢，不敢就给老夫让开！慕容婷脸上怒色更甚，显然针对宋书婷的行为颇为恼火。慕容老头，你的火气还是这么大。一声轻柔的女声由远及近，声音绵柔婉转。宋书婷神色一松，俏脸闪过一丝难得的喜色。随后，一位白衣女子宛如天女临凡，落于众人眼前，宽大的长裙依旧掩饰不住傲人的身材。顾盼间眼波流转，柳眉微微扬起，一抹雪白的玉峰从胸前的 V 型领口显露出来，又是一位绝色女子。真白，真大。萧晨的目光立刻就被吸引住了，旋即一道数据面板现于眼前。姓名：南宫越，年龄326，性别雌性，修为元婴期2重，评级4S， 体质5，魅力值95100，好感值0，100。萧晨不由得暗叹一声，真不错，这魅力值都快赶上舒婷老婆了，人家可是魅灵肢体呢。不过随着修为提升，他的魅力值还会往上涨。万万没想到，这丹堂堂主居然是一位如此仙姿玉色的女子，要是这样的话，进入丹堂也不是不行。嘿嘿嘿，除了慕容婷之外，其他所有人都不敢直视她的容颜，但偏偏有个例外。此时的萧晨个子高又格外显眼，正直勾勾地盯着南宫越，那眼神都快陷进去了。听说南宫堂主要收这小子为亲传弟子。慕容婷嘴角浮起一抹戏谑之色。此话一出，萧晨明显感觉到宋书婷娇躯一颤，莫非他是假传圣旨？这胆子也太大了！本座何时说过要收亲传弟子？南宫越顿感疑惑，旋即瞥了一眼宋书婷。宋书婷的确跟他推荐过萧晨，但他认为宋书婷的话过分夸张，只说了句观察一番再说。慕容婷顿时一脸猪肝色，气急败坏地道：“大胆宋书婷，当众诓骗老夫，该当何罪？”他是做梦都没想到，宋书婷竟然会为了一个资质如此差的外门弟子编造谎言。弟子知罪。宋书婷当即跪地。这一幕让萧晨直接傻眼，他千方百计的拖延时间，把南宫越引到这里，到底是想干嘛？哼，简直岂有此理！你们4个把他们2人都押送到执法堂，老夫要亲自审问。此话一出，连李玉玲也不淡定了，他恨不得萧晨早点死，但是宋书婷绝对不能有事。且慢，恳请2位前辈给弟子一个辩驳的机会。宋书婷跪地祈求道。慕容婷袖袍一挥，不准。罢了，就给你一个申辩的机会吧。看着宋书婷眼里闪烁的泪光，南宫越轻叹一声：“多谢南宫堂主。”宋书婷继续道：“弟子也是为了宗门着想，在栖霞宗内，丹堂实力最弱，却承担着整个宗门的资源。萧师弟如今已经是3品炼丹师，若能加入丹堂，为丹堂效力，对于宗门将是极大的注意。”什么？3品炼丹师？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全都震惊万分，目光纷纷落在萧晨身上。一个年近40的炼器弟子，竟然是3品炼丹师，这谁会相信？南宫月先是一脸惊讶，随后也露出怀疑之色。听宋舒婷提起过，他炼丹天赋极佳，却并未说过他已经是3品炼丹师。要知道，3品炼丹师在整个栖霞宗内都是内门长老级别，而且仅仅只有3位，全都享受着极为优厚的待遇。而南宫月是栖霞宗唯一的4品炼丹师。宋舒婷，你又想拿这种话诓骗大家？慕容婷不屑一顾地说道。这一次，他是怎么也不会再相信他的鬼话。舒婷，不可胡言。南宫月忍不住提斥责道，显然对于之前宋舒婷的谎言有些不满。宋舒婷抬起头，斩钉截铁地说道：“弟子绝无虚言，此事是弟子亲眼所见。”哼！大庭广众之下，岂容你信口开河？是不是3品炼丹师，可是要当场验证的。慕容婷冷哼一声：“弟子愿以性命担保，若有虚言，任凭处置。”萧晨在身后站着，默默地看着宋舒婷，心中满是难言的复杂。想不到他强势的内心里对自己是如此信任。你可愿当场验证？南宫月看着萧晨问道。若他所言为假，你们2个将会被押送到执法堂。言外之意就是，萧晨如若不是3品炼丹师，那么与执法堂的纠纷他将不会再插手。毕竟一个满口谎言的外门执事，一个资质很差的外门弟子，谁又会在意呢？我愿意。萧晨深吸一口气，郑重地回答道，毕竟这是舒婷老婆冒死求来的机会，怎能不愿？好，既如此，请诸位移步丹堂。南宫月玉手一挥，率先朝丹堂的方向飞去。萧晨连忙上前将宋舒婷扶起，顺手搂着她的纤纤细腰。宋舒婷稍稍有些扭捏，便只能由着他。2人踏上飞剑，跟上南宫月的脚步。慕容婷以及其他执法堂弟子紧紧跟在他们身后，唯恐半路上2人会趁机开溜。李玉玲望着前方，萧晨与宋舒婷亲密的行为，气得牙眦欲裂，不知道的还以为别人欠了他800万。随后一跺脚也跟了上去，他倒要看看这萧晨是不是真的3品炼丹师。众人沿着山峰一路飞行，阳光透过云层落在栖霞峰上，折射出五彩霞光。不到1刻钟，便见前方群山缭绕之间，一座赤色大殿若隐若现，临近之时便可感受到其古朴厚重的气息。众人纷纷飞身下落，走进这座大殿，随后便来到一间安静的炼丹室，丝丝药香扑鼻而来。你叫萧晨是吧？南宫月转过身，再次打量起宋舒婷身旁的男子，一脸平静之色。身为丹堂堂主，他曾经也见过那种修为资质差，但是炼丹天赋绝佳的弟子。是的，南宫堂主。炼丹之前，本座有2件事必须严明。第一，炼丹必须使用本座的专用丹炉黑曜鼎，不允许使用自己的丹炉。第二，炼丹过程中，任何人胆敢出言打断，导致炼丹失败，必定严惩不贷，而且报废的3级药材全部由肇事者承担。这2句话看似是为了以示公允，实则是他想为萧晨提供便利。在他看来，修为才炼气期的萧晨肯定没有一个好的丹炉。宋舒婷却有些担心，毕竟之前见过萧晨当面炼丹，那金光闪闪的鎏金丹炉一看就绝非凡品，甚至比南宫月的黑曜鼎好很多倍。慕容婷双手背于身后，挑了挑眉，也并未说什么。听清楚了吗？南宫月望着众人，释放出元婴期的气势。听清楚了。众人均异口同声地回道。慕容婷转过身，悠闲地坐在后面的木椅上，心念道：老夫倒要看看你要玩什么把戏。一个炼气期的3品炼丹师，简直开玩笑呢。在他眼里，如果萧晨真的是3品炼丹师，修为又怎么会如此低微？光靠嗑丹药，修为也不止这么弱吧？既如此，那就炼制3品丹药青灵丹吧。南宫月说完，直接玉手一挥，8种珍稀药材悬浮于空中，再一挥手，一尊黑色丹炉落于地面。青灵丹作为3品低级丹药，有着清醒灵魂的功效，可用于闯荡幻境之时使用。显然他为萧晨选了个难度最低的。是。萧晨应道，旋即在丹炉前盘膝而坐。由于炼制3品丹药的手法细节早已形成固有记忆，他面色沉静，显得格外轻松。看着这一幕，南宫月暗自点了点头。炼丹之道，最忌心浮气躁，煅烧、淬炼、提纯、凝丹，每一步都必须熟练于心，每一步都要做到心如止水。萧晨长吸一口气，虽然没有用系统丹炉，但凭借绝世无双的炼丹技艺，这青灵丹是毫无问题的。只见他缓缓运气，开启炉盖，掌心灵力翻涌，幻化出2道灵力之火，将丹炉包裹。随后催动灵魂之力，控制8种药材分批飞入丹炉之中。第一步便是煅烧药材，将其化为液体。半个时辰过后，8种药材均化为黑色药液，混合在一起，悬浮在丹炉之中，经受烈火的炙烤。第二步便是淬炼药材，
将药材之中的精华淬炼出来。又半个时辰过后，一丝丝药香从炉中飘出，围观的人群开始有些不淡定。李玉玲屏气凝神，望着萧晨无比娴熟的炼丹手法，心里泛起了嘀咕：莫非他真是3品炼丹师？慕容婷坐在木椅之上，翘着2郎腿，暗自微微皱眉。如此娴熟的炼丹手法，活了600多年的他又岂会看不出来？而反观宋舒婷，温柔的眸光落在萧晨身上，没有丝毫偏转，看他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悬着的心终于放下。随着时间推移，很快便来到炼丹的第3步提纯。此时的丹炉之中，萧晨正操控着灵魂之力，引导那团黑色的药液受热均匀。随着火焰的持续淬炼，黑色药液之中一丝丝黑色残渣被分离出来，眨眼间焚烧殆尽。不多时，原本的黑色药液彻底化为一团晶莹的浅蓝色液体，预示着已提纯完毕。在这时，药香味则更为浓烈，李玉玲彻底坐不住了，趁着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萧晨身上，偷偷向杨云康御检传音。又是1刻钟过后，悬浮在丹炉内的浅蓝色药液在烈火的持续淬炼下，水分渐渐蒸发，只剩下最后一步凝丹。完成这一步，萧晨便是名副其实的3品炼丹师。慕容婷也在这时站了起来，缓缓上前，众人将萧晨围在其中，全都聚精会神地观赏他的炼丹过程。南宫月美眸之中开始显露惊讶之色，他赫然发现萧晨的有些炼丹手法他都不曾具备。轰！一声巨响，炼丹室的大门被一股力量暴力推开，露出杨云康气急败坏的神色。舒婷！刚喊出2个字，他便傻在原地，因为南宫月、慕容婷、宋舒婷以及其他人纷纷对他怒目而视，而唯有李玉玲嘴角露出一丝阴森的弧度。突如其来的轰响让众人惊诧不已，转头望向萧晨，却见他的心魂也在这一刻震荡不安。毕竟聚精会神的情况下，谁能经受住如此突发状况？萧晨掌心涌出的灵力之火在这一刻差点熄灭，连同炉中悬浮的药液也在左右晃荡。他赶紧收敛心神，平复情绪，不多时便再次平静下来。南宫月看着这一幕，露出赞许的目光，能在突发状况之时迅速调整情绪，稳定心魂，实属难得。随着药液之中的水分蒸发到一个临界点，萧晨催动灵魂之力开始凝丹。半凝固的药液在丹炉空间内不停地滚动，直到最后缓缓分裂成3个圆珠。呼！萧晨重重地舒了口气，虽然有突发状况，但好在有惊无险。随着炉盖缓缓开启，3枚丹药飞出，悬浮于空中，每一粒都浑圆饱满，丹香浓烈，闪烁着淡蓝色的光泽。在这一刻，几乎所有人目瞪口呆，先前所有的质疑声此刻都化为了无数的巴掌。唯有宋舒婷露出了难得的微笑，连3品高级丹药破镜丹她都练过，这种3品低级丹药也就不奇怪了。极品清灵丹！慕容婷一声惊呼，身为执法堂长老，毕竟活了600多岁，虽然不懂炼丹，但他依然感觉得到这3枚丹药的品质生平仅见，的确是极品。南宫月美眸瞪得奇大，小嘴微张，酥胸一阵起伏，因为这种品质的清灵丹他自己都炼制不出来，莫非他是万中无一的炼丹天才？传说中极为亲和火系与木系元素，绝世无双的炼丹天才。萧晨大手一挥，将3枚丹药握于掌心，随后缓缓起身，望着众人震惊的神色，微微一笑。不知这3枚丹药可否交差？这一问让慕容婷感觉无地自容，只得撇过脸去，一脸怒色地瞪着赵承志。一个可以炼制顶级3品丹药的炼丹师，即使修为再低，在这苍玄大陆都会有一席之地，未来的成就更是不可限量。在栖霞宗，今后还要仰仗这些3品炼丹师，毕竟高阶资源可是靠他们提供，当然可以。南宫月欣慰一笑，从今天开始，本座将收你为亲传弟子，不知你意下如何？师尊在上，请受徒儿一拜。萧晨一阵窃喜，连忙双膝跪地，躬身一拜。这等美人做师尊，傻子才不愿意呢。哼！宋舒婷俏脸微扬，不可察觉的轻哼一声，是谁刚才说的不想当炼丹师？这脸变得可真快。乖徒儿，快起来！南宫月露出温柔的目光，伸出血手将他扶起。鉴于你目前修为低微，特许你常伴为师左右。多谢师尊。萧晨此时的嘴角快咧到后颈窝，与这样一位美女师尊相伴，想想都激动。宋舒婷看着他这副嘴脸，忍不住直翻白眼，心念道：每次看见美女就走不动路，真是讨厌的要死。哈哈哈！恭喜南宫堂主，喜得一位天才徒儿。慕容婷大笑一声，这态度可比之前判若两人。活到这个岁数，每一个都是人精。仔细权衡利弊之后，慕容婷立刻变脸。李玉玲、杨云康顿时大感不妙，愣在原地，沉默不语。他们可是跟萧晨有过旧怨。南宫月转过身道：慕容老头，那你看这是？嗨！
没有的是他们自己技不如人。改天老夫把他们扔到后山自生自灭，筑基期还能被炼气期重伤，留着也没用。闻言，赵成之吓得浑身哆嗦，扑通一声跪地：慕容长老饶命啊，请给我一个机会吧。哼，再不滚出去，老夫一掌劈了你。是。赵成之吓得屁滚尿流，狼狈地逃出炼丹室。随后，慕容婷转过身，指着杨云康怒斥道：你过来！杨云康顿时两腿如同筛糠，只得硬着头皮问道：慕容长老有何吩咐？你冒冒失失地闯进炼丹室，意欲何为？杨云康顿时语塞，立刻联想到自己可能被李玉玲利用了，顿时脸色极为难看。李玉玲连忙上前一步，躬身道：启禀慕容长老，杨师兄知道宋执事在这里，欣喜之余有些情绪失控，还望长老见谅。身为宗门核心弟子，还心性狂躁，险些害得人家炼丹失败，罚你3万灵石补偿人家，可有意见？杨云康虽是满脸的不情愿，也只得拱手道：多谢长老海涵，弟子并无意见。说完，从乾坤戒指中拿出一包灵石，恭敬地递给萧晨。既是自愿补偿，你就拿着吧。看着萧晨有些犹豫之色，南宫月在一旁提醒道：是，师尊。萧晨应道，随后心安理得地接过。这3万灵石，即使是宗门天骄，也是几个月的资源。慕容婷这一招，既惩罚了杨云康，又利用了他的灵石，与萧晨缓和关系，不可谓不高明。这时，宋书婷上前一步道：慕容长老，弟子有话说。宋执事，请说。李玉玲不顾同门之意，意欲杀害萧晨，幸好被我及时拦下，请慕容长老做主。此话一出，李玉玲顿时一哆嗦。什么？慕容婷、南宫月同时惊呼出声，随后目光落在萧晨身上，竟发现他真的带着伤势，再结合萧晨之前的话，瞬间明白了。每一位3品炼丹师都是宗门的基石，失去一位都是宗门莫大的损失，岂有此理！李玉玲，你该当何罪？慕容婷当即怒斥道。他如此生气，丝毫不意外，元婴修士需要的高阶丹药都是出自3品炼丹师，而萧晨恰好可以炼出极品的高阶丹药。李玉玲吓得直接跪地求饶：弟子知罪，但是弟子之前并不知晓他是3品炼丹师，还请慕容长老从轻处罚。你险些让我栖霞宗损失一位天才炼丹师。慕容婷说完，转身看向南宫月：南宫堂主，你看此事如何处置？李玉玲作为青木峰主的女婿，也就是江婉玲的夫婿，天赋出众，又是宗门天骄，显然他两边都不想得罪。青木峰主江万山是栖霞宗的5大峰主之一，修为已达元婴期3重，性情暴躁，极为护短。你是执法堂长老，你来定夺。南宫月又把这个难题丢给了他，倒不是怕了江万山，而是他性情温和，素来不喜争斗。这样吧，好在萧晨没出什么事，罚你6万灵石补偿他，你可有意见？多谢慕容长老，弟子没有意见。李玉玲说完，连忙拿出一包灵石，十分恭敬地递给萧晨，模样与杨云康如出一辙。这一次他没有扭捏，顺手接过收入囊中，被李玉玲追杀了一路，还差点被干掉。这6万灵石就当是精神损失费。只是这灵石怕是不好拿，萧晨可以想象，心胸狭隘、嫉妒心如此之强的杨云康与李玉玲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但自己如今也是有根基的人，岂会怕了他们？师尊是元婴期，又是丹堂堂主，在内门几乎可以横着走，只是得提防他们玩阴的。好了，此事已了，皆大欢喜。南宫堂主，再会。慕容婷大手一挥，带着10几名筑基期的弟子。南宫月微微颔首。杨云康和李玉玲见状，也连忙朝南宫月道：南宫堂主，晚辈告退。说完，两人快速出了炼丹室，一溜烟消失不见。舒婷啊，今日多亏有你。南宫月面带感激地看了他一眼，若不是他极力推荐，今日定要错过这万中无一的炼丹天才。南宫堂主过奖了，都是为宗门尽心，不敢居功。心性不错，居功不自傲。这是10颗培元丹，你的神体觉醒不久，正是固本培元的时候。说完，南宫月玉手一挥，10颗闪亮的银色丹药飞向宋舒婷。多谢南宫堂主。宋舒婷顺手接过，欣喜地道：那晚辈先告辞了。他知道接下来这位南宫堂主肯定有很多疑惑，想要询问萧晨，因而很识趣的告辞。好。南宫月轻轻点了点头。宋舒婷刚走到炼丹室的门口，萧晨坐不住了，连忙喊道：舒婷老婆，你要去哪里？宋舒婷顿时愣在原地，俏脸一阵红一阵白，心里真恨不得把她暴揍一顿。一天到晚的喊老婆，完全不分场合。一旁的南宫月脸色霎时变得精彩起来，一位外门弟子居然称呼一位宗门执事为老婆。他很好奇，这位刚收的徒儿仅仅炼气期，
到底是怎么把这位金丹期的天之娇女拿下的，甚至为了萧晨不惜说谎，不惜以性命担保，也要为他博得一个机会。他可是十分清楚，那些内门的金丹期弟子对宋书婷痴迷已久，却得不到丝毫侧目。我回外门还有要事，你好歹等等我啊，要不然我怎么回去？萧晨现在是真怕了，万一回去的路上又遇到那几个舔狗，难保他们不会再对自己动手。南宫堂主会安排你的。说完，宋书婷头也不回地出了炼丹室，朝外门住所飞去。萧晨还想追上去，却被南宫月拦了下来，让他先回去吧，你以后待在为师身边。哦，萧晨一时之间还反应不过来，虽然跟绝美师尊在一起也不是不行，但是外门还有那么多红颜知己，也是不能舍弃的。你随我来。南宫月温柔地看了他一眼，除了修为低了一点，此刻在他眼里的萧晨几乎没有瑕疵。作为丹堂堂主，一生痴迷丹道，如今拥有这样一位天才弟子，还不日夜守护。是。萧晨乖巧地回道，旋即跟在师尊身后出了炼丹室。两人出了大殿后，南宫月玉手一挥，一道凌厉旋风带着萧晨急速远去。飞过重重山峦，眼前的风景急速掠过，大约1刻钟后，二人飞身落于丹下峰。眼前是一座颇为壮观的私人洞府，仿佛一座宫殿，镶嵌在山腰，入口在云雾缭绕间若隐若现，灵花异草遍地都是，奇峰异石，风景如画。进入洞府内，更是亭台水榭，玉气穹顶，宛如仙山府邸。萧晨不禁暗叹一声，真是好地方。以前自己在圣阳宗虽然也有所谓的私人洞府，但比起这个简直是如同牛棚。走吧。南宫月轻声道，以后这里你可以随意进出，不必请示于我。谢师尊。在南宫月的带领下，萧晨缓步进入洞府，他血手一挥，一道隔音禁制将洞府笼罩。这里有2间修炼室，一间是为师平时所用，另一间尚且闲置，灵气颇为浓郁。你以后就在这里修炼吧。可是萧晨现在是有苦说不出，身边没有红颜，不能双修的话，修为根本就没法提升，灵气再浓郁也没用。还有什么要求？你不妨提出来，为师尽量满足你。南宫月眨了眨灵动的美眸看着他，我要说和你双修，你能满足吗？可嗨，当然这话萧晨只能放在心里，肯定不敢说出来，要不然抱紧的大腿就可能没了。师尊，我可不可以回外门居住？望着师尊认真的模样，萧晨咬了咬牙，还是问了出来。为师这里不好吗？南宫月眼波流转，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他的私人洞府可是多少弟子梦寐以求的修炼之地，这里灵气浓郁，比起普通弟子的住所简直天壤之别。而且住在同一个洞府，可以时常听他炼丹解惑。这么多年，他虽然收过许多弟子，却从未有谁进入过他的私人洞府。萧晨是唯一一个。师尊这里当然好，只是萧晨面露难色，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这都是童子惹的祸。自从绑定这双修系统，他的修为只能靠双修提升，也就是说，没有美女在怀，他的修为只能停滞不前。你是不是很喜欢他？南宫月轻声问道。在他看来，萧晨肯定是舍不得与宋书婷分开。萧晨点了点头。先天魅灵之体，难怪能把我的徒儿迷得神魂颠倒，不过倒也配得上。萧晨顿时老脸一红，只得默不作声。只是这阴阳交合固然美好，却也伤身。你年轻力盛，切莫沉迷其中，误入歧途才好。可嗨，饶是萧晨脸皮再厚，也被他这番一本正经的话弄得面红耳赤，只得应声道：师尊教训的是。这样吧，反正内门与外门相隔不远，为师准许你2天回一次外门，如何？既然师尊松口，萧晨也很识趣，连忙答应下来。多谢我美丽动人的师尊。贫嘴。南宫月平静的脸蛋上浮起一丝异样之色，只是刹那间便消失不见。对了，为师有些疑惑，想问问你。师尊请问。知无不言。你的炼丹之术是跟谁学的？南宫月问出自己最大的疑惑，他可不相信一个炼丹天才可以无师自通。以前在我最黑暗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师傅，是他教我的。对此，萧晨只能撒一个善意的谎言。那你的师傅是何人？现在何处？我也不知道他的来历。师傅他神龙见首不见尾，行踪飘忽不定，素来喜欢四海游历。好吧，是这样。南宫月微微合手，心中暗叹，普天之下竟有如此奇人，教出来的弟子炼丹术都如此之高。那你的修为，显然以他元婴期的神识看得出来，萧晨神识强大，却修为低微，极为不正常。当时我被魔宗偷袭，身受重伤，修为全废。师傅将我治好之后，我又重新开始修炼的。这么说，你的灵根资质其实根本不差。看来我捡到一个宝贝徒儿。南宫月微微一笑，显然对于他的回答颇为满意。那迷人的嘴角微微上扬，
看得萧晨都有些吃怔，随后眼中闪过一抹荧光，透视功能启动，只一瞬间，萧晨直接傻在原地。那绝美的面容，白皙似雪，那如同美玉雕琢般的细枝硕果，让他血气疯狂上冲。笔直的美腿交叉而立，让那一抹静寂的春光若隐若现，邪火顺着下腹乱窜，仿佛下一刻就要占据大脑。真要命，这就是成熟女人的韵味。毫不意外，2条红鼻涕直接倾泻而下。看到萧晨的异样，南宫月心里一慌，连忙上前拿出一片丝巾帮他擦起来，关切地问道：怎么回事？萧晨立马反应过来，连忙捂住口鼻，老脸一红，心虚地道：没事的，师尊。怎么会突然流鼻血呢？是不是伤势加重了？南宫月连忙抓住他的手腕，一道灵力灌入全身，帮他检查起来。师尊不碍事，可能是最近有点上火。萧晨说着暗叹一声，这混沌之眼真不能随便开啊。南宫月仔细查看了一遍，确认他只是受了些许轻伤，才暗自松了口气。快把这粒回春丹吃了。说完也不等萧晨回道，直接将手中的丹药按进他嘴里。谢师尊。其实这点小伤根本无需吃药，萧晨也看得出师尊对他确实很好，不必说谢。南宫月拉着他走进修炼室，轻声道：坐下，为师助你炼化药力。哦。萧晨应了一声，旋即盘膝而坐，缓缓闭眸，只感觉一双玉手缓缓贴了上来，自己的背部传来些许温润的触感，即使隔着衣物，依然能感受到其柔软而细腻。随着小手在背部穴位游走，一道道柔和的灵力席卷全身，回春丹也在瞬间融化，药力顺着四肢百骸涌动，修复着萧晨受伤的脉络与筋骨。童子，师尊目前对我有多少好感值？定。检测到南宫月对宿主的好感值飙升，当前好感值为40点。40点。萧晨一脸激动之色，第一天好感值就达到40点，这样说的话，照眼下这个进度，拿下师尊也不是不行啊。每天搂着元婴期的师尊双修，那滋味想想就带劲儿。只是有一点可惜，现在与他的修为差距过大，暂时无法绑定，不过也是小问题。许久过后，检测到萧晨已无大碍，南宫月缓缓收回手掌。徒儿，这2天你就在这里安心修炼，为师在隔壁，有什么事随时传音于我。是，师尊。青木峰某座洞府内，你个王八蛋，居然敢利用我！杨云康满脸怒意，指着李玉玲的鼻子。他现在极为窝火，从炼丹室出来以后，就一路追到了李玉玲的洞府，要跟他算账。杨师兄，你可冤枉我了，师弟也是一片好心，就你这种人也会有好心？你分明就是利用我，趁机给那小子制造麻烦。瞧你说的，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吗？别废话，你害老子损失3万灵石，这笔账该怎么算？今天不给个说法，就是闹到宗主那里，你也别想好过。杨云康大手一挥，背对着他，不再听他狡辩。身为宗门天骄，每月仅有1万灵石的资源，这一下白白丢了3个月的资源，谁能忍？眼看事态有点失控，李玉玲连忙服软，安抚道：师兄，这3万灵石师弟赔给你。此话当真？杨云康一脸怀疑地看着他，他可是知道李玉玲从来不是个好相处的人。当真？杨云康昂着头，手一伸，算你识相，那就拿来吧。杨师兄别心急，师弟有一个条件，只要师兄答应我，这3万灵石立刻奉上。你耍我？李玉玲连连摆手，不，师弟怎敢？你先听我说。哼！杨云康袖袍一挥，少跟老子耍花样，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很简单，只要师兄与我联手，干掉那小子，这3万灵石我双手奉上。你是傻逼吗？人家现在是3品炼丹师，还是南宫堂主的亲传弟子，你想找死？难道师兄就这么认命？李玉玲顿了顿，继续道：你可别忘了，他跟我们都有旧怨。哼，有旧怨又如何？老子修为比他高2个等级，永远压着他，想报仇门都没有。李玉玲阴险一笑，悄咪咪地说道：师兄，你还不知道吧？那小子把宋舒婷给睡了。轰！这句话犹如一记响雷，在杨云康耳边炸响，让他瞬间清醒，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你说什么？我说这小子把宋舒婷给睡了。李玉玲又一字一句在他耳边重复了一遍。不可能，你不信是吧？我踏马也不敢相信。李玉玲一边说一边捶胸顿足。你少给老子放屁！杨云康怒不可遏，一把拎起他的衣领，口中的飞沫喷了他一脸。李玉玲却毫不在意，反而心里甚为得意。在他看来，杨云康越愤怒，就代表着事情越有趣。我亲眼看见这小子从宋执事的房里走出来，这有什么稀奇？杨云康之前就知道2人之间有些联系，并不能说明他们一定发生了什么。显然
他认定这是李玉玲故意挑拨，毕竟以宋淑婷的倾城之貌，对他们这些天骄尚且不屑一顾，又岂会看上一个练气期的小喽啰？关键是这小子是在宋淑婷觉醒身体修为大涨之后才从他房里出来，你白天难道没发现什么端倪吗？闻言，杨云康顿时瞳孔骤缩，他冲进炼丹室的时候，偶然瞥见了萧晨的修为，不知何时晋升到炼气5重。他当时还在纳闷，不过随后知道他是3品炼丹师之后，就打消了心中的疑惑。李玉玲继续补充道，那小子得了宋淑婷的元婴之力，所以修为突破到炼气5重，而宋淑婷也因此觉醒身体。不，这不是真的！杨云康眼眶欲裂，缓缓松开他的衣领，喃喃自语：你醒醒吧，杨师兄，我们苦等10几年的美人儿，竟然被一个垃圾给截胡了。你与我之间虽有摩擦，但都属于公平竞争，他萧晨算什么东西？一个炼气期的垃圾也配跟我们抢？不用说了，杨云康大手一挥，事情已成定局，你莫非还想做什么？李玉玲脸上闪过一丝诧异，随后缓缓摇头：杨师兄，你踏马真没中，你给老子闭嘴！杨云康指着他道，他现在是3品炼丹师，在宗门内地位极高，他虽然爱慕宋淑婷，但还不至于疯魔，况且如今木已成舟，再多努力也是白费。他是3品炼丹师，更是南宫堂主的亲传弟子，那又如何？你别忘了，他的修为仅有炼气期。哼！杨云康冷哼一声，炼气期又如何？你可知道杀害3品炼丹师，一旦被发现，连你岳父青木峰主都保不住你。李玉玲一脸不屑，缓缓走到他身前，悄声道：炼气期何其脆弱，我们趁其不备，随手一击就能让他尸骨无存，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即便有人怀疑到我们身上，没有证据又能拿我们怎么样？杨云康思索片刻，略有心动，随后还是摇头道：那南宫堂主与他形影不离，哪有动手的时机？师兄放心，绝对有机会。李玉玲微眯着双眼，一脸凶厉，斩钉截铁地说道：什么意思？师弟早已调查过他，他在外门有几个姿色不错的道侣，他不可能抛弃他们的。你为何这么肯定？哼，这小子是个好色之徒，连我堂弟那个追了许久的道侣都被他截胡了，这样牛逼？杨云康不禁脱口而出，心中莫名其妙地升起一丝膜拜之情。这句话让李玉玲大脑一时宕机。可嗨，你继续说，有什么具体计划？如果我没猜错，他过几天就可能回外门，到时候我通知你，你务必要做到一击必杀。哼，这个不需要你提醒。2天时间原本很短，但在萧晨眼里，此刻无疑是度日如年。空荡的修炼室里极为安静，将外界的声音全部隔绝，而他却不能提升修为，只得无所事事。不行，得找点事情做，不然要闲得发慌。童子，能不能帮我把苏雨飞变到怀里来？丁，宿主，你可真抬举我，就知道你不行，那现在干点啥，给我点建议呗。丁，宿主现在是2级推拿师，可以给师尊安排精油 SPA 增进感情。去，馊主意。萧晨没好气的道，略一思索就知道不可行，估计还没说出口，一巴掌就扇过来了，到时候把好感值搞降了，就亏大了，偷鸡不成蚀把米。不过这倒是一个增进感情的好方法，但是显然得循序渐进，强度太大会适得其反。丁，宿主可以向师尊索要一些药材，炼制丹药，提升师尊的好感度。咦，这倒是一个好办法。童子，你总算靠谱了一回。丁，嘻嘻。于是他便朝师尊传去一缕魂音。师尊，弟子想炼丹，但是没有药材。片刻之后，南宫月缓缓来到他的修炼室，温柔地道：你现在修为较弱，抓紧修炼要紧，不必着急为丹堂炼丹。在他看来，萧晨初来乍到，肯定是想为丹堂出力，急于表现自己。唉，我倒是想修炼，师尊你又不跟我双修。当然这话他只能放在心里想想，只得回道：不碍事的，师尊对我这么好，徒儿当然要尽心尽力。傻徒儿，你接下来的时间以修炼为主，尽早提升修为，没有人会逼着你炼丹，这是弟子心甘情愿，请师尊成全。萧晨躬身道：再这么闲着做下去，自己要发疯了。看着萧晨如此诚恳，南宫月也不忍心驳斥他的好意，只得轻叹一声：好吧。说完，玉手一挥，数百颗1级2级灵草悬浮在空中。萧晨一脸欣喜，终于有事情做了。真拿你没办法，你就先把这些聚气丹、培元丹炼制好，其他时间好好休息吧。谢师尊。南宫月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眸如月光般柔和，不要让自己累着，更不要勉强自己。是，这尊丹炉赐给你。说完，南宫月玉手一挥，那尊黑曜鼎便落于地面。可是这不是师尊的专属丹炉吗？从今天开始，它属于你。多谢师尊。
萧晨心中一声暗叹，其实自己根本用不着，但是毕竟是师尊的心意，只得收下。师尊对自己也太好了点，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与他双修。嗨嗨渴望着师尊出了修炼室，石门缓缓关闭，萧晨当即盘膝而坐，开始炼制丹药。这次炼丹，萧晨并未召唤系统丹炉，因为系统丹炉炼制丹药实在是太快了，这些药材炼完了就又没事可做了。然而仅仅过了一天，萧晨便将师尊给的药材全部炼制成丹。望着脚边放置的20多个丹瓶，萧晨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因为这是纯靠自己的实力炼制的丹药，没有使用系统丹炉这个外挂。这可怎么办？又没事情可做了。萧晨略一思索，估计再去找师尊索要药材，他肯定不会给，不如找机会跟他加深一点关系。嘿嘿，萧晨邪魅一笑，走出了修炼室，然后敲响了师尊的门。没多久，石门缓慢开启，露出那张绝美如仙的脸颊。只见南宫月一袭白衣，坐于蒲团之上，显然之前一直在修炼中。他缓缓起身，柔声道：“徒儿，是遇到什么疑惑了吗？”师尊，是丹药都炼好了。萧晨微微一笑，旋即大手一挥，20多个丹瓶悬浮在空中。这么快？南宫月心里一惊，之前萧晨炼制3品清灵丹的时候，花费的时间就比他还要少。而这几十副药材虽然是低级药材，但是炼丹的每一步同样要细致，花费时间更是数倍不止。他原以为给他这么多药材，萧晨起码要炼制好几天，时间一久，或许就忘记了回外门的时间。谁曾想到，他竟然在1天之内就全部炼完。他究竟是个什么怪胎？南宫月随手拿起一个丹瓶，打开瓶盖，一股浓烈的丹香扑鼻而来，色泽纯正，丹香浓郁，竟然又是极品。随后他又陆续打开其他的丹瓶，毫无意外，所有丹药的品质全部是极品。极品的聚气丹，极品的培元丹。这一次他愣在原地，半天没有说话，脸上露出深深的惊容。这已经不是炼丹天才能形容的，若是偶尔炼制出一枚极品丹药还能理解，毕竟炼丹的手法火候控制还是会有细微的差别。但是这种批量炼制极品丹药，在他一生之中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连古籍都不曾记载过。这一次的震惊远比上一次萧晨炼出极品清灵丹更加让人匪夷所思。师尊，有什么问题吗？望着他不断变换的神色，萧晨忍不住问道。南宫月转过绝美的脸颊，仔细地打量着他，仿佛想要看清他身上所有的秘密。更诡异的是，他发现这个徒儿连续炼丹一整天，竟然没有丝毫的疲态，仿佛拥有无尽的体力，不知疲倦。没事。南宫月脸上浮现出一抹复杂，暗自轻叹一声，他炼丹都比自己这个师尊强，这还怎么教？原本以为遇到一位炼丹天才，可以将自己毕生的炼丹之术传给他，谁知道根本用不着。哦，萧晨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得哦了一声。徒儿，你能炼制4品丹药吗？南宫月心中升起一丝紧张，略带试探性地问道。萧晨缓缓摇头，不能。从3品炼丹师提升到4品炼丹师，需要仙缘值500点，也就是需要5位女主的好感值从0升到满级。南宫月顿时神色一松，还好他不能，否则自己这个师尊就真的没有用武之地。你先去休息吧，让为师缓一缓。他半天缓不过神来，如果像他这么炼丹下去，栖霞宗以后定要称霸整个苍玄大陆。师尊，徒儿还通晓一种推拿术，可以帮助师尊缓解疲劳，师尊要不要试试？推拿术是什么？就是一种按摩方法，通过按摩身体的穴位、经络，达到缓解疲劳的目的。还有这么神奇？南宫月露出一丝讶然，显然对于萧晨的描述颇感兴趣。师尊不妨试试。那我要怎么做？师尊，你只需要坐着，什么都不用管，其他的就交给我。好。说完，南宫月依照萧晨所言，缓缓屈膝坐于蒲团之上。萧晨则来到师尊身后，缓缓坐下，将双手放在他的香肩，轻轻的揉按。其实这只是简单的按摩，不算是推拿，但是萧晨怕他无法接受，只能从最基础的慢慢试探。手刚放上去，萧晨就感觉到那如玉般的娇躯触感极致丝滑，一股淡淡的体香袭来。他情不自禁的前倾，喉头滚动，吮吸着那醉人的芬芳，这是成熟女人特有的味道，那感觉不可描述。而此时正在蒲团上安坐的南宫月感受着萧晨按摩的力道，那双有力的大手按压之处传来阵阵酥麻感。平生第一次被一个男子接触他的身体，这个男子如今还是他的亲传弟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席卷全身，耳根处微微泛红。叮，检测到南宫月对宿主的好感值加5点，当前好感值45点。咦，好感值提升了。萧晨内心一阵激动，果然有效果。师尊，有没有发带？我帮你把头发竖起来。为师自己来吧。
师尊，你别动，我来。好。南宫月稍稍有些犹豫，但还是轻声应道。一根蓝色发带从袖中飞出，悬浮在萧晨眼前。萧晨温柔地挽起他长长的秀发，用发带随意束着，一直垂落到臀部。这才发现他如雪的脖颈处已经有些泛红，耳垂更是晶莹红润，让他一阵心痒难耐，想要一亲芳泽。他仿佛看到了师尊成为妻子的模样，这个背影简直太美了，太有感觉了。但他还不敢做出过分之举，现在正是提升好感值的时候，可千万要耐着性子，不能搞砸了。南宫月静静地盘膝而坐，美眸缓缓合上，紧张的神色逐渐变得舒展。他很享受这种全身心放松的感觉，也许是作为丹堂堂主，长年累月的炼丹，神情总是紧绷。半个时辰后，萧晨停了下来，他深知过犹不及的道理，今后有的是机会与师尊相处。师尊，感觉怎么样？南宫月缓缓睁开眼，脸上似乎有些意犹未尽，轻声道：感觉很舒服，很放松。只要师尊喜欢，我以后天天给师尊按。好。南宫月点了点头，随后温柔地道：你也累了吧，快去休息吧。萧晨最后看了师尊一眼，那温柔的眸光似盈盈秋水，灵动而飘渺，随后便回到了自己的修炼室。耶！萧晨忍不住比了个手势，总算没有重蹈覆辙。还记得自己初见宋书婷时就当面失态，搞得好感值变成负数，这样的事以后坚决不能发生。这一次也大致摸清了师尊能接受的程度，好在他并不排斥与自己的肢体接触。不过毕竟是几百岁的元婴修士，他对于男女之事似乎极为淡薄，这方面还得慢慢来。对于自己的推拿术，他却颇为享受，如果按照这样的节奏缓慢推进，拿下师尊也是指日可待。就这样又过了一天，萧晨刚走出修炼室，便看见师尊坐在洞府内的凉亭里，那一身装束依然没变，连束着的3000青丝也依旧保持着昨日的模样，让萧晨看得有些吃怔。绝了！南宫月微微一笑，缓缓走来，等不及了，想要回外门吗？嘿嘿，萧晨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为师这里留不住你吗？不，当然不是，师尊这么美，我也想时刻陪着师尊。说着，萧晨顺势上前拉着南宫月的皓腕。贫嘴！南宫月并没有反感他的举动，只是白了他一眼，走吧，为师送你去外门。嘿嘿。二人出了洞府，南宫月玉手一挥，一道无形禁制附下，大门随之缓缓关闭。南宫月刚抓着萧晨的手，准备朝外门飞去，却身形一滞，目光如同利剑一般扫向远处隐蔽的角落。师尊，怎么了？没事，你在外门要多加小心，切记不要独自外出，有任何事随时给为师传音。记住了，师尊。萧晨扫了一眼那个角落，果然他们还是贼心不死，在盯着自己的行踪。于是南宫月抓着萧晨的手，身形急速掠过长空，只是1刻钟后便穿过内门那座巨大的山门。萧晨匆瞥了一眼门口的巡逻弟子，原先的那4个筑基弟子早已换成了别人，看来慕容婷说的话并未食言，倒是个比较可信的人。没多久，那座熟悉的阁楼映入视野，南宫月停了下来，去吧，他应该也在等你。多谢师尊。萧晨看了师尊一眼，便直接朝宋书婷的阁楼飞去。南宫月目视着他远去，直到看着萧晨成功进入阁楼，微微一笑，摇了摇头朝内门飞去。阁楼内，跟美女师尊同住，心里美了吧？宋书婷轻哼一声，心里似乎泛起一丝醋意。嘿嘿，哪有？萧晨说着便要伸手去搂住她，却被他轻易躲过。这个小妖精！萧晨暗叹一声，每次看见这张魅惑人心的脸蛋，心中就跟猫爪子挠了一样。尤其那双媚眼，以及那身前波澜起伏的曲线，修长白皙的玉腿，让他恨不得立刻扑倒。别碰我！舒婷老婆，你怎么了？萧晨一脸懵逼，自己现在是3品炼丹师，又是丹堂堂主的亲传弟子，身份地位都有了，完全配得上他。不许叫老婆！哈哈，那叫舒婷媳妇。你……宋舒婷无奈，只得暗叹一声，嘴巴长在他身上，只能由着他。嘿嘿，快过来，让我抱抱。想抱我也不是不行，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宋舒婷双手抱胸，那波澜起伏越发的诱人。没问题，只要我能做到的，舒婷老婆说1不2。萧晨当即拍了拍胸脯表态。放心，你肯定能做到，非常简单。萧晨一脸期待之色，迫不及待地问道：是什么条件？除非你把外门那几个道侣修了。这萧晨直接傻眼，万万没想到他竟提出这么个要求，难怪他的好感值一直没涨上去，原来卡在这里。只要你把他们修了，我马上禀报宗主，请他为我们赐婚，并且公告全宗，你是我宋舒婷的男人。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怎么，舍不得？那就免谈。
你这是让我做个薄情寡义之辈，他们离了我，还怎么活？哼！宋淑婷轻哼一声，谁让你到处留情？我先天魅灵之体，闭月羞花之貌，岂会跟别人同室一夫？好吧，那是我自作多情了。萧晨无奈的轻叹一声，虽然宋淑婷是他最想得到的女人，但是要自己做个负心汉，这是不可能的事，这已经违背了自己的原则。看着他竟然毫不犹豫的转身，宋淑婷美眸中闪过一抹慌乱。喂，你真的要放弃我？他万万想不到自己内心的骄傲在萧晨眼里竟无足轻重。他自认为如果是那些宗门天骄，绝对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他。你的要求我没法满足。说完，萧晨头也不回的走向门口。喂，你可要想清楚，你如果从这里走出去，就再也别想回来。而且那些人要杀你，我也不会管。知道了。萧晨十分淡然的说道，随即打开木门，踏上飞剑朝自己的住所飞去。怎么能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呢？身后的宋淑婷气得手在发抖，饱满的酥胸随着胸腔起伏，血手一挥，一把椅子砸向木门，瞬间轰得稀烂。萧晨，你个死男人，臭男人，坏男人！被宋淑婷这么拒绝，萧晨心里还是有点失落，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如果想不明白的话，就只能放弃他。踏着飞剑刚临近住所，却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早已在门口来回踱步。萧晨飞身下落。太好了，萧师弟，你没事就好。陈峰欣喜地说道。上次我去宋执事的阁楼，敲了半天都没人应，肯定是出去了，所以我又到外门1区、外门2区，还是找不到。没事。萧晨淡然一笑，他当然知道，那时候的宋淑婷去了内门，他怎么可能找得到呢？看你那天神情严肃，你究竟得罪了谁啊？萧晨摆了摆手，不提了，总之是个让人头疼的家伙。不过萧师弟还是要多加小心，遇到难解之事，记得传音给我。虽然我实力低微，但为你通风报信还是没问题的。好，多谢。那师弟就先休息，我不便打扰了。看着陈峰踏剑远去，萧默转身去了另一个方向。现在的第一要务还是抓紧时间提升修为。咚咚咚，敲门声响起。萧晨站在苏雨飞的门外，听见屋内的脚步声，门刚打开，便一溜烟钻了进去。哥哥，菲儿，想我了没？萧晨搂着她纤细的腰肢，轻抚着她的脸颊。好想。真的吗？哥哥，要我。苏雨飞轻声应道，声音娇柔绵软，如同魔音入耳。萧晨邪火乱窜，一把将她抱起，走向床榻。一如既往的双马尾，一如既往的白丝玉腿，显然他时刻在等待她的到来。吮吸着她迷人的体香，萧晨粗鲁地把她压在身下。5个时辰后，天色渐暗。苏雨飞面色红润，雪白的玉腿如同藤蔓纠缠着她的腰部，身上春光乍泄如雪的肌肤露在外面，在昏暗的房间依然是一番迷人的景致，到处是散碎的白丝。哥哥，我没力气了。苏雨飞娇滴滴的夹子音在耳边响起。萧晨一阵贼笑，顺手把她搂入怀中。这时一层淡淡的玄光笼罩在苏雨飞的娇躯上。你要突破了。萧晨惊喜道。苏雨飞娇媚一笑，红润的脸蛋更加动人，随即坐起身，穿上衣裙遮住乍泄的春光，缓缓闭眸，引导周围的灵气汇入丹田。1刻钟后，随着全身灵气渐渐平息，他的境界也彻底稳固在炼气6种。萧晨顺手将这柔弱无骨的娇躯搂入怀里，在他耳边轻声道：现在有力气了吗？哥哥，你好坏，那你喜欢吗？萧晨邪魅一笑，湿热的男子的气息涌向他白皙的脖颈。苏雨飞脸颊通红一片，声音小得像蚊子嗡嗡。雨飞，那哥哥需要你助我修行。我什么都听哥哥的。真乖。叮，系统警告，检测到危险人物杨云康，已临近宿主100丈内，当前善恶值负100点。叮，请宿主即刻远离，即刻远离，即刻远离。接连2声系统警告音在识海中响起，把萧晨从温柔乡里拖了出来。卧槽，又是负100点，这杨云康什么情况？为了3万灵石，至于吗？萧晨瞬间惊坐起来，慌慌张张的穿衣，自己尚有逃跑的希望，可不能连累了自己的女人。苏雨飞眨了眨闪亮的眼睛，一脸不解地看着他。哥哥，为何如此惊慌？有坏人。叮，宿主不必惊慌，目前来看，虚惊一场。虚惊一场，什么意思？萧晨动作一致，满脸疑惑。叮，检测到女主宋淑婷及时赶到，宿主性命无忧。呼，萧晨顿时神色一松，长长的舒了口气，心念道：关键时刻还是淑婷老婆好，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同时心中闪过一抹狠戾，看来不解决掉他们2个，以后怕是不得安宁了。
杨云康是吧？李玉玲是吧？看老子怎么玩死你们两个鳖崽子！哥哥，你的样子好凶，可嗨嗨，菲儿没吓到你吧？萧晨赶紧把他搂在怀中，安抚一番。门外，一抹黑色身影在夜色中悄无声息地靠近木屋。突然，一道紫色玄光从背后爆射而来，黑影猝不及防被瞬间轰飞数百米，血气上冲，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宋舒婷急速而至，一把掀飞他的面罩，定睛一看，竟然是杨云康。是你？是又如何？你果然贼心不死，还想对他动手。宋舒婷一把拎着他的衣领，飞到远处的山顶，往地上一扔。杨云康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这你可冤枉我了，我只是奉命四处侦查，防止有奸细混入宗门。哼！宋舒婷冷哼一声，你这种小伎俩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我。他可太了解了，白白丢了3万灵石，对于小肚鸡肠的杨云康而言，又岂会甘心？我真是……别演了！宋舒婷直接打断他的话，你先去了萧晨的住所，然后才来的这里，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全程都跟着你。杨云康顿时哑口无言。我警告你，他现在是3品炼丹师，你如果不想死，不想连累你的家族，就给我放老实点。哈哈哈！杨云康突然大笑起来，心中满是苦涩。你笑什么？宋舒婷，我真没发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贱？你想找死？宋舒婷脸色骤寒，手执长剑，直指他的喉咙。我是打不过你，但你管不住我的嘴。你好好看看，他萧晨在干什么？他正在别的女人身上用力，而你呢？一个金丹期的天之娇女，居然在暗地里给他充当护卫。我说你贱，都是抬举你。啪！一个响亮的耳光骤然响起，只见杨云康的身影如同断线的风筝飞出去很远，砸断远处的树枝，轰然落地。杨云康爬起来，吐出一口血沫，捂住肿胀的左脸，继续道：怎么不让说了？恼羞成怒了？你再敢胡言，我宰了你！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放着那么多宗门天骄不要，你居然委身于一个练气期的垃圾，哪怕他是炼丹天才又如何？修炼天赋照样垃圾，我依然可以随手捏死他。那你大可以试试。宋舒婷美眸狠狠瞪着他，释放出不容置疑的气势。宋舒婷，你的眼光真是差劲，你但凡选择我们之中的一个，我都毫无怨言。显然在杨云康眼中，即便是竞争对手，也要有与他平齐的资格，而萧晨在他眼里根本不够格。你给我记清楚，我选择谁，跟你没有一丁点关系。收起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哈哈哈哈！堂堂金丹期，竟被一个炼气期给睡了，你将是栖霞宗最大的笑话。杨云康大笑道，随后迈着狼狈的步子准备飞身离开。站住！宋舒婷一声娇喝。杨云康身形一滞，满脸戏谑地转过头，宋执事有何指教？哦不，现在是宋长老，有何指教？你趁早打消动他的念头，否则他但凡出了一丁点意外，我只找你，让你家族覆灭，我也要弄死你。杨云康愣了一下，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没有想到这个昔日风华绝代的师妹怎么变得如此陌生。一切都是因为萧晨，都是他害的，是萧晨让他变成这样。此时他的内心对萧晨的杀意达到巅峰。你狠！说完，杨云康身形一闪，消失在夜色中。宋舒婷暗自松了口气，随后飞抵苏雨飞的住所，里面便传出女子的呻吟声，顿时气得直哆嗦，羞恼地丢下一句：累死你个王八蛋！但有了杨云康的前车之鉴，他又不敢贸然离去，生怕李玉玲或者其他人暗中跑来灭口，便只得隐藏在附近的一棵参天古树中，繁茂的树叶刚好遮挡了他的踪迹。他在睡别的女人，我在这给他当护卫，这叫什么事？宋舒婷无奈地自言自语。青木峰某座洞府内，李玉玲正躺在长椅上，悠闲地喝着茶，静静地等待杨云康给他带来好消息。在他眼里，金丹期要杀一个炼气期，简直如同儿戏。夫君，今日怎的这般悠闲？江婉玲迈着优柔的步伐走了进来，曼妙的身姿颇为惹眼。那起伏的山峦随着步伐的脉动呈现迷人的曲线，领口处那一抹雪浪比起旁边的一盆栀子花还要白。只是李玉玲虽有心观赏，却无法触摸。嘿嘿，原来是夫人。李玉玲尴尬一笑。作为江家的上门女婿，李玉玲虽然对妻子的强势心生不满，但还是笑脸相迎。毕竟他的岳父可是青木峰主江万山，在栖霞宗属于首屈一指的强者。怎么，还会有别人吗？没有。李玉玲连连摆手。江婉玲拉着他的胳膊，露出一丝幽怨之色。最近修炼遇到瓶颈了，迟迟无法突破，你来助我一臂之力。李玉玲顿时一脸难为之色。那个夫人，我今天肚子有点不舒服，还是下次吧。他正在等待杨云康带来的好消息，哪有心思修炼？哼！
江婉玲冷哼一声，俏脸上升起一层雪霜。废物，真是一点事都指望不上你。这句话对他的杀伤力无疑是巨大的。李玉玲的脸色如粉刷的墙面，唰的一下就白了，但是他却不敢发火，只得按捺住心中的怒火，轻声细语道：夫人，下次一定啊。哼！江婉玲眉头一皱，玉手一挥，拖着长裙愤然离去。前脚刚走，一个狼狈的黑色身影捂着脸颊，气喘吁吁地闯进洞府。李玉玲定睛一看，满脸惊讶地问道：杨师兄，你这是什么情况？失手了？怎么会？李玉玲一时大脑宕机，怎么也想不通，一个金丹期要暗杀一个炼气期，还会失手？是宋舒婷，是他把你打成这样？杨云康点了点头，应该是无意间被他发现了我的行踪，不过也有可能是他一直守着那小子。如果他一直暗中保护那小子，我们倒还真没办法。那现在怎么办？杨师兄稍安勿躁，待我找机会亲自去试探一番，实在不行就得另找机会。那现在任务没有完成，我那3万灵石怎么算？没有完成，自然就不作数啊。我们的约定是你帮我除掉萧晨，我给你3万灵石。什么？杨云康瞬间大怒，伸手指着他的鼻子，怒喝道：你再说一遍！两人修为相当，但是杨云康丝毫不惧李玉玲。这次出了变故，但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被宋舒婷揍了一顿，岂能不作数？李玉玲一看形势不对，立刻笑脸相迎，安抚道：杨师兄不是师弟耍赖，事情没有完成是事实。这样吧，我先给你15000灵石表示诚意，待事成之后再给你另一半，可以吧？眼看对方松口，杨云康也很识趣，大手一伸，毫不客气地说道：拿来。李玉玲咧嘴一笑，掌心现出一袋灵石包裹。杨云康一把抓在手里，神识扫过，确认数目正确，脸色才缓和下来。杨师兄，你先回去养伤，有进一步动作我再通知你。第二天日上三竿，萧晨刚刚睡醒，看着怀里的娇躯，肌肤柔软而细腻，仿佛和田白玉，泛着柔和的光。紧接着传音玉简一阵抖动，萧晨点开查看，发现是师尊发来的消息：晨儿，睡醒了吗？为师来接你。自从上次感觉到有人对萧晨怀有敌意，他对萧晨的保护可谓是无微不至，亲自送他回外门，又亲自接他回内门，生怕出什么意外。好的，师尊。萧晨回道，嘴角止不住地上扬，有这样一位师尊时刻保护自己，简直是安全感满满。南宫月依旧是一袭雪白长裙，没有多余的配饰，静静地站在宋舒婷的阁楼前方，如同一位遗世独立的仙子，出尘脱俗。这时萧晨踏着飞剑划破长空，从远处急速而来。南宫月转过雪颜，疑惑地看着他：你不是跟宋舒婷在一起吗？这个我跟他之间出了一点点小问题。萧晨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南宫月玉手轻抬，一道凌厉玄光带着萧晨往内门而去。这么说，你这一天没有跟他在一起？那你为什么没有跟为师传音？弟子在外门还有别的道侣。那你这一整天是跟哪位道侣在一起？你知不知道有人想暗中对付你？南宫月看着他，柔和的目光中含着一抹冷意。我知道，你还独来独往。他已经来过了，但是被宋舒婷打跑了。哎，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你那道侣就非见不可吗？萧晨也是一脸无奈，有苦说不出。谁叫自己只能双修来提升修为呢？为了不被人瞧不起，自己只能最快速度提升修为。好了，师尊，我知道你关心我，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萧晨抓着师尊的手腕道。南宫月侧过目光看着他，你跟宋舒婷的矛盾，想必也跟你那个道侣有关吧？萧晨点了点头。舒婷这孩子，为师是看着他一路修炼的，外表魅惑性感，但其实他骨子里骄傲得很。他肯定不会同意跟另一个女人分享同一个男人。不是一个，是3个。闻言，南宫月的脸色顿时变得无比精彩，不禁看着他摇了摇头。晨儿，你这忙得过来吗？可还可以。萧晨老脸一红。晨儿，修仙一途，首先修的是道心，切记不要让自己的道心迷失在俗世的欲望中。师尊，阴阳双修应该也是一种修仙之道吧？南宫月身形一滞，诧异地看着他，似乎没有想到自己的徒儿会问出这句话，随后才缓缓道：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阴阳双修之法，即使有也不会存在于这片大陆。南域有一宗门名为合欢宗，其修炼的功法名为合欢诀，本质上是一种采补之术，只会对其中一方有益。而被采补的男子或女子被称为炉鼎，由于被吸干元阳或元阴，这种炉鼎的寿命极短。萧晨默默地听着，
眼神中满是惊讶。但显然自己的阴阳合欢功并非采补之术，而是纯正的双修功法，这在几个道侣身上都得到了验证。自己修为提升的同时，道侣的修为也在提升，只是该如何让师尊相信呢？说话间，前方便到了丹霞峰，二人飞身下落，立于洞府前。为师知道你很想早日恢复修为，但是修炼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没有捷径可言。知道了，师尊。萧晨乖巧地回道，师尊的观念根深蒂固，看来得慢慢攻略才行。南宫月玉手一挥，一道灵力结界分开，洞府的大门缓缓开启。对了，外门弟子的试炼秘境快开始了，你还是不要参加了吧，为师到时候跟负责的长老打声招呼。不，师尊，这是宗门对外门弟子的考核，所以试炼秘境我必须参加。萧晨一本正经地道，心里却在想，自己去不去无所谓，关键是自己的那几个小妮子会参加，万一被别人欺负怎么办？你是为师的亲传弟子，像这种小型试炼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别人参加是为了争夺筑基丹，而你根本用不着。正因为我是师尊的亲传弟子，才不能搞特殊化，凭真本事拿到名次也是为丹堂争光吗？好吧，但那毕竟是秘境，你到时候还得多加小心。师尊放心。南宫月点了点头，你先回修炼室吧，有什么疑惑随时传音于我。好。随着修炼室的石门缓缓关闭，寂静的空间里安静的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如今有几个金丹期一直盯着自己，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得想个办法自保才行。童子，我现在有几次抽奖机会？丁宿主现在还有2次抽奖机会，请问是否抽奖？抽。丁。正在抽奖中。丁。恭喜宿主获得麻痹戒指1枚，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丁。恭喜宿主获得隐身符10枚，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卧槽，麻痹戒指！萧晨顿时大喜过望，一听这名字就感觉牛逼的不像话。童子，快介绍下。丁。麻痹戒指可瞬间释放出神经毒素，让敌方处于麻痹状态，最高可越2阶对敌，持续时间最低半个时辰。哇靠，真是想什么来什么，能让对方麻痹半个时辰，自己早就让他死不知道多少次了，简直是越阶对敌的神器。对付那些阴险小人，比起诸天剑还管用。童子，这麻痹戒指有没有 CD 时间？丁。有的， CD 时间10分钟。10分钟。萧晨略加思索，问题不大，持续时间可以达到半个时辰，充能仅仅需要10分钟。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连续发射，不过已经是很牛逼了，毕竟自己又不是打群战。童子，这隐身符真能隐身吗？丁。是的，隐身符激活之后，自身以及全身物品处于全向隐身状态，持续1个时辰。丁。特殊警示，此隐身状态不可免疫攻击，一旦遭遇攻击会立刻退出隐身状态。牛逼啊，这以后出门可就安全多了。今天这个抽奖真不赖，虽然不能免疫攻击，但能在敌人面前完全隐身，简直是偷袭的绝佳辅助。试想一下，临近敌人身边，先用麻痹戒指让其丧失战斗力，再发动致命一击，简直逆天。童子，我再次对你刮目相看。丁。嘻嘻，多谢宿主夸奖，为宿主服务是系统一生的宿命。萧晨站起身，琢磨了一番，有了这2样宝贝，自己岂不是可以去找那2个舔狗算算账？说干就干。听说李玉玲住在青木峰，那就先去找他算一算，追杀我这笔账。为了不惊动师尊，萧晨只得先激活隐身符，于是他赶紧拿出一张以灵力催动，顿时整个身躯从头到脚变得完全透明，自己走向修炼室的石门竟直接穿透而过。激动的心已经无法形容，于是萧晨不再迟疑，出了洞府之后就直接奔着青木峰飞去。也不知道李玉玲到底住在哪座洞府，萧晨只得一个一个找，好在整座山峰的洞府并不多。萧晨飞身下落，随意寻了一个稍微气派的洞府，便直接走了进去。透明的身躯穿过洞府的大门，内部寂静无比，虽不及师尊的洞府那般气派，却也极为清新别致，宁静淡雅。一股淡淡的幽香扑鼻而来，却与师尊洞府内的香味截然不同。莫非这也是一座女子的洞府？萧晨正打算离开，想了想，还是先看看修炼室再说，随后直接穿过石门进入修炼室，顿时愣在原地。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江婉玲。妙啊，这不是李玉玲那小子的娇妻吗？萧晨心念道，眼神中满是火热之色。此时的江婉玲身着青色长裙，盘膝坐于蒲团之上，双眸微闭，白皙水嫩的肌肤泛着微光，身前高耸的玉峰竟比初见之时还壮观，雪白的香肩微微露在外面，如同粉雕玉琢的瓷器，引人无限遐思。如瀑的乌发处到地面，
被一根白色发带随意束着，那属于娇妻的风韵展露无遗。真不错，成熟美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本想找李玉玲算算账，没想到竟遇到她，这岂不是上天赠送的礼物？萧晨顿时想起了几天前的画面，江婉玲那冷傲的态度，那瞥来的眼神，如同看待一只蝼蚁。甚至他当时竟然还建议李玉玲直接拍死自己，如此蛇蝎美人，怎么也得讨点利息。突然，江婉玲双眸睁开，瞥过脸看向石门的方向，美眸中闪过一丝疑惑。难道发现我了？萧晨的心顿时提到嗓子眼，连忙屏住呼吸，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若是此时的江婉玲朝石门方向挥出一剑，那他就完了。还好，他只是盯着石门看了数息，并未发现有什么异常，又重新进入修炼状态。萧晨小心翼翼地朝他身后走去，脚步格外缓慢，生怕惊动了他。他毕竟是金丹期的天骄，神识无比强大。在距离他的背影不到3丈距离的地方，萧晨停了下来，怕再往前会被他发现。虽然是系统出品的隐身符，但毕竟是第一次使用，心里多少有点犯嘀咕。萧晨伸出手，中指上的麻痹戒指瞬间射出一抹神经毒素，没入江婉玲的背心。他娇躯一颤，感受到些许不适，用手捂着胸口，想要站起身，却脚步发软，一下子歪倒在地，连伸直手臂都感觉酸软无力，浑身如同被打了麻醉剂。怎么回事？江婉玲声音再发颤，脸色惨白，娇躯也出现了一抹不正常的红晕。有那么一刻，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修炼走火入魔了。麻痹的滋味好受吗？一个带着戏谑的声音在修炼室中骤然响起。江婉玲心中一惊，拖着软弱无力的娇躯转过身，却看见萧晨双手抱胸，满脸得意之色。是你？当然是我，没想到吧？你这肮脏的蝼蚁是怎么进来的？江婉玲满脸惊慌，刚想运转灵力，却发现根本不起作用。自己洞府的大门明明已经上锁，而且门外还有禁制，莫非他能飞天遁地？哈哈，想知道吗？我却偏不告诉你。你对我做了什么？没什么，只是一点点毒素而已。我要杀了你！江婉玲挣扎着站起身，朝萧晨挥出一拳，却软绵绵的，毫无力道。你这贱人，老子跟你无冤无仇，你竟然撺掇李玉玲杀我，做梦都没想到吧？你会栽在我这个蝼蚁手上？你想怎么样？你说呢？李玉玲几次3番羞辱我，还追杀我，我是个有仇必报的人，那是你跟他的事情，与我何干？你把我放了，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放了你，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江婉玲眼神冰凉，威胁道：你若杀了我，你也不会有好日子过。萧晨缓缓上前，一把搂着他的纤腰，一手捏着他的下巴。放心，我不会杀你，我最怜香惜玉了。你想干什么？江婉玲开始露出恐惧的神色。你说呢？这皮肤真水嫩，我萧晨最不喜欢浪费东西，往往碗里的每一粒米我都要吃干净。淫贼，骂得好！我父亲是青木峰主，你敢动我一下，他定会让你死无全尸。青木峰主是吧？听起来是挺唬人的，但老子天生不信邪。今天我要定你了。萧晨面色一寒，抓起他身前的衣裙，用力一撕，顿时大片的雪白显露出来，那2团浑圆饱满，如同硕果高悬，仅仅一瞬间就勾起他无穷的欲火。还有那全身散发出的少妇气息，仿佛一道道勾魂曲，无时无刻不再撩动他的神经。望着眼前的雪白胴体，萧晨的眼神逐渐变得危险起来。你这个禽兽，我夫君绝不会放过你的。江婉玲眼神冰冷，恶狠狠地说道：你错了，是我不会放过他，我会亲手宰了他。说完，萧晨欺身压下，吻住那一抹粉嫩的阴唇，大手上下游走。江婉玲一声阴鸣，无力的反抗，一点点化为顺从，随后竟逐渐迎合起来。萧晨一时之间都有些茫然，这是多久没有经历过风雨的女人？不管了，先干活。定。温馨提醒：麻痹时间仅剩5分钟，请宿主速战速决。卧槽，童子提醒得好，要不是系统提醒，自己沉浸在温柔乡里，忘了时间，被恢复过来的他一剑捅死，岂不是丢了穿越者的脸？说完，萧晨又用麻痹戒指对着江婉玲射出一缕神经毒素，延长了他的麻痹时间。想恢复，门都没有。于是萧晨又开始继续战斗，顺手将一颗流影石以灵力催动，放在旁边，这是必要的手段。战斗一直持续到第2天，拥有无限体力、无限制造能力的萧晨丝毫没有疲惫之色。在这期间，每当麻痹效果快消失的时候，萧晨便再次对他使用麻痹戒指。求求你，别再对我用这个神经毒素，我顺从你还不行吗？江婉玲无助的求饶，一副楚楚动人的模样。毫无疑问，
全身麻痹无力的状态很不好受。神经毒素侵入识海，让他使用不了任何灵力乃至法宝休想。萧晨毫不犹豫地拒绝，自己还没蠢到这个份上，一旦麻痹效果失去作用，他肯定毫不犹豫灭了自己。最后一针打完，萧晨才心满意足地站起身，看着遍地狼藉，挑了挑眉，却无意间瞥见她裙摆上的一抹落红，顿时愣在原地。这是什么情况？她不是已经成亲了吗？此时的江婉玲浑身无力地躺在蒲团之上，一言不发。这一点让萧晨大感意外，原以为他会说出什么诅咒的狠话，却发现他的眼神竟不像刚开始那般冰冷。李夫人，我想接下来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什么意思？萧晨亮了亮手中的留影石，这一切我都记录下来，只想留个保命的手段。你……江婉玲顿时羞愤欲死，作为金丹期的宗门天骄，却被一个炼气期的弟子蹂躏，还将过程刻录下来。李夫人，你最好守口如瓶，你也不想这件事被你夫君和父亲知道吧？你……萧晨邪魅一笑，凑到跟前，挑起他那迷人的下巴。下次还想不想要？江婉玲迟疑了数息，还是娇羞的点了点头，眼神瞥向一边，俏脸说不出的红润。这一举动让萧晨都有些意外，原以为他会恼怒非常，但看他这个意思，莫非还挺享受？比起李玉玲那个傻缺如何？你很棒。他低着头，声音细软，小的仿佛只有自己能听见。嘿嘿。萧晨嘴角扬起，径直走出修炼室，又拿出一张隐身符，催动之后，身形再次进入透明状态，准备去其他洞府寻找李玉玲的踪迹。这个隐患必须早日拔除，否则总感觉有根刺。正在这时，传音愈减震动。萧晨打开一看，竟是师尊发来传音：“晨儿，来为师的修炼室。”好，师尊等我一下。萧晨回复了一声，便火急火燎地朝丹霞峰飞去。这一次只得先放过李玉玲，必须得赶在师尊发现之前回到修炼室，要不然被他发现自己能绕过他的神识遁出洞府，估计要被吓得不轻。幸好南宫月并不着急，萧晨回到修炼室的时候，石门还是关好的状态。随后整理着装，换了一身干净的白色锦袍，才慢悠悠地走向师尊的修炼室。刚走到门口，修炼室的石门便缓缓开启，南宫月一如既往的简单装束，静静地坐于蒲团之上，但丝毫不会掩饰她绝美的容颜，婀娜的身姿。师尊，你找我？你进来吧。师尊，是有什么事吗？没有别的事，为师想让你帮我按一按。萧晨顿时心中一喜，这可是跟师尊增进感情的好机会，连忙答应道：好。看来因为上一次表现好，师尊逐渐喜欢上按摩的感觉。这一次还未等他开口，一条发带便从师尊手中飞来。晨儿，你还是先帮为师把头发扎好。好。萧晨顺手接过，缓缓来到他身后，双手轻轻挽起他的秀发，每一根发丝如同黑玉般油光发亮，迷人的发香混合着醉人的体香，让他忍不住前倾。望着那泛红的耳垂，白皙的玉颈，萧晨差点就想吻上去，还好理智战胜了冲动，双手放在他的香肩，顺着穴位按压。南宫月缓缓闭眸，俏脸上满是陶醉的神色，可惜萧晨在身后并未有幸捕捉。半个时辰后，萧晨悄悄贴近他的耳边，轻声道：师尊，要不要徒儿给你按按脚？温热的男子气息传来，南宫月的脸颊上浮起一抹动人的红晕。按脚，这不太好吧？师尊，你有所不知，按摩腿和脚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灵力运转速度会更快。萧晨说的一本正经，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效，纯粹就是欺负师尊不懂。还有这个功效？当然，比如我们修仙者闭关的时候，常年累月的久坐其实是不利于肉身修行的，尤其是师尊这么美，更需要长期按摩保养。萧晨的一番胡诌外加吹捧，把师尊哄得心花怒放。又胡说，那就试试吧。南宫月点了点头，白皙的脸颊上闪现出一抹罕见的红晕。萧晨嘴角邪魅一笑，随后又连忙收敛神色，走到南宫月的正前方，盘膝而坐，手刚一碰到他的脚踝，南宫月微微一颤，眸光瞥向一边，显然还是颇为不习惯，更何况此刻是与徒儿面对面。师尊，刚开始是有点不习惯，慢慢就好了。随后他双手极其温柔地抬起他的玉足，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轻轻地按压玉足，其形修长秀美，曲线柔和，如同一道盈盈弯月，纤尘不染。萧晨深邃的眼瞳直勾勾地盯在师尊的脸上，那炽热的目光如同在欣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看得南宫月都有些不好意思，只得偏过头看向一边，心想这个弟子脸皮也太厚了，竟敢无所顾忌地盯着自己，他是怎么敢？过了一会儿，南宫月有些沉不住气，便道：晨儿，你在看什么呢？我在看美人。南宫月慌忙瞥向一边，
那绝美的脸颊现出从未有过的娇羞之态，如同天边涌动的云霞，只得娇嗔一句：“晨儿，不许胡说！弟子才没有胡说，师尊就像9天玄女一样美。”贫嘴，弟子只会讲事实。你在外门就是这样哄女孩子的。可嗨嗨，也没有了。为师这2天可是把你的履历仔仔细细查过哦。在收萧晨为亲传弟子之前，宋舒婷曾向他推荐过萧晨，于是南宫月派人着手调查他的履历。在得知他进入宗门前后不过1周时间，竟然有3位道侣都忍不住惊掉下巴。萧晨一时语塞，愣是没想到师尊竟然暗地里调查过他。他想干什么呢？晨儿，你可不能始乱终弃啊，否则为师可不会轻饶你。南宫月带着警告意味地说道。萧晨顿时眉开眼笑，嘿嘿，师尊尽管放心，弟子绝不是那种没人性的负心汉。南宫月微微点头，对于他的回答还是很满意的。在修仙界，男人3妻4妾很正常，但是能做到有始有终的人少之又少。师尊，你说是不是修为越高的人对感情反而越淡薄？你为什么这么问？我只是好奇，随便问问。哦，这个也分人吧，有的人一心向道，有的人眷恋红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是一心向道好呢，还是留恋尘世好？南宫月微微一笑，这个谈不上好与不好，天地大道自有定数，世间万物各有宿命。师尊，我不是很懂。有的人穷极一生追求大道，最后生死道消；有的人贪恋红尘逍遥一世，最后安然轮回。得之坦然，失之淡然，所以一切随缘。那师尊自己呢？南宫月愣了一下，却并未回答，只是微微一笑，那笑容里包含的意思让萧晨有些看不懂。按完了脚底和脚背，萧晨并没有征求师尊的同意，大手直接滑入长裙内，开始帮他按摩小腿。南宫月神色有些慌乱，但是看萧晨一脸认真的样子，似乎显得很寻常，也就任由他接着按下去。他的小腿肌肤光滑，如同新生儿一般，紧致而细腻，白皙而玉润。萧晨也很识趣的点到为止，并没有进一步试探。他看得出南宫月是比较保守的女子，更何况还是他的师尊。过犹不及，一步一步慢慢攻略才是王道。南宫月心中泛起一丝异样的情绪，他自己都不明白，收了那么多弟子，为何唯独对萧晨如此溺爱。看他低着头认真的帮自己按摩小腿，心中甚感欣慰。晨儿，你明天就不去外门了吧？啊，萧晨面露难色，为师这是为你好，你应该知道是谁想要对付你，以你目前的修为根本应付不来。好吧，萧晨很想辩驳，但看见师尊的眼神，只得放下自己的想法，毕竟他也是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这几天你在修炼室安心修炼，一直持续到试炼秘境开启。是，师尊。虽然嘴上答应，但萧晨却并没有那么听话，毕竟只有双修才能提升修为，而且这也是最快的捷径。要是让他连续几天在幽暗的修炼室里发呆，估计要闷死在那里。第2天，南宫月仍然在修炼中，而萧晨早已利用隐身符悄悄出了内门，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解除隐身状态，随后就来到了苏雨晴的住所。刚准备敲门，那一抹巧笑嫣然的小脸便探了出来。哥哥，我就知道是你。说完，苏雨晴直接握着萧晨的手，一把将他拉了进去。萧晨顺手把他搂入怀中，大手不自觉地抚向那黑丝大长腿，嘿嘿一笑道：为什么一定会是我呢？因为这个。苏雨晴亲昵地拱了拱脑袋瓜，挺翘的鼻子如同小猫一般嗅了嗅，很享受和心爱的男人拥抱的感觉。你的气息很特别。是吗？那我怎么感觉不到？你自己当然感觉不到了，但是对我们女孩子很有吸引力。原来是这样。萧晨得意地道，从身后搂着她，感受那迷人的翘臀，脸颊埋进她乌黑发亮的秀发里，每一次回眸都让她心神荡漾。目前苏雨霏、苏雨晴的好感值都已满级，他们对自己的话都已经无条件服从。风雨骤然而至，青木峰某座洞府内，李玉玲脸色阴沉，袖袍一挥，直接将一个筑基弟子掀翻，狠狠砸落在墙壁上，震得周围的摆设七零八落。噗！一口鲜血喷涌而出，这位筑基弟子又连忙爬起来，重新跪倒在地。李师兄饶命！你这个废物，留着有何用？李师兄，师弟真是冤枉啊！我真的一直盯着丹霞峰，根本没有发现萧晨出来过。那外门刚传来的消息，莫非是假的？你连这点事情都干不好，还想让我引荐你进列妖堂？李师兄，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这位筑基弟子一个劲儿地磕头赔罪。滚！是，我马上滚！李玉玲气得攥紧双拳，派人盯住丹霞峰，居然还让萧晨从眼皮底下溜出了内门。只是他没有想到，萧晨用了隐身符骗过了所有人。不过
最终还是棋差一招，在进入苏雨晴的住所时，被外门的丁烧给看见了，并汇报给了李玉玲。老子倒要看看是怎么个回事。李玉玲身形一闪，朝外门飞去。另一边，宋舒婷算好了日期，今天应该是萧晨回外门的时间。她本不想搭理他，却又害怕萧晨真的出什么意外，于是又暗中探查了一番萧晨的住所，发现并不在其中。随后又探查了苏雨飞的住所，依然不在其中。咦，莫非良心发现今天没来找别的女人？不死心的他最后来到苏雨晴的住所，毫不意外，临近10丈之内便能听到其中传出的靡靡之音。那娇喘的软语，即使是他听了都会脸红耳赤。心中对于萧晨的最后一丝期待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小手紧攥着拳头，指尖有些发白。好你个萧晨，还真会雨露均沾，我再也不管你了。宋舒婷愤愤地嘀咕道，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双腿好像不听使唤似的，很自觉地找了一个隐蔽的树冠藏了起来。那迷人的小嘴撅得老高老高，连他都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心中不由得苦笑一声。也许自己真如杨云康所言，生得贱。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一个装作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身影悄然走进他的视野。李玉玲。宋舒婷立刻收敛气息，盘坐于树干之上，静静地观察他的真实意图。从他来的方向可以推测，李玉玲显然是去过萧晨的住所，发现没人才来到这边查看。宋舒婷没有给他任何机会，身形一闪，化作一道流光驰来，拦在他的身前。李玉玲先是一惊，随后一脸笑意，率先问道：嘿嘿，宋师妹，这是准备去哪里啊？少在这嬉皮笑脸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企图。宋师妹，瞧你说的，我能有什么企图？你鬼鬼祟祟的，不还惦记着你那6万灵石吗？李玉玲一脸苦涩，随后突然大笑，哈哈，师妹真是看清我了，区6万灵石，我怎么会放在心上呢？我真正在乎的是师妹你啊。师妹，自从12年前我们18人同一批被纳入内门弟子，我便对师妹念念不忘。好了，不用再说了。这样的话，宋舒婷听过无数次，那10几个金丹期的天骄跟他讲过无数回，都被他严词拒绝。他到现在都没想明白，自己被萧晨占了身体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连心魂都被刻上他的影子。不，今天我必须说，不说出来心里憋屈。我们是真没想到啊，一直以为你是执着于修仙大道，不喜欢俗世的七情六欲，但你简直惊掉了我们的下巴。10几个师兄弟，苦练12年的绝代佳人，居然会喜欢一个练气期的垃圾。宋舒婷俏脸一寒，够了，你还有完没完？李玉玲却毫不在意，继续道：我原本以为你选择杨云康那个尖酸货，我心里都会好受一点，但你偏偏选了一个垃圾。李玉玲，把你嘴巴放干净点。宋舒婷黛眉紧蹙，绝美的脸颊上浮起一层冰霜。我说的不对吗？一个练气期的菜鸟，3品炼丹师又怎么样？这个世界是实力为尊，而不是靠炼丹。在他心里，萧晨即使是3品炼丹师，也不过是个给别人炼丹的机器。你看不起3品炼丹师，请问你达到了吗？等你达到了3品炼丹师，才有资格说别人。哼！李玉玲冷哼一声，双手一摊，我的确不会炼丹，但是以他萧晨的灵根资质，这辈子都别想凝结金丹。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哼！你算什么？也配预测别人的命？师妹，你就别自欺欺人了。你我都清楚，我们将来的成就，晋级元婴期指日可待，而他充其量只能停留在筑基期。即使你现在喜欢他，等他100年以后寿元将终，成为一个胡子拉碴的老爷爷，而你依然风华绝代，你作何感想？宋舒婷冷笑道：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你应该管好自己的事，凭什么插手别人的事？凭什么？就凭他亲手摧毁了我们的梦。这么多年，只要你没有选择道侣，我们就一直觉得有希望。只可惜，如今这个美好的梦终于碎了，碎得如此彻底，碎得如此不可思议。我不想听你在这讲些莫名其妙的话，你趁早打消动他的念头，否则别怪我不顾昔日情面。我跟他之间只有一个能活。李玉玲淡然一笑，那笑容有些恐怖。你究竟想怎么样？你若是为那6万灵石置气，我可以代替他还给你。闻言，李玉玲浑身的戾气骤然爆发，面目变得极为狰狞，显然这句话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妒意。他对宋舒婷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偏执，在他眼中，一个练气期的外门弟子，凭什么能让宋舒婷为他做到这一步？宋舒婷，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好好看看，你喜欢的那个人此刻正在睡别的女人。我知道，你满意了吗？李玉玲一愣，眼神中闪过一抹灰暗，这句话将他心底高傲的自尊击得粉碎。那个被他视为一生的梦的女人，宁肯给一个练气期做小，都不肯正眼瞧他一眼，这究竟是为什么？他产生了极致的自我怀疑。宋舒婷十分平静地说道：大家都是同门，
我真的不想闹到那一步，和和气气的不好吗？毕竟是10几年的同门之谊，自己虽然对李玉玲没感觉，但他也不想因此反目成仇，和气不了。从他把你夺走的那一刻，我们之间注定只能活一个。你这个疯子，谢谢你给我这个称号，今天我给你个面子，放他一马，下一次他就没那么好运了。说完，李玉玲放肆的狂笑，急速掠过夜空，朝内门的方向飞去。宋舒婷望着他远去的方向，叹了口气，自己也没有想到昔日那么好的同伴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刚准备继续回到树上隐藏起来，却听见吱嘎一声，木门被推开，一道光星从远处的那间木屋射了出来。随后萧晨的身影从木屋内走出，脸上那春风得意的劲儿让他不禁直翻白眼。宋舒婷身形一闪，躲在暗处，内心嘀咕道：大晚上还准备往哪里跑？于是一路跟在身后，却发现萧晨行踪诡秘，拐过几个山峰，进入了另一间木屋。那木屋他曾经见过，正是陆云儿的住所。本来稍微平静的心潮顿时涌起滔天巨浪，宋舒婷再也忍不了，直接破口大骂：死男人，臭男人，讨厌鬼没有女人，你活不下去是吧？骂完，宋舒婷身形一闪，朝自己的住所飞去，也不管他听不听得见。坏哥哥，我以为你不要我了。陆云儿泪眼婆娑的模样，紧紧抱着他的大腿。怎么会呢？你这么好用，讨厌。萧晨一把将他搂起来，凝视着他的眼睛，那双桃花眼顿时秋波荡漾，那薄薄的唇瓣竟直接吻了上来，小手不安分起来。哥哥，你怎么？充满迷离之色的美眸闪动着难以置信的神采，心潮顿时澎湃不已，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怎么几天不见就那么可怕？喜欢吗？一抹娇艳的云霞飞速蔓延上脸颊。简陋的木屋里，地动山摇，宛如战鼓轰鸣。黎明初起，骤雨初歇，在萧晨不懈的努力下，一道灵力之光终于将他笼罩其中，全身的灵力也出现了躁动的迹象。他当即起身，盘膝而坐，引导灵力汇入四肢百骸，一道道宛如云雾般的灵力汇聚在丹田之中，全身的灵力逐渐平息，体内传来一声突破桎梏的轻响。这一刻，萧晨成功晋升到炼气期6种。哥哥，你又晋级了！陆云儿在一旁欢呼道：哟，哥哥，你忘了我们第一次双修的时候你也晋级过？萧默略一思索，好像是这么回事，没想到这个小妮子幸运值还不错嘛。记起来了，那哥哥以后经常来好不好？看心情。你上次就这么说，可是你没来。我当然是有自己的事，我知道，可是哥哥，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了。陆云儿说着，2道泪痕在俏脸上滑落。你上次把我占有以后，昔日的同门都在排挤我，孤立我，连原本的采集队长都把我踢出了队伍。采集队长？就是大家结伴同行去野外采集灵草，现在他们都不要我参加，让我去找别人。说完，陆云儿小声地抽泣着。在栖霞宗，同门弟子之间会经常组队前往妖兽出没的山脉，采集各种灵草，或者猎取妖丹出售给宗门，以赚取灵石。这在整个修仙界也颇为普遍，甚至有些互不相识的人也会因为一张招募令走到一起，成为灵石的盟友。毕竟独自闯荡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没事，都是些小问题，那些人以后不必理会就是了。萧晨心念一动，掌心现出2个丹瓶，这是40枚聚气丹，你拿来辅助修炼用。虽然她是自己抢来的女人，但毕竟还是自己的双修伴侣，这点投资还是必须要的，让她尽快提升实力，自己也能从双修中获得最大的好处。陆云儿直接愣在原地，小手捂着唇瓣，久久说不出话来。以前跟着李健的时候，能给他一颗聚气丹就已经烧高香。萧晨微微一笑，拿着吧，以后看你表现。在看到萧晨认真的眼神后，陆云儿才敢伸手将其接过，然后扑进萧晨的怀里，大哭起来。也许是受了长久的委屈得到了释放，也许是觉得自己的选择终于得到了回报，被萧晨夺去一血，身体更是被他占了个彻彻底底，所以他选择了依附于他。其实萧晨心中也是五味杂陈，当初就是因为赢了与李健的赌注，强行将他占为己有。若不是因为他还是处子之身，萧晨或许也没有这么多怜悯，顶多也就是当成炉鼎玩玩而已。定，检测到当前女子陆云儿对宿主好感值大幅提升，当前好感值70点，请问宿主是否绑定？不必了。定。对于这位抢来的双修伴侣，萧晨心中多少有些芥蒂，还想再对他多加考验一番。眼看天已大亮，萧晨便与陆云儿告别，随后踏上飞剑朝内门飞去。至于秦仙儿和叶清河2个小妮子，萧晨并未打算去找他们，这件事需要他们自己想清楚。自从上次被宋舒婷搅了好事，他们的好感值降到40点之后，一直没有涨上去，但是也没有跌，就说明他们的内心其实也在挣扎。
一旦自己主动去找他们，就意味着自己承认了错误，还不如让他们想清楚了，主动来找自己。眼下的尽快回到修炼室，要不然师尊又要让他按摩，一切可就穿帮了。就在萧晨快要接近内门的时候，一道熟悉的蓝色身影正好从山门飞出，二人隔着数十丈相对而立，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杨云康阴柔的面孔骤然变得扭曲，你这练气期的垃圾，真是哪里都有你！你这优越惯了的垃圾，一如既往的自以为是。萧晨毫不示弱的回怼道。哈哈哈！杨云康突然大笑起来，似乎没有想到一个练气期的外门弟子竟然好意思讽刺别人。怎么说你是垃圾有什么不对吗？我32岁已经是金丹期4重，如果我是垃圾，那你40岁才练气期又是什么？你除了会以强凌弱，还有别的本事吗？说你是垃圾都抬举你了。好，你这个杂碎，成功激怒了我。杨云康顿时脸色阴沉，攥紧双拳，指节咯吱作响。远处山门的4个巡逻弟子目光出奇的一致，很是好奇的看了过来，似乎没想到一个练气期竟敢硬刚金丹期，简直是自寻死路。你有种的话，就把境界压制到练气6重，与我公平一战，生死各安天命。哈哈哈！杨云康顿时大笑，宛如听见了此生最大的笑话。怎么不敢？好，既然你自寻死路，本公子今天就给你这个机会。杨云康一脸戏谑地看着他，金丹期即使压低境界，对于仙道的感悟、剑诀的领悟程度也远超练气期几个巡逻弟子。听着二人的对话，在一旁纷纷出言嘲讽：这人是脑子烧坏了吗？练气期居然叫嚣着与金丹期同境界一战，你看他那模样，年龄比我们还大，竟然还没筑基，又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乡野村夫。就是竟敢得罪宗门天骄，真是活腻歪了。这种人活在世上真是侮辱智商。不过这人我好像什么时候见过。萧晨狠狠瞪了几人一眼，旋即看向杨云康，走吧，外门比武擂台见。杨云康嘴角上扬，不紧不慢地跟在萧晨身后，防止他暗中逃脱。二人一前一后穿越层层山峦，不多时，只见前方群山之间出现了一大片空荡的广场。偌大的比武擂台立于广场上空，2个外门弟子正在切磋剑术，挥剑相击，剑气争鸣。下方人流攒动，翘首相望，纷纷喝彩。杨云康身形急掠，现身于擂台边缘，金丹期的威势显露无遗，引得众人啧啧称奇。是杨云康，杨师兄！人群中不知是谁惊叫了一声，台下顿时闹哄哄一片。很显然，身为宗门天骄，在宗门内的人气极高，平时难得一见。天哪，居然是杨师兄！一位外门女弟子不自觉地露出花痴的模样。内门天骄居然也会来到外门擂台，真是头一次见。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家是金丹期，剑道造诣高，肯定是来指导新人剑术的。哇，不愧是杨师兄，胸襟广博。就在台下称奇的议论声中，杨云康一声厉喝，打断了众人的思绪。你们2个下来！正在台上切磋剑术的2人一脸疑惑，不过看到杨云康的强大气场之后，很识趣地飞下擂台。这是要干嘛？围观的众人纷纷不解。只见杨云康身形一闪，来到擂台中央，单手背于身后，俨然一副上位者的姿态。萧晨也不再犹豫，飞身落于对面，2人相距不过20丈。随后杨云康伸出手指朝眉心一点，一身金丹期的威压急剧下降，直到练气期6重才停下。这什么情况？他们不会是要决斗吧？看这架势，肯定是要决斗无疑。一个练气期跟金丹期的天骄决斗，这是脑残吧？可不是吗？修为能压制，那金丹期的神识能压制吗？那剑道造诣能压制吗？你看他起码40多岁，修为也才练气6重，一看就脑子不太灵光的样子。听着众人的议论声，杨云康不自觉地露出一丝得意，望着萧晨道：不如我们来个赌注，如何？什么赌注？如果谁输了，就让对方种下神识烙印，成为终身奴仆。杨云康的小心思显露无遗，若是有个3品炼丹师的奴仆，他都不敢想象自己能赚多少灵石那些3品高级丹药，简直唾手可得。同时还可借此让宋舒婷看到他的眼光有多么差劲。非要赌这么大吗？人这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玩大一点，怎么尽兴呢？看你这模样，似乎胜券在握。少废话，敢不敢赌？不敢赌就滚。可以是可以，但是我怕你输了反悔。你这人毫无信义可言，我又打不过你。萧晨故意示弱，其实内心里巴不得他赌。岂有此理！杨云康暗叹一声，老子身为宗门天骄，在你眼里这么不堪，说的好像你是正人君子一样。不如这样，我们一起用到新起事，如何？萧晨故作思索道，
这还差不多。杨云康生怕萧晨反悔，连忙率先举起右手，握紧拳头。我杨云康今日与萧晨公平决斗，谁若输了，便成为对方的终身奴仆，若为此事，天诛地灭。说完，还朝萧晨点头示意，到你了。萧晨望着他那快压不住的嘴角，心中一阵暗叹，尽管笑吧，待会有你哭的时候。我萧晨今日与杨云康公平决斗，谁若输了，便成为对方的终身奴仆，若为此事，天诛地灭。二人当众发完誓，台下的众人再次沸腾了起来。看样子，这俩人之间仇怨挺深啊。玩这么大，一个炼气期怎么会惹上一个金丹期呢？真是该他倒霉。你们还不知道吧？这小子最近可出名了，据说还跟3区的宋长老有些不清不楚的关系。什么？又是哪里的传言？快说说。小声点。金丹期的神识何其强大，众人的小声议论毫无阻隔地传入杨云康耳中，顿时让他面目狰狞，怒喝一声：萧晨，你给我受死吧！手中的长剑瞬间出鞘，闪烁着凌冽寒光，身影化作一道残影，急速掠过擂台中央，朝萧晨刺去。萧晨心念一动，诸天剑现于掌心，眸中剑意纵横，凝聚周身灵力，一道黑色剑芒爆射而出。杨云康眼中闪过一抹惊异，抬起长剑仓促格挡，奈何这诸天剑意远非他压制后的修为可以抵挡。轰！一阵爆鸣声响起，恐怖的气浪直接将他震飞出比武擂台，全身血液一阵翻涌。噗！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杨云康身形倒飞而出，狼狈地跌落在地，一招秒败。台下的众人瞬间石化，一个个瞪大了眼珠子，张大了嘴巴，如同被雷电劈中。怎么回事？怎么跟自己预想的不一样？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凝固，唯有耳边呼呼的风声。愣了数息，底下的众人才反应过来，这到底什么情况？内门天骄居然败了，还败得如此彻底。不，杨师兄怎么会败呢？一位花痴的女弟子难以置信地望着杨云康，心中的信念在这一刻崩塌。萧晨站在擂台边缘，望着下方的杨云康，说了你就是个垃圾，还不信？你这该死的蝼蚁，你才是垃圾！一刹那，杨云康牙眦欲裂，原本白净的脸庞满是狰狞之色，封印的修为直接释放，金丹期的威压显露出来，让围观的众人一阵胆寒。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们可是以道心发过誓的，该你履行诺言了，乖乖成为我的奴仆。你这炼气期的垃圾，有什么资格让我成为奴仆？你也不撒泡尿照自己，什么德行？照你这意思，你是想当众耍赖？你看看身后，可是有几百人见证这一幕。杨云康脸色不停地变换，若是成为一个炼气期的奴仆，以后在宗门内该如何立足，连同自己身后的家族都会蒙羞。一念至此，他纵身一跃，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朝萧晨急速抓去。若能反逼他成为自己的奴仆，这誓言便不攻自破。对于他的想法，萧晨早已看穿，身形丝毫未动，嘴角浮起一抹阴森的弧度。就在杨云康的手离他仅有1丈之距时，萧晨手上的麻痹戒指射出一缕神经毒素，飞快没入他的身躯。杨云康身形一滞，体内的不适感迅速放大，只是一息之间便浑身乏力，瘫倒在地。好玩吧？你对我做了什么？杨云康瞳孔骤缩，此刻连举手的力气都没有了。不过是一点点小手段罢了。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萧晨不禁气笑了。我卑鄙？若不是你违背誓言在先，我哪来的机会让你自食恶果呢？你想怎么样？很简单，乖乖放开神识，让我种下奴印。你休想！一旦被种下奴印，只得终身被主人钳制，没有一丁点自由。而且生死被种印者掌控，只在对方一念之间，连同思想也会渐渐被奴化，是吗？我可告诉你，这神经毒素很快就会侵入你的神魂，在侵袭你身躯的同时，还会不断蚕食你的魂肌，你马上就会彻底湮灭，不留一丝痕迹，甚至死后不入轮回。其实这麻痹戒指只有麻痹的效果，但为了逼他就范，萧晨只得编造谎言吓唬他。你好，歹毒！杨云康双目血红，咬碎了门牙，连指甲都钻进掌心，留下缕缕血丝。都是被你们逼的，一个个金丹期恬不知耻的跑来追杀我，你还好意思说我歹毒？你有种就杀了我，看看宗门会不会惩罚你。萧晨双手一摊，一脸的不屑。我无所谓，大伙都看见了，是你想杀我才被我反伤，怎么论都是你有错在先。更何况我还有个元婴期的师尊护着，你猜我有没有事？此话一出，一股凉意席卷了杨云康的心魂，正想拿出传音御剑，却发现根本无法动用灵力，怎么还不死心是吧？现在神经毒素已经开始侵袭你的神智，过不了1刻钟，你就会沦为行尸走肉。闻言，杨云康越发恐慌，自己身为杨氏家族的天骄，
承担着振兴家族的使命，怎么能这么窝囊的死掉？他愤怒地朝萧晨嘶吼：“你这个疯狗！”你还有半刻钟。萧晨丝毫不理他，自顾自思索道：“你这个杂碎！哦，不对，刚才一不小心把剂量加大了，你还剩5分钟。你这个人渣，快给我中意！”杨云康惊恐的怒吼，与其壮烈赴死，还不如屈辱的活着，一切就还有希望。萧晨嘴角得意一笑，一道神识快速侵入他的识海，打下奴印，便退了出来。顿时，一抹奇异的联系传来，萧晨竟发现自己可以读懂他内心的想法。快给我解药！杨云康连忙朝萧晨伸手。什么解药？萧晨挑了挑眉，双手抱胸，俨然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杨云康顿时急得跳脚，指着萧晨道：“解除神经毒素的解药啊，快拿来！”没有。什么？杨云康顿时气得咬牙切齿，脸色涨得通红。刚想发飙，竟发现自己浑身可以活动了，连同灵力也在缓慢恢复，顿时瞪大了双眼，仿佛明白了什么。你在耍我？注意你的身份，你是想神魂俱灭吗？萧晨瞪了他一眼，一脸不善地说道。不敢。杨云康只得低着头，阴沉着脸，敢怒不敢言。你心里所有的想法，我全部实时掌控，你胆敢对我动一丁点杀念，我一个念头让你灰飞烟灭，明白？该称呼我什么？主人。你刚才骂了我那么多次，自己掌嘴10遍。是。话音刚落，杨云康抡起巴掌就朝自己脸上扇，丝毫没有手软，看得台下的弟子直咧嘴。萧晨目光侧过，淡淡的瞥了众人一眼，那些先前出言嘲讽他的人纷纷把脸转向一边，生怕这个煞星找他们麻烦。这些个鼠目寸光的外门弟子，他并未去计较，层次不同，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从今天开始，萧晨的名字在外门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修为仅有炼气期6重，却把一个金丹期4重的天骄收为奴仆，说是惊世骇俗也不为过。随后，萧晨踏上飞剑，朝内门的方向飞去。杨云康乖乖跟在身后，虽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呼，他长舒一口气，此番总算是除去一个心腹大患，免得每次回外门提心吊胆。嘴角微微上扬，来一趟外门，运气真不错，不仅修为晋升到炼气6重，还收了个金丹期的奴仆，在内门还有师尊护着，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吧。踏着飞剑，刚刚临近内门，那座巨大的山门前，4个筑基期的弟子仍然是一脸戏谑地看着飞来的萧晨滚一边去。这内门也是你一个外门弟子能进来的？此话刚说出口，为首的巡逻弟子如同一个陀螺，直接飞了出去。出手的赫然是后面的杨云康。眼瞎吗？杨云康语气不善地瞪了他一眼。其他3个弟子大脑一时宕机，刚才明明看见2人要生死决斗，怎么此刻他是丹堂堂主的亲传弟子？瞎了你的狗眼！以后记清楚，要不然就得跟之前的几个蠢货一样，滚到撕过牙去。为首的巡逻弟子连忙爬起来，捂着脸恭敬地站在一旁。4人恍然大悟，是说感觉他有些眼熟，原来是丹堂的南宫堂主，曾带他进出过内门。是，记清楚了。萧晨淡然一笑，并未说话。这有人出手，就是好办事。随后直接跨过山门，飞身而去。你回自己的住所吧，有事我会通知你。是，主人。看着杨云康飞身远去，萧晨来到一处隐蔽的山坳，催动手中的隐身符，身影缓缓虚化，直到身影完全隐匿，才踏上飞剑返回丹霞峰。穿过师尊设下的禁制以及洞府的大门，萧晨小心翼翼地走进修炼室，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才盘膝而坐，退出隐身状态。呼，萧晨缓了缓心神，长舒一口气，好在有惊无险，看来师尊还在修炼中，并未发现自己离开。望着四周黑黢黢的石壁，萧晨又陷入沉思，既然不能出去双修，何不借此机会多炼点丹药，储存一些灵石，后期用来升级诸天剑。于是萧晨直接拿出玉简传音：师尊，弟子想炼丹。不一会儿，南宫月迈着轻缓的步伐走了过来，每一步都仿佛踏在云端，不染纤尘。那灵动的眸光落在萧晨的身上，微微有些诧异。晨儿，你修为突破了。嘿嘿，侥幸，怎么又想炼丹呢？南宫月有些好奇地看着他，依稀记得自己这个徒儿之前对提升修为很是急切的样子。萧晨微微一笑，缓缓道：师尊，我想明白了，既然修行需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那我如今是3品炼丹师，我想多炼丹，积累经验，以后像师尊一样成为4品炼丹师。南宫月愣愣地看着他，他怎么突然想通了？莫非想主力发展丹道？随后满意的点了点头。你能有这样的想法，为师很欣慰。这样吧，你拿着为师的令牌去丹堂领取药材，炼制后的成品丹药，炼丹师可以留2成作为报酬，其他8成需上交丹堂。说完，
手中现出一枚赤色令牌，朝萧晨飞来。萧晨一把握在手中，脸上抑制不住的欣喜，连忙上前挽着南宫月的玉臂，多谢我的美人师尊。反正就是不放过任何一次与师尊肢体接触的机会。南宫月无奈地看了他一眼，玉指轻点了一下他的额头，不许贫嘴，这里离丹堂不远，赶紧去吧。你师姐在那边，有什么事情记得给为师传音。师姐，你去了就知道了。萧晨眨了眨眼睛，依依不舍地松开了师尊，转身踏上飞剑，朝洞府外飞去。不到1刻钟，那座赤色的大殿便映入眼帘，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在那里炼丹。萧晨飞身下落，兴高采烈地朝殿内走去，谁知刚走到殿门，便遭到一声怒斥：哪来的阿猫阿狗，丹堂重地也是你能来的地方。萧晨一愣，顺眼望去，只见一名筑基期的内门弟子，身着青色长袍，一脸鄙夷的神色。一道数据面板在眼前浮现，姓名薛虎，年龄28，性别雄性，修为筑基期5重，评级体质5，魅力值65100，善恶值负20100。尼玛，老子这是招谁惹谁了？这个什么玩意，一看到我善恶值就是负数，难道老子是天生仇恨圣体？路过的内门弟子也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显然萧晨的炼气期修为是没有资格出现在内门的。一些内门弟子更是毫不掩饰地出言嘲讽：最近巡逻的弟子换人了吗？这杂役是怎么进入内门的？真是无法无天了。谁知道呢？估计又是拿灵石贿赂他们跑进来见见世面的，这种人太恶心了。你看他这模样，40多岁才炼气6重，恐怕连外门弟子都不够资格吧？有灵石拿出来贿赂，卖屁股还差不多。我要去禀报长老，这种档次的货色跑来污染丹堂的空气，真是晦气。众人的嘲讽声犹如一根根毒针扎在萧晨的心上。哪来的小垃圾也敢在老子面前盈盈狂吠？你知道老子是谁吗？萧晨面色一寒，毫不示弱地对上去，心想一个小小筑基就敢如此嚣张，在老子的地盘对我一个3品炼丹师大呼小叫，真是心里没点逼数。难怪那些个金丹期更是目空一切。此言一出，在场围观的众人无不心惊，纷纷露出幸灾乐祸的神色，似乎看到了萧晨被按在地上摩擦的场景，别提有多快意。炼气期就敢辱骂内门弟子，按照宗规得打断腿扔出宗门。薛虎更是龇牙咧嘴，指着萧晨怒骂：小杂种，你个低贱的杂役也敢骂我是垃圾？萧晨淡然一笑，扫了众人一眼：不只说你，我是说在场的都是垃圾。此话一出，其余的几十个筑基期弟子瞬间炸锅，个个群情激愤，恨不得冲上来撕了他。别一天到晚的优越感十足，不过是筑基了而已，你们还当自己是元婴期呢？萧晨漫不经心地说道。几十个筑基期弟子个个面目狰狞，怂恿一脸横肉的薛虎薛师兄，这人嘴巴太贱，狠狠碾死他。对，打断他的狗腿，让他趴在地上摇尾乞怜，还有让他跪在地上给老子舔脚底板。修为这么低，嘴巴这么贱的杂役，老子还是第一次见，一定要狠狠扇他嘴巴子。萧晨不屑一顾，像看傻逼似的看着众人，一群智障玩意，别他妈在这意淫，老子有正事要办，可没空陪你们玩。说完便转身朝身后的大殿走去。一群筑基期弟子嗖的一声瞬间围了上来，将萧晨困在中间，不留一丝逃走的空间。骂了人就想走，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萧晨的脸色开始阴沉起来，明明是你们先骂人，怎么现在还倒打一耙？于是环视了一周，看着他们个个跃跃欲试，恨不得撕碎自己的样子，缓缓道：你们确定要拦我？你今天不跪地磕头道歉，休想离开这里，就是闹到执法堂你也得赔罪。薛虎双手抱胸，不屑地说道。萧晨不禁气笑了，老子需要赔什么罪？我来丹堂办事，你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始辱骂我，老子骂回去不是理所应当？你算什么东西？一个杂役也敢犟嘴？师兄跟你说话你就得听着，敢反驳就是罪。萧晨不禁摇了摇头，看来这内门的风气不对啊，得整顿整顿，一个个高高在上，目中无人。老子最后说一句，你们乖乖给我让开，否则出了什么事我可不负责任。周围的30多人顿时哈哈大笑，一个炼气期6重也敢威胁一群筑基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少给老子在这装腔！薛虎指着萧晨，话还没说完，就听见一声响亮的巴掌声，随后整个人不受控制，在空中旋转数十圈，飞出去10几丈，重重地砸落在地。众人一脸懵逼，都没看见萧晨是怎么出手的。薛虎狼狈地爬起来，大手一挥，一马当先冲了上来，给老子灭了他！其余的几十个筑基弟子顿时怒不可遏，一拥而上。
萧晨脸色沉静，诸天剑瞬间出鞘，眸光中剑意流转，身躯辗转腾挪，接连朝4个方向画出数十道玄奥的轨迹。黑色剑芒带着死亡之威爆射而出，如同审判之刃，精准划过众人的肩膀。啊啊啊！惨叫声此起彼伏，4个方向飞出数十道身影，断手如同藕节散落一地，让过往的弟子骤然失色。萧晨还是手下留情了，并没有要他们的性命，要不然一次性干掉几十个内门弟子，对于栖霞宗也是不小的损失。这一次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随后，萧晨冷漠地看了众人一眼，直接跨过殿门，朝药材室的方向飞去。穿过层层廊道，来来往往的内门弟子纷纷朝他瞥去疑惑的目光，似乎觉得他不该出现在这里，但好在并没有出现，像薛虎那种不长眼的货色。循着路标的指示，萧晨很快便找到了药材室的所在。此时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多是一些出售药材的弟子，想必是刚从外面采集灵草回来，急着换取灵石。顺着队伍望去，最前方的柜台上，一位绝美的蓝裙女子映入了萧晨的视野。只见她一身淡蓝色长裙，一根玉带锦束的腰肢纤细如腰，青丝如瀑垂落腰间，行动处似精灵漫舞。绝美的脸颊上闪烁着一双清澈的美眸，长长的睫毛似蝴蝶振翅，透露出丝丝清冷的气息，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亵渎的感觉。旁边的2位女助理样貌也是非凡，但在她的光芒之下就显得黯然失色。排队的众内门弟子只是远远观之，临到近处之时纷纷垂目，不敢直视，仿佛多看一眼都是亵渎。萧晨瞥了一眼他眉心处那3瓣绿叶形的印记，格外醒目，莫非又是一位先天神体？随即一道虚拟数据面板在眼前浮现，姓名梁海威，年龄40，性别雌性，修为金丹期9重，评级4S， 体质墨灵之体，魅力值95100，好感值0 100 4。萧晨暗自惊叹，这修为简直碾压杨云康、李玉林这些内门天骄。要知道，越到后来修为提升越难，每一重都是在与天道对抗。他竟能在40岁修为便已接近元婴修士，当真厉害。内门果然是卧虎藏龙，就是当初的圣阳宗也没有这般人物。想想当初的自己，同样的年纪，修为金丹期6重，已经是圣阳宗的顶尖弟子。以当时的修炼天赋，想要修炼到金丹期9重，起码还得几10年。关键还这么美，她不会就是师尊所说的师姐吧？若是这样的话，岂不是又要便宜我？节目光向下，萧晨在面板上看到了匪夷所思的4个字：墨灵之体。果然是先天神体，而且竟然已经觉醒了。童子，介绍一下墨灵之体。定，墨灵之体即为亲和木系法则，掌控法则本源之后，可操控自身修为以下的木族精灵。那他的木灵之体是怎么觉醒的？定，宿主放心，他的原因还在，应该是常年炼丹，以木系灵力幻化火焰，从而导致体质觉醒。可嗨，这童子是不是升级了？怎么连我的潜意识担心的事都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初次见面，看来得先给他留个好印象，可不能再出洋相。萧晨整理了一下着装，确定身上、脸上没沾染什么灰尘或异样的气息。正在这时，一个娇小玲珑的黑色身影急速临近，看上去似乎仅有15、16岁。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再次被吸引过去，萧晨也不例外。凌空下落时，黑发如柳枝随风漫舞，醉人的香风袭来一张稍显稚嫩的脸颊，却释放出不符合这个年龄段的娇媚。一根玉带从腰间穿过，那可堪盈盈一握的腰肢，搭配那宛如白瓷般的肌肤，更加灵动而神秘。玉足白皙娇嫩，仿佛雨后初绽的荷花，脚踝上闪烁的精灵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发出清脆悦耳的铃音，当真是肤若凝脂，美若谪仙。萧晨瞥去目光的同时，对方似有感应一般，也朝他看了过来。那双闪亮的黑瞳，恍惚间似有电弧闪烁，而他的眉心处赫然是一道紫色的弧形印记，竟然又是一位先天神体。2道目光在这一刻相接，女孩先是好奇地盯了他一眼，随后巧笑嫣然地跑向梁海威，似乎2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排队的众人顿时沸腾，相互之间窃窃私语，一些不明所以的人更是惊叹出声。这他成年了吗？这气息怕不是已经到了金丹期？这到底是什么怪物？你们还不知道吧？这就是宗主当年收的亲传弟子。你是说那个一直被雪藏的亲传弟子？就是他，除了他也没有谁能有这样逆天的资质。萧晨听着众人的议论，心中惊讶更甚，因为眼前的数据面板显示的太过惊世骇俗。姓名雷芊芊，年龄18，性别雌性，修为金丹期2重，
评级 4S， 体质雷灵之铁，魅力值95100，好感值0、100。这道数据面板直接把萧晨惊得七荤八素。18岁，金丹期2重，雷灵之铁，3重元素叠加，比起刚才的梁海威还要令人惊叹。寻常人18岁才开始淬体，天赋灵根俱佳的才开始炼气，他已经凝结金丹了，这是什么鬼？童子，雷灵之体这么变态吗？定，雷灵之铁，7大元素神体之最，掌控雷系法则本源之后，不惧9天神雷，可安然无恙地闯过渡劫期，飞升成仙。同时，雷系法则的狂暴特性与可持续性，让他修炼速度极快，远超同年龄段的天骄。我去，真牛逼啊！渡劫期是修士成仙的最后一道坎，需要连续闯过9次天劫才可飞升仙界。这么说，只要他修为足够，岂不是注定成仙？那他这么小就已经觉醒了神体。定，雷灵之体无需外界干预，一出生便可自动觉醒。好吧，难怪修为提升那么快，人比人，气死人啊！想当年在蓝星，有的人一出生就在帝王家，有的人穷极一生也只混个温饱。看来世间的不公平到哪里都存在，或许在修仙界，这种差距还会被无限放大。定，以宿主目前的实力，在他手中撑不过一招。知道了，童子，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你就别打击我了。定。其实宿主也不必妄自菲薄，纯阳圣体外加独一无二的双修功法，宿主的修炼速度绝对堪称世间唯一。是吗？嘿嘿，不过这一次来丹堂，竟看见2位绝代佳人，真是不虚此行啊！若能借此机会跟他们混个眼熟，后期拿下他们应该不是问题。眼看队伍终于排到自己，萧晨直接上前，近距离看着这位美若仙幻的师姐，那冰肌玉骨，那盛世玉颜，每一寸每一缕都像是造物主精雕细琢的杰作，让他一时之间有些吃怔。尤其那迷人的下巴，蓝星上棒子家的整容术都整不出来这效果。萧晨忍不住在想，要搂在怀里吻一下，那滋味肯定贼带劲儿。旁边的雷芊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种目光显然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可嗨，萧晨反应过来，连忙尴尬的咳嗽一声。梁海威诧异的看了他一眼，似乎没想到一个外门弟子怎么跑到这里来，但还是以寻常的口吻问道：这位师弟，请问你是出售药材还是购买丹药？都不是，请师姐给我一些3级灵草。萧晨说着，正准备拿出师尊的令牌，身后便传来一声厉喝，强大的气势让排队的众人心魂一颤。你个杂碎，还不出来受死！所有人的目光像雨刷一般扫视过去。萧晨转身望去，只见一位身材修长的灰袍男子，满脸怒意，目光直视的方向正是自己。定，系统警告，检测到危险人物薛浩，善恶值突破阈值，当前为-70点。定，请宿主即刻远离，即刻远离，即刻远离。旋即，一道数据面板在眼前骤然浮现。姓名：薛浩，年龄32，性别雄性，修为金丹期3重，评级体质5，魅力值75100，善恶值-70100。卧槽，又是什么情况？这人我见都没见过啊！等等，姓薛。萧晨顿时心里一咯噔，刚才被自己斩断手臂的那小子好像也姓薛，不对劲儿。随后他急忙拿出玉简向杨云康传音，速来丹堂药材室10万火急。这时薛浩已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一步一步向萧晨走来。你这个杂种，竟敢斩断我弟弟的手臂！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尽皆哗然，纷纷看着眼前这个仅有炼气期6重的男子，一些知晓情况的弟子更是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薛浩的弟弟是薛虎吧？不是筑基期吗？他才炼气期啊！你还不知道吧？我刚从大殿正门进来，听说了一件极为匪夷所思的事。快说说，什么事？32个筑基期，不知道被谁拳砍断了手臂，那大门前的血迹哗啦啦的流了一地，还没干呢。什么？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在内门行凶？即使是那些金丹期的天骄，也没这个胆量吧？谁知道呢？据说那人当时就离开了，不会就是他吧？众人惊疑的目光全都落在萧晨的身上。萧晨目光沉静，没有丝毫慌乱。那你怎么不去问问，你那弟弟该不该？我弟弟平时是性格暴躁了一点，但千错万错，你也不该对同门下此毒手。薛浩虽然心中万分不解，一个炼气期6重到底是怎么斩断筑基期的手臂，这也太难以理解了。几十个筑基期，就算是他自己出手，也要费一番功夫。我来丹堂领取药材，
你弟弟满口恶言，甚至还纠集一众内门弟子拦住我的去路，要我磕头赔罪，如此自寻死路，我断他一臂，已经是手下留情了。嘶！在场的众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竟然真的是他！连同柜台前的2位绝代佳人，美眸之中也满是震惊，想不到这位其貌不扬的男子竟有此等实力。他仅仅说了你几句，你就断他一臂，毁他前途，心肠如此歹毒，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外门长老带出来的弟子。薛浩说完，看着身旁的跟班道，拿他的画像去外门登记处查一查，然后把他所属片区的长老请过来。是。跟班应了一声，便直接飞身离开。闻听此言，萧晨不禁嗤之以鼻。哼，我反抗暴力就代表心肠歹毒，你弟弟满口恶言，仗势欺人，你却一笔带过，苍玄大陆的狗也没你双标啊！在场吃瓜的弟子眼中震惊之色更甚，一些人在言语上更是直接偏向薛浩。如此得罪一位内门天骄，这小子真是活腻歪了。可不是嘛，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么个不知轻重的玩意。你瞧他那欠揍的模样，分明就是没有意识到错误，他到底是怎么活到练气期的？修为低微还不赶紧龟缩起来做人，迟早得罪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那些看向萧晨的目光有震惊，有鄙视，有疑惑，更多的则是幸灾乐祸。而此时薛浩的脸色如黑云覆盖大地，一点一点的阴沉下来，俊朗的脸上青筋直冒，紧握长剑的手捏得咯吱作响。作为内门的天之骄子，何曾受到过当众辱骂？你找死！薛浩怒喝一声，只是一瞬间，手中的长剑爆射而出，带着冲天的威势朝萧晨直刺而来。萧晨却一脸平静，双手抱胸地看着他。就在长剑抵近他仅有数丈之时，一位青袍男子闪现，将长剑击飞。2道金丹期的攻势轰然相撞，恐怖的气浪震得周围人仰马翻。而萧晨自始至终纹丝未动。杨云康，你什么意思？薛浩一声怒喝，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会保护这个练气期的杂碎。滚一边去！我罩着。杨云康朝他一瞪，修为高他一筹，丝毫不用给他面子。在场的众人又一次震惊，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竟然让杨云康给他撑腰？谁又能想到杨云康只是他的奴仆呢？你知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事？你就敢罩着他，你罩得住吗？闻言，杨云康神色一凝，稍显犹豫，不经意瞥了一眼萧晨的眼神，立刻清明了不少。他干了什么事与我无关，但是谁若是与他为敌，就是跟我过不去。杨云康，薛浩一声厉喝，别以为老子怕了你，他砍断了我弟弟的手臂，今天你若拦我，10几年的兄弟没得做。萧晨冷笑一声，看着杨云康，悠悠地道：你怎么会跟这种双标狗做兄弟？看来你之前的眼光实在不怎么样。当着众人的面如此说教式的话，令杨云康面色一沉，心有怨气却不敢反驳。以后不要跟这种人来往，听懂了吗？杨云康脸色难看至极，在沉默了数息之后，才极其不甘地回道：听懂了。这就对了。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无不震惊，连同梁海威也露出深深的惊容。他是上一代的宗门天骄，当然知道杨云康是何等骄傲的人，竟能让他如此服服帖帖。这个其貌不扬的男子到底有何神通？而薛浩虽然满腔怒意，却又十分疑惑，他分明感觉得到杨云康从骨子里对萧晨的惧意。这是怎么回事？一个金丹期4重的宗门天骄，居然会惧怕一个练气期？莫非这小子有什么逆天的背景？又或者杨云康不小心把柄落在对方手里，让他不得不忌惮？薛浩还算是有点脑子的，一看形势不对，便准备拿出传音玉简禀报内门长老，请他们来定夺。正在这时，一道黑色身影突然凌空，身后数个金丹期、数十个筑基期的弟子，清一色的黑色锦袍，黑压压一片，强大的气场压得众人有些喘不过气。一些筑基期的弟子更是忍不住后退几步，在场众人连忙躬身行礼，拜见上官堂主。薛浩心中顿时一喜，带着戏谑的目光望着萧晨，执法堂堂主收你来了，给我等死吧。萧晨的目光落在那道黑色身影上，那是一位身着黑色锦袍的中年男子，单手背于身后，不怒自威，眉宇之间透露着一股煞气。一道虚拟数据面板在眼前骤然浮现，姓名上官威，年龄750岁，性别雄性，修为元婴期2重，评级体质5，魅力值65100，善恶值负40100。这善恶值，萧晨的心魂顿时一颤，旋即暗叹一声，该来的迟早会来，躲也躲不掉。混账东西，你该当何罪？上官威一声怒喝，雄浑的声音如同暮鼓晨钟，几乎要震破耳膜。锐利的目光如同一把利剑，向萧晨直刺而来。
萧晨却置若罔闻，暗自朝师尊传去一缕魂音，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个元婴老怪可不是自己能对付的。随后，上官威身后的一名筑基弟子急忙跑向梁海威，带着颤音道：“海威师姐，风师弟的手臂被他砍断了。”什么？梁海威先是一脸震惊，随后愤怒地看向萧晨，那眼神里流露出的憎恶感几乎要溢出体外。萧晨不由得暗叹一声：“哎，本想给他留个好印象，这下是不能如愿了。”面对自己的呵斥，他竟如此无视。上官威顿感面子挂不住，大手一挥，吩咐道：“你们两个去把他押到执法堂，老夫倒要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且慢！萧晨呵斥住那两个筑基弟子，上官堂主问都不问前因后果，就先入为主，怒斥我该当何罪，不觉得搞笑吗？你在内门行凶，犯下如此大罪，竟不知悔改，我有何罪？你倒是说来听听。萧晨桀骜不驯的态度又一次让众人惊掉下巴。面对执法堂堂主，连那些宗门天骄都是噤若寒蝉，他竟然神情自若。你目无法纪，无故行凶，藐视长辈，张狂无度，难道还不知罪吗？好，拿我就跟你细细掰扯一番。首先，你说我无故行凶，你有没有看到那32个人把我围在中间，逼我磕头赔罪？其次，你说我藐视长辈，你一来就不问缘由，对我大呼小叫，判定我有罪，这样的长辈值得我尊敬吗？萧晨的话让他一阵语塞，无力反驳，只得站在道德制高点呵斥道：“纵然他们有错，你也不该对同门下此狠手。你心肠如此歹毒，对待同门尚且如此，倘若让你成长起来，对整个修仙界都是一场灾难。”卧槽，你妈卖屁！萧晨不禁一阵摇头。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我被他们按在地上蹂躏呢？以你的做派，估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大胆！上官威顿时气急败坏，单手直指萧晨：“小小练气期，就如此目无尊卑，待老夫抓你到执法堂，看你如何巧言诡辩。”说完，单手一拧，一道巨大的紫色掌印飞速袭来，但萧晨却丝毫不慌，因为他已感觉到了师尊的气息。果然，紫色掌印还没进到萧晨10丈之内，便被一股柔中带刚的掌力震散。随后，一个身着白色长裙的绝美仙子落到萧晨的身边，倩影落下的那一刻，那惊鸿一瞥让众人都不敢直视他的目光。那曼妙的身姿，那宛如天仙般的清冷气息，却与梁海威的冷并不相同，无形中透露出一股成熟的风韵，就像一坛经历岁月沉淀的美酒，还未品尝便闻其香，干裂之至。那些筑基期、金丹期的弟子只得纷纷垂目，不敢生出丝毫亵渎之目，全都躬身一礼：“见过南宫堂主。”萧晨却丝毫不顾及场合，连忙上前拉着他的玉臂，笑意盈盈地道：“嘿嘿，师尊，你来了。”这一幕让众人呆若木鸡，无数眼珠子快要挤出眼眶，这到底什么情况？这个练气期的小喽啰，怎么会是丹堂堂主的弟子？梁海威刚想上前叫一声师尊，却看见萧晨对南宫月那亲昵的动作，直接愣在原地，不知所措。一股莫名的醋意直冲脑门，自己做了多年的亲传弟子，都没跟师尊这么亲密过，他一个练气期的小子怎么敢？关键他还是个男的，他是不懂男女有别吗？真是岂有此理！南宫月白了萧晨一眼，无奈地摇了摇头，旋即转过琴手，看向悬空的那道黑色身影。上官堂主怎么老是这么大火气？哼！上官微冷哼一声：“你问问你的好弟子，今天都干了些什么？”萧晨虽然生性顽劣，放浪不羁，却也不是胡作非为之人。哦，听南宫堂主这意思，是要包庇他。若他真是犯了大罪，本宫自是不会包庇，定会亲自押送到执法堂处置。好，南宫堂主可说话算话，说一不二。那行，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弟子也不知道哪来的本事，竟把32位筑基期的内门弟子全部断去一臂。我知道。南宫月轻声道，语气极为平静，如同在回答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萧晨站在一旁，有些诧异地看着他，还以为师尊肯定要生气，免不了一顿斥责。上官威也是一愣，有些不敢相信地重复了一句：“那可是32位内门弟子，是宗门的中流砥柱，本宫知道。”南宫月缓缓道：“事情经过，我早已知悉。他们满口污言秽语，却反逼我徒儿跪地赔罪。本宫若在场，他们的下场只会更惨。”这……上官威一时懵逼，实在难以想象，一向性子清冷、不喜争斗的南宫月竟会说出这番话。在场的所有人，包括薛浩，也都惊得说不出话来，只得默不作声地观察事态的发展。梁海威和雷芊芊静静地站在柜台后，望着萧晨的背影，心中涌起强烈的好奇。尤其梁海威，他跟随南宫月学习炼丹已经10年了，从没见过师尊如此偏爱一个弟子，竟然还是一个修为如此低微的弟子。观其资质，40岁才练气6重，实在不怎么样。
观其长相，相貌平平，也毫不出彩。你为了一个区区练气期的弟子，将32位筑基期弟子置于何地？在本宫眼里，他们连我徒儿的一丝毫发都比不上，更何况他们品行恶劣，身为师兄，不思报效宗门，无故欺凌同门。上官微顿时一愣，他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随后目光侧过，再次将萧晨打量了一番。他实难想象南宫月会收一个资质这么差的弟子。你今天如果非要袒护他，老夫定要禀明宗主，请他来明断。上官堂主，本宫的徒儿身为3品炼丹师，晋级4品指日可待，正满心欢喜的为宗门炼丹，却遭到肆意辱骂。你说是谁的错？本来出于对萧晨的保护，南宫月并未打算说出他的炼丹师身份，但此刻却不得不提。3品炼丹师，整个丹堂也仅有3位而已，每一位都是宗门不可或缺的人才，而旁边那位绝色天骄梁海威就是其中之一。围观的众人在这一刻彻底沸腾，而那些看不起萧晨的人乖乖闭上了嘴巴。这么年轻的3品炼丹师，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海威师姐虽然也年轻，可她是木灵之体，天生的炼丹奇才，难怪南宫堂主这么偏袒她。可她这修为为什么才练气期？这你就不懂了吧。有些人是天生的丹道奇才，而修炼天赋却并不出众。原来是这样。梁海威站在身后愣愣地望着他，只有他明白师尊那句话暗含的评价有多高。他作为先天木灵之体，南宫月都没跟他说过晋级4品炼丹师指日可待，竟然会将这个评价给予萧晨。他实在难以理解这个相貌平平的男子炼丹术究竟能有多高。一瞬间心中激起强烈的好胜心。上官微再次瞥向萧晨，目光足足停留了数息，才转向南宫月道：3品炼丹师。南宫堂主莫不是在说笑？如此严肃的事情，本宫安能说笑？那有何凭证？他炼丹之时，本宫全程见证，当然现场的见证者还有你执法堂的长老慕容庭以及10几个执法弟子。上官微略一思索，此事自己随时可以找慕容庭求证，想必南宫月也不会在这件事上说谎。既如此，老夫自会查明事情原委，就先行告辞了。上官堂主请便。上官微微点头，朝他抱拳一礼，随后大手一挥，带着数十位执法堂弟子远去。他当然明白，丹堂新增一位3品炼丹师的含金量，意味着自己以后的高阶丹药功绩要顺利得多。如此一想，那几十个废物被断去一臂，就显得无关紧要了。至于萧晨为何能斩断他们的手臂，也就不是他关心的事了。事情已了，围观的众人也纷纷离开。薛浩顿时一脸无奈，连执法堂堂主都不打算追究，自己还能干什么呢？嘿嘿，还是师尊厉害，师尊一出马，事情全搞定。南宫月转过琴手，白了他一眼，但还是心平气和地道：以后不可这么鲁莽，听到了吗？是，师尊。萧晨乖巧地回道。这时雷芊芊上前一步，朝南宫月躬身一礼：芊芊见过南宫师伯。南宫月看着他，微微合手，眸中略显诧异：宗主今日怎么会允许你出来？嘿嘿，师尊正在闭关，我是偷偷跑出来找海薇姐姐玩的。说完还挽着梁海薇的玉臂吐了吐粉舌。你这孩子。南宫月微微一笑，赞许的目光不言而喻。一个18岁的金丹期，又貌美无双，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不过也能理解，她到底是个小姑娘，正是喜欢玩闹的年纪，天天待在修炼室苦修也不切实际。萧晨的目光一直落在她如玉的娇躯上，心中涌起强烈的悸动，有那么一瞬间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萧磊。杰真是个美人胚子。雷芊芊再一次看了过来，还朝他俏皮地眨了眨眼睛，让萧晨有些心虚地瞥过目光。师尊，风师弟的手断了，以后恐怕无法炼丹了。梁海威躬身一礼，绝美的脸颊上浮现一抹担忧的神色。萧晨心中猛地一沉，他们口中的风师弟，莫非在那32个筑基期当中，他跟那些品行败坏的人混到一起，也该有此节。给他拿些2品丹药，送他去外务堂吧。梁海威先是迟疑了一下，还是回道：是，师尊。无法炼丹，继续待在丹堂也没有意义，还不如在外务堂给他谋份差事。晨儿，这就是为师跟你提起的师姐梁海薇。萧晨忙拱手一礼：梁师姐，久仰。哼。梁海薇轻哼一声，捋了一下耳际的青丝：你叫萧晨是吧？对。你也是3品炼丹师，如假包换。既如此，我要跟你比试炼丹术。梁海薇撅了撅嘴巴：区3品炼丹师有什么了不起的，居然受到师尊如此庇护。风师弟身为2品炼丹师，被他断了手臂，师尊居然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最关键的是，他一个男子竟然跟自己的师尊如此亲密，想起来就觉得莫名的奇怪。哦，师姐为什么要和我比试炼丹术呢？切磋一下炼丹术不行吗？可以是可以，
但师弟炼丹有个规矩。萧晨邪魅一笑，一个计划在脑海中酝酿。什么规矩？那既然是比试，就必须得有彩头，赢了的一方怎么也得有点好处，对吧？南宫月站在一旁盯了萧晨一眼，似乎猜出了他的小心思，却只是微笑地摇了摇头，并未说话。梁海威想了想，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既然对方要送点礼物，自己没有不收的道理，旋即问道：那你想要什么彩头？我想想。萧晨摸着下巴，故作沉思，不如这样，我若赢了，师姐就做我老婆，解你。梁海威顿时俏脸一红，纤纤玉手指着萧晨，气得手指发抖。他愣是没想到这个师弟的嘴巴是怎么长的，竟然当着师尊的面说出这么没脸没皮的话。虽然自己100%不可能输，但是这彩头听起来多少有点奇奇怪怪的。噗！雷芊芊一个没忍住，直接笑出声，随后赶紧捂住小嘴，看着梁海威，心里竟有些莫名的得意。南宫月宠溺地看了萧晨一眼，不禁摇了摇头。明明已经有4个道侣，还真是不嫌事大啊。师尊，你看他初次见面就敢欺负我。梁海威只得向师尊求助。你们师姐弟之间的比试自行商议，为师不予置评。哈哈，萧晨顿时乐开了花，该说不说，师尊对自己是真好。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好的当然得属于自己人。梁海威环顾了一圈，目光落在雷芊芊身上。芊芊，你倒是帮我说句话。我倒是觉得这位萧晨哥哥的提议是挺好的。你……梁海威不可置信地看着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怎么个个都向着他梁师姐。我也觉得萧师弟的提议甚为合理。杨云康站在一旁，也不忘附和道。梁海威顿时手足无措，俏脸一阵红一阵白，指着萧晨道：你休想，换个别的彩头。师姐要是怕输，那就不比了吧。你敢小瞧我？你才怕输呢。不是怕输的话，那就这么来，万一你输了，就做我老婆，给我端茶倒水，捏肩捶腿，嘿嘿嘿。你休想。哦，那就算了。萧晨随意的摆摆手，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自己才不干呢。虽然炼丹很简单，不费什么力气，但是也没必要做无用功。二人各执己见，一时间僵持不下。正在这时，一抹绝色倩影从远空急速而来，那凌空的优雅身姿如惊鸿艳影，浑然天成的媚骨夺人心魂。身后跟着一位筑基期的弟子，正是薛浩的小跟班。梁海威、雷芊芊的目光不自觉地瞥向那道倩影，那妖娆魅惑的面孔，波涛汹涌的气势，浑圆挺翘的蜜臀，笔直修长的美腿，几乎毫无瑕疵，让同为女子的自己也感到惊讶。不愧是魅灵之体。在场的男子顿感口干舌燥，均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不敢直视他勾魂的目光。薛浩收了收心神，先是一阵狐疑，随后连忙迎上来：宋师妹，这小子是你外门3区的弟子。宋舒婷却理都没理他，直接朝南宫月躬身道：见过南宫堂主。南宫月微微合手：又是你惹祸了。宋舒婷转过脸颊，看着萧晨道：嘿嘿，舒婷，你来啦。已经没事了。宋舒婷心里一阵纳闷，以她的个性，在这种场合怎么不喊老婆了？随后目光扫过一旁的梁淑薇和雷芊芊，俱是风华绝代的美人，顿时明白了什么，心中莫名的升起一丝危险的感觉，随后瞥向萧晨：好啊，现在都不叫老婆了是吧？啊！这句话直接让萧晨愣住了。以前叫他舒婷老婆，他都叫我闭嘴，怎么今日叮？女主宋舒婷好感值加20点，当前好感值60点。叮，仙缘值加20点，当前仙缘值60点。接连2道系统提示音在识海响起，萧晨一脸不解，这好感值是怎么提升的？女人的心思真难猜。比萧晨更加诧异的，无疑是梁海威和雷芊芊传得沸沸扬扬的魅灵之体，居然是他的夫人。而薛浩、杨云康作为宋舒婷的追求者之二，则是直接石化了，心中仅存的信念彻底崩塌。南宫月站在一旁，脸上的神色无比精彩，他很好奇自己这个弟子该怎么处理接下来的事。哼哼哼，梁海威嘴角翘起一抹迷人的弧度：好啊，你有老婆还敢来勾搭我，这下看你怎么收场。你们这是准备干什么呢？宋舒婷疑惑地看着众人。萧晨连忙搂住她的纤纤细腰，大手还不自觉地抚摸了一把。嘿嘿，没干什么，正准备离开呢。宋舒婷白了他一眼，但也并没有推开他。梁海威俏脸上甚是得意，悠悠地道：你的夫君正准备与我比试炼丹术，他说赢了的话要我做他老婆。话音刚落，萧晨顿时单手扶额，大感头疼。而宋舒婷却开始警惕起来，他可是见识过萧晨的炼丹术，梁海威铁定是比不过。好啊，这才几天时间，趁我不在又开始勾搭别的女人，枉费我一天到晚的保护她，是这样吗？宋舒婷俏脸转过，
瞪着萧晨。这个呀，只是一个彩头而已，不是还没比吗？那就不用比了，你跟我走。宋舒婷一把抓住他的手，就准备离开。不许走，今天我们必须要见个高低。梁海威身形一闪，一阵香风拂过，掠至二人身前。南宫月在一旁并未阻止，在他心里，梁海威身为炼丹天才，一生太过顺遂，必须让他受点挫折，对修炼、对丹道都有益处。要比也行，不过这彩头得改一改。宋舒婷黛眉微蹙，一旦萧晨赢了，自己岂不是要多个劲敌？本来那几个外门的道侣就让自己够头疼的了，不用改吧？梁海威故意打趣道，他对自己的炼丹术有无与伦比的自信，说这话纯属想让萧晨难堪。对，不用改。萧晨也不知死活的附和道。宋舒婷直接掐住他腰部的肉，用力一揪，怎么？有我一个还不够？你还想要几个老婆？疼！萧晨顿时吃痛一声，惹得众女一阵偷笑。梁海威看着萧晨吃瘪，心里不知道多开心，叫你刚才欺负我，这下遭报应了吧？嘿嘿，舒婷老婆，我这不是怕你太辛苦吗？找个姐妹帮你分担一下。宋舒婷玉指戳了一下他的脑门，朝他直翻白眼，没好气地道：分担你个头！你在外门不是还有3个如花似玉的道侣吗？心想我还不知道你的想法，每次看见美女就走不动路，真是无语之极。光外门就有3个，再加一个宋舒婷就是4个，这要是以后进了内门，那还得了，那些筑基期的漂亮女弟子岂不是都被他霍霍了？梁海威心中一顿鄙视，这简直就是妥妥的渣男，还妄想成为我的夫君，痴人说梦。哼哼，看我怎么收拾你。与他不同的是，雷芊芊却以一种近乎崇拜的目光看着萧晨，心想这么有魅力的男人，还是一位3品炼丹师，虽然修为低了点，但我还是可以保护他的。萧晨哥哥，那你还比吗？雷芊芊不嫌事大，还朝他眨了眨美眸，暗送秋波，搞得萧晨一阵魂不守舍，只得暗叹一声，这个小妖精，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吃干抹净。这个，萧晨开始犹豫了，宋舒婷的好感值好不容易涨上来，可不能再往下跌了。梁海威看他有些犹豫，又开始挑逗他，师弟，你若赢了我，师姐真的做你老婆？此话当真？萧晨顿时精神一振，咬了咬牙问道。千真万确，不许比，你敢跟他比试，我就再也不理你。宋舒婷双手抱胸朝向一边，绝美的脸颊上一抹怒色开始显现。这叫什么事吗？萧晨顿时头昏脑胀，自己只要与他比试，100%可以赢，届时就可以把这位绝色师姐揽入怀中，师尊在场也容不得他抵赖。但是比试的话，宋舒婷这个醋坛子好感值铁定要下降，搞不好以后的关系再难调和。正在左右为难之际，突然识海中一抹灵光一闪而过。对啊，我干嘛要在宋舒婷面前跟他比试啊？这不是傻吗？想到这里，萧晨看着众人道：我决定了，不比了。闻言，宋舒婷顿时乐开了花，那倾城一笑让风景都黯然失色，旋即挽着萧晨的手臂就准备离开。梁海威却不乐意了，连忙拦住萧晨：你刚才可是答应了的，这条件也是你提出的，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怎么，你是妻管严吗？老婆一来就不敢比了。师姐，我看得出你也不是真心想做我老婆，所以师弟也不想勉强你。你就算再花10辈子来学习炼丹术，也不可能超过我，所以师弟决定放过你。此话一出，梁海威瞬间炸毛，抬起玉手指着萧晨：你敢藐视我？绝对没有藐视的意思，只是师弟对自己的炼丹术有绝对的自信，师姐还是回去洗洗睡吧。岂有此理！梁海威俏脸一阵青一阵白，萧晨的话对他来说何止是藐视，简直是从未有过的鄙视。作为先天木灵之体，炼丹之术无出其右，何曾被如此小瞧过，顿时涌起强烈的好胜心。这时南宫月及时上前劝和：好啦，你们师姐弟初次见面就开始斗丹，让外人看了笑话。显然他看出了萧晨以退为进的目的，及时为萧晨的离开找好了借口。师尊，可他实在太过分了，我咽不下这口气。梁海威撅着嘴巴不服气地道：你们都是为师的亲传弟子，以后有的是机会切磋炼丹术，不急在这一时。师姐拜拜喽。说完还朝他眨了眨眼睛，挑衅的意味十足。这一次成功在他心里埋下一颗好胜的种子，他迟早会找自己比试。一旁的宋舒婷见状，朝南宫月微微一礼，连忙挽起萧晨的手臂腾空而起，再也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梁海威望着二人离去，在心里愤愤地说道：好你个萧晨，你给姐姐等着。萧晨看着身旁的美人儿，心中得意之极，这还是第一次被他主动挽着手。如今好感值达到60点，今天非要狠狠教训一下，
这个叛逆的舒婷老婆，让他知道谁才是主心骨。宋舒婷带着萧晨凌空越过层层山峰，穿过内门的出口，那4个巡逻的弟子眼睛都看直了，随后瞥了一眼旁边的萧晨，顿时傻在原地。又是他！前方很快抵达宋舒婷的阁楼，二人飞身下落，宋舒婷玉手一挥，带着萧晨走了进去，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进了修炼室，宋舒婷把萧晨往地上一推，便直接骑了上来。修长的玉腿在高分叉的裙摆处显露出来，泛着迷人的光泽。萧晨忍不住将双手搭上去，感受一番那极致的丝滑。宋舒婷眨了眨魅惑的眸光，以一种极具挑逗性的目光看着他，还咬了咬粉嫩的下唇，轻轻解开第一粒纽扣。顿时一抹血浪从领口挤出，让那长久的束缚得到一丝释放。你！萧晨盯着他，眸中有些惊讶，他今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狂野？宋舒婷没有说话，玉手附在他胸前，那长长的睫毛下闪烁着一双魅惑的黑眼珠，每一刻都在向他释放着无尽的魔力。那胸前波澜起伏的玉峰延伸到下腹的曲线，以及那长裙里若隐若现的雪白，散发着勾魂的气息，不停地撩动他的神经细胞。哥哥，想要吗？望着他炽热的目光，宋舒婷继续挑逗着他，那酥媚入骨的魂音几乎要软透他的骨头。咕咚！萧晨有些口干舌燥，狠狠吞了一下口水，双手情不自禁地附上那惊人的弧度。握不住，真的握不住。想哥哥喽，我偏不给。宋舒婷娇笑着，然后毫不留情地从他身上起来，丝毫不顾裙底乍泄的春光。你这个妖精！萧晨暗叹一声，飞快上前将他抵在石壁上。都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想往哪里逃？把老子挑逗起来，然后溜走。你想得美，看老子接下来怎么收拾你。宋舒婷眸光有些慌乱，刚想说话，那抹娇嫩的红唇就被堵住。静谧的修炼室里渐渐响起一阵阵靡靡之音。第二日，哥哥不要，停，好，定。女主宋舒婷好感值加20点，当前好感值80点，定。仙缘值加20点，当前仙缘值80点。嘿嘿。第3日，萧晨搂着怀里的娇躯，一脸的春风得意，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熟睡的宋舒婷，小脸上的红晕依旧未曾褪去。那雄伟的玉峰在侧躺的姿势下微微有些变形，玉腿微微交叉，长长的裙摆堪堪遮住那一抹禁忌的春光，每一寸肌肤都在隐隐发光，释放出让男人欲罢不能的气息。萧晨忍不住暗叹一声，如此人间尤物，也难怪那么多宗门天骄争抢，也难怪自己结这么多仇敌。想当初自己面对宋舒婷的连番威胁，但凡认怂一次，他就可能与自己擦肩而过。小样，还治不了你。萧晨伸出手指轻轻划过他迷人的玉体，传来如羊脂白玉般温润的触感。这3天时间，两人没迈出过阁楼一步，除了双修还是双修。萧晨将之前在他身上吃瘪的情绪全部发泄了出来。突然一抹玄光从体内溢出，将萧晨笼罩其中。我靠，这么快又要突破了，跟金丹期双修就是不一样。都不敢想，要是每天搂着元婴期的师尊双修，那修为岂不是长得更快？结，萧晨一阵贼笑，然后盘膝而坐，引导全身灵力冲击瓶颈，一道道灵气宛如云雾，从4面8方汇聚而来。不多久，随着全身灵力的缓慢平息，萧晨的修为也提升到炼气7重。感受着全身澎湃的灵力，萧晨握了握拳，这感觉真不错。虽然不能和从前相比，但修炼速度却是曾经的数百倍不止。随后，萧晨俯下身吻了一下熟睡的美人，便蹑手蹑脚地走出了修炼室，出了阁楼，急速往丹堂飞去。相信那位美若天仙的师姐，此刻应该很急切地想要跟自己比试炼丹术吧。姐，我来了。想了想，为了保险起见，萧晨朝杨云康传去一缕魂音，让他来途中接应自己。毕竟内门与外门之间还是有段距离的，万一谁在途中偷袭自己，还真有点棘手。随后，萧晨便踏着飞剑，哼着小曲，悠哉地飞往那座内门的入口。谁知还没飞出10分钟，前方左右两侧的山峰内分别窜出一蓝一白2道身影。萧晨稳住身形，定睛一看，竟是李玉玲和薛浩。这2个瘪崽子怎么混到一起去了？不过他却丝毫不慌，拖他们一段时间，杨云康就会赶来。李玉玲一看见萧晨，浑身涌起澎湃的煞气，几乎要不受控制，率先呵斥：等你多时了，你这个杂碎还不乖乖受死！又是你们，真是阴魂不散！你这个杂碎，一日不除，我的心一日不得安宁。你这只舔狗，我们之间的恩怨总要有个了断。萧晨针锋相对地说道，不可察觉地转了转指尖的麻痹戒指。李玉玲指骨攥得咯吱作响，全身灵力暴动，蓄势待发。萧晨不再看他，随即瞥了薛浩一眼：那你呢？我们之间的恩怨似乎没有到不死不休的地步吧？这薛浩一时也有些犹豫。
萧晨只是砍了他弟弟一只手臂，究其原因，也只是因为他弟弟的嚣张跋扈、自作自受。薛师弟，你若不想出手随你，那1万灵石你就别想要了。反正我一个金丹期，杀他个炼气期的杂碎，绰绰有余。薛浩闻言，心一横，指着萧晨道：“你我早已不死不休，还说这些干什么？啧，为了区1万灵石，你竟敢帮着他谋害3品炼丹师，你可知这是何等重罪？”薛浩的脸色一阵阴晴不定，他本想斩断萧晨一只手臂以作惩戒，却被李玉玲一顿威逼利诱，拉上了贼船。以那天上官堂主对萧晨的宽容态度，就足以说明3品炼丹师在宗门内的影响力极高。这样吧，你帮我一起把李玉玲干掉，我给你2万灵石。萧晨暗自一笑，要击溃敌人，得先瓦解他们的意志。李玉玲大怒，朝薛浩斥责道：“2万灵石算个屁！你别鼠目寸光，他是3品炼丹师，我们杀了他可以均分他手里所有的宝贝，肯定有许多高阶丹药。”闻言，薛浩的眼中瞬间燃起贪婪的火苗。萧晨不禁摇了摇头，嘴角浮起一抹阴森的弧度：“给你机会不中用，那就别怪我无情。”正在这时，杨云康从远空急速飞来。李玉玲见状大喜：“太好了，杨师兄，你来的正是时候，这个杂碎今日插翅难飞。”好。杨云康站在一旁，目光不停地扫视着萧晨。薛浩一脸狐疑地望着二人，心想：这不对吧？3天前不是还看见杨云康在当众护着萧晨，怎么现在又正在思索间？杨云康掌心灵力翻涌，随后一掌猛然轰向身旁的李玉玲。说时迟，那时快，薛浩脱口而出：“小心！”李玉玲大惊失色，仓促凝聚出反击之势。2位金丹期强者双掌对轰，轰！一声巨响，冲击波宛如巨浪向周围疯狂扩散，树木如摧枯拉朽一般折断。李玉玲的身影倒飞出去数百丈，血气一阵上冲，面色通红，险些吐出一口老血。萧晨顿时大喜：“你这个白痴，你在干什么？”李玉玲平复气血，难以置信地指着杨云康。薛浩一个顺身上前，来到李玉玲身边：“你还不明白吗？他们2个早已狼狈为奸。”随后，薛浩将3天前丹堂发生的情形以魂音传给了李玉玲。现在谁若敢杀他，就是跟我作对。杨云康身形一闪，来到萧晨身边。李玉玲双眼微眯，淡淡的道：“你是何时被他收买的？一个金丹期的天骄，居然给一个炼气期当狗，你师尊若霞峰主知道了，会作何感想？”杨云康神情一滞，微微有些挣扎，被萧晨瞪了一眼之后，便恢复清明：“这个不用你管，你们立刻给我滚！你算什么东西？平时叫你一声师兄是看得起你，你还真以为老子怕了你？”李玉玲袖袍一挥，不屑地道。薛浩连忙在一旁提醒：“我看他有些不对劲，莫不是被人下了什么蛊虫，还是什么玩意？”薛浩到底是有些聪明，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往奴印方面想，毕竟要种下奴印是需要双方自愿的。我拖住他，你去把那小子干掉，事成之后，除了我答应你的灵石之外，所得宝贝你6我4，如何？没问题。薛浩一番权衡利弊之后，眼中尽是贪婪之色。话音刚落，银色长剑瞬间出鞘，李玉玲率先出手，挥出数十道剑气攻向杨云康。轰！薛浩身形一闪，掠至萧晨身前10丈。你当真要杀我？萧晨最后提醒了他一句，说到底是金丹期的宗门天骄，自己还不想跟他闹到不死不休的局面。毕竟自己的宗旨是揽尽人间角色，拯救修仙界的广大美少女。至于那些乱七八糟的麻烦，能少就少点，自己的精力也是有限的，老是被这些恩怨纠缠，纯属浪费时间。少废话，拿命来！薛浩大喝一声，挥动长剑击出一道赤色剑芒，划破长空，急速逼近萧晨。萧晨失望地看了他一眼，旋即心念一动，紧握诛天剑，眸中深邃如夜空，一道黑色剑芒骤然轰出。如今修为已经到了炼气期7重，萧晨也想看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2道剑芒轰然相撞，冲击波以撞击点为圆心向周围扩散，大部分偏向萧晨一侧，一瞬间便将他轰飞出去数百丈，体内血气一阵翻江倒海。不过比起之前面对李玉玲的时候好太多。薛浩倒吸一口凉气，自己的全力一击竟然被他接下，难怪他能斩断32位筑基期的手臂。此人一旦结仇，绝不能留，否则他日必定留下祸患。萧晨暗叹一声，修为还是太弱了，看来不能硬碰，只能想办法智取。想到这里，他身形一闪，踏上飞剑就往远处的山谷窜去。小子，哪里走？薛浩怒喝一声，急速御空飞行，在身后穷追不舍。炼气期的速度毫无疑问比不上金丹期。就在距离渐渐逼近之时，萧晨一个闪身窜入下方的密林深处，然后迅速收敛气息。你倒是给自己找了个好坟场。薛浩阴险一笑，循着他的轨迹
也窜了进去。本来他还有所顾忌，万一萧晨往人多的地方跑，自己还不好动手，这下往密林深处躲，简直是自寻死路。薛浩飞身下落，眼前的密林人迹罕至，到处是奇形怪状的枯木，盘根错节的藤蔓，连头顶的天空都被遮得严严实实。于是他散出神识，循着萧晨游走过的痕迹，一路挥动长剑，披荆斩棘，愣是在密林之中开辟出一条路。哼，老子倒要看看你能躲到哪里去！薛浩愤愤地说道，刚想继续向前追，却发现前方的痕迹消失了。突然，一条黑色巨蟒从旁边的石洞中窜出，巨大的蛇尾呼啸而来。薛浩眼神中闪过一抹惊异，挥出几道剑影，将其斩成数段，猩红的血液流了一地。正在这时，一缕幽光从背后飞速袭来，没入他的背心。强烈的不适感瞬间扩大，薛浩紧握长剑的手不停地发抖，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该死！什么情况？薛浩一下子瘫软在地，身躯止不住的痉挛，无法动弹，只有眼珠子滴溜溜直转。想不到吧？你也会栽在我手里。萧晨缓缓解除隐身状态，从密林中窜出，身形一闪，出现在他面前。你卑鄙！哼，老子本来就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何谈卑鄙？再说了，你一个金丹期恃强凌弱，难道就不无耻？你对我做了什么？看他想以玉简传音，萧晨戏谑地说道：别白费力气了，我很快就会结束你的痛苦。你这杂碎也敢杀我？薛浩顿时惊恐不已。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知道珍惜，怪不得我。杨云康是不是也这样栽在你手里？你知道的太多了。说完，萧晨挥动诸天剑，一道黑色剑芒急速划过他的颈部，瞬间尸首分离，鲜血洒落一地。当最后一丝光线暗淡下来，薛浩的眸光彻底定格，眼神中暗含着一抹不甘。随后掌心一凝，将其手上的乾坤戒指吸入掌中，顺势一掌将其震碎。顿时灵草、丹药、灵石、法器散落一地。萧晨谨慎地扫了一眼，确定其中没有附带什么魂印，便直接尽数收入乾坤戒指中。然后指尖凝聚出一缕灵力之火，落在薛浩的躯体上，只是片刻之间便将他以及地上的血迹焚烧殆尽，连一丝气息都不曾留下。至于他的宝剑，当然是作为诸天剑的祭品。童子，召唤系统熔炉。话音刚落，一座庞大的鎏金熔炉现于眼前，炉盖缓缓打开，将那把金丹期的宝剑扔了进去。随后萧晨又将他的其他法器全部扔进熔炉，诸天剑自动飞入其中，随后炉盖缓缓合拢。5分钟后，炉盖开启，诸天剑从中飞出，悬浮在眼前，剑身漆黑如墨，闪烁着凌冽寒光。一片绿叶飞过，直接一分为二。萧晨仔细打量了一番，好像还是增幅不大，不过对于这件混沌至宝，他已见怪不怪。做完这一切，萧晨检查了一下周围，确定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便通过奴印探查了一番杨云康，发现他依然处于战斗状态，体内灵力翻涌剧烈，显然一时之间二人僵持不下。萧晨邪魅一笑，那就让他好好拖住李玉玲，自己刚好去办点别的事，旋即催动一枚隐身符。待身形完全隐匿之后，萧晨便踏上飞剑，朝青木峰飞去。趁着这个机会，他要好好给江婉玲上课。飞剑迅速临近那座洞府门前，萧晨轻而易举地穿过洞府的禁制，入鼻依然是一股淡淡的幽香。顺着熟悉的路径，他来到修炼室的门前，穿过石门，便看见那一抹动人的倩影。今日的江婉玲一身淡粉色长裙，领口微微有些低，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那几乎要汹涌而出的气势，让萧晨恨不得立刻咬上一口。他并未闭眸，也未处于修炼状态，而是眸光有些闪烁，有些失落，仿佛在期待着什么。萧晨稍稍一愣，从眼前的虚拟数据面板上看到了他对自己的好感值40点，这让他都有些诧异，自己明明是他的敌人，甚至还是他夫君的仇人，他居然对自己有这么高的好感值，有意思。突然，萧晨脑海中闪过一个刺激的想法。江婉玲似乎有所察觉，惊讶地望向石门的方向，却见萧晨的身影凭空显现了出来，顿时心魂一颤，闪过一丝莫名的欣喜。他有些心慌，自己竟然对萧晨的到来产生了期待感，仿佛心里的愿望一下子得到了满足。可他还是自己夫君的仇人，自己怎么可以这样？如此矛盾的心理让他揪心不已。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就这么出现在我面前，你就不怕我抬手灭了你？萧晨嘴角微翘，心想有系统显示的40点好感值，你舍得杀我才怪呢。随后他缓缓走向蒲团上端坐的江婉玲，蹲下身勾着手指，轻佻地抬起她迷人的下巴，还用手指轻视着，感受一番那滑嫩的肌肤，心中涌起强烈的悸动。这个女人谈不上特别美，却总能散发出让她沉醉的馨香。
她就像是一朵盛放在黑夜的玫瑰，等着自己去采摘。这个世界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江婉玲玉手轻抬，打掉他的手。我夫君就在隔壁洞府，你就不怕他过来杀了你？是吗？不好意思，那他现在恐怕抽不开时间。什么意思啊？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你不是一直在等我吗？被说中心事，江婉玲顿时神色一慌，眸光轻颤，却还是倔强地道：谁在等你？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是吗？既然这样，那我走了。说完，萧晨面色沉静地站起身，毫不留恋地转身，一步一步缓慢地朝修炼室门口走去。喂，你等等！江婉玲喊完之后，便有些娇羞地低下头，那小脸上涌动的云霞格外动人。犹豫了许久，她还是选择了顺从本心。这个男人的身影在不知不觉中刻进了她的心魂。萧晨邪魅一笑，转身飞奔至她身前，将她扑倒。给我！江婉玲轻声呢喃，眸光剧烈颤动，满是迷离之色，随后将身上的男子一点一点抱紧，恨不得融进他的身体里。李玉玲做梦都想不到，他拼命追杀的人正在挖他的墙角。第二天，萧晨顺着阴阳合欢宫的路径运转了一个大周天，虽未突破，但依然感觉得到修为又精进一步。你喜欢我吗？江婉玲把小脸埋在他的颈窝，贪婪地吮吸着他的气息，声音小得像蚊子嗡嗡。不喜欢？你骗人！我最不会骗人。那你额头滚落的汗珠说明了什么？你说呢？讨厌鬼，我打死你！江婉玲一脸羞怒，抡起小粉拳便朝萧晨捶来。停！你可悠着点，我才练气期啊！你别一不小心把我捶出重伤，可就没人来找你了。去你的！大手划过如玉般的胴体，萧晨暗叹一声，真不错。有个消息，你想不想听？可是关乎你的性命哦。江婉玲朝他眨了眨闪亮的美眸。哦，说来听听。你们外门的试炼秘境快开始了，那个混蛋托我父亲安排，已经成为了外门一区的长老。你应该猜得到他的目的。试炼秘境每一次开启，均会有各个片区的外门长老、外门执事带队，但是在试炼过程中，长老和执事并不参与，除非遇到突发状况或者炼气期的弟子生命受到威胁，外门长老或者执事才会参与营救，其他时间放任自理。你的意思是，他会在试炼的途中对我动手？这不是显而易见吗？其实我也不理解，他为何对你如此敌视？按理说，仅仅斩断了他堂弟的手，断不可能这样小题大做。萧晨释怀一笑，其真正的原因当然是自己抢了他追求多年的神女，让他的信念彻底崩塌。看来这一趟没白来，最起码套出了一些消息，知己知彼，自己好做出应对之策。看样子你似乎并不担心。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有种就放马过来，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看着他笃定的眼神以及那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自信，江婉玲轻叹一声，你果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你的样子太容易让人轻敌，而且手段频出，让人防不胜防。萧晨可以悄无声息地绕过他的禁制，出现在他的修炼室里，这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甚至连元婴期强者在不摧毁禁制的前提下都不可能做到这一步，至少他从未听说过可以隐身的元婴期强者。那你呢？似乎也不像是成亲多年的样子，何以见得？萧晨邪魅一笑，悠悠地道，这不是显而易见吗？你好坏。江婉玲娇嫩欲滴的小脸像粉红的玫瑰，随后趴在他怀里，幽怨地道，自我成亲以来从未让他碰过我。为何？那个混蛋仅有的心思早就被宋淑婷那个狐妹子勾走了。他当初追求我不过是看中我的宗门背景罢了，父亲却对他格外器重。既然他是利用我，我又怎么会让他得到？你们从未双修过？有，只是没有身体接触。原来是这样。萧晨不由得在心里一阵鄙视，尼玛的，连自己媳妇都搞不定，还要跟老子抢宋淑婷，真是心里没点逼数。其实我也知道你看不上我这样的女人。江婉玲神色黯淡。萧晨有些诧异，看了他一眼，从哪里看出来？谁会看上一个有妇之夫呢？真正喜欢一个人，从眼神里是可以看出来的。萧晨微微一笑，你只能是我的，也只能和我双修。那个混蛋，我会亲手宰了他。讨厌。你知道你适合充当什么角色吗？什么角色？你不适合成为我的主菜，但你适合成为我生活的调味品。好一个调味品！江婉玲轻声呢喃，眸光不自觉地垂下，看得出来她的心里是有一点点失落的。怎么？不开心？江婉玲摇了摇头，悠悠出声，即使是调味品也有不可取代的时候，对吗？随后她缓缓向下。许久过后，萧晨出现在修炼室外，没有再使用隐身符，满面春风地向洞府外走去。哥哥，等一等。萧晨转身，饶有兴趣地看了一眼江婉玲，
怎么舍不得我？江婉玲没有说话，只是走了过来，雪白的小手伸进她的衣襟，将她的传音玉简掏了出来。旋即将自己的传音印记刻录进去，然后望着他，有些自嘲地道：生活哪能没有调味品，需要的时候就跟我传音。好，没有多余的话，萧晨点了点头，挑起他的下巴亲吻了一下，便踏上飞剑朝丹堂急速飞去。江婉玲目送着他远离，目光一直追出去很远，直到寻不见他的身影，才忧叹一声，关上了洞府大门。他知道自己成不了萧晨的女人，但转念想想，能偶尔拥有他似乎也不错。此时的李玉玲仍旧被杨云康拖住，打又打不过，走又走不了，别提有多憋屈。薛浩这个废物，难道还没杀了他？还是说独自拿着宝贝跑了？李玉玲一脸疑惑，朝薛浩传去的魂音也杳无音讯，传音玉简更是无人响应。临近丹堂大殿之时，萧晨才向杨云康发出一声指令：回自己住所去吧，有事我再招呼你。杨云康收到指令后，立刻抽身远离，丝毫不恋战，像下定了某种决心。李玉玲望着他急速远去的背影，顿时一脸懵逼。打了一天一夜，他竟说走就走，连一句话都没有。一想起从前每次因为宋淑婷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李玉玲心里就一阵狐疑。奇了怪了，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啊！到底是遭遇了什么事，竟让他变成这个样子？于是李玉玲拿出传音玉简，朝内门和外门的眼线分别传去一道指令，着重调查一下杨云康最近有没有什么遭遇，一有消息及时汇报于我。进入丹堂，萧晨走路都带风，不自觉地高昂着头颅，这可是自己的地盘，可不能再像上次一样被人骂得狗血淋头。萧师兄好，萧师兄好。迎面走来的内门弟子如同老朋友一般，纷纷向他打招呼，让他都有些诧异，能让内门弟子叫一声师兄可真不容易。前后不过几天时间，这变化真是天差地别。不过随后也能想明白，作为3品炼丹师与内门长老平级，可比内门弟子的级别高多了。敢于直面硬刚执法堂堂主，估计全宗上下也只有他一个人敢这么做。一些筑基期的女弟子更是主动朝他抛来媚眼，期待能与萧晨结识一番。萧师兄，你是不是要找海薇师姐？一位筑基期的女弟子上前主动询问道。萧晨的目光凝视着眼前的那一抹橙色倩影，只见她一身橙色短裙，低领内一抹银白呼之欲出，一头红色长发如岩浆奔涌，倾泻而下，直达臀部。那双修长的美腿雪白而笔直，闪烁着莹润的光泽，格外引人注目。纤纤玉足在一双水晶凉鞋里若隐若现，旋即一道数据面板在眼前浮现：姓名齐梦瑶，年龄27，性别雌性，修为筑基期8重，评级3S， 体质5，魅力值92100，好感值20100。不错不错，虽然比不上师尊以及那2个先天神体，但在内门弟子中也是不可多得的美人。对，我正要去找他。萧师兄，他和师尊正在3号炼丹室给师弟们讲解炼丹之道，我带你去找他们吧。那有劳其师妹。萧师兄以前认识我。齐梦瑶眨了眨美眸，歪着脑袋看着他，心里却异常的开心。原来萧师兄以前关注过我，要不然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啊，对啊，齐师妹花容月貌，在内门谁不认识？哥。齐梦瑶顿时心花怒放，竟完全没有一点娇羞的姿态，显然对于萧晨的夸赞颇为满意。萧晨还没反应过来，他便亲昵地挽着他的胳膊，拉着他往炼丹室走去。胳膊肘碰到那团柔软，萧晨顿时有些异样的神色，而他却丝毫不在意，让他有些错愕。这个齐师妹怕不是个自来熟吧？师兄，你以后可以教我炼丹术吗？你也是炼丹师吗？当然啦，我是上品火灵根，现在是2品炼丹师呢。哦，那可以啊。灵根品级通常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天品、圣品，能达到上品灵根的人也是千里挑一。而灵根属性是从7大元素法则而来，分别是金、木、水、火、土、风、雷。其中风灵根、雷灵根属于特殊灵根，极为罕见，比如雷芊芊的雷灵之体自然就属于雷灵根。2人穿过层层廊道，越过一座座亭台楼阁，在齐梦瑶的带领下来到3号炼丹室。此时的炼丹室里里外外挤满了内门弟子，足有数百名，全都聚精会神地望着场地中央。一道雪白的倩影娉婷婀娜，如同画中走出的仙子，正口若悬河地为他们讲解炼丹之道。而南宫月身侧站着一位浅蓝色长裙的女子，听得格外认真，正是师姐梁海薇。丹道与修炼之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丹道是修炼之道的辅助，
修炼之道是丹道的支撑。萧晨和齐梦瑶站在人群后，静静地聆听师尊平和的声音，仿佛天籁之音，一直到南宫月的讲座结束，围观的弟子准备散去之时，才发现萧晨站在他们旁边。萧师兄，是萧师兄来了！一位筑基弟子惊呼一声，所有的目光全都锁定在萧晨身上。师尊！萧晨一声轻唤，众人纷纷为他让开一条道。南宫月点了点头，随后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旁边的齐梦瑶，嘴角微微扬起一抹迷人的弧度，心里暗叹一声：晨儿，以后你可有的是麻烦了。梁海威挑了挑眉，瞥了萧晨一眼，却看见穿着火辣的齐梦瑶正挽着他的胳膊，顿时神色一滞。好啊，这才进丹堂几天呐，又勾搭上了朝霞峰主的女儿。哟，戚管严来了。萧晨顿时一脸黑线，简直岂有此理！等我把你拿下，非要打你屁股不可，让你知道什么叫夫管严。梁海威却毫不在意，自顾自悠悠地道：师弟，要不今天比试一下炼丹术？我正有此意。正准备离开的丹堂弟子顿时来了兴致，纷纷围了上来。这可是2位3品炼丹师之间的斗丹，平常极为罕见，更何况一个是堂主新收的亲传弟子，一位是身具木灵之体的炼丹奇才。好，你提的条件我答应了。那如果你输了怎么办？师姐想要我怎么办？你若输了，每天鞍前马后的给我当小跟班，而且不许勾搭我丹堂的女弟子。说完，梁海威似有似无的余光瞥了一眼旁边的齐梦瑶。齐梦瑶撅了撅粉红的小嘴巴，她当然听得出师姐的话中之意，挽着萧晨的胳膊反而更紧了。萧晨不禁有些好笑，这个师姐怎么还管到我的私人生活上来了？莫非对我有意思？齐梦瑶可是自己送上门的，才不是我勾搭的。她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没什么心眼儿，说实话自己还挺喜欢。前面的我可以同意，后面的属于我的私人生活，那就不是师姐可以管得着的。哼，怎么还是怕说？我那可是2个条件，师姐也应该2个才对。梁海威黛眉微挑，心里忍不住嘀咕一句，真是个不肯吃一点亏的家伙。行，那你想加个什么条件？萧晨邪魅一笑，嘿嘿，很简单，若我赢了，除了师姐答应做我老婆之外，还得让我当众亲一下。啊！在场的丹堂弟子顿时惊得张大了嘴巴，齐梦瑶更是捂住小嘴，不可思议地望着萧晨，当众亲一下。他脸皮真的比城墙还厚。你……梁海威俏脸通红，隐含着一抹怒意。臭小子，一有机会就欺负我是吧？看我赢了怎么收拾你，不把你当牛马使唤我就不姓梁。怎么，这条件还不肯？我牺牲很大的好吗？师姐同意了，我才答应比试。切！梁海威翻了翻白眼，无所谓地道：我同意，那便开始准备吧。心想，你也就现在逞一时口舌之快，待会炼完丹见真章，看你是否还笑得出来。萧晨得意一笑，看了看师尊，师姐，我再提醒你一句，师尊可是在场哦，你不会反悔吧？去你的！嘿嘿，师姐，那你想炼制什么丹药？化形丹。哇！众人一声惊叹，化形丹可是极为罕见的3品顶级丹药，一般很少人炼制，因为这种丹药并不是人族服用的，而是妖族服用之后可在元婴期化为人形。炼制这种丹药，药材不好找吧？放心，我平生最喜欢收集稀奇古怪的灵草，手上刚好有2副化形丹的药材。这样，那也行吧。萧晨随意地说道，他当然知道梁海威选择这种偏门丹药的用意，其炼制难度是3品丹药之最，再加上丹方极为罕见，导致化形丹几乎无人炼制。在他看来，这样安排最稳妥，萧晨炼制起来失败的概率极大。但是我有句不好听的话要说在前面，师姐但讲无妨，师弟若是炼制成功，这化形丹便归你所有；倘若师弟炼制失败，那这副药材的损失，师弟就得按照市场价值赔付0时给我。没问题。萧晨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系统输入的炼丹之法涵盖了世间所有3品丹药，这化形丹的炼制方式自己早已熟练于心，师姐的小心思注定要落空。梁海威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没想到他答应得如此干脆。那就开始吧。萧晨笑而不语。随后2人走向正中央的蒲团，缓缓坐下，所有围观的弟子纷纷翘首以待。梁海威耸了耸好看的眉毛，旋即召唤出自己的丹炉，一尊青铜丹炉应声落地，发出铮铮脆响，似乎品质颇为不凡。萧晨收敛心神，心念一动，那尊黑曜鼎从乾坤戒指中飞出，缓缓落地。丹炉落地的那一瞬间，周围的所有人都不淡定了，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不是堂主的专用炼丹炉吗？是啊，的确是黑曜鼎无疑。堂主的炼丹炉怎么会在萧师兄手里？梁海威神色一滞，不可置信地瞥了南宫月一眼，却见他毫无解释的意思，眸光一直停留在萧晨身上。
心中顿时涌起巨大的落差。自己作为万中无一的木灵之体，炼丹之术应该是举世无双，将来一定会超越师尊。可师尊竟然将自己的专用丹炉赐给了萧晨，一个才进丹堂不过10几天的弟子。在这一刻，他对胜利的渴望达到极致，他要凭借这一次炼丹，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木灵之体绝不是浪得虚名。随后，梁海威不再多言，神情严肃，直接拿出2副化形丹药材，玉手一挥，将其中一副传给萧晨。望着眼前悬浮的15种药材，萧晨深吸一口气，开启炉盖。那珠色彩斑斓的化形草率先飞入其中，然后关闭炉盖，双掌灵力翻涌，2道赤色火焰从掌心喷出，一瞬间将丹炉包裹。化形草是炼制化形丹的核心药材，所以萧晨采用的是根据药材特性分批炼制之法，优先淬炼化形草。南宫月静静地看着，微微合手，这种分批炼制之法的确适用于高阶丹药。梁海威看了他一眼，眼中闪过一抹不屑。在他眼里，萧晨将药材分批炼制，分明是对灵魂之力的操控不够精细。随后他不再分心，掌心涌出2道绿色火焰，直接将丹炉包裹，火焰中洋溢着自然的气息。时间1分1秒的流逝，二人的炼丹比拼依然在持续。煅烧、淬炼、提纯、凝丹，每一步都需要做到全神贯注，因为稍有不慎便会炸炉。3个时辰后，梁海威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步，在将所有的药材提纯过后，他便开始准备将那团晶莹的药液凝结成丹。而反观萧晨这边，才堪堪进行到第3步。人群中开始躁动起来。萧晨操控着丹炉中的药液，精细地控制火候，将其中的杂质一点一点分离出来，焚烧殆尽。围观的人群开始窃窃私语起来，看这样子，萧师兄还是比不过呀。是啊，进度差距这么大，很难追赶了。毕竟是新晋的亲传弟子，炼丹术相比梁师姐还是有差距。齐梦瑶瞪了众人一眼，小声地呵斥道：“闭嘴！没到成品那一步，谁输谁赢尚未可知。”一些小声嘀咕的弟子乖乖闭上嘴巴。梁海威很快进行到最后的凝丹，在场的弟子无不屏气凝神，目不转睛，仿佛是自己在炼丹。现场没有一丝杂音，唯有火苗燃烧的滋滋声。终于，梁海威收回了掌心的绿色火焰，长长的舒了口气，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总算幸不辱命。炉盖缓缓开启，浓烈的丹香扑鼻而来，让围观的众人啧啧称奇。一颗浑圆的丹药从中飞出，悬浮在众人眼前，闪烁着淡淡的光泽。梁师姐炼制成功了。人群中，一名丹堂弟子一声惊呼，惹得齐梦瑶对他一阵怒目而视。毕竟萧晨还未炼制成功，这个时候出声容易扰乱心神。南宫月扫了一眼这颗丹药，的确是化形丹无疑，而且品级颇高，随后朝梁海威赞赏的点了点头。他并未传授过化形丹的炼制之法，梁海威能自行领悟出来，实属难得。但梁海威显然对师尊的这个态度不甚满意，在他眼里，即使萧晨能够炼制成功，品级也不可能超过他，而他花费的时间短，怎么都能赢了这场比试。此时的萧晨对外界的一切全然无视，已经彻底沉浸在炼丹的境界中，一缕淡淡的金色光芒从体内散发出来，慢慢的将全身笼罩其中。这是什么？一名丹堂弟子惊讶地问道。丹道之光。齐梦瑶一声低呼，又赶紧捂着小嘴。这种传说中的顿悟状态，在炼丹之时极少概率才能触发，一旦触发，对于丹道的理解将更上一层楼。所有人全都死死盯着他，连呼吸都暂时停滞，生怕惊扰了他千载难逢的机遇。南宫月原本平静的脸上露出深深的惊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顿悟状态，正是跻身4品炼丹师才会出现的征兆。他原以为萧晨要晋级，起码还要数年时间，想不到竟在这种情况下突然顿悟。这个新收的弟子带给他的惊喜一次比一次大，同时却又让他不得不忧虑，同为4品炼丹师的自己已经没有能教给他的东西。其实连萧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无意间晋级竟然没有依靠系统的仙元值。虽然他还没有学习过4品丹方，但从此刻开始，萧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4品炼丹师。叮！恭喜宿主独自领悟4品炼丹术，现将4品丹方以及炼制之法尽数传授。刹那间，知识如同潮水般涌进识海，形成固定记忆。萧晨心中窃喜，原来职业技能并不一定非要靠仙元值提升，凭借自己的悟性一样可以晋级。不过此时的他并没有时间去享受这份喜悦，而是全神贯注地投入炼丹之中。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灵魂之力突然强大了无数倍，宛若新生。终于，萧晨掌心的灵力缓缓平息，火焰收回的一刹那，浓烈的丹香从炉内飘出。炉盖开启，他大手一挥，2枚浑圆饱满的丹药从中飞出，悬浮在众人眼前，闪烁着斑斓的光泽。眼前的丹药
五色丹纹镶嵌其上，无论是色泽、纯度、品级，都已达到极致。极品化形丹！齐梦瑶一声惊呼，随后不可置信地捂住小嘴。所有围观的弟子全都呆愣在原地，宛如被惊雷劈中，久久说不出话来。平生第一次见证了3品顶级丹药的问世，品级还是前所未有之高。对于他们而言，这无疑是炼丹技艺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南宫月缓缓上前，欣慰地拍了拍萧晨的肩膀，却并未说话，眼神中闪过一抹难言的复杂。这个弟子已经超越了他的师尊。在这一刻，梁海威彻底傻在原地，眼神空洞而麻木，眼睫低垂，仿佛失去了生命的色彩。自己引以为傲的炼丹术，竟然在一个炼气期手里一败涂地。同样的药材，他只凝炼出1颗丹药，而萧晨凝炼出2颗，并且每一颗品级都比他高很多。这已经不是比试，而是炼丹术的绝对碾压。梁海威苦笑一声，难怪他从始至终随意之极，原来他的炼丹之术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也难怪师尊会把自己的丹炉赐给他，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庇护。望着他失魂落魄的模样，萧晨的心中闪过一丝不忍，自己原本只想在丹道上打败他，好趁势把他给收了，只是没有想到局势发展到这一步，这一次的失败对他的打击会这么大。梁海威迈着有些飘忽的步伐，神情恍惚地走向炼丹室的门口。师姐，你……萧晨刚想上前劝慰一声，却看见师尊朝他摇了摇头，随后也明白，这种失败的打击对于天之娇女的他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磨练。看着梁海威消失在视野中，在场的数百位丹堂弟子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那是一种对丹道之尊的崇拜。所有弟子争相蜂拥而至，将萧晨围在其中，口中满是溢美之词。萧师兄，真没想到你的炼丹术居然这么厉害。萧师兄，你的炼丹术真是出神入化，我们太佩服你了。萧师兄，以后师尊闭关的时候，你可以给我们讲课吗？萧师兄，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可以去找你单独请教炼丹之法吗？一位样貌清雅的女弟子鼓起勇气上前，小声地道，白皙的小脸微微有些泛红。萧晨刚准备回答，齐梦瑶连忙上前，挤到2人中间，挽着萧晨的胳膊。萧师兄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南宫月望着萧晨被众人簇拥着，脸上洋溢着笑容，旋即将温柔的目光瞥过，轻叹一声，从今天开始，他在丹堂立威，应该没有人再敢欺负他了吧。随后，南宫月的身影化作一道玄光，消失在原地。众人看着齐梦瑶那护食的模样，一位心直口快的弟子开始起哄：哟，八字还没一撇就开始护着了，你瞎说些什么？齐梦瑶羞恼道，狠狠瞪了他一眼，俊俏的小脸上通红一片。没想到齐师姐还会害羞啊，本姑娘撕了你的嘴。萧晨连忙站在中间打圆场，好了，大家都是丹堂弟子，切莫伤了和气。这一次来到丹堂，除了与师姐梁海威比试炼丹术之外，萧晨便想炼制一些高阶丹药，赚取灵石以作储备。这样吧，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2品丹药、3品丹药的炼制之法。好，在场众人无不欢呼雀跃。于是萧晨先到药材室领取了2品培元丹、3品养魂丹的药材，便再次回到3号炼丹室。所有人均盘膝而坐，凝望着中间蒲团上的男子，把每一步细节都深深刻进识海里。萧晨先是炼制了10炉培元丹，紧接着又开始炼制养魂丹，时间一直持续到第2天下午。望着他不知疲倦的炼丹，围观的弟子开始啧啧称奇，看着全都愣在原地，说不出话来。因为每一炉丹药均是极品，关键是萧晨脸上没有丝毫疲惫之色。要知道，炼制丹药极其消耗魂力和体力。随着最后一炉养魂丹炼制完成，萧晨长舒一口气，望着脚边放着的16个丹瓶，露出欣慰的笑容。培元丹1炉8颗，总计80颗；养魂丹1炉5颗，总计30颗。按照宗门规定，自己可以获得 20% 的酬劳，也就是16颗极品培元丹，6颗极品养魂丹。好啦，炼丹就先到此为止。萧晨起身，望着意犹未尽的众弟子说道。围观的丹堂弟子也纷纷起身，全都朝萧晨躬身行礼，多谢萧师兄赐教。随后，萧晨准备去内务堂将自己的炼制成果兑换成灵石。齐梦瑶看出来他的想法，连忙挽着他的胳膊，美眸盈盈地道：师兄，我带你去内务堂也好。萧晨暗叹一声，有个美人贴身相伴，何乐而不为呢？甚至他还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胳膊肘往那高耸的玉峰上蹭了蹭，感受一番。齐梦瑶似乎感觉到些许异样，但是面对萧晨似有似无的举动，并未有所排斥，反而将小脸瞥向一边，脖颈处浮现出一抹绯红。这也行？萧晨微微有些惊讶，暗地里问道：童子在吗？定，宿主不需担心，这位女子的原因尚在。好家伙，这童子都进化了呀，都知道
我想问什么了，以后心里怕是没有秘密了。不过他还是有些好奇，齐梦瑶这么大大咧咧的性格，对自己这么主动，以前难道没有遇到喜欢的人？这一次，萧晨并未御剑飞行，全程由齐梦瑶带着飞。二人穿过一座座山峦，内门全景一览无余。随着秀丽的风景在眼前掠过，前方出现了一座白色大殿，3个大字格外醒目：内务堂。二人飞身下落，齐梦瑶依旧挽着萧晨的胳膊，丝毫不顾及来往的弟子异样的目光。很快，二人便来到内务堂大殿。顺着视线扫过，只见一位身材高挑、英姿飒爽的女子美目顾盼，立于柜台前。这身材真绝，观其身高，恐有7尺之余。一袭贴身的黑色短裙将超绝的身材显露无遗。双峰耸立，观其规模，竟足以与宋舒婷相媲美。那盈盈一握的纤细腰肢似精灵曼舞，乌黑亮丽的秀发高高扎起一个马尾，露出天鹅般的脖颈，白皙如玉。萧晨忍不住暗叹一声，这内门的美人还真多呀。该说不说，栖霞宗的安排还是很到位的。外务堂有秦仙儿、叶青和2位美人坐镇，这内务堂又有1位美人撑台面。旋即，一道数据面板在眼前骤然浮现：姓名上官轩儿，年龄27，性别雌性，修为筑基7、8重，评级3S， 体质5，魅力值92100，好感值0、100。萧晨大致看了一眼数据，竟然与身边这位齐梦瑶一模一样，这莫非是巧合吗？他也姓上官，难道跟执法堂堂主有些关系？看着他有些呆呆的模样，齐梦瑶拉了一下他的胳膊：萧师兄，我们先登记吧。好。二人刚来到柜台前，上官轩瞥了齐梦瑶一眼，一脸不善地道：整天到处乱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这内务堂助理，你还想不想干了？萧晨暗叹一声，原来如此，他们2个都是内务堂助理，是说外务堂有2位助理，内务堂应该也有2位才对。我是炼丹师，去观摩炼丹不行吗？再说了，这里不是有你吗？整天无所事事，炼丹师有什么可神气的？我不神气，但是你炼制一枚丹药给我看看呢。切，谁稀罕？眼看二人不对付，萧晨连忙上前道：师姐，我刚刚炼制了一些丹药，麻烦帮我登记一下。丹堂对于炼丹师是有考核要求的，所以每位炼丹师在药材室领取完药材，在炼制完丹药后，都需要到内务堂登记。你，上官轩这才注意到旁边的男子相貌平平，竟然也是一位炼丹师，就是修为怎么这么低？他就是新晋的3品炼丹师萧晨。齐梦瑶有些不耐烦地解释道，甚至不想跟他多说一句。3品炼丹师，上官轩美眸中露出震惊之色。先前有传言，丹堂堂主收了一位修为低微的亲传弟子，莫非是他？当然。萧晨微微一笑，大手一挥，15个丹瓶整齐地落在柜台上。上官轩盯着萧晨看了许久，似乎对他很是好奇，这让一旁的齐梦瑶心里很不舒服。喂，你在磨蹭什么？还不登记？齐梦瑶催了一句。上官轩瞪了他一眼，也不跟他一般见识，玉手拿起柜台上的丹瓶开始检查起来。培元丹极品，养魂丹极品。这一次他彻底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与丹堂弟子的反应如出一辙。眼前的丹药无疑刷新了他的认知，他在内务堂已经10年，从没见过品质如此之高的丹药，还是批量炼制的。这些都是你炼制的吗？你问的真是稀奇，还有别人能炼制出来吗？齐梦瑶双手抱胸，面色有些不悦。上官轩直接无视他，望向萧晨的美眸闪烁着盈盈微光。萧晨看着二人，不禁有些好奇，这么不对付的2个人，平时是怎么在一起共事的？当然是我。上官轩又重新打量了一番眼前的男子，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欣赏之色。3品炼丹师并不稀奇，可批量炼制极品丹药的3品炼丹师却是平生仅见。那按照宗门规定，萧师兄可以得到20%酬劳，其余80%我就帮师兄登记一下。好的，有劳师姐。不，你别称呼我师姐，叫我师妹即可。上官轩连连摆手道。3品炼丹师可是相当于内门长老的存在好。于是上官轩将丹药分离出来，将16颗培元丹、6颗养魂丹独装起来递给萧晨。萧晨却没有去接，而是直接道：师妹帮我看看，这丹药折算成灵石是多少？寻常的培元丹为2品低级丹药2010克，但是这极品培元丹我给师兄按6010克。寻常的养魂丹为3品中级丹药20011克，但是这极品养魂丹我给师兄按照60010克。话音刚落，齐梦瑶便道：怎么也不止这点吧？你见过极品丹药没有？
极品培元丹至少8000，极品养魂丹至少8万。上官轩儿还是不理他，直接望着萧晨，有些歉意地道：“作为定价助理，我最大的权限只有3倍价差，所以无妨，就按照你说的来吧。既如此，总共是45万6千灵石。”说完，上官轩儿轻点了一番，将一个圆鼓鼓的灵石包裹递了过来。萧晨顺手接过，塞进空间戒指里。忙活了一天，几十万灵石到账，妙哉！萧师兄，你不轻点一下吗？美人自是不会弄错的。上官轩儿盈盈一笑，一抹红晕在白皙的脖颈上飞速蔓延，那娇羞的模样让一旁的齐梦瑶直翻白眼。他赶紧挽起萧晨的胳膊：“萧师兄，我们先走吧。”“也好。”谁知还没走几步，身后便传来上官轩儿的喊声：“萧师兄，请等一下。”萧晨身形一顿，只见上官轩儿踩着曼妙的步子朝他缓缓走来，那双惊人的美腿白皙水嫩，隐隐泛着微光，踩着高跟水晶鞋，一前一后画出美丽的弧线，波涛汹涌的气势，即使在紧身的短裙里依然震颤出迷人的弧度。齐梦瑶却是一脸无语，心里嘀咕道：“切，就好像别人没有一样，整天弄得像个狐狸精。萧师兄，可以给我一下你的传音玉简吗？”上官轩儿眨了眨美眸，盯着萧晨的眼睛。萧晨一愣，但还是从怀里掏了出来，怎么有种穿越前在校园里被学姐要手机号的感觉。他顺手接过，然后在上面刻下自己的传音印记：“萧师兄，我叫上官轩儿，没事的时候可以给我传音，师妹陪你聊天。”说完，还那双美丽的眼睛扑闪，如同繁星闪烁。好，萧晨忍不住暗叹一声，身份一亮出来，妞就是手到擒来，哪像在外门老被人鄙视。齐梦瑶面色不悦地瞪着上官轩儿，没想到对方同样毫不示弱，气氛顿时变得剑拔弩张。最后还是萧晨率先把齐梦瑶拉走，这场女人之间的死亡凝视才落下帷幕。出了内务堂，齐梦瑶忍不住问道：“萧师兄，你接下来有别的安排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他连忙凑到萧晨的耳边，柔声道：“我的住所里养了一只虎狸兽，特别可爱，还会后空翻，你想不想看？”萧晨思索了一番，听名字想必跟蓝星上的幼年老虎有些相似，应该比较可爱吧？真的吗？是真的，我不骗你。哦，反正没事，那就去看看吧。我们走吧。齐梦瑶开心地挽着萧晨，腾空而起，往朝霞峰飞去。飞到半途中，一道强大的气息突然从前方急速临近，二人顿时身形一致。萧晨顺眼望去，只见一位身着白色工装长裙的成熟美妇御空而来，年龄约莫30来岁，肌肤似雪凝脂，眉目清雅如画，举止轻盈，风韵犹存，体态略显丰腴，腰肢虽不似梁海薇那般盈盈可堪一握，却如同水蛇般灵动，别有一番风韵。旋即一道数据面板在眼前显露出来：姓名齐宁轩，年龄420，性别雌性，修为元婴期2重，评级3S， 体质5，魅力值92100，好感值0，100。看到那个名字，萧晨的心中不由得咯噔一下，随即看向身旁的齐梦瑶：“娘亲，你来啦！”齐梦瑶欣喜地喊道。果然，萧晨的预想没有错，只是他为什么跟随了母亲的姓氏便不得而知。齐宁轩眉目含微，瞪了女儿一眼：“还不放开？你这样子成何体统？”嘻嘻。齐梦瑶丝毫不以为意，笑道：“娘亲，我正要和你介绍，这位是萧晨。”闭嘴！齐宁轩一声怒斥，将其打断，随后便将目光挪到萧晨的身上，只堪堪停留了一瞬，便匆匆瞥过，一抹厌恶的情绪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40岁，炼气期重，在外门弟子中怕也是垫底的存在，是怎么溜到内门来的？你还不赶紧过来！齐宁轩语气强硬了一分。哦。齐梦瑶看了萧晨一眼，极不情愿地松开他的胳膊，飞到母亲身边。由于炼气期无法悬空，萧晨只得踏上飞剑。从今天开始，罚你不准离开朝霞峰。齐宁轩有些愠怒地看着女儿。萧晨有些吃惊，眼前的美妇莫非也是栖霞宗的5位峰主之一？这可真是稀奇。凭什么？我不同意。你说凭什么？我平时是怎么教导你的？不要受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蛊惑，有些人怀着什么心思，我一眼就能看穿。说完，他的余光还似有似无地瞥向萧晨的方向。显然，在他眼里，肯定是这个炼气期男子以甜言蜜语蛊惑自己的女儿，好借此机会翻越阶层，一步登天。萧晨站在一旁，心里不由得苦笑一声，好像离开了丹堂，自己又被打回了原形。萧师兄才不是！闭嘴！你再犟嘴，以后丹堂也别去了。齐梦瑶刚想反驳，就被母亲的一句话压了下去。
只得委屈巴巴地低下头，泪珠在眼眶里打转。你叫萧晨是吧？齐宁轩身躯转向一边，似乎连看都不想多看他一眼正视。萧晨不卑不亢地拱手道：人要有自知之明，你应该明白吧？明白。我不管你心里是什么想法，从今天开始不允许你接近我的女儿。好。萧晨微微一愣，自己还没开始呢，就遇上一个硬茬。本座希望你说到做到，但凡被我发现一次，你应该知道下场。说完，齐宁轩伸出玉手，朝着远处的山峰一拧，那宛如擎天巨石的山峰瞬间塌陷，化为一片废墟。很显然，这是一次很严厉的警告。知道了。萧晨一脸无辜，自己本就没有主动去勾搭他的女儿，这句话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不关萧师兄的事，你别在这发疯，行不行？齐梦瑶直视自己的母亲，眸中满是怒意。这一声对萧晨的维护，直接将齐宁轩激怒，他颤抖地扬起玉手，就想给女儿一巴掌，却看见他倔强无畏的小脸已沾满了泪花，却怎么也下不去手。那一刻，他仿佛看见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冲动、任性、敢爱敢恨。你打，来啊！朝霞峰主，何事如此动怒？一个雄浑的老者之音突然从远处传来。没事。齐宁轩玉手一甩，酥胸一阵起伏，脸上怒气犹在。萧晨抬眼望去，只见一位身着白袍的长须老者带着2名弟子御空而来，单手背于身后，不怒自威。一道数据面板在眼前浮现，姓名司空震，年龄1250岁，性别雄性，修为元婴期2重，评级体质5，魅力值65100，善恶值-20100。我靠！萧晨一脸懵逼，善恶值-20点，这是什么情况？老子几时跟这般人物结下过梁子？随后目光瞥向他身后，那2位金丹期的弟子顿时心中一惊，不是别人，正是李玉玲、杨云康。此时的李玉玲正盯着他，一脸阴邪的笑容，而杨云康站在一旁，低垂着头，不敢直视萧晨的目光，心中顿时涌起不好的预感，旋即朝师尊御简传音，却发现竟无人响应。这是怎么回事？师尊如果收到自己的御简传音，肯定不会选择视而不见。落霞峰主，这小子就是萧晨。李玉玲指了指萧晨，一脸的幸灾乐祸。司空震一双鹰眼如同利剑一般锁定萧晨的身影，这可稀奇了，炼气期7重。你是说我徒儿就是栽在他手上？千真万确。萧晨暗自心惊，瞥了杨云康一眼，瞬间明白了，这应该就是他的师尊。小辈，老夫有2件事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前辈请问，我徒儿薛浩现在何处？萧晨心里猛地一沉，但仍旧面色冷静地道：前辈说笑了，他是您的徒儿，您自己都不知道，我从何知晓？哼！听说之前他跟你有些恩怨，前天与你产生纠纷之后便不知所踪。萧晨不禁暗骂一声，老家伙还真会避重就轻，那是纠纷吗？他摆明就是来杀我。不好意思，我还真不知道。他是金丹期，我才炼气期，他不找我麻烦，我就感恩戴德了。李玉玲在一旁听着，对于萧晨的话，他是100个不相信，薛浩的失踪肯定跟他有关，但是又苦于找不到证据。司空震想了想，也没毛病，一个金丹期杀一个炼气期，如同屠鸡宰狗，想来应该跟他扯不上关系。第2个问题，你是不是给我徒儿种下了奴印？说完，他瞥了一眼神情呆滞的杨云康。是。萧晨的回答干净利落。此言一出，在场的众人无不心惊，一个炼气期给一个金丹期种下奴印，这比一个炼气期击杀一个金丹期还让人难以理解。关键是他竟然当众承认了。齐梦瑶捂住小嘴，美眸瞪得奇大。齐宁轩再次瞥向萧晨，满脸的不可思议。他发现自己第一次低估了眼前的这个男子。你好大的狗胆！司空震一声怒喝，强大的气势震得萧晨脑袋一阵轰鸣，身躯在飞剑上左右摇晃。那我想请问一下落霞峰主，种下奴印是不是得有个前提，就是一定要双方自愿？那又如何？杨云康心甘情愿被我种下奴印，你说如何？混账！谁会心甘情愿当奴仆？他分明是被你拿捏了某些把柄，不得不听你使唤。萧晨冷笑一声，那落霞峰主倒是说，我一个炼气期能拿捏住他什么把柄？即使有把柄，他难道不会杀我灭口？司空震略一思索，好像也有道理。一个金丹期的天骄怎么会被炼气期抓住把柄？即使是被要挟，反手杀一个外门弟子，宗门知晓也不会过多怪罪。那你倒是说，他凭什么要自愿被你种下奴印？他与我同境界一战，输给了我，就这么简单。你若不信，可以查一查，几百个外门弟子亲眼目睹。李玉玲连忙上前一步，躬身道：落霞峰主，
您别听他信口雌黄，他善施诡计赢了杨师兄，才逼迫他成为奴仆。此言一出，萧晨狠狠瞪了李玉玲一眼，心中的杀意达到顶峰。总有一天，老子要亲手碾死你个玩意！小贝，你还有何话可说？落霞峰主宁可听信他一面之词，也不肯相信既定的事实，那我确实无话可说。混账！司空震大怒，老夫现在不管什么事实与否，你即刻解除我徒儿的奴役。抱歉，恕难从命。司空震顿时一愣，完全没想到一个炼气期也敢违逆自己，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李玉玲嘴角阴邪一笑，暗暗嘀咕一句：不知死活的东西。小贝，老夫最后奉劝你一句，小心自取其祸。晚辈已经说得很清楚，此事是双方自愿，容不得外人干预。萧晨强硬的态度让众人一阵心惊。齐梦瑶拽了一下母亲的衣袖，却被他狠狠瞪了一眼。在他看来，这是萧晨与落霞峰主的恩怨，他自然不会干涉。好，那老夫倒要看看你这小小炼气期到底有多少斤两。且慢，晚辈有一言，落霞峰主不想听听吗？哼，有什么话速讲，老夫的耐心有限。我是新晋的4品炼丹师，你身为峰主，应该比我更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由于师尊不在，萧晨只能率先搬出自己的身份，要不然这个元婴老怪一个不留神灭了自己，那可就是天大的冤枉。在栖霞宗，炼丹师群体少，修为普遍偏低，因此宗门对于炼丹师有格外的保护，尤其是3品以上炼丹师，胆敢加害都是重罪。在整个修仙界也大都如此，毕竟修为越高，平时修炼越是仰仗炼丹师的高阶丹药，故而3品以上炼丹师走到哪里都受人敬重。此话一出，齐宁轩不禁暗暗摇头，冒充什么不好，偏偏冒充4品炼丹师。他觉得萧晨如果说自己是哪位峰主的私生子，都要稍微可信一点点。李玉玲更是哈哈大笑，宛如听见了世上最大的笑话，但是他肯定不会把萧晨之前是3品炼丹师的事实说出来。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司空震顿时吹胡子瞪眼，大喝一声：狂妄小辈，你连内门弟子都不够资格，也敢大放厥词，诓骗老夫！卧槽！萧晨不禁摇了摇头，这年头说真话都没人信，我真的是4品炼丹师，为何要诓骗你？哼，我栖霞宗仅有一位4品炼丹师，你一个小小炼气期竟敢冒充，你该当何罪？齐梦瑶连忙上前一步，朝司空震躬身一礼道：我可以证明萧师兄没有说谎，不可胡言。齐宁轩神色一凝，瞪了女儿一眼：我才没有胡言，他真的是4品炼丹师。齐梦瑶斩钉截铁地说道，他昨天分明看见了萧晨身上燃起的丹道之光，而现在看见萧晨笃定的眼神，就更加确定了他已具备4品炼丹师的实力。众人的目光顿时落在他的身上，这句话出自一位2品炼丹师之口，想必有一定的可信度。这时李玉玲上前戏谑道：齐师妹，你想救自己的情郎，只是这演技未免也太拙劣了。你……齐梦瑶指着他，一时说不出话来，小脸通红，也不知道被气的还是羞的。这时萧晨淡淡的说道：我都说了，我是新晋的4品炼丹师，不信的话你可以问我师尊南宫月。看他说的有模有样，齐宁轩出言道：落霞峰主，不如这样，你给南宫堂主传音求证一番，以免冤枉好人。司空震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便拿出传音玉简给南宫月传去一缕魂音，然而等了一会还是没有回应，于是他耐着性子又朝他传去一缕魂音，依然没有回应。这一次司空震的老脸上怒色更甚，在他眼里，即便是南宫月再忙，也不可能收到传音选择视而不见，分明是不屑于回复这种可笑的问题。你还有何话可说？我刚才给师尊传音，他也没有回我，想必有事在忙。你还想巧言诡辩？机会老夫给过你，乖乖给他解开奴役，否则你今天难逃一死。你想杀我，我一个念头先让他神魂俱灭。你敢威胁老夫？司空震脸色阴沉，如同天边的乌云，充满褶皱的嘴角微微抽搐。一个小小炼气期就敢威胁自己，当真是平生仅见。现场的气氛压抑得有些诡异，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萧晨默默地望着他，内心却异常冷静，自己只能硬抗到底，一旦服软，就意味着自己所说的4品炼丹师也是湖州，他肯定顺手就灭了自己。自己赌的就是他心里的一丝怀疑，赌他不敢下死手。我该说的已经说了，你爱信不信。至于解开奴印，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小辈，猖狂！司空震怒喝一声，旋即一道骇然的灵魂威压从天而降，给老夫滚下去！一瞬间，猝不及防的萧晨身影如同下坠的巨石，从飞剑上跌落，轰然落在下方的草地上，双脚深深地陷进泥土里，强烈的灵魂威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老家伙，
你以大欺小，算什么本事？找死！萧晨的话一瞬间将他彻底激怒，旋即掌心向下，灵魂威压陡增1倍。萧师兄！齐梦瑶花容失色，惊呼一声，刚想飞身下去，却被母亲的一束玄光给困住。老东西，你休想让我屈服，你一定会后悔的！萧晨怒喝一声，全身魂力疯狂暴动，全都凝聚于右拳之中，向上猛然轰出。刺！一阵刺耳的魂力爆鸣声，让众人忍不住捂住耳朵。司空震的灵魂威压直接被震散。萧晨双目血红，眼球布满血丝，大口喘着粗气，从深陷的泥土中蹦出，死死盯着空中那道苍老的身影。这一幕让众人惊骇万分，一个炼气期的灵魂之力竟然如此强悍。只是无人知晓，萧晨原本就是金丹期的灵魂强度，在晋升为4品炼丹师之时又暴涨数倍，如今的灵魂强度已经是元婴级别。这……齐宁轩惊得说不出话来。从灵魂强度来看，萧晨确实有晋升4品炼丹师的资格。司空震又岂会不知？但是此行的目的被无情拒绝，又被萧晨无理的辱骂，倘若就比放过自己的老脸往哪搁？随后他心一横，双眸迸射出骇人的气势，10成的灵魂威压幻化成一把透明的魂力之剑，朝萧晨爆射而来。不要！齐梦瑶一声撕心裂肺的惊呼，那一击何等恐怖！如果被击中，萧晨的肉身不会损坏，而灵魂会被直接摧毁，变成一个活死人。老贼，老子跟你拼了！萧晨一声怒喊，魂力连同灵力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二者合而为一，形成一把白色巨剑。刺！司空震的透明之剑与萧晨的白色巨剑轰然相撞，又是一阵尖锐的声响，音波穿透方圆数千里空域。齐宁轩急忙玉手一挥，一道无形的魂力屏障骤然成型，将众人护在其中。这一击惊动了整个栖霞宗，一些元婴修士纷纷飞出洞府，探查声音的来源。这是一场灵魂之力的碰撞，任何输的一方都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灵魂损伤。此刻司空震突然有些后悔，他后悔没有动用修为直接将萧晨抹杀，却选择用灵魂之力镇压。现在骑虎难下，又有朝霞峰主在一旁看着，只得无奈与萧晨继续斗下去。只是渐渐的，二人的虚弱显现出来。萧晨是因为魂力刚刚提升不久，而司空震已垂垂老矣。萧晨索性心一横，将全部的魂力灌入其中，孤注一掷，只希望师尊能及时赶到。李玉玲在一旁看着，嘴角抑制不住的翘起，心里更是得意之极，巴不得二人斗个你死我活。落霞峰主，我看此事到此为止吧。齐宁轩提议道。如果萧晨真的是4品炼丹师，那二人之间无论谁出了意外，都是宗门莫大的损失。老夫若此时撤回魂力，他的狂暴魂力势必重伤于我。叮一声轻响，萧晨的灵魂之剑渐渐崩碎了一角，裂纹沿着白色巨剑蔓延，每一声碎裂的声音都像是生命倒计时，却全靠信念在支撑。而司空震的状况也不乐观，持续的魂力输出让已逾1000岁的他躯体早已不堪重负。咻！一道魂力之光从远处爆射而来，轰击在2把剑的正中心，将二人的魂力比拼震散。二人同时身形一晃，这场魂力之争就此落下帷幕。你们活了上千岁，居然像小孩子般逞凶斗狠，比拼魂力，还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一道威严的娇喝声由远及近。话音刚落，一袭雪白长裙的倩影悬空而立，肌肤娇嫩如雪，眉如远山，不描而黛，一双澄澈的冰眸扫过，如同女帝临视，众人纷纷垂下目光，不敢直视。拜见宗主。上空的众人连同2位峰主都噤若寒蝉，连忙躬身行礼。萧晨的视线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那绝美的鹅蛋脸，那自带的威严以及冰冷的气息，依然是记忆中的模样。神仙姐姐。萧晨一声轻唤，由于灵魂之力耗尽，识海一片混沌，视线变得极为模糊，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抹淡淡的微笑。那一声呼唤让南岳离瞳孔骤然瑟缩，眸光剧烈颤动，如同利剑一般扫向下方的男子，顿时愣在原地。是他。这时萧晨眼前一黑，灵魂之力彻底耗尽，身躯无力地向后倒去。南岳离身形一闪，便从身后接住了他，那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让他的心魂久久颤动。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给了他10年的期限，居然会以这种形式相见。绝美的脸颊上流露出从未有过的紧张之色，眸光寸寸扫过萧晨的身躯，确认他只是魂力耗尽而陷入昏迷，顿时松了口气。掌心现出一枚养魂丹，连忙塞进萧晨的口中。这一幕让上方的众人面面相觑，却又不敢随意出声。李玉玲更是惊骇万分，这小子怎么会认识宗主？那以后的自己哪有好日子过？如果没有听错，他刚才喊宗主神仙姐姐。南岳离抱起昏迷中的萧晨，腾空而起，一道微冷的魂音在众人耳边响起：管好你们的嘴巴，
谁若敢乱嚼舌根，谨遵宗主之命。”望着宗主飘然远去，司空震才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惊魂未定地道：“朝霞峰主，你看这是宗主的私事，与我等无关。”也是。说完，齐宁轩拽着有些吃怔的女儿往朝霞峰飞去。司空震满脸阴沉，狠狠瞪了李玉玲一眼，旋即袖袍一挥，朝自己的洞府飞去。其余几人也各自离开。丹霞峰，晴朗的天空，一声惊雷打破沉寂。苍穹之上，赤色云层宛如巨浪汹涌而来，云层间电弧交织，雷声滚滚，方圆数千里的灵气疯狂暴动，朝丹霞峰顶飞速聚集。突如其来的异象让七侠宗的元婴修士纷纷腾空，目光远视那熟悉的一幕。想不到他还是快我一步。上官微悬空而立，望着丹霞峰上空的异象，不禁摇了摇头。原来他之前在闭关，不妙。司空震心中泛起一丝隐忧，倘若那小子真是他的弟子，那还真有些麻烦。静谧的修炼室中，南宫月端坐于蒲团之上，绝美的脸上神情严肃，周围立着数十道隔音禁制。随着双手不停地变换手势，一道道灵气如同云雾一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凡人修仙本就是逆天之举，因而每一次境界的突破都伴随着不确定的风险。而元婴期作为成仙路上的半仙之境，尤为关键，每一次晋级都要经受心魔的考验。随着灵气疯狂涌入四肢百骸，在经脉中奔涌，南宫月的身躯出现了一丝轻微的颤抖，额头渗出一滴滴汗珠，双眸紧闭，黛眉紧蹙，显然内心正在经历煎熬。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几个时辰后，终于他的眉头缓缓舒展，双眸睁开，露出久违的放松。一道金光从头顶飞射而出，穿透修炼室的顶部，直冲云霄，随后气息缓缓平复，修为稳定在元婴期三重。苍穹之上的云层也在这一刻散去，喧闹的丹霞峰上空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那些观望的元婴修士、金丹弟子也都散去。一对孪生姐妹静立于七霞峰顶，仙裙飘飘，宛如画中仙，如同两位仙女绝尘而立，俱是容颜绝世，几乎一模一样的外貌，而气质却截然不同。南岳离一双冰眸凝望着远方的丹霞峰，意象散尽，随后缓缓转身对身旁的南星瑶道：“你送他回丹霞峰吧。姐姐，你为何不等他醒来亲自送他回去呢？我们之间一言难尽。”南岳离望着远方，神色黯淡：“姐姐，作为宗主，难道就不能喜欢自己宗门的弟子？你不明白？”“不，我当然明白，他的灵魂之力已堪比元婴修士，若他真是四品炼丹师，即使修为低微，也有与峰主平齐的资格。南宫月作为四品炼丹师，同时又是元婴修士，若不是他痴迷炼丹，性情温和，又不喜争斗，早就入列五大峰主。而萧晨的四品炼丹师身份一旦确认，在宗门内的资历也将与峰主平级。”南岳离轻叹一声，没有说话，沉默了许久，才缓缓道：“你先送他回丹霞峰吧，找个机会，你收他为亲传弟子，指导他修炼。姐姐，你直接收他为弟子，岂不是更好？”南星瑶用余光瞥了姐姐一眼，悠悠地道。南岳离白了他一眼，绝美的雪颜上浮起一抹羞恼：“那我岂不是成了他的师尊？哥哥喽，师徒恋不是更好吗？你个死丫头，看我不教训你！”两姐妹在七霞峰顶相互追逐，从很多年前开始，二人就相依为命，心意相通，因此感情极好。整个七霞宗也就妹妹南星瑶敢和南岳离开玩笑。朝霞峰，瑶儿，你还在生娘的气？齐宁轩看着沉默了许久的女儿，忍不住问道：“原来连你都不相信我？”“我没有不相信你，只是他。”齐宁轩一脸无奈，谁能想到一个炼气期竟然是四品炼丹师呢？娘亲，萧师兄应该没事吧？齐梦瑶望着窗外云雾缭绕的山峰，有些担忧地问道。他应该是灵魂之力耗尽，想必不会有事。那就好。看着女儿这副模样，齐宁轩轻叹一声，犹豫再三，还是咬了咬牙道：“你以后不要再跟他来往了。”“为什么？”“我不同意。你听娘说，他丹道天赋卓绝，却修炼天赋极差，如今40岁，修为才炼气期，将来如何保护你？”“我才不要他保护，我可以保护他，更何况爹爹当年不是一样修炼天赋不行吗？你还是嫁给了他，所以你爹才死得那么早，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娘当年被他的甜言蜜语蛊惑，如今更不能让你步我的后尘。我自己的事情我做主，不要你管。”齐梦瑶瞥了母亲一眼，语气强硬了一分：“娘是为你好，你不用再说了，每次都是这句话，我听到耳朵都起茧子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我喜欢的，我是不会放弃的。”齐宁轩无奈，只得柔声道：“那你倒是说说，你喜欢他什么？要修为没修为，估计一辈子都不能结丹，连样貌也一般般，谈不上英俊。”齐梦瑶有些吃怔地说道：“我喜欢的是
他的人格魅力。他哪有什么人格魅力？像个愣头青一样，不知天高地厚，敢和风主对着干。如果遇上我，早就一巴掌拍死他。他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是吗？那你为什么还会替他说话？我那是……齐宁轩顿了顿，继续道：我那是不忍心看着宗门白白损失一个天才炼丹师。切，说明他还是有值得你欣赏的地方。萧晨从昏迷中醒来，浑身酸软无力，第一次将魂力耗尽，也是第一次体会到疲惫不堪。醒来以后，身具纯阳圣体的他，灵魂之力迅速开始恢复，体力也在急速补充。目光所及是一间极为精致的女子闺房，沁人心脾的香味扑鼻而来。而自己正躺在一张金丝楠木榻上，一旁的梳妆台上陈列着许多精美的女子装饰品。正在这时，一位绝美的白衣女子推门而入，面色温和，眸光温柔如水，看得萧晨一阵痴怔，当真是惊鸿仙子一般，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神仙姐姐，他情不自禁地呢喃着，目光却怎么也挪不开，这正是他朝思暮想的人儿。噗，蓝心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绝美的笑容令周围的花都黯然失色，是他从未见过的模样，依稀记得第一次相见的情形。他心中微微有些疑惑，那时候的他冷冰冰的眸光如同两道冰刃，恨不得杀了自己。怎么此刻你醒了？蓝心瑶坐在床边柔声道，歪着脑袋近距离打量着他，心中实在好奇，这个其貌不扬的男子到底是哪里吸引到自己的姐姐，竟让性格一向高冷的他朝思暮想到如今，甚至连闭关都心神不宁。他的话如天外仙音，柔婉缠绵。萧晨轻轻点了点头，炽热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他的俏脸上，怎么也看不够。那双明亮的大眼睛犹如深邃的寒星，眸中似有星河闪烁。长长的睫毛如蝶一般轻盈，高挺的鼻梁下玫瑰色的红唇娇艳欲滴。突然他合起南星瑶的双手放在胸前，神仙姐姐，你不会离开我了，对不对？南星瑶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愣了数息，才俏脸泛红的抽回小手，慌忙与他拉开一个身位。心里一阵疑惑，他该不会把我当成了姐姐？叮，系统提示，宿主最好不要对眼前的女子生出非分之想，否则宿主肯定要后悔。闭嘴！萧晨斥责道，开玩笑呢，老子都睡过了，你叫我不要生出非分之想，不是扯犊子吗？系统乖乖进入休眠状态。察觉到自己的行为有些无理，萧晨不自觉地抓了抓后脑勺，有些歉意地道，抱歉，是我唐突了。没事。南星瑶平缓了一下心绪，看你魂力恢复得很快，我送你回丹霞峰吧。好吧。怎么，你还想在这里住下来？神仙姐姐，你要是允许的话也不是不行。萧晨说这话脸部红心不跳，南星摇白了他一眼，俏皮的模样格外动人，心想这人脸皮还真厚啊，自己不说他还真打算住下去。直到此时，萧晨才注意到眼前的数据面板，姓名南星瑶，年龄99，性别雌性，修为元婴期4重，评级5S， 体质精灵之体，魅力值99100，好感值20100。原来他的名字叫南星瑶，星光烁烁，瑶草奇花，好名字。萧晨暗自心惊，这评级，这魅力值简直堪称逆天，是目前为止所见过的女人之中最高，居然还不到100岁。要知道寻常的元婴修士动辄几百岁甚至上千岁都正常，更何况他99岁便已达到元婴4重，简直是匪夷所思。而且他还是精灵之体，这可是传说中最适合修炼剑道的神体。在修仙界，用剑的修士无疑是最多的，一生都想把剑道修炼到极致，达到最终的无剑胜有剑的境界。喂，发什么呆呢？南星瑶见他一直盯着自己，俏脸有些不自然地瞥向一边。哦，没事，走吧，送你回丹霞峰。好。萧晨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看着他曼妙的身姿，心中涌起一阵难隐的悸动，很想一把搂入怀中，但也只是想一想，不敢真的这么做，毕竟好感值才20点。出了大殿，南星瑶玉手一挥，一道灵气将萧晨卷起，二人急速朝丹霞峰飞去。一路上二人都没有再说话，好在距离并不遥远，没多久丹霞峰便在眼前。去吧。萧晨看了他一眼，他的眸光虽然温柔似水，但却看不到丝毫男女之间的不舍情绪。不过心中也释然，毕竟和他只有一次之缘，夺了他的贞洁，能不杀自己已经是万幸。随后萧晨直接飞入丹霞峰，而南星瑶也转身离去。刚刚落在师尊的洞府门前，巨大的石门便缓缓打开，在萧晨诧异的目光中，南宫月绝美的仙影显露出来。师尊的气息更强了，
随后，萧晨从眼前的数据面板上看到了师尊的修为，竟然已经达到了元婴期3重。原来他之前是在突破，难怪御剑传音都没有效果。师尊，萧晨轻呼道。南宫月没有说话，慌忙上前小跑了几步，紧张的眸光扫过萧晨的身躯，确定他已无大碍，顿时神色松懈下来。萧晨眼角微微有些湿润，他看得出师尊眼里的关切。师尊，我已经没事了。南宫月神色复杂的看了他一眼，却并没有再问下去。先前所发生的一切，他已经从齐梦瑶那里得知。晨儿，跟我走。南宫月直接拉着他的手，身形急速掠过长空。我们去哪里？为师给你讨个公道。眼前的景色不停的变换，一座座山峰向身后掠去，不多久，落霞峰便在眼前。司空老头，滚出来！南宫月娇喝一声，元婴期的声线瞬间穿透洞府。正在修炼室内盘膝调养的司空震猛然一惊，略一思索，便已知晓来人是谁，以及他此行的目的。随后，他只得硬着头皮飞出洞府，与二人前方悬空而立，相距不过100丈。其他洞府内的精英弟子听到动静，也纷纷飞出洞外，都想看看到底是谁敢直呼他们封主的名字。萧晨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杨云康。此刻的他哪有一点内门天骄的模样？昔日曾对萧晨呼来喝去，此刻竟连直视他的勇气都没有。真是半个月河东，半个月河西。南宫堂主，有何赐教？老匹夫，你竟敢恃强凌弱，欺辱我的徒儿！说完，南宫月面露寒光，一把银色长剑现于掌心，朝司空震一剑挥出，一道赤色剑芒带着冲天的威势，如同巨浪般席卷而去。你！司空震大惊失色，愣是没想到，一向性情温和、不喜争斗的南宫月，今日怎么一言不合就发飙，只得仓促凝聚出一张巨大的灵力掌印，迎向那道赤色剑芒。远处围观的核心弟子一看形势不对劲，纷纷抱头鼠窜。轰！惊天动地的爆鸣声响起，冲击波一瞬间将附近的树木摧断，赤色剑芒贯穿灵力掌印，带着余威直接轰击在司空震的身上。噗！司空震面色一红，一口鲜血喷出，倒飞出去数里之外，撞在一颗巨石上，轰然落地。可嗨嗨，南宫堂主，请听老朽一言。司空震狼狈站起身，捂着胸口，一阵剧烈的咳嗽。本身灵魂之力未复原，修为又比南宫月低了1重，这一击直接将他重伤。躲在远处的核心弟子个个面露惊骇，这还是那个性情温和的丹堂堂主吗？发起飙来也太恐怖了。遥远的栖霞峰上，2位绝美的女子望着落霞峰的方向巍然而立，飘然若仙。显然他们对于落霞峰上的元婴修士大战了如指掌。姐姐，那个老头要倒霉了，你不去管管吗？哼！南岳离轻哼一声，那些个老东西倚老卖老惯了，让他们吃点亏。哥哥老姐姐，你这算不算间接为他撑腰？南星瑶抿嘴一笑，悠悠地道：去你的！南宫跃上前一步，盯着司空震，露出从未有过的冷冽眸光。老家伙，你还有何话可说？个中缘由，请容老朽详细道来。快讲！你那徒儿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竟将老朽的亲传弟子收为奴仆，此事如何使的？此话一出，南宫跃都懵了，忍不住瞥了萧晨一眼，心想自己的徒儿还有这等手段呢。萧晨忙上前一步解释道：杨云康几次3番要杀我，为了了结这段恩怨，我们约定同境界一战，还以道心起誓，谁输了就成为对方的奴仆，最后他输了，种下奴印只是他履行誓言罢了。即使是约定，怎可如此下作？康儿作为内门天骄，成了你的奴仆，倘若被外人知晓，岂不令宗门蒙羞？不好意思，这个提议正是你的好徒弟杨云康提出的，落霞峰主可以求证。你所说的下作，那不就是说他吗？此言一出，司空震顿时老脸一黑，如同熏黑的锅底，感情是自己的徒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随后他转身招招手，将杨云康唤了过来。康儿，为师在这里给你做主，你不用怕，老实交代萧晨所言是否属实。是。杨云康毫不犹豫地回答，让司空震身躯一晃，差点要栽倒在地。南宫跃淡淡地瞥了他一眼，既然是2个小辈之间的赌约，而且还以道心发过誓，你身为长辈就更没有理由强行干预，此事的确是老朽失察。司空震沉默良久，才缓缓道。眼看他承认错误，南宫跃便顺理成章地说道：既然你也认为是自己的过失，我徒儿差点被你逼得灵魂尽碎，你赔偿一点精神损失费不过分吧？不知南宫堂主想要多少赔偿？不多，100万灵石。司空震闻言顿时老眼一花，多少？100万灵石多吗？听着师尊的报价，萧晨都有些惊讶。那些内门天骄1个月才领到1万灵石，峰主即使地位尊崇，这100万灵石对他们而言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未免太多了点吧？
你险些让一个4品炼丹噬魂机尽毁，若是被宗主知晓，你的封主之位恐怕不保，这点灵石多吗？司空震嘴角一抽，琢磨了一番，极不情愿的袖袍一挥，一个圆鼓鼓的灵石包裹朝萧晨飞来，脸上闪过一抹肉痛之色，这可是他半年的月俸，接下来几个月要紧巴巴的吃糠了。萧晨顺手接过，神识一扫，确定数量无误，便欣喜地收入乾坤戒指中，心想这委屈没白受，伤了那个老家伙，又得了100万灵石，心里顿时觉得美滋滋。晨儿，我们走吧。南宫月宠溺地看了他一眼，看他那高兴样儿，忍不住摇了摇头，萧晨很自然地挽着他的手臂，随后南宫月玉手一挥，一阵灵力将2人带起，朝丹霞峰飞去。正在这时，一道雄浑的传音响彻栖霞宗的每个角落，试炼秘境明日正式开启，符合要求的外门弟子，明日辰时到擂台广场集合，若有修为达标、无故缺席者，一律逐出宗门。夜色渐深，丹霞峰修炼室。晨儿，明日便是外门的试炼开启之日，你今晚就待在修炼室，好好调养生息。师尊，弟子已无大碍，不信你看。南宫月的目光仔细扫过他的身躯，竟发现他的灵魂之力已经恢复了90%，如此恢复能力当真是世所罕见。那你今晚还想去哪里？找舒婷那丫头吗？不，弟子今晚想和师尊待在一起。南宫月眸光微乱，莫名的有些心慌，忙将视线瞥向一边，跟为师待在一起做什么？弟子想给师尊按摩。南宫月顿时神色一松，看来是自己想多了，他怎么会对自己的师尊有别的想法呢？好。南宫月缓过神，朝他点了点头，确实也有好几天没给自己按摩了。袖中飞出一条发带，被萧晨顺手抓在手中。随后南宫月端坐在蒲团之上，青丝如瀑倾泻而下，一直垂落到臀部。萧晨坐在身后，动作轻缓地挽起她的秀发，与以往一样，用发带将其束起。温润如玉的脖颈显露出来，雪白的香肩在薄如蝉翼的纱衣里若隐若现，透露着成熟女人的魅力。醉人的体香扑鼻而来，他定了定心神，大手轻轻放在她的肩上，顺着穴位缓缓按压。南宫月缓缓闭眸，脸颊微仰，享受着久违的宁静。持续了1个时辰，萧晨的大手从肩部缓缓挪到后背，动作轻柔却暗含力道，极其精准地捕捉每一丝疲劳。随后他眸光炽热，忍不住微微前倾，喉头滚了一下，双手从他的纤腰缓缓划过，向前再向前，直到双手紧扣，从身后一把将这柔软的娇躯搂入怀中。晨儿，你……南宫月美眸睁开，一阵慌乱地转过琴手，湿热的男子气息从身后传来，在耳边侵袭。第一次他与自己的弟子脸颊这么近，几乎要贴到一起。师尊，你好香。萧晨紧紧搂着他，感受着怀里的丝滑细腻，脸颊贴着他的青丝，贪婪地吮吸着他醉人的芬芳。不可胡言。南宫月顿时呼吸急促，酥胸起伏不平，连说话都带着颤音。他不敢相信自己这个弟子怎么如此大胆。师尊，你的气息乱了，你先放开为师，弟子就想这样抱着你，什么都不做。南宫月深吸一口气，平缓了一下动荡的心绪，却没有将他推开。如果他真想推开他，只需稍微释放出一丝元婴期的气息，就足以将萧晨震飞。我是你的师尊，你怎么可以？弟子就想抱着你，才不管你是谁。萧晨闭着双眼，在他耳边任性的低语，怀里的娇躯散发出的每一丝气息都让他血火乱窜。但他知道绝不能操之过急，今日能与师尊相拥，对于观念保守的他而言已经是极大的进步。南宫月的心绪久久不宁，身后那具热辣滚烫的男子躯体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男性气息，让他脸颊一片通红。好在萧晨没有进一步的动作，这让南宫月稍稍心安。如果真的发生些什么，他都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就这样，萧晨搂着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话，一直到天明。晨儿，你该去试炼了。再抱一会儿。你都抱了一夜，还没抱够啊？南宫月说完，绝美的脸颊上一抹红晕怎么也挥之不去。还没有呢，要抱到天荒地老。讨厌。磨磨蹭蹭，眼看辰时快到了，萧晨才依依不舍地起身，看着师尊曼妙的身姿，心里满意之极。南宫月站起身，捋了捋有些凌乱的青丝，眸光一阵躲闪，竟然不敢直视萧晨的目光。或许是此时的他还没想好该以何种身份与他相处。走吧，为师送你去擂台广场。萧晨屁颠屁颠地跟在师尊身后出了洞府，直接挽着他的玉臂，随后身躯不受控制地腾空而起，急速越过内门，只是片刻之后便已临近外门中心。那座巨大的广场正是那天萧晨与杨云康比试过的地方。目力所及，此时的广场上人山人海，粗略估计恐有数万之众。南宫月缓缓停了下来，距离广场尚有数里之距。
晨儿，去吧。虽然这场试炼对你而言毫无难度，但切记还是得注意安全，在里面无法与为师传音。师尊，我明白。萧晨点了点头，依依不舍地看了师尊一眼，踏上飞剑朝广场中央飞去。蓝宫月注视着他远去的背影，思绪微乱，随后默默转身朝内门飞去。随着距离越来越近，萧晨散开神识扫过人群，便见到了自己那5个美人的身影，正是苏雨飞、苏雨梦、陆鱼儿以及秦仙儿、叶清河。他们分成了3波，苏雨飞、苏雨梦和陆鱼儿与萧晨一样，同属于外门3区，秦仙儿和叶清河则属于外门1区。今日的苏雨飞身着一袭白色短裙，酥胸高耸，笔直的玉腿上正是萧晨赠送的白丝，长长的双马尾垂落腰间。而苏雨晴则是一袭黑色短裙，接近7尺的身高，一双惊人的玉腿上黑丝环绕，如瀑的乌发垂落到臀部。他们知道今天可以见到萧晨，特意选了这身装扮，静静地站在人群中，宛如2道亮丽的风景线，周围的男弟子全都投来注视的目光。萧晨邪魅一笑，旋即飞身下落，悄悄来到2女身后，一把搂过她们的纤细腰肢啊！苏雨飞和苏雨梦同时一声惊呼，随后看到来人是萧晨之后，都娇羞地钻进他怀里。哥哥！周围的外门弟子纷纷投来羡慕、嫉妒的目光，一些不认识萧晨的人更是怒目而视，恨不得冲上来把他撕了。萧晨轻抚着他们柔顺的青丝，安抚了一番，分别在2瓣红唇上吻了一下。这一幕让周围的人嫉妒的直跺脚，能拥有一位美人都是他们的奢望，萧晨竟然直接搂着2位。而2位女子如今的好感值早已满级，对于萧晨的举动没有丝毫的排斥，但还是耐不住周围异样的目光，粉嫩的小脸上白里透红。萧晨却毫不在意，还朝远处的陆鱼儿传去一缕魂音。不一会儿，陆鱼儿一袭粉色长裙，迈着灵动的步伐缓缓走来，看见萧晨搂着2位姿色绝丽的女子，一时正在那里。她对自己的美貌还是颇有自信的，在外门也算排得上号的美人，而萧晨怀里的2位竟丝毫不比她差，心中顿时有些忐忑。过来，萧晨朝他招了招手，是时候让他们见一见。正在这时，一道不怀好意的目光从100米外瞥了过来。元婴级别的神识立刻感应到，萧晨的目光也扫了过去。随后，萧晨身形一闪，哟，这不是鼎鼎大名的江公子吗？哟，这不是臭名远扬的萧。江峰说到一半，戛然而止，因为他竟发现萧晨的修为已经到了炼气7重，顿时一副活见鬼的模样。半个月前，他的修为才炼气3重，这是怎么提升的？不好意思，让江公子失望了，这观众还是你来当吧。哼，炼气7重又如何？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罢了。江公子连狗屎都没有，就别谈运了。你找死！江峰顿时面色一寒，作为外门第一战力，还从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谁找死还不一定呢。萧晨嘴角微微上扬，你最好祈祷在秘境中别碰到我，否则老子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是吗？我拭目以待。萧晨不屑地瞥了他一眼，一个炼气7圆满也敢大言不惭，筑基期来了都是送菜，何况是你。萧晨那不屑的目光让他大为恼火，江峰顿时面色阴沉，双目如剑，拳头捏得咯吱作响。这时，身旁的一位同样炼气7圆满的同伴拍了拍江峰的肩膀，江兄何必跟这种垃圾置气，岂不是有失身份？萧晨盯了他一眼，暗自将他列入自己的必杀名单。陈木林，你会为自己这句话付出代价。这位同伴顿时一愣，似乎没想到萧晨竟能喊出他的名字。是吗？像你这种赶着来作死的废物，我当然会成全你。切，咱们走着瞧，老子还怕你不成？说完，陈木林拉着江峰走向广场中央，和另外一拨人会合。萧晨回到3位女子身边，看着他们说说笑笑，也暗自松了口气。还好他们相处不错，要不然以后还得浪费精力去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正在这时，一袭紫色长裙的魅惑倩影如天女下凡一般，缓缓落于高台上，并未主动释放过媚术，却能在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之间牵动在场所有人的心弦。魅惑人心的盛世容颜，身前汹涌的气势，挺翘的蜜桃臀，以及那双在分叉的长裙里若隐若现的玉腿，每一寸血肌自然散发出的魅惑，浑然天成。那一丝媚骨堪称最完美的人间尤物。几乎所有外门男弟子的目光被牢牢吸引过去，喉头滚动，现场响起一大片吞咽口水的声音。而那些自诩美貌出众的女弟子将目光偏过，心中不自觉地生出一丝自惭形秽之感。宋舒婷的目光快速扫过众人，迅速锁定萧晨的身影，看见他被3位道侣簇拥着，顿时翻了翻白眼，娇躯转向一边，心里嘀咕道：臭男人真是讨厌死了，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女人肚皮上。萧晨邪魅一笑，他莫非吃醋了？然后朝着高台上那道妖娆的倩影挥了挥手，
大声喊道：“舒婷媳妇，你来啦！”这一声呼喊，将台下的众人雷得七荤八素，全都呆若木鸡，瞪大了双眼盯着萧晨。什么？什么？你们听见那小子刚才喊什么？他好像喊宋长老媳妇，哪里冒出来的混小子，安敢如此？不，这是幻听，一定是幻觉。那些把宋舒婷作为梦中女神的外门弟子，看见宋舒婷的神色，全都失魂落魄，仿佛心里的世界已经崩塌。宋舒婷无奈地瞥了萧晨一眼，心里无语至极。对于这个显眼包，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远处，秦仙儿和叶清河望着这一幕，彻底愣在原地。那宋舒婷的态度，分明是默许了萧晨对她的称呼。二人心中顿时涌起深深的疑惑，当初可是宋舒婷千方百计的在中间搅局，说萧晨是个哄骗少女的渣男，才将他们分开。怎么现在宋舒婷自己先沦陷了？突然，几十道异常强大的气息从远处急速临近，阵阵破空声袭来，喧闹的广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均翘首以待。只见一位身着黑色锦袍的中年男子踏空而来，留着一小撮胡渣，那周身散发的气势赫然是元婴期无疑，身后跟着几十位男女。萧晨的目光直接锁定那位中年男子，一道数据面板在眼前浮现：姓名江万山，年龄530，性别雄性，修为元婴期3重，评级体质5，魅力值75100，善恶值0、100，修为已达元婴期3重，想必又是一位封主。还好，善恶值终于不是负数了。等等，他也姓江。萧晨瞥了一眼身后的一行人，却意外地看见一位熟人那青色纱裙里娇躯温润如玉，青丝挽起一个发髻，俨然是一副成熟美妇的装扮。江婉玲，她怎么会来这里？正在疑惑中，凌空而来的众人飞身落于高台之上，台下的数万弟子纷纷躬身行礼，拜见青木峰主。原来是他。萧晨刚直起身，一道阴毒的目光如同幽灵一般，便迅速扫了过来。李玉玲。萧晨毫不示弱地盯着他，你既然敢来，就别想活着离开。小瘪崽子，看老子怎么碾死你！江婉玲意味深长地看了萧晨一眼，嘴角浮起一抹迷人的弧度，那笑容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难道他也要进试炼秘境？江万山一双凌厉的眼睛扫过下方广场上数万弟子，雄浑的声音响彻云霄。10年一度的试炼秘境即将开启，这是宗门对你们的考验，也是宗门对你们的期许，希望你们全力以赴，证明自己。是。数万人齐声道，响声震动方圆数十里空域。现在本座宣布试炼规则：第一，凡是修为达到炼气期5重的外门弟子必须参加，但凡有故意逃避者，一律逐出宗门。第二，参与试炼秘境，每人需采集至少10株青灵草，任务不达标者将为宗门杂役。第三，此次任务完成度最高的前200名弟子将于3个月后角逐外门大比，获得筑基丹以及零食奖励。第四，这秘境是宗门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任何人采集到的青灵草一律上缴各区长老，胆敢藏私，一经发现一律重罚。第五，完成任务过程中难免产生一些矛盾，但切记同门之间只可良性竞争，不可出现同门相残，否则必定严惩不贷。第六，秘境内的妖兽等级最高为金丹期，只要不擅闯洞府，一般不会遇见，你们最好结伴同行。第七，每个区均由1名金丹期长老、1名筑基期执事统领，一旦遇到突发状况，要及时向长老汇报。第八，此次试炼秘境开启时间为半个月，时间一到，无论任务完成与否，所有人将被传送出秘境。规则都明白了吗？江万山目视下方的众人，声音穿透每一个角落。明白。众人齐声道。现在开启传送阵。江万山大手一挥，掌心飞出一枚玉杯，落于高台上，迅速化为3丈之高。刹那间，外门12个区12名金丹期的长老掌心灵力翻涌，12道灵力之光击中玉杯。嗡！一声嗡鸣，一道旋转的涡流屏空显现在玉杯前，仿佛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时空隧道。李玉玲作为外门一区的长老，带着一位身着黑色长袍的筑基期执事，率先飞入涡流之中。萧晨的目光在那道一闪而过的黑色身影上定格，一股极其不舒服的感觉瞬间袭来，但一想到那仅仅是个筑基期，便也没有放在心上。紧接着，外门一区的数千弟子全都踏上飞剑，如同一道长虹，紧随其后。很快轮到外门2区，江婉玲朝父亲点了点头，随后身形一闪，在萧晨诧异的目光中飞入涡流。他果然也要进试炼秘境。终于轮到外门3区，宋舒婷用于光瞥了萧晨一眼，毫不犹豫地飞入其中。走吧，我们也进去。萧晨看了3位道侣一眼，
旋即踏上飞剑，与外门3区的队伍一起急速飞入传送阵。随着眼前的景物一阵变幻，仅仅数息时间，一切豁然开朗，一个庞大的世界映入眼帘。广袤的山川，云雾缭绕，均被茂密的森林覆盖。飞鸟急速掠过长空，发出阵阵悲鸣。萧晨与3位道侣相互牵着手，被传送出来时刚好落在一起。正在这时，传音玉简一阵抖动，萧晨心念一动，其中传出宋舒婷的声音：“此乃营地坐标，完成任务后全部在此集合。”萧晨点开一看，坐标并不遥远，便搂着身边的几位美人道：“我先送你们回营地，至于采集青灵草，交给我一个人就够了。”啊，这怎么可以呢？这可是秘境，十分凶险。苏雨飞一听，立刻就急了。苏雨晴连忙抓着他的胳膊，一脸不舍：“哥哥，我们肯定不能让你一个人冒险的。”“是啊，哥哥，我们一起去寻找青灵草，人多寻到的概率更大一些呢。”陆羽儿娇声道。萧晨拍了拍他们的肩膀，安抚道：“你们听我说，我来此事有大事要办，你们跟着我会很危险，只有你们在安全的地方，我才能放开手脚去办。只有把他们安排妥当，自己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否则到时候还要分神保护他们，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可是这样的话，你一个人要采集40颗青灵草才能完成基础任务，我们就成了你的拖油瓶了。”苏雨飞撅着小嘴巴：“怎么会是拖油瓶呢？哥哥还需要你们助我修行呢。”萧晨邪魅一笑，大手在他们柔弱的娇躯上不老实起来：“真是个坏哥哥。”几位女子听到这句话，白皙的小脸一下就红了，那分明就是萧晨与他们合欢的时候说过的话。陆羽儿低着头小声道：“哥哥，你真的要一个人去吗？”“你们安安心心待在营地，那里有宋长老坐镇，我也更放心。”“好吧，哥哥，我们都听你的，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苏雨晴点了点头道。萧晨满意的在他们小脸上盖了个章，然后悠悠地道：“你们放心，这次的秘境试炼，你们不用去争什么名次，等你们修为到了炼气期圆满，我自然会让你们都筑基。”“真的吗？”陆羽儿美眸盈盈地望着他，虽然修为未到，但他也是听说过筑基丹是极为昂贵的，光采集灵草都不知道要攒多久。“那当然，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哥哥，你真好。”陆羽儿眼角湿润地看着他。若说以前他是出于无奈才选择了依附萧晨，而此时的他却是心甘情愿。苏雨飞和苏雨晴也拥了上来，小脑袋瓜在萧晨怀里蹭来蹭去，宛如2只可爱的小猫咪。自从好感值达到满级以后，他们对萧晨的依赖前所未有。随后，萧晨沿着宋舒婷发送的坐标，将3位女子送回了营地，并搭建好了帐篷。此时的营地搭建着一片又一片白色的帐篷，作为弟子临时的休息之所。你们在这里安心修炼，切记不要乱跑，有什么事跟宋长老禀报。知道了，哥哥。随后，萧晨不再犹豫，直接出了帐篷，正准备踏上飞剑，耳边却传来宋舒婷的魂音：“你别到处乱跑，李玉林夫妻俩应该是冲你来的。”萧晨转身望着迎面走来的那道惊鸿艳影，悠悠地道：“舒婷媳妇，担心我了。”宋舒婷白了他一眼，但还是柔声道：“你安心待在我身边，我这里刚好有新鲜的青灵草，足以给你交差。”萧晨一脸贱兮兮地凑到他耳边，悄声道：“宋长老，你这可是帮助弟子舞弊哦，别不识好歹。哎，可惜光我一个人交差还不行，你那3个道侣的份额也有。”萧晨微微一愣，似乎没有想到宋舒婷会说出这句话。他之前可是非常抵触自己有其他道侣的，甚至还要求自己休了苏雨晴他们。觉得意外吗？是有那么一点意外，我只是不想让你涉险，区外门试炼，纵然拿了第1名又如何？你根本不缺筑基丹。萧晨心中一暖，能为自己退让到这一步，对他而言实属不易。随后缓缓上前，伸手将他揽入怀中，轻抚着他柔顺的秀发，吮吸着那醉人的馨香，在他耳边轻声道：“有些事我不得不去做，有些事必须要有个结果，等我回来。”说完，萧晨松开他，低头吻住那一抹娇艳的樱唇，一股霸道的力量顶开了他的背齿。宋舒婷顿时大脑一片空白，足足愣了数息之后，才慌乱地将他推开，神识似有似无地查探周围。“干什么呢？叫人看见！”萧晨的嘴角止不住地上扬，意犹未尽地舔了一下嘴唇，随后唤出飞剑，腾空而起，在宋舒婷注视的目光中急速远去。飞跃于群山之间，浓雾弥漫，视线受阻，萧晨只得放慢速度，散出神识探查。“童子，幸运红内库不是有探宝的属性吗？该如何启动？”“定。”幸运红内库无需启动，它会在潜意识中引导宿主朝宝物的方向前进。“哦，被动触发，这个好。”顺着意念所指，萧晨往东北方向急速飞去，同时散出神识，四处探查潜在的危险。
如今晋级4品炼丹师，灵魂之力暴涨，因此神识的探测范围也暴涨数倍。大约2个时辰后，在林间穿梭，忽见前方一片幽深的峡谷，一条清澈的溪流从中穿过。顺着溪流继续飞行，峡谷越来越窄，丝丝寒气顺着衣袖往里灌，萧晨忍不住一阵哆嗦。行到峡谷尽头，却见前方似乎是一处半隐蔽的洞穴，紧接着一阵浓烈的药草香袭来。萧晨飞身下落，望着眼前的一幕，直接愣在原地。只见洞穴内部豁然开朗，巨大天然溶洞内，地面密密麻麻长满了青灵草，粗略估计之下，恐有数万株之多。奇怪，这里怎么会生长着如此多的青灵草？虽然青灵草喜阴凉，但如此大规模的聚集，多少有点不正常。莫不是有人在这里种植的？萧晨一脸疑惑，往洞穴里喊了几声，却无人响应。不过转念一想，这可是在秘境之中，怎么会有人在这里生活呢？不管了，先采了再说。想到这里，萧晨跳进洞穴内，将青灵草一颗颗采下，收入乾坤戒指中。突然，一双深邃的灵魂之眼，如同暗夜幽灵一般，在黝黑的洞顶一闪而过。萧晨似有察觉，猛然抬头往洞穴顶部瞥了一眼，却并未发现什么异常。灵觉如此敏锐，真是有趣，有趣。无人知晓的暗处，一个女子的声音低语。仅仅1刻钟，萧晨就采了数百颗之多。不过青灵草属于一级灵草，是制作聚灵丹的药材之一，却不怎么值钱。像这么采集，还不如自己炼丹来得快。于是萧晨决定给宋舒婷汇报一下，让她叫上外门3区的弟子，每人采集10颗，同门一场，也算是给他们一点造化。想到这里，萧晨拿出传音玉简，准备给宋舒婷传音，却发现根本不起作用。这个区域似乎磁场异常。没办法，萧晨只得先记录下坐标，然后在一块巨石上刻下此地有主4个大字，随后踏上飞剑，离开此地，拿着传音玉简，寻找传音不受干扰的地方。一直飞出那座山脉50里，萧晨的传音玉简才可以使用，旋即朝宋舒婷传音。我发现了一处宝地，青灵草极为茂密，恐有数万株，你给3区的弟子全都知会一声，让他们过来采集。没多久，宋舒婷回复道，秘境之中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其中必定有陷阱。通常而言，在秘境之中的药草生长都很分散，不会有大规模聚集的现象。这种专用于聚气丹的灵草，能在一处发现几百株就已经是很罕见的事，像这样数万株竞相生长的现象更是闻所未闻。我仔细探查过了，并没有异常，而且我已经采集了数百颗离开了。好吧，那你还是要注意安全，一有情况立刻跟我传音。你把坐标发给我，我让他们赶过去。好。随后萧晨将方才记录的坐标发给了宋舒婷。萧晨刚准备离开，但想了想，还是先去那里守着，免得被别人中途截胡。于是他又踏上飞剑，沿着先前的路径朝那座半隐蔽的洞穴飞去。谁知刚到洞穴附近，就听见里面传出一声惊呼：发财了！哈哈哈，发财了！萧晨一脸懵逼，身形急速掠去，小心地躲在巨石后面。只见洞穴外围零零散散地站着10几个外门弟子，以混沌之眼扫了一遍，10几个人竟全是炼气期大圆满修为，偏偏没有一个属于外门3区的人。这其中还有一个萧晨的老熟人江峰。江兄真是老天有眼，这一次外门大比，前15名就被我们包揽了吧？陈木林开心的手舞足蹈。可不是嘛，我们把这些青灵草菌分掉，上交之后就能提早结束试炼之旅，轻松晋级前200名。莫小川双手抱胸，一副志得意满。江峰却缓慢摇了摇头，不咸不淡地吐出2个字：迂腐之见。哦，江兄有何高见？莫小川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其他人也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江峰上前一步，扫了众人一眼：我们15个人作为外门之中的佼佼者，何必要内卷呢？什么意思？陈木林疑惑道。众人也不明所以。10颗青灵草便可以完成基础任务，据我估计，只需要上交50颗，便可以顺利进入前200名。我们的目的又不是拿试炼的名次，上交那么多对自己有何好处？江兄的意思，莫非是……哼！江峰冷哼一声，我们只上交50颗，其他的带在身上，以后分批次逐步出售给外务堂兑换灵石。可这不合规矩吧？要是被宗门知道我们藏私，搞不好被逐出宗门。莫小川面露难色，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先前青木峰主宣读试炼规则的时候，还特意强调了严禁藏私。哼！江峰不屑地看着众人，一群庸才，你们好好想想，这里起码5万颗青灵草，我们每人可以分3000多颗，每颗价值10灵石，也就是说每个人可以分3万多灵石。此话一出，现场的众人眼中全都燃起贪婪之色。萧晨躲在巨石后，望着众人幻想的美梦，不禁嗤之以鼻。
真是好算计。作为外门弟子，每个月只能领取2枚普通聚气丹，这3万多灵石足足相当于10几年的资源。可是莫小川还是有些犹豫，哪有不透风的墙？万一被人举报，我们可就真的栽了。江峰神色一凝，环顾四周，对着众人挨个问询：莫小川，你会说出去吗？不会。陈木林，你会说出去吗？不会。苏长安，你会说出去吗？不会。把其他14个人全都问了一遍，随后大手一挥，这不就结了？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江兄说的有道理，我们作为外门的顶尖战力，只有自己团结起来，以后进了内门才有一席之地。陈木林攥着拳头说道：没错，我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众人纷纷举手表示赞成，这可是一笔巨额财富，放在任何一个外门弟子眼中都是巨大的诱惑。江峰作为领头人，神情严肃地看着众人，话虽如此，但我还是觉得大家有必要来个道心起誓，谁若敢将此事泄露出去，人神共愤，天诛地灭。没问题。众人齐声道：你们的美梦是不是该醒了？一个突兀的戏谑声响彻在众人耳边，众人顿时大惊失色，顺眼望去，只见一名其貌不扬的男子静立于巨石之上。是你？眼见密谋败露，江峰满脸凶光，面目狰狞地瞪着萧晨。虽然之前与萧晨算不上多大恩怨，但此时无疑是大仇，挡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萧晨，莫小川脱口而出，震惊地望着他。在众人看来，他似乎听说过萧晨的事迹。咦，居然有人认识我？萧晨略显诧异，在外门才待了不过几天而已。他之前在炼气6重之时，同境界一战击败了内门天骄杨云康，还给人家种下奴役。莫小川旋即向其他人解释道：什么？最后一句话直接让众人惊掉下巴，一个个瞪大了眼珠子。这怎么可能呢？陈木林双手一摊，满脸的难以置信。我怎么可能瞎说？若不是亲眼所见，我能说出这种话吗？莫小川斩钉截铁地说道。萧晨这才想起，当初在外门擂台上与杨云康对战之时，台下聚集着数百位外门弟子，其中貌似就有这位的身影。江兄，那现在怎么办？陈木林小声地问道。莫小川在一旁小声嘀咕道：江兄，要不我们分他一份，这小子不好惹啊。江峰面色阴沉，犹如熏黑的锅底，手中长剑直指萧晨：老子劝你少管闲事，乖乖闭上你的嘴巴，滚远点。到手的灵石，他怎么可能愿意拱手让出一份？同样的青灵草，15个人分跟16个人分，差距几千灵石。萧晨不禁摇了摇头：你们是真他妈的瞎啊！老子刻在石头上的字，难道看不见？是吗？老子天生不信邪，那你就是存心找死。江峰拳头攥得咯吱作响，眼神中透露出的杀意几乎要喷涌而出。江兄，使不得！莫小川拦住他，连忙道：刚才在擂台广场，我听别人说他还是丹堂堂主的亲传弟子。此话一出，众人彻底蒙圈了。内门天骄成了他的奴仆，左拥右抱3位美人，连宋长老都跟他不清不楚，现在又是丹堂堂主的亲传弟子，怎么天底下的好事全让他一个人占尽了？江峰顿时愣在原地，脸色颇为难看，想了许久才收回长剑，极其不甘地道：本公子决定赏你一份，但你也要和我们一起以道心起誓，绝不泄露出去。至于你把这些青灵草如何处置，与我们无关。萧晨不禁气笑了：你个傻逼玩意，老子要你赏！这些青灵草本就是老子先发现的，这里的青灵草你们一颗也带不走。萧晨无比平淡的语气却释放出不容辩驳的态度。此话一出，在场的15位外门顶尖弟子骤然变色，全都怒目而视，死死瞪着萧晨。如果眼神能杀人，萧晨此刻恐怕已经死了几千次。江峰瞬间暴跳如雷，指着萧晨怒喝：你他妈给脸不要脸是吧？丹堂堂主的亲传弟子很了不起吗？老子二叔还是青木峰主。哦，难怪你小子也姓江，难怪你敢这么嚣张，难怪你能号令这帮外门天骄。老子说你瞎，你肯定说我骂你，但你他妈是真瞎啊！萧晨指了指自己刻下字迹的巨石。江峰随意瞥了一眼，不屑一顾地道：你该不会想说这是你刻的吧？废话，不是我刻的。难道是你刻的？那你有何凭据？你好好看看，你脚底下那一片我采集过的地方，那一片几百颗青灵草已经被我采完，你看不见吗？众人低头，果然在脚下发现一片空白区域。当时的江峰也发现了，但是被发财的美梦冲昏了头，并未放在心上。那我就不明白了，如果真的是你发现的，你为何不直接全部采完，却要中途离开呢？老子压根看不上这些低级的玩意。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顿时哈哈大笑。这些青灵草全部采集完，价值起码50万灵石，
谁能不心动？江峰眉毛一挑，满脸不屑地道：“少踏马给老子装清高！你看不上这些青灵草，为何此时又要跟我们抢？智障玩意！你，老子是看不上，但是不代表我3区的同门看不上。老子刚出去一趟，就是传音让他们赶过来采集，价值50万灵石的青灵草，你就这么让给别人采集？说出去谁信呢？”陈木林双手抱胸，满脸不信。江峰更是上前一步，指着萧晨道：“哪有这么凑巧的事？你分明就是看不得我们发财，想趁机勒索，将所有东西据为己有。一群傻逼，老子懒得理你们。不出1个时辰，外门3区的几千弟子就会陆续抵达这里。”望着萧晨笃定的眼神，众人心里涌起强烈的不甘。上一刻还在畅想发财的美梦，下一刻美梦就被无情击碎。江峰的脸色不停地变换，显然内心也在剧烈挣扎，在做某种抉择。江兄，怎么办？此事你拿主意。陈木林偷偷朝江峰传去一缕魂音。此地偏僻之极，而且我方才测试过，这里根本无法传音，在其他人到来之前将他挫骨扬灰。江峰将魂音暗传给每一个人，随后转过身，冷冽的眸光一一扫过众人，确认过眼神后，说干就干。萧晨将这一幕尽收眼底，眼前的数据面板狂跳，15位外门天骄此时对自己的善恶值已全部达到-100点。萧晨心中不禁暗叹一声，世人都逃不过一个贪字。江峰缓缓转身望向萧晨，眼神异常坚定：“既然你如此不识好歹，那就把命留下吧。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少废话，怪就怪你自己太愚蠢。大家一起上，给我剁了他！”江峰大喝一声，身后的14人挥舞着长剑朝萧晨杀去。萧晨盯着那14道身影，身形丝毫未动，眸中剑意流转，挥动诸天剑，划出数十道剑气。啊！一阵阵惨叫声过后，一颗颗头颅飞入半空，鲜血喷出3丈高，洒满了地面。14位外门天骄就这样命丧当场。萧晨漠然地看了一眼，连内门的筑基期都不堪一击，何况是炼气期的他们，简直是不自量力。这血腥的一幕直接把江峰吓傻，脸上的得意瞬间变成惊恐。一个炼气期期众怎么能瞬间秒杀一群炼气期圆满？他迅速回过神来，毫不犹豫地捏碎了手中的密匙。糟糕！萧晨顿感不妙，身形一闪，一道剑光急速划过，江峰的头颅应声落地，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他最后的视线渐渐暗淡，落在一棵青灵草上，眼神中流露出些许后悔的神色。或许临死之时，他才有所觉悟，自己不该招惹这个煞星。萧晨没有丝毫手软，这些人作为外门弟子中的佼佼者，多年以后他们就是金丹7强者，现在对自己的善恶值都是-100点，基本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以后还得了，自己怎么可能给他们成长的机会？留着他们岂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萧晨飞身下落，掌心一凝，十分利索地将15个空间戒指吸入掌中。突然，几个弟子的交谈声从峡谷外传来，按照坐标，应该是这附近了吧？萧晨骤然变色，身形一闪，踏上飞剑，现身于峡谷外，刚好碰见2个外门弟子的身影，其中一个人竟然是陈峰。萧师弟，实在太好了，真的是你！陈峰一脸兴奋地说道，上前拍了拍萧晨的肩膀。萧晨点了点头，连忙指了指另一个方向，青灵草就在那边，你们赶紧过去采。此时的萧晨面色冷静，内心却有些惴惴不安，必须要立刻将现场处理掉。为了能尽快把他们支开，萧晨连他们的客套话都没让他们说出来。好，2人连忙应道，踏着飞剑急速远去。望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迷雾中，萧晨才松了口气，然后以迅雷之势返回刚才的洞穴处，顿时傻在原地。只见地面上空空如也，原本躺着的15具尸体已经不见，甚至连洒落在地上的血迹也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这是怎么回事？萧晨不禁有些精神恍惚，还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随后在周围转了一圈，仔细检查了一遍，愣是没有发现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心里顿时毛骨悚然。这个人清理了所有痕迹，竟然让自己毫无察觉，也怪自己刚才有些心慌意乱，忘了散出神识监视。他为什么要帮自己掩盖现场？又究竟是谁？到底有什么目的？百思不得其解。萧晨往溶洞深处看了许久，还是打消了进去查探的意思。万一里面有什么金丹期的妖兽，可不是自己能对付的。还有江峰临死前捏碎的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想了半天，有些头昏脑胀。算了，不想那么多了，该来的迟早会来。萧晨暗叹一声，随后身形一闪，踏上飞剑，循着陈峰的方向而去。老远便看见他的身影，萧晨连忙挥手道：“陈师兄，在这边峡谷，路径都差不多，我给记混了。”2人连忙朝他飞来，陈峰一脸释然。难怪呢，
我们找了半天没找到，还以为宋长老的坐标有误差。随后陈峰无意间瞥了一眼萧晨的修为，顿时眼珠子瞪得老大。天哪，你的修为！初入宗门之时，萧晨还是炼气2重，他当时还颇有优越感。不到1个月时间，萧晨已经炼气7重，他还在原地踏步。嘿嘿，侥幸罢了。哎，以后别叫我陈师兄，我得叫你萧师兄了。哈哈，无所谓，无所谓。走吧，我带你们去。好，多谢萧师兄。3人一路飞行，来到了萧晨发现青灵草的洞穴。一见到这座巨型的天然溶洞，2人都目瞪口呆。那密密麻麻生长的绿植，赫然就是他们心心念念的青灵草。萧师兄，你是怎么发现这里的？陈峰满脸震惊之色。我也是误打误撞，瞎猫碰见死耗子。萧师兄，你的心胸真是无人能及，发现了这么大的宝藏，居然没有想过据为己有。陈峰此时佩服得五体投地，自认为如果是自己发现，断然不可能分享给别人。是啊，萧师兄真是我等的楷模。很多师弟师妹根本寻不到一棵青灵草，一听到宋长老发布的消息，便马不停蹄地赶来。我们刚好离得不远，就急匆匆地过来了。另一名弟子也由衷地赞叹道：过奖了，太好了，采集10颗，我就准备躺平了，坐等试炼秘境结束。陈峰长舒一口气，满脸喜色。作为一名普通的外门弟子，本身天赋也不出众，所以他没有多大的追求，能待在外门总比降为杂役强得多。萧晨望着2人欣喜的模样，转过身，眉头紧锁，2件事一直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若是杀了15位外门天骄的事传扬出去，将有很大麻烦，更何况江峰还是青木峰主的侄子，另一个藏在暗里的人对自己是敌是友还尚未可知。随后他踏上飞剑，急速爬升，落于山巅，俯瞰着这座山脉，被众多山峰环绕其中，如同一座囚笼，灵气聚集，不容易散尽。也许这可能就是青灵草扎堆生长的原因吧。萧晨的思绪混乱之时，陈峰踏着飞剑来到身旁。萧师兄，有件事其实我没跟你说。其实我早就知道苏雨晴是你的道侣。是吗？萧晨一时有些尴尬，记得最开始进入栖霞宗的时候，陈峰还托他在苏雨晴面前美言几句。刚开始知晓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有些失落的，不过现在我早就释然了，她那样惊艳的女子也只有萧兄才配得上。萧晨转过身，拍了拍他的肩膀，终有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真正喜欢你的女子，她喜欢你就只是纯粹的喜欢，不在乎你是否富有，不在乎你修为高低，不在乎你长得是否英俊。真的会有这样的女子吗？会。2人正在说话间，前方涌现出一大批炼气期的弟子。萧晨瞥了一眼他们的服装，正是外门3区。萧晨飞身落于众人前方，直截了当地说道：为了保证人人有份，每人只许采集10颗，不可贪多。如若想晋级试炼前200名，大家就得各凭本事与妖兽厮杀了。多谢萧师兄，多谢萧师兄。数百位弟子面露喜色，全都满含感激地谢道：有了这10颗青灵草，就相当于完成了基础任务，不用再冒险深入密林与妖兽大战。萧晨玄即将众人引入峡谷，正安排他们采集，识海骤然响起一声系统提示音，叮！检测到危险人物李玉玲正在急速逼近，当前善恶值-100点，请宿主即刻远离。萧晨转身望去，只见3道身影正火急火燎地赶来，眨眼间便已凌空下落。其中2位正是李玉玲、江婉玲，而另一位赫然就是外门一区的那位黑袍执事。第2次看见此人，一股极不舒服的感觉再度涌起，这是元婴级别的神识带来的感应。萧晨盯着他看了许久，一道数据面板在眼前骤然浮现：姓名幻灭，年龄61岁，性别雄性，修为筑基期大圆满，评级体质5，魅力值50100，善恶值-20100。修为倒不高，但这名字给人的感觉怪怪的。还有这善恶值也真是稀奇，怎么还没见过就变负数了？正在这时，这位名为幻灭的执事目光也如同飞刀一般朝萧晨扫了一眼，2道目光短暂对视，幻灭匆匆瞥过，脸上闪过一抹金色。李玉玲狠狠盯了萧晨一眼，转身看了一眼采集青灵草的众弟子，顿时愣在原地。此地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青灵草？这哪里是自然生长，感觉就像是人为种植的一般。江婉玲和幻灭也都面露震惊，而江峰最后消失的坐标刚好就在这里，这绝对不是巧合。所有人停一下！李玉玲大手一挥，金丹期的气势瞬间释放，震慑全场。正在采集的数百名弟子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一脸疑惑地望着他。本长老有话要问你们，你们要如实回答，
谁若敢知情不报，当心小命不保，听明白了吗？明白。数百名弟子迫于他的淫威，只得齐声回道。唯有萧晨站在一旁嗤之以鼻。李玉玲飞身上前，落于巨石之上，望着众人不屑地问道：你们有谁见过外门一区的江风？没有，没有，没有。一时间所有人全都摇了摇头。萧晨暗叹一声，果然是为他而来。估计江风临死前捏碎的东西，类似于某种附带坐标的求救信号。随后李玉玲狐疑地瞥向萧晨，一脸不善地问道：那你呢？有没有见过江风？萧晨直接转向另一边，充耳不闻。既然早就是仇敌，老子岂会给你好脸色？本长老问你话，你聋了吗？傻逼！萧晨慢悠悠地吐出2个字，老子就不信大庭广众之下你还敢对我动手。那些采集青灵草的弟子暗自心惊，居然敢和青木峰主的女婿对着干，萧晨的胆子也真够大的。小杂碎，你踏马骂谁？谁骂我，我就是骂谁。那本长老刚才问你话，你为何不回答？笑话，你问我就要回答吗？那我想睡你媳妇，你给吗？说完，萧晨还挑了挑眉，用余光瞥了一下旁边的江婉玲。江婉玲顿时娇躯一颤，神色微乱，有些心虚地转过身去。在场的数百弟子顿时瞪大了双眼，目光如同雨刷一般扫向萧晨。正在忙着采集的双手也停止了动作。这个家伙真是不怕死，什么话都敢说。找死！李玉玲面目狰狞，几乎是眼眶欲裂，手中长剑瞬间出鞘，刚想出手，便被身后的江婉玲一把拦住。这一幕早在萧晨的预料之中，以江婉玲目前对自己的好感值，怎么会任由李玉玲动手呢？夫人，你拦我干什么？老子要宰了这个杂碎！算了，他也就逞口舌之快，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找堂弟要紧。他捏碎了密池，性命肯定危在旦夕。可是你就这样放过他？李玉玲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心中实在难以理解，以他从前的性子，怎么会选择息事宁人？怎么，你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吧？江婉玲俏脸寒霜，瞪了他一眼。面对夫人的怒斥，李玉玲也只得乖乖顺从，心里别提有多憋屈。随后愤愤地丢下一句：小杂碎，你给我等着！小牙签，等着就等着！萧晨毫不示弱的话落在李玉玲耳中，他莫名的觉得似有所指，随后阴沉着脸，指尖在剑柄上留下一道刻痕，便朝其他方向飞去。江婉玲紧随其后。幻灭转头看了萧晨一眼，脸上的笑容有些诡异。萧晨盯着他的身影看了许久，也毫无头绪，但可以肯定这小子似乎不简单。正在这时，宋舒婷带着一大批的弟子前来，青灵草的采集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有人都对萧晨的行为由衷的赞叹，那些之前羡慕嫉妒的眼光现在全化为了感激。一些弟子为了采集几棵青灵草，被妖兽追得四处乱窜，差点小命不保，而萧晨的慷慨无疑是雪中送炭。一些女弟子望着萧晨，更是美眸放光。萧师兄，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完成这个任务。一位样貌出众的女弟子梨花带雨地望着萧晨，挺着硕大的玉峰，做事就想往他的肩膀上靠，俨然一副楚楚动人、人君采撷的模样。萧晨嘴角上扬，大手顺势搭在他的香肩，刚想不动声色地将他揽入怀中，就听见一声刻意且剧烈的咳嗽声。嗨嗨！萧晨顺着声音望去，就看见宋舒婷面色不悦地瞪着他，只得讪讪一笑。这位女子似乎也注意到宋舒婷不善的目光，顿时面色一红，走进了采集的队伍中。萧晨暗叹一声，这个自带反骨的女人还是分不清大小王啊，看来今晚必须得给她上一课。看人家漂亮，又想收为道侣是吧？宋舒婷双手抱胸，那2座羊脂玉般的玉峰都快要挤出来。嘿嘿，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既是爱美之心，再漂亮的鲜花观赏就好了，干嘛要采摘下来呢？不握在掌心，怎么证明是自己的呢？哼，说到底还是男人的劣根性在作祟。外门3区数千名弟子采集青灵草就是快，不到2个时辰就将青灵草全部采集完毕。好在众人都很守规矩，每人采了10颗之后还剩下几百颗，萧晨则是毫不犹豫地将其采完。之后，萧晨跟着宋舒婷带领所有弟子陆续返回营地，天色也在这时暗淡下来。刚刚落地，萧晨便准备前往道侣的帐篷，跟他们分享一下今天的收获。谁知一只玉手从身后快速抓住他的领子，酥媚入骨的魂音伴随着湿热的气息在耳边侵袭。哥哥，你想去哪里？萧晨顿感心痒难耐，一回头便看见宋舒婷那张魅惑众生的脸蛋，顺手就把她搂入怀中。啊，不许啊，今晚要陪我。说完，宋舒婷直接拉着萧晨就飞入自己的帐篷之中，顺手布下一层隔音结界。夜幕降临，外面寒气袭人，帐篷内却温暖之至，炉火烧得正旺。
萧晨躺在宽大的毛毯上，望着身上那具妖娆魅惑的胴体，眼神中闪烁着炽热的火光，喉头不停地滚动。他看见了宋舒婷主动释放魅惑的一面，那双迷人的眼睛更显妖异，闪烁着莹莹的媚光，全身上下隐约散发出淡紫色的微光，每时每刻都在撩动他敏感的神经。那2座玉峰就那么展现在他眼前，其形堪称完美，如此壮观的气势竟没有丝毫下垂之感。那平坦的小腹如同雕琢的和田白玉，光滑细腻，温润之极。看着萧晨神魂颠倒的模样，宋舒婷妩媚一笑，然后缓缓俯身贴了上来。这是他第一次在自己喜欢的男人身上展露媚态。1个时辰后，萧晨从2座玉峰间探出头来，长长的舒了口气：“你得让我缓口气吧，快窒息了都。”“哥哥喽，哥哥，喜欢吗？现在该我了。”萧晨反手将他压在身下，吻住那一抹娇艳的阴唇，大手稍一用力，瞬间陷入2座玉峰之中。阵阵醉人的体香涌入鼻腔，萧晨犹如脱缰的野马，准备再来一场负距离的交流。正在这时，一声突兀的厉喝声打破了沉寂的夜晚，帐篷外火光冲天。“萧晨，滚出来！”一阵急促的系统提示音也随之而来。叮，检测到危险人物李玉玲，已临近宿主100丈内，当前善恶值-100点，请宿主即刻远离。叮，检测到危险人物陈康健，已临近宿主100丈内，当前善恶值-50点，请宿主即刻远离。叮，检测到危险人物聂天正，已临近宿主100丈内，当前善恶值-50点，请宿主即刻远离。叮，检测到危险人物林天笑，已临近宿主100丈内，当前善恶值-50点，请宿主即刻远离。整整10位金丹7强者，萧晨直接惊得坐了起来。那李玉玲想杀自己还情有可原，其他9个人是怎么回事？宋舒婷俏脸一沉，轻身一转便穿好衣裙，被人搅了好事，她心里也憋着一股气。外门3区的营地，数千座帐篷顿时亮起，所有弟子都不明所以，纷纷走出来，望着凌空而来的11个长老。萧晨慢悠悠地走出帐篷，还伸了伸懒腰。宋舒婷在身后缓步而出。李玉玲望着宋舒婷有些凌乱的发丝，顿时心中怒意更甚，长剑直指萧晨：“小杂碎，你还不乖乖受死！”萧晨却毫不在意，顺手搂过宋舒婷的纤腰，不咸不淡地说道：“李玉玲，你作为外门长老，居然学不会好好说话，动不动就出口成脏，啧，真是素质堪忧啊！”你……李玉玲顿时语塞，平时压根不屑于当这个破长老，每次看见萧晨出口成脏惯了，一时竟改不了。外门3区数千弟子不自觉地响起一阵嘘声，让他的脸色更加难看。被萧晨拥着，宋舒婷俏脸微微有些异样，但却并未推开他的手，而是望着上空的众人怒斥：“大半夜的，你们在这里发什么疯？宋长老，那你得看看这小子干了些什么事。”陈康健一双老眼锁定萧晨的身影。在外门12区里，这位陈康健是年纪最大的外门长老，如今已有400多岁，修为金丹期6种。宋舒婷心里一惊，转过琴手，诧异地望着萧晨。他是最清楚萧晨的个性，从加入宗门第1天就把一名外门弟子的手斩断。萧晨却是面色沉静，没有丝毫慌乱，自己用神识扫视过很多遍，那里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不好意思，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就请诸位长老言明吧。你杀了江峰以及14位外门顶尖弟子，还敢在此装模作样！”李玉玲当即怒斥道。此话一出，在场的数千弟子倒吸一口凉气，随后露出深深的怀疑，江峰可是外门第1战力，而且那可是15位天骄，未来必定成为宗门的中流砥柱。说萧晨一个炼气7重能击杀一群炼气7圆满，谁信呢？宋舒婷也是满脸震惊，其他人也就罢了，江峰的身份可不一般，可以想象青木峰主必定会发雷霆之怒。虽然心中隐隐约约有所猜测，但是看见萧晨一脸平静的样子，又拿捏不住是否与他有关。苏雨飞、苏雨晴以及陆雨儿站在人群中，望着萧晨的身影，心中不禁有些担忧。喂，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李长老说这话可有证据，没有证据的话就是赤裸裸的污蔑。那我且问你，他们消失的地方刚好位于你发现青灵草的洞穴附近，你作何解释？萧晨暗暗想到，他用的是消失这个词，也就是说他也不敢肯定那15个人已经死了。这我就不知道了，身在秘境之中，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修为这么低，能自保就不错了，哪里有心思管别人？少给我装蒜，别以为大家不清楚，以你萧晨的本事，想灭杀他们15个人轻而易举，而且你之前就与江峰有过矛盾，简直可笑。就因为我有这个本事，就证明我杀了他们。那李长老修为比我更高，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你……李玉玲顿时被对得哑口无言。再说了，秘境之中有很多磁场异常的位置，无法传音再正常不过。
你又怎么确定他们已经死了呢？小小练气期倒是生了一副伶牙俐齿。陈康健捋了捋胡须，上前一步道：他们消失的地点刚好位于你发现青灵草的地方，这就是你洗脱不掉的嫌疑。对，就算你再巧舌如簧，你也洗刷不了嫌疑。聂天正也上前附和道。林天笑袖袍一挥，指着萧晨道：依老夫看，分明是他们发现了大量青灵草，你却想据为己有，将他们杀害，然后毁尸灭迹。萧晨的目光如同利剑扫了他一眼，毫不客气地说道：林长老，你是不是小时候大便吃多了，吃出幻觉来了？其他长老还只是怀疑的语气，他竟直接认定萧晨谋杀，那萧晨自然不会跟他好言好语。此话一出，在场众人无不震惊，数千外门弟子全都屏气凝神，轻易不敢作声。庶子，找死！林天笑袖袍一挥，一道赤色匹练朝萧晨攻来。宋舒婷玉手一凝，将其化为无形。林长老，事情没弄清楚之前，有事说事，不要动手。林天笑气急败坏，却又无处发泄，只得站在一边吹胡子瞪眼。难道我说错了？作为长老，说话要讲究真凭实据，你没证据，在这放什么狗屁？面对他的死亡凝视，萧晨毫不示弱。小辈，那你如何洗脱自己的嫌疑？陈康健挥了挥拂尘，不屑地问道。萧晨不禁暗叹一声，想让自己进入自证陷阱，门都没有。你所说的嫌疑，只是你凭空臆断。至于那个什么玩意，说我谋财害命，更是无稽之谈。区区青灵草，我压根没放在心上，总共就采了几百颗，大部分都留给外门3区的同门师弟师妹了。这时，陈峰上前一步，躬身道：诸位长老，在下可以作证，这青灵草是弟子们与萧师兄一起发现的。对，我们几百个弟子共同发现的。另一名外门3区的弟子也上前附和道：对，我们一起发现的。对，我们一起发现的。对，我们一起发现的。一时间，下方的数千名外门弟子全都山呼海啸般的响应，声援他。萧晨心中微微有些诧异，想不到送了他们一点不值钱的青灵草，还能换来他们的支持，还不错。众长老全都愣在原地，面面相觑。原以为这次要让萧晨百口莫辩，却没想到有那么多人为他作证。不知诸位长老还有什么问题？没事的话，我要先休息了，毕竟春宵一刻值千金。萧晨搂着宋舒婷，顺带还朝着李玉玲挑衅一番。李玉玲牙眦欲裂，望着他们亲昵的模样，眼中冒出冲天的火光，仿佛要将萧晨焚烧殆尽。小杂碎，你可有胆量将乾坤戒指给我们查验？萧晨不屑地瞪了他一眼，面色沉静对道：你算哪根葱？乾坤戒指里都是我的私人物品，岂容你说查就查？不敢，那就说明你做贼心虚。对，你如果不敢展示乾坤戒指，那就说明你做贼心虚。林天笑以及身后的其他长老也附和道。江婉玲自始至终望着萧晨，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心里却隐隐约约有些猜测，自己那个堂弟平时嚣张跋扈惯了，仗着自己父亲的关系多次违反宗规，这一次很有可能犯在萧晨手里，但他心里也只是猜测，没有确切的证据，就凭你们还没资格让我展示乾坤戒指。这些平日里受惯了尊敬的外门长老，何曾受过如此蔑视？这句话无疑瞬间点燃了他们的怒火，他们个个群情激愤，怒目而视。陈康健更是吹胡子瞪眼，手中的拂尘直指萧晨。小兔崽子，老夫本不想闹到现在这个局面，只要你乖乖接受检查，这件事就过去了。但你几次三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老夫今天就要让你知道目无尊卑的下场。宋舒婷急忙上前一步，拱手道：陈长老，事情还没调查清楚之前，还请莫要冲动。萧晨性子有些急躁，但绝对不是滥杀无辜的人，他绝对不会因为区区青灵草。够了！陈康健厉喝一声，打断他的话。宋长老作为他的道侣，自然会替他说话，待老夫查完他的乾坤戒指，自然会给他个公道。萧晨一把将宋舒婷的纤腰搂过，悠悠地道：舒婷媳妇，别急，老子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查。闻听此言，在场数千弟子纷纷震惊地望着萧晨，那眼神中流露出的自信，完全不像虚张声势的模样。江婉玲看着萧晨，眼神中满是复杂的神色，虽然不知道萧晨的把握是什么，但却莫名的信任。李玉玲以及其余那9位长老则全都哈哈大笑，对此嗤之以鼻，那眼神如同看待一只跳梁小丑。老夫就要看看你一个小小的练气期到底有何本事，让老夫畏惧。说完，陈康健身形一闪，飞身下落，便要上前制服萧晨。滚开！萧晨怒喝一声，不屑地看着他，右手高高举起，掌心赫然现出一枚闪闪发光的赤色令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所有人的目光顿时落在萧晨手中的令牌上，
只见其上铭刻着3个醒目的大字：四品炼丹师。再往下便是萧晨的名字。这一刻，每个人都瞪大了双眼，尤其是数千个外门弟子，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苏雨霏、苏雨晴和陆云儿更是惊得捂住小嘴，美眸闪烁着水光。原来自己的男人这么厉害。当初送给他们聚气丹的时候，他们以为萧晨顶多就是1品炼丹师，谁能想到竟然是4品。宋舒婷同样被震惊到了，萧晨成为3品炼丹师，他是亲自见证的，还生怕他这枚4品炼丹师的证书是伪造的。毕竟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3品晋级到4品，简直有些天方夜谭。陈康健以及其他长老全都愣在原地，谁能想到一个4品炼丹师修为居然只是炼气7？他们仔细扫视着那枚令牌，试图从中寻找一丝作假的痕迹，却发现其上铭刻的分明是元婴级别的魂印，而这枚炼丹师资格证只有丹堂堂主才能制作。李玉林的脸色极为难看，萧晨与落霞峰主的灵魂之战，他曾亲眼目睹，自然知晓萧晨的灵魂强度已经达到元婴级别。江婉玲自始至终没有发表任何言论，只是愣愣地望着萧晨手中的令牌，美眸中闪烁着希冀的光。小小的外门长老居然敢在我面前叫嚣，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萧晨面色不悦地瞥了他们一眼。这……陈康健嘴角微微抽搐，有些不知所措，转头望向其他金丹期的长老，却见他们也是面面相觑。4品炼丹师在宗门内的地位可是堪比峰主，就是元婴期的内门长老在他面前都要行礼，更何况他们。还不给我滚下来！萧晨怒喝一声，抬头望向凌空的诸位外门长老，眼神冰冷如刀。众人虽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只得纷纷飞身下落。更何况现场还有5000多外门弟子见证，若是对4品炼丹师不敬，后期就别想在内门混了。老朽有眼不识泰山，还望萧长老恕罪。陈康健率先朝萧晨躬身行礼，随后其他外门长老也纷纷效仿，唯有李玉林铁青着脸愣在半空，不为所动。他纠集了除宋舒婷之外的所有外门长老，本以为是胜券在握，要让萧晨百口莫辩，谁曾想竟被他反将一军。怎么？李长老似乎颇有怨气。萧晨面色不善地瞅了他一眼，所有长老都不敢吱声，只是低眉垂首，犹如犯错的小孩等待老师的训斥。下来！江婉玲转身瞪了他一眼，小声地训斥道。李玉林这才飞身下落，来到萧晨跟前，极为不甘地躬身道：在下有眼不识泰山，还望萧长老恕罪。萧长老3个字喊得无比生硬，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对萧晨卑躬屈膝。这个小小的炼气期，当初可是被他呼来喝去，翻手之间掌控生死，只是这攻守一行来的也太快了。萧晨却丝毫没给他好脸色。什么有眼不识泰山？他们不知道我是4品炼丹师也就罢了，你之前不是已经知道了吗？闻听此言，其他外门长老全都震惊地望着李玉林，略一思索便可以看得出李玉林与萧晨旧怨颇深，随后纷纷怒目而视，搞半天自己都被他利用了。李玉林低着头，脸色涨得通红，拳头攥得咯吱作响，人生第一次被一个外门弟子训得像孙子。滚吧，你这张脸我一刻都不想看见。萧晨厌恶地看了他一眼，毫不客气地说道。众目睽睽之下，想要杀他是不可能的事，先让他无地自容，他很快就会乖乖露出马脚。李玉林几乎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随后只得纵身一跃，快速朝远方掠去。萧晨看了其他长老一眼，声音稍微缓和，所谓不知者无罪，你们也下去吧。陈康健以及其他长老全都如释重负，生怕因此惹怒了萧晨，被他记仇，秋后算账，多谢萧长老宽宏大量，我等铭记在心。随后各片区的长老纷纷朝各自的营地飞去，一场闹剧就这样落下帷幕。江婉玲美眸之中水雾散尽，盯着萧晨数息之后才飞身远去，裙带飘飘。宋舒婷第六感极为敏锐，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心里总觉得他临走前看萧晨的眼神有些不对劲儿，但随后又摇了摇头，驱散了心中荒谬的想法。毕竟江婉玲可是李玉林的妻子，李玉林又对萧晨极为仇视，二人不至于产生什么纠葛，都散了吧。宋舒婷玉手一挥，数千名弟子尽皆散去，各自走进自己的帐篷之内。萧晨刚朝自己的3位道侣挥挥手，便被宋舒婷拎着衣领匆匆飞入帐篷内。进了帐篷之后，他直接把萧晨往毛毯上一推，然后在他诧异的目光中3下5除2把他扒了个干干净净，甚至连风骚的幸运红内裤都未能幸免。萧晨望着宋舒婷迷人的身姿，总感觉她变得不一样了，比以前更狂野了。不，应该说以前根本没有狂野过。不用这么着急吧。萧晨望着她妖娆的脸蛋，嘿嘿一笑，那笑容颇有些意味。你的活还没干完呢。说完，2座伟岸的玉峰直接压了上来。夜已深，
一座荒无人烟的破败山峰。李玉玲一阵海啸般的怒吼，释放出金丹期的气势，让方圆数十里的低阶妖兽纷纷溃散而逃。随着胸腔不断起伏，眼神里迸发出冲天的火光，血丝布满了整个眼眶。小杂碎，总有一天老子要亲手宰了你！计谋没有得逞，还被萧晨训得像个龟孙，最主要是心心念念的宋舒婷还当众默许了是萧晨的道侣。李玉玲这一次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无处发泄的她只得朝着野外的山峰撒气，愤怒地挥出数道剑气，将一些原本枝繁叶茂、壮丽巍峨的山峰摧毁得破败不堪。正在这时，黑暗中缓缓现出一缕残影，宛如幽灵一般，悄悄地落在李玉玲身旁。哎，此等绝色佳人居然被一个炼气期勾走了，换作是任何人也不会甘心啊！幻灭站在一旁，悠悠地道：“闭嘴！”此话无疑再次点燃他的怒火。一想起自己心中的女神被萧晨每天搂着缠绵，心中的杀意就如同滔天巨浪。李长老，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生气，有屁快放！幻灭微微一愣，心中燃起一丝怒意，却仍平心静气地道：“这个秘境可是你干掉他的唯一机会。”废话，老子当然知道，但他现在任务已经完成，根本不可能再出营地。李长老可以把他引出来啊？怎么引？老子没想过吗？宋舒婷与他寸步不离，他们只是在坐等秘境结束。李长老别心急，我这里有个好消息，希望能对你有用。幻灭阴森一笑：“什么好消息？”李玉玲骤然转身，一把抓起他的衣领，迫不及待地追问道：“我方才巡查营地之时，发现外门一区有2位女子，似乎与萧晨的交情极不简单。这个机会，李长老可要把握住啊！”第2日，天微微亮，外门3区营地，你个磨人的小妖精！萧晨搂着他的纤纤细腰，宠溺地刮了刮他高挺的鼻梁，白皙如玉。他也没想到，在宋舒婷的媚术之下，自己的定力竟如此之差，整晚都想把这副娇躯揉进身体里。咯！宋舒婷娇笑不已，那上扬的嘴角勾起一抹妩媚的弧度，释放出的气息足以让任何人沉沦。正在这时，一缕淡淡的紫色光晕从宋舒婷周身散发出来，让他一时间正在原地。怎么这么快，又要突破了？他发现自己每次与萧晨缠绵过后，自己的修为都在不停的飞涨。起初他还以为是错觉，纯阳圣体原来真的这么厉害，自己晋级金丹期5重，距离现在也不过才10几天时间。萧晨望着他有些吃怔的模样，脸上满是得意的神色。宋舒婷旋即盘膝而坐，紧闭双眸，一道道灵气如同云雾由4面8方汇聚而来，方圆数十里空域灵气震荡不已。半个时辰过后，伴随着全身灵气的缓慢平息，宋舒婷的气息也在这时攀升到金丹期6重。哥哥，还要吗？宋舒婷扑了上来，似乎很满意萧晨的表现，仿佛打开了新世界。那双白洁的小手在他身下不安分起来。作为一个女人，她的想法很单纯，既然不能让自己的男人只拥有她一个，那就让他在自己身上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你说呢？萧晨看着他，眼神逐渐变得危险起来，随后直接翻身压下。帐篷里响起阵阵靡靡之音。第3日，萧晨望着身边熟睡的宋舒婷，捋了捋她凌乱的青丝，亲吻了一下她迷人的脸蛋，随后悄悄出了门，来到苏雨飞他们的帐篷。既然都是自己的女人，当然要雨露均沾。此时的3位女子正盘膝而坐，处于修炼之中。之前为了安全起见，萧晨给他们安排在同一间帐篷内，好彼此之间有个照应。哥哥，哥哥，哥哥！刚进门便听到3声娇滴滴的呼唤，萧晨不禁暗叹一声，再这么叫下去，哥的骨头要被融化了。萧晨邪魅一笑，将他们拥入怀中，心念一动不下一层灵魂结界，随后大手一挥，一张宽大的床榻现出，铺着柔软的毛毯，萧晨顺势躺了上去。菲儿、晴儿，你们给我跳支舞，好不好？2位女子开心的点点头。于是萧晨躺在榻上，怀里拥着陆云儿，一只大手在他的衣领中来回探索，观赏着眼前的2位美人为他跳着性感热辣的舞蹈。那黑丝与白丝交织的舞步，那飘逸的秀发拂过娇躯，既有古代舞蹈的婉转轻盈，又有现代元素的娇弱媚态，当真是别有一番滋味。陆云儿顺手剥了一颗野果，将果肉轻轻塞入萧晨的口中，却在他的大手不经意的用力下发出一声嘤鸣。哥哥，你好坏！陆云儿眼神迷离，发出娇滴滴的混音，一双修长的玉腿忍不住夹紧。啧，真是帝王般的生活啊！萧晨不禁暗叹一声，幸亏穿越到这修仙界，要不然毕业后还得当牛马，被资本家盘剥。随后他轻轻抚摸着陆云儿柔顺的秀发，把她的脑袋瓜往下轻轻按了一下。陆云儿立刻秒懂，妩媚的小脸上扬起动人的红晕。正在跳舞的苏雨飞和苏雨晴望着这一幕，直接惊得停了下来，何曾见过这种场面，纷纷羞得捂住眼睛。
偷偷从指缝间瞥见那令人面红耳赤的一幕。萧晨眼神一阵沉醉，朝他们招了招手，苏雨飞和苏雨梦便迈着灵动的步子娇羞地走了过来，一左一右伏在萧晨的身边。今天哥哥要助你们修行。就这样，帝王般的日子又过了3天。在这3天里，萧晨游离在他们中间，着实体验了一把古代帝王纸醉金迷的生活，不禁感叹一声，难怪有些古代君王10几年不早朝，换作自己也不想早朝啊。正当萧晨中场休息之时，3位女子身上突然同时浮起一层淡淡的灵力光晕。哥哥，我又要突破了。苏雨飞欣喜道，望着浑身散发的气息，有些不敢相信。苏雨晴、陆鱼儿也不敢相信，提升修为简直像做梦一般，距离上次修为提升仅仅过去10几天，只是这修炼的过程也着实太美妙了些。萧晨一脸得意地望着他们，那粉嫩的小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欣喜之色。那3道望向萧晨的目光是异常的坚定。你们抓紧时间突破，哥哥给你们护法。3位女子都高兴地点点头，旋即盘膝而坐，紧闭双眸，引导灵气汇入丹田。定，检测到当前女子陆鱼儿对宿主好感知大幅提升，请问是否绑定？绑定。萧晨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他基本上已经通过了自己的考核期，这位抢来的道侣如今总算是用起来得心应手。定，陆鱼儿绑定成功，好感值加80点，当前好感值80点。定，仙缘值加80点，当前仙缘值160点。随着无数道灵气从4面8方涌来，然后涌入3位女子的奇经八脉，随后化为精纯的灵力汇聚于丹田。终于，灵气逐步平息。苏雨飞率先睁开美眸，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修为也在这一刻提升到炼气期7重。紧接着，苏雨晴的修为提升到炼气期8重，而陆鱼儿提升到炼气期9重。随后，萧晨一脸惬意，缓缓闭眸，直接往床榻上一躺，3位柔软的娇躯顿时贴了上来，那丝滑的触感简直了，这才是生活啊！童子，我现在有几次抽奖机会？定，宿主现在有6次抽奖机会，请问现在抽奖吗？来个6连抽。定，正在抽奖中。定，恭喜宿主获得乾坤石1枚，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定，恭喜宿主获得隐身符10张，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定，恭喜宿主获得春药1瓶，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定，恭喜宿主获得黑丝10条，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定，恭喜宿主获得万年灵乳10瓶，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定，恭喜宿主获得圣品7玄丹1颗，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卧槽，童子，你真是越来越与我心意相通了，抽奖的东西越来越对胃口。萧晨粗略扫了一眼，貌似都是好东西啊。不过这春药算是什么个事？老子用得着这个？童子，什么是乾坤石？定，乾坤石佩戴在身上，可以欺骗对手感知，让他人看不清自己的具体修为，同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设置想要显示的修为气息，最高不超过自身修为2阶。Nice， 也就是说，目前的自己是炼气期，却可以将散发出的气息级别设置为金丹期，这个真不错。以后出了宗门，凭借元婴级别的神识，即使面对元婴老怪也丝毫不惧。隐身符刚好用的差不多了，现在又抽到10张，真是肚子饿了有饭吃，瞌睡来了有枕头。至于那10瓶万年灵乳，则是绝佳的淬炼珍品，可以帮助修士洗精伐髓，自己这几个道侣也完全用得上。最后，萧晨的目光落在末尾的那条信息上。童子，这圣品7玄丹又是什么？哼哼哼。萧晨顿时满脸疑惑，这童子成精了，居然还卖起关子来了，莫非是什么好宝贝？定，圣品7玄丹，服用之后可以立刻激活绝世灵根圣品7玄根。卧槽，这一听就很牛逼的样子，自己以前甚至听都没听过。什么叫圣品7玄根？定，圣品7玄根同时具备金、木、水、火、土、风、雷7种属性灵根，是世间唯一的圣品灵根，修炼到极致，最终可掌控7大元素本源，堪比创世神，堪比创世神。听见这一句，萧晨已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随后深吸一口气，直接坐起身。3位道侣在一旁不明所以，疑惑地望着他。萧晨心念一动，那枚圣品7玄丹现于掌心，手心都有些紧张，二话不说，直接塞入口中。丹药入体，迅速化为药液，毫无阻隔地涌入全身经脉，不停地淬炼他的根骨。全身浮起一抹淡淡地金色光晕，3位道侣望着这一幕，纷纷惊得捂住小嘴，哥哥又在修炼绝世功法。苏雨飞小声地嘀咕道：
上一次萧晨觉醒纯阳圣体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嘘，苏雨晴赶紧提醒他不要出声，生怕惊扰了萧晨。于是他们全都趴在榻上，拖着香腮，满脸好奇地盯着他。整整1个时辰后，萧晨全身的金色光晕缓缓消散，心念一动，深邃的瞳孔之中7种色彩白、绿、蓝、红、黄、青、紫轮番闪过。临到此时，萧晨才感觉到天地万物仿佛与自身融为一体，他感受到了许多自己以前感觉不到的东西。天地之间最基础的7种元素与自身达成前所未有的契合度。圣品7玄根相对应的不光是元素法则的掌控之力，随之带来的更是世间绝无仅有的领悟能力。任何功法、剑诀、招式在眼前闪过，都会被完美复刻下来，这对于所有天之骄子绝对是碾压之势，实在是太牛逼了。萧晨忍不住惊叹一声，自己抽到的是如此逆天的宝物，难怪连童子都露出那样的反应。这圣品7玄根对自己的作用要远远超过混沌至宝珠天剑，他对于自己的提升是全方位无死角的。随后他转过头看了一眼身旁的3位道侣，却见他们全都露出一副吃正的模样，于是邪魅一笑，顺势把他们扑倒在床，正准备再次进攻之时，传音玉简突然震动，2声带着战栗的魂音传入耳际：哥哥救我，哥哥救我。萧晨顿时身形一滞，神色凝重，眉头紧锁，因为这声音分明是叶清河、秦仙儿，看样子他们似乎被劫持。坐标发给我。萧晨冷静地传音道。正在这时，传音玉简中传出一名陌生男子的魂音：别耍花样，你自己一个人前来，但凡出现第2个人，我立刻杀掉他们，别挑战我的耐性。3位女子看着萧晨突然阴沉的脸色，有些不知所措。哥哥你怎么了？苏雨晴小心翼翼地询问道。你们3个乖乖在营地等我，哪里都不准去，万一宋淑婷问起我，你们就说我出去有事，很快回来。好。3位女子都点了点头，虽然心中万分疑惑，但是她们也很识趣的没有多问。于是萧晨迅速穿好衣服，踏上飞剑，便急速朝对方发来的坐标飞去。一路上萧晨都不敢耽搁，把速度提升到极限。2个时辰后，路程行进到一半，对方再次发来玉简传音：去你采集青灵草的洞穴等着。搞什么鬼？萧晨略一思索，不得其解，又调整方向，往先前发现数万株青灵草的峡谷方向飞去。来到洞穴附近后，萧晨悄悄散出神识探查，果不其然发现他们就在里面，随即身形一闪，便出现在洞穴外部。叶清河一袭雪白长裙，清纯亮丽，秀美的长发拂过脸颊，原本俏皮可爱的小脸，此刻满是担忧的神色。秦仙儿一袭紫色短裙，性感诱人，修长的玉腿亭亭玉立，小脸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2人均被绑着双手，静静地站在洞穴外围，那我见犹怜的模样惹人怜惜。哥哥。再一次望见萧晨的身影，叶清河忍不住惊呼一声，欣喜之余又满是担心。他欣喜于萧晨的勇敢，却又害怕他为了自己有任何闪失。女人的内心就是这么矛盾。清河、仙儿，别急，哥哥这就来救你们。萧晨正准备飞身前去，便听到一声厉喝从洞内传来：站住！顺眼望去，便是李玉玲那张阴沉歹毒的脸，那狰狞的脸颊写满了愤怒。老子还以为你不会来呢。萧晨冷笑一声，老子的2位美人在，又岂能不来？你以为像你这种没人性的疯狗？住口！你给我闭嘴！你这种畜生天理难容，为了杀我，居然绑架你外门一区的弟子，说你是疯狗都抬举你了。你这个小杂碎，快给老子闭嘴！李玉玲愤怒地咆哮，手持长剑的手还在发抖。怎么？急眼了？自己有脸做出这种丑陋的行径，就不让别人说？就你这种垃圾，还有资格跟老子抢宋淑婷？老子叫你闭嘴！李玉玲气急败坏，长剑瞬间出鞘，直指身边的叶清河：你再骂一句，老子立刻结果了他。望着2位美人满眼无助的模样，萧晨内心虽十分心疼，但面色却异常的平静。只有抓住李玉玲的破绽，瞬间祭出麻痹戒指，让她丧失战斗力，才能出其不意将她斩杀。此外，应该还有一个筑基期圆满的执事躲在暗处，虽然他的修为对自己构不成威胁，但也是个小小的隐患。说吧，我已经到这里了，你究竟想怎么样？你立刻自刎归天，老子就放了他们2个。你他妈是智障，还是先天性小脑萎缩？想杀我，你就自己来，老子自杀。亏你他妈想得出来。萧晨不禁摇了摇头，这李玉玲也是对他没办法，才想出这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只可惜他的伎俩早就被自己看穿。看到没有，这个杂碎也没那么喜欢你们，那我就直接动手送你们黄泉路上相伴。且慢！萧晨大手一招，不屑一顾地道：有件事，我猜你应该很感兴趣，
你就不想知道？话还没说完，只见一道青色倩影从远处急速而来，眨眼间凌空下落。夫人，你来得正好，这个杂碎今天在劫难逃。李玉玲顿时满脸喜色。是吗？江婉玲看了萧晨一眼，悠悠地道：那你准备怎么对付他？江斌那个废物不知道去哪里了，你把这2个女人看住，那小子狡猾得很，老子今天要亲手碾死他。好，江婉玲直接站到2个女子身旁，有种你就跟上来。说完，萧晨身形一闪，踏上飞剑就往峡谷外面窜去。李玉玲见状，纵身一跃，拼命追赶。萧晨邪魅一笑，把速度提升到极致，密林深处的浓雾刚好遮掩住了后方的视线，实在是绝佳的伏击地点。你拿命来！李玉玲大喝一声，手执长剑挥出数道银色剑芒，爆射入迷雾之中，却全被萧晨顺势躲过。啊！萧晨故意惨叫一声，身形快速掠入下方的密林深处。哈哈，这下看你还不死！李玉玲大喜过望，身形急速遁入下方的丛林之中，一棵棵高达100米的巨木遮天蔽日，在迷雾的笼罩下，视线已不足10米，他只得挥动手中的长剑，在杂草丛生的密林中搜寻。而萧晨在遁入丛林之中后，便快速催动一枚隐身符，此时已处于全向隐身的状态。察觉到动静逐渐临近，萧晨直接屏气凝神，藏于一棵巨木之后，望着李玉玲一步一步朝自己的方向走来。就在他的身影走过距离萧晨尚不足3丈之时，萧晨手中的麻痹戒指瞬间射出一抹神经毒素，飞快没入他的背心。一股强烈的不适感瞬间袭来，随之全身痉挛，连握着长剑的手也不受控制的颤抖。怎么回事？李玉玲心中的恐惧急速放大，这种逐渐无力的感觉像极了身中魔毒一般。随后他全身无力，浑身抽搐，直接歪倒在地。萧晨站在身后邪魅一笑，确定他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才瞬间爆射而出。诸天剑现于掌心，剑刃闪烁着黑暗幽光，以迅雷之势贯穿他的丹田。啊！李玉玲惨叫一声，一身金丹气的修为犹如破洞的气球，只在片刻之间便化为虚无，丹田破碎，修为尽废，此生已无法再修炼。但萧晨又怎么会轻易放过他？他要给李玉玲唱一出好戏。你这个杂碎！李玉玲此刻疼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望向萧晨的双眸中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傲气，只剩下无尽的恐惧与愤怒。想不到吧，你终究还是栽在我的手上。萧晨冷漠地看着他，那眼神充满了蔑视。杨云康和薛浩是不是也这样栽在你手上？薛浩临死前也问过同样的问题，我会送你去见他的。你不得好死，是吗？现在是谁不得好死？说完，萧晨抬起右腿，毫不留情地踩在他的左腿上。啊！只听见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鲜血顺着长袍溢出，李玉玲顿时惨叫连连。小杂碎，你有种就杀了我！你可真是痴心妄想，老子会让你比死更痛苦。说完，萧晨再次踩碎了他的右腿骨。李玉玲的惨叫声响彻山谷，惊起阵阵寒鸦，那2条腿血肉模糊，与长袍粘连在一起，浑身止不住的抽搐。一想起这个狗东西几次3番对自己赶尽杀绝，萧晨心中的恨意就抑制不住地往外涌。走，老子要带你看一出好戏。说完，萧晨一把拎起他的衣领，旋即腾空而起，朝那处天然的洞穴飞去。刚临近洞穴外围时，只见江婉玲已经解开了叶清河与秦仙儿身上的绳索。萧晨随手将他往地上一扔，如同扔垃圾一般。没有了修为，又被踩断双腿，李玉玲彻底成了一坨烂肉，腹部还有一个血洞正往外渗血。叶清河、秦仙儿望着这一幕，顿时惊得捂住小嘴，万万想不到，才过去不到1刻钟，他就成了这副惨状。江婉玲脸上虽有震惊，但心中其实早有所料，凭借萧晨的手段，李玉玲根本就是不自量力。夫人，快救我！李玉玲双肘撑着地面，一步一步朝江婉玲挪去，双腿在草地上拖出长长的血迹。江婉玲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神中没有丝毫怜悯，反而生出一丝恨意。当年若不是受了他的甜言蜜语蛊惑，以及父亲的劝告，自己如今可以名正言顺地站在萧晨身边。萧晨戏谑地看了他一眼，随后一把搂住旁边的江婉玲，在李玉玲震惊的目光中，顺势将手伸进她的衣领中。那青色长裙里的大手在肆意抚弄之下，让2座玉峰的形状不停地变化。秦仙儿和叶清河望着这一幕，先是愣在原地，随后满脸娇羞地转过头，小脸赤红一片。李玉玲更是瞬间石化，怒目圆睁，目光猛然颤抖。自己成亲5年却从未得到的女人，竟然被他轻易把玩。啊！这一幕无疑击碎了他的认知，撑着地面的双手不停地抖动，内心的煎熬比起自己躯体更加剧烈。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自己的妻子身为金丹7天骄，还是青木峰主的女儿，为何会任他肆意玩弄。
江婉玲原本神色平静，但在萧晨的揉捏下，呼吸骤乱，脸颊渐渐泛红，却并未将他的手推开。喜欢吗？萧晨贴在他耳边轻声问道，还轻轻含住他红润的耳垂。一阵酥麻感席卷全身，江婉玲只得轻轻点了点头，一抹绯红在脖颈上飞速蔓延。你住手！李玉玲悲愤地吼道，作为内门天骄，这应该是他此生最屈辱的时刻，简直生不如死。聒噪！萧晨凌空一脚踹去，掀起的气浪将他震飞出去数十米，砸在巨石上跌落下来，浑身鲜血淋漓。好玩，对吗？萧晨望向地上几乎无法动弹的李玉玲，不咸不淡地说道，不妨告诉你，在你到处追杀我的时候，我正和婉玲在你的洞府里翻云覆雨。他说像你这种没用的男人，连给我提鞋都不配，居然还敢舔着脸跟我抢宋书婷。不，这不是真的，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李玉玲突然发狂地咆哮，那声音仿佛野兽在嘶吼。临死之际，她都在维护自己那点可怜的尊严。江婉玲无比平静地道，这是真的，只有跟萧晨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体会到作为女人的快乐，这是你根本无法给予的快乐。你这句话对于极重尊严的李玉玲而言，无疑成了一张催命符。她抬起右手指着江婉玲，久久说不出话来。安心的去吧，我会替你好好疼惜她的。噗！一口鲜血喷出，李玉玲怒急攻心，直接扑倒在地，眸光渐渐涣散，充斥着不甘与后悔。最后的意识中，曾经的一幕幕在他脑海中飞速划过。他看到了送他出来修炼时父母期盼的眼神，他看到了加入七侠宗时族人骄傲的目光，他看到了迎娶江婉玲时同代天骄羡慕的神色。作为宗门核心，昔日还是青木峰主的亲传弟子，如今更是他的女婿，不可谓不风光。只是成了万众瞩目的内门天骄之后，他仗着青木峰主的威慑力，渐渐变得嚣张跋扈，目空一切，脚下铺就的是同门的尸骨。天若让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最终他惹上了不该惹的人。萧晨冷哼一声，掌心一凝，将他的乾坤戒指吸入掌中。随后指尖飞出一缕赤色火焰，落在李玉玲的躯体上，顿时燃起熊熊烈火。只是片刻之间，李玉玲的尸身便化为灰烬，一阵寒风吹过，不留一丝痕迹。江婉玲甚至看都没有看过一眼。此时秦仙儿和叶清河再也忍不住，直接扑进萧晨的怀里，哇哇大哭起来。哥哥，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了。呜！萧晨为了他们不顾生命危险，以炼气期的修为，硬刚金丹期，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好了，都没事了。萧晨顺手将他们揽入怀里，拍了拍他们的玉背，心疼的安抚一番。这一次想必受了不小的惊吓。叮！女主叶清河好感值加30点，当前好感值70点。叮！仙缘值加30点，当前仙缘值190点。叮！女主秦仙儿好感值加30点，当前好感值70点。叮！仙缘值加30点，当前仙缘值220点。萧晨嘴角微微上扬，终于知道哥哥的好了吧？叫你们听信，宋书婷在那湖州。江婉玲静静地站在一旁，脸上莫名地生出一抹艳羡之色。如果可以，她多想回到炼气期的时候，享受萧晨的庇护。啪啪啪，几声响亮的巴掌声突然从溶洞内传出，众人一惊，顺眼望去，只见一名身着黑色长袍的男子正从中缓缓走出，正是外门一区的执事幻灭。真是一出好戏啊！好久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戏，我都有些好奇，你一个小小炼气期是怎么把仇人的媳妇勾到手的？萧晨将两位女子往身后揽了一下，平静地望着她，那双阴森的双眼中透露出的分明是无与伦比的自信。一个小小的筑基期圆满，面对一个击杀了金丹期天骄的人，外加一个金丹期4重的天骄，竟然没有丝毫胆怯之色，这多少有些不符合常理。想知道吗？你这辈子都学不会。萧晨略带玩味地嘲讽道。幻灭却丝毫不以为意，目光落在江婉玲身上。江大小姐，你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真够反差的。放着金丹期的天骄不要，居然任由一个小小的炼气期蹂躏，你是天生的受虐体质吗？哈哈哈！江斌，你这个狗奴才，给我闭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江婉玲俏脸一寒，怒斥道：“江斌！”萧晨一阵狐疑，随即立刻反应过来，这小子极有可能利用了江斌的面孔。他不是江斌，他的真名叫幻灭。闻听此言，江婉玲一脸震惊地望着他，又再次打量起那位黑袍男子，那分明是他们江家分支的族人。幻灭顿时一愣，脸上闪过一抹惊慌之色，难道自己之前露出了什么马脚？有意思，有意思。幻灭摇了摇头，不禁道：“我倒是挺好奇，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我有必要告诉你吗？”萧晨不屑地回道：“拥有混沌之眼，可以洞悉一切生灵的数据面板。唉，也无所谓，
原本是想看你们斗得两败俱伤，我再来收拾残局，谁曾想那个废物居然败给一个炼气期。你也会败给一个炼气期的，是吗？别废话，乖乖露出你的真面目吧。好，那就如你所愿。话音刚落，幻灭一把扯掉脸上的人皮面具，露出一张妖异的脸孔，脸颊白净，眉角上扬。随后身上的黑色长袍滑落，取而代之的是一袭褐色离纹锦袍，极为精致美观。一尊黑色炼魂幡现于掌中，幡上挂着数十颗小型骷髅头，其中似有冤魂哀嚎。炼魂宗。江婉玲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让叶清河与秦仙娇躯一颤，忍不住往萧晨身后缩了缩。萧晨望着那张脸，浑身散发出骇人的戾气，那身魔宗的装扮自己又怎么会不清楚呢？当初和李小曼外出历练，正是遭遇了炼魂宗的袭击，萧晨誓死保护李小曼突围，最后导致身废。带他们两个先走。萧晨看了江婉玲一眼，面色阴沉，却异常冷静。既然是炼魂宗，那么昔日这笔账就得一块算清楚，血债更要一笔一笔讨回。可是，没什么可是。幻灭突然大笑一声，哈哈哈，想走飞天还是遁地？在这秘境之中，不会留下一个活口。小猪鸡七，口气还不小。江婉玲俏脸寒霜，不屑地瞪了他一眼。是吗？幻灭脸上浮现出阴险的笑容，随后指尖朝眉心一点，刹那间无尽的黑暗魔气从中溢出，只是片刻便将他全身笼罩其中。他的气息也在这一刻迅速膨胀，节节攀升。金丹期一重，金丹期二重，金丹期9重，金丹期大圆满，直到此刻才缓缓停了下来。一个金丹期大圆满的魔宗修士，当然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半只脚踏入元婴期，相对于普通的金丹期就是碾压之势。快走，去找宋淑婷，把所有长老召集起来。萧晨大喝一声，一脸警惕地盯着前方。江婉玲俏脸阴沉，咬了咬牙，一把拽起叶青和与秦仙儿，急速掠空远去。哥哥，哥哥！两位女子的呼唤眨眼间消失在云雾中。幻灭却罕见的没有阻止，在他眼里，这里与世隔绝，根本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秘境里的一切都将沦为他炼魂幡的养料。我很好奇，你有那么多次机会出手，为何等到现在？萧晨有些疑惑地看着他。当然是因为你啊。小子，从我第一次看见你就察觉到你的灵魂之力异常强大，可你修为居然仅有炼气期，你简直是老天送我的礼物。萧晨不禁冷笑一声，不屑地道：是吗？那得看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这里的每个人我都仔细观察过，你无疑是最特别的一个，而你也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连金丹期4重的李玉玲都轻而易举地栽在你手里。别说这些无关紧要的废话，你们魔宗千方百计地混入秘境，到底有何目的？当然是为了炼化你们。幻灭轻描淡写，说得无比平静，在他眼里，萧晨已经是个死人，让他知道又何妨？萧晨心中骤起波澜，自己虽然对炼魂宗不甚了解，但他所说的炼化，莫非是要炼化数万弟子的灵魂？早就听闻魔宗的修炼方式与众不同，但这也着实有些惊世骇俗了点。开心吗？你将是我炼魂幡里最大的冤魂，等我将你炼化之后，它的威力必将大增。是吗？就怕你吃不下，你乖乖坐以待毙，我会让你死得干脆一点。你若不识抬举，我会将你的灵魂抽出，日夜鞭挞，让你生不如死。幻灭的眼神骤然变得阴毒狠辣。那你大可试试。说完，萧晨不可察觉地催动一枚隐身符，身形逐渐化于无形，直至最后连气息都彻底消失。幻灭原本戏谑的神色逐渐变得惊异，一个炼气期竟然在他眼皮底下凭空消失，这太诡异了。于是他散出神识，试图扫描一番萧晨的踪迹，却发现根本无法察觉到他的气息。糟糕，这小子怎么消失了？幻灭暗叹一声，旋即嘴角浮起一抹阴森的弧度，双掌黑气环绕，朝眼前的虚空骤然挥出数十道黑色掌印。萧晨凭借幸运红内裤的加持以及敏捷的身法，惊险地躲过他的掌印袭击。别躲了，出来吧，我知道你在这里。幻灭一边散开神识四处探查，一边挥出一道道黑色魔气，将周围的山峰摧毁得七零八落，试图寻找萧晨的踪迹。萧晨透明的身躯在不停地躲避他的攻击，只为寻找一个最佳的攻击位置。毕竟这是一位半只脚踏入元婴期的魔修，而且麻痹戒指还有 CD 时间，10分钟内只能发射一次，必须做到一击命中。突然，萧晨闪现于幻灭身后，一缕神经毒素从麻痹戒指中爆射而出。幻灭骤然转身，震惊的大喝一声：“9重魔光！”只是刹那间，浑身缠绕的黑气骤然凝聚成9重黑色屏障，挡在他的身前。神经毒素落在黑色魔光之上，
发出滋滋的声响，瞬间腐蚀了第一重魔光。紧接着第二重，幻灭大惊失色，这究竟是什么东西？竟然连自己的魔气屏障都能腐蚀掉。随后拼命催动体内的魔气，企图延缓神经毒素在魔气屏障之上的蔓延。萧晨嘴角微翘，灵魂之力陡然爆发，瞬间形成一把无形的灵魂之剑，朝他刺去。幻灭一阵手忙脚乱，急忙凝聚所有的灵魂之力，筑起一道灵魂屏障，却意外导致后背空虚。突然，一道白影从身后的溶洞内射出，以迅雷之势从幻灭的背部灌入，破肚而出。萧晨也被这一幕震惊不已，不由得愣在原地。钻心的疼痛感袭来，幻灭惨叫一声，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一缕血丝从嘴角溢出，呼吸变得格外缓慢。他难以置信地低下头，看了一眼从体内探出的东西，竟发现那分明是一条巨大的蛇尾，其上银白色的鳞片闪烁着莹莹光泽。只是一瞬间，幻灭全身的气息彻底溃散，修为全无。因为那条蛇尾贯穿他身躯的同时，也击碎了他的金丹。随后，庞大的蛇尾卷着他的身躯迅速缩回洞穴中。萧晨正在出神之际，一股极强的吸力将猝不及防的他也吸入洞穴中，顿时一阵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漆黑，随后便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萧晨从昏迷中醒来，眼前是漆黑的洞穴顶部，而自己正躺在冰凉的石榻上。他下意识地抓向裤裆，巨龙般的感觉顿时神色松懈下来。好险还在，马德怎么就突然昏迷了呢？萧晨暗自嘀咕道，旋即打量起周围，发现这应该是一座石洞或者简易的洞府，内部的陈设极为简单，连桌椅都没有，身下的石榻硬得有点个屁股，四周是光怪陆离的石壁，石壁上点着几根火把，火光摇曳。正在思索间，一个酥软的声音传入耳际：哟，小鬼头，你终于醒了。萧晨心里一惊，顺着声音望去，顿时就那么愣在原地。那是他平生第一次看见一位与众不同的女子，那魅力无双的身形，婀娜多姿，长发如瀑垂落腰际，发间闪烁着莹润的珍珠，绝美无双的脸蛋似雪凝脂，白皙水嫩，眉眼微微上挑，瞳孔是冰冷的琥珀色，雪白的香肩下是银色鳞片交织的胸衣，那波澜起伏的壮丽玉峰，任谁见了都忍不住想深陷其中。随着视线往下，纤细的腰肢似柳枝漫舞，而那肚脐以下却为百丈蛇身，白色蛇躯盘旋在地，每一片鳞片都仿佛散发着光泽。她有着人类女子的娇柔与魅惑，却同时具备妖族的野性与危险。一看到那不停蠕动的蛇躯，萧晨心里所有的邪念瞬间化为无形。旋即，一道数据面板在眼前骤然浮现：姓名白素，种族兽族，年龄220，性别雌性，修为金丹7圆满，评级4S， 体质妖灵之体，未觉醒，魅力值96100，好感值20100。他果然是妖族，而且是蛇妖。好感值居然有20点，这么说他没有对我不利的意思。童子，什么叫妖灵之体？丁，妖灵之体觉醒以后可以对同类妖族形成血脉压制，若机缘足够，最终可就即进化为洪荒异兽吞天蟒。我靠！萧晨摸着下巴，如果是这样的话，小鬼头在发什么呆？白素望着他有些不怀好意的神色，好奇地歪着脑袋。没什么。萧晨回过神来，朝他讪讪一笑。白素嘴角浮起一抹娇媚的弧度，摆动着妖娆的蛇躯，一步一步向他靠近，那挺翘的蜜臀仿佛在舞动。萧晨心中微微有些紧张，第一次与妖族相处，还并不知晓对方的习性，更何况他还是一位即将踏入元婴期的蛇妖，万一惹怒了对方，一口把自己吃了，可就亏大了。你很特别。白素缓缓靠近萧晨，上半身微微俯下，粉嫩的阴唇贴近萧晨的耳边，呵气如兰，还伸出新长的玉指在萧晨的胸前画着圈，那红色的指甲足有3寸长。是吗？萧晨尴尬地笑了笑，喉头轻轻滚动，他浑身散发出的气息相对于人族女子有很大的不同。童子，快告诉我，他这是什么意思？丁，他的行为不是显而易见吗？表示他对你很有兴趣，想和你交配。可嗨交配。听见这2个字，萧晨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看到那盘着的百丈蛇躯，忍不住一激灵。他对我的好感值不是才20点吗？怎么就……丁，那是源自生物繁衍的本能，并不包含情感因素，是你的体质吸引了他。看着萧晨呆头呆脑的模样，白素吐了吐猩红的杏子，眸中释放出一丝冷意。小鬼头，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你？
姑娘何出此言？萧晨顿时一慌，你把我种的青灵草全部采完了，难道就想这么算了？洞口的青灵草是你种的，那不然呢？白素挑了挑眉，眸光炽热地盯着萧晨，仿佛盯着一盘美味佳肴。如果是你种的，我在采集的时候，你怎么没有阻止呢？萧晨看着他质疑道。按理说，外门3区数千弟子都参与采集了，他应该早就出来阻止才对。当然是因为你啊。什么意思？你身具纯阳圣体，从你发现青灵草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否则那5000多练气期弟子都会沦为我的口粮。萧晨顿时满脸惊骇，自己差一点将外门3区给彻底葬送了。不过回头想想，自己的纯阳圣体尚未完全觉醒，根本没有显示专属印记，他又是从何而知？你怎么知道我是纯阳圣体？白素微微一笑，悠悠地道：纯阳圣体本身就源自我妖族至尊龙族，这是我妖族的技艺传承。童子，是这样吗？定，的确如此。混沌初开之际，龙族之尊作为万灵之长，是最早的纯阳圣体，龙性本淫，因此其血脉遍及整个混沌世界，以至于后期纯阳圣体在其他种族觉醒，天道才加以限制，令这种体质极难孕育。好吧，那既然这青灵草是你种的，要不我折算灵石给你吧。萧晨说着，便心念一动，拿出一个灵石包裹。白素摇了摇头，这些于我而言毫无用处。那我身上还有不少灵草，赔偿给你如何？说完，萧晨又大手一挥，眼前顿时现出数百颗各类灵草，基本上都是从薛浩、李玉玲以及那些外门天骄的乾坤戒指里搜寻而来。白素还是摇了摇头。萧晨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了。这时，白素妩媚一笑，轻轻伏在他的耳边道：我想要的只是你啊。那眼神极尽勾魂，眼波流转，若不是下身为蛇躯，几乎要让萧晨的心魂失守。萧晨赶紧向系统求助。怎么办？童子，你快出个主意。定。目前来看，最好的结果是宿主与其双修，让他觉醒妖灵之体，同时助他脱困。他可是蛇妖啊，你把我当许仙了是吧？定，也未尝不可。你妹的，那你说助他脱困是什么意思？定，整座山脉其实是一座囚灵阵，他目前的灵魂被禁锢，所以他根本无法离开这里。原来是这样。萧晨旋即打量着他，神识寸寸扫过他的百丈蛇躯，果然发现有一丝丝的隐形丝线，如同蛛网一般。童子，我与他双修就能助他脱困。定，是的。阴阳交合的同时，以你元阴期的灵魂与他交融，可以瞬间破除囚灵阵的封锁，还可以让他突破到元阴期。卧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得与他谈谈条件了。自己又刚好拥有化形丹，天底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是谁将你封印在这里的？萧晨非常干脆地问道。白素美眸一凝，诧异地望着他，似乎很是意外，这个练气期的人族男子竟然看出了他身上的禁锢之恋。当然是你所在的宗门。你是说栖霞宗？不错，100年前栖霞宗主在秘境中巡查的时候发现了我，于是在此设立一座囚灵阵，将我封印于此。他为何要这样做？呵呵，白素苦笑一声，叹道：你们人族不是最喜欢杀妖取丹吗？这座囚灵阵源源不断地聚拢秘境中的灵气，在封印我灵魂的同时，也在快速提升我的修为。据我推测，再过几十年，他们就会进来将我的妖丹取走，将我的血肉炼制成丹药，将我的灵片制作成法器。人族与妖族自古以来都水火不容，亘古不变。人族杀妖夺宝，妖族也可以吞噬人族，提升修为。但此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多少夹杂着一丝悲凉，可以想象在这100年中，他过得并不开心。这时，白素眸光骤冷，眼神充满坚定，可我又岂会坐以待毙？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我的修为会提升得如此之快。你在洞穴入口种下如此多的青灵草，就是为了吸引人族以及其他妖兽前来吧？没错，这些年我设下陷阱，吞噬了无数妖族以及一批又一批的人族炼气修士，修为在短短100年间跃升到金丹期圆满。再过30年，我踏足元婴期，便有一丝机会挣脱这囚灵阵。一丝机会？当然，而你就是我的机会。什么意思？在这30年中，你就只能陪着我一起待在这秘境中了？不，这肯定是不行的。萧晨连忙摆手道，简直开玩笑呢，自己外面还有那么多道侣，还有我的师尊，我的神仙姐姐，要是被困在这里30年，他们肯定以为我死了，指不定多伤心。那可由不得你，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白素嫣然一笑，玉指轻轻点了一下他的额头，悠悠地道，俨然一副吃定他的模样。如果我说我有把握可以助你脱困呢？你说现在？当然。白素怔怔地看了他一眼，
那笃定的样子，还是摇了摇头。现在肯定不行。你虽然是纯阳圣体，但修为实在太低。我说可以，就一定可以。那你倒是说说，你用什么办法助我脱困？双修？咯咯喽！白素直接抿嘴笑了起来，那笑容似乎有些别样的意味。你笑什么？可我现在只是半化形状态，你确定现在就要与我双修吗？此话一出，萧晨顿时神色一僵，忍不住瞥了一眼他身下那泛着光泽的百丈蛇躯，不禁打了个冷战。嗨嗨，可一想起自己要是被百丈蛇躯缠绕着，那滋味太他妈恐怖了。我可没这个本事。那不就是了，咯咯喽！白素望着他的囧样，一直咯咯的笑个不停。萧晨却毫不在意，反而满脸得意的道：可我能让你立刻化形，莫非你有化形草？白素顿时眼前一亮，美眸盈盈的看着他，眼底闪烁着希冀的神采。没有。萧晨顿了顿，继续道：不过我却有比化形草更高级别的东西，化形丹。我不信。白素露出深深的怀疑，虽然他不懂化形丹的品阶，却深知化形草作为高级灵草，数量极为稀少，而这片秘境中根本没有，否则他早就化形了。就凭萧晨一个炼气期的修士，如何能弄到化形草？就更别提化形丹了。这有何不信？我早就是人族的4品炼丹师。白素一听，神识在他身上一遍一遍的掠过，从先前萧晨与幻灭的战斗中，他也看得出萧晨的灵魂之力异常强大。当真？那你快把化形丹拿出来，我看看。且慢，有些事有必要先说清楚。我若真的助你脱困，你该怎么报答我呢？小鬼头，你现在可是落在我手里，作为人族，我不杀你就已经是恩情，你还敢要报答？一码归一码。人族与妖族的矛盾，那是历史恩怨，但我如果救了你，就是铁定的事实，你不该报答我吗？白素修长的玉指放在唇边咬了咬，思索片刻，似乎觉得萧晨的话也挺有道理，于是道：这样吧，我可以做你3年的护卫，3年内保你安全，如何？以你炼气期的修为，平时应该没少挨揍吧？萧晨连连摇头，救命之恩在你眼里如此廉价吗？那10年，那肯定也是不行的。我们人族有句古话，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怎么涌泉相报？很简单，我要你认我为主。萧晨直截了当地说道。显然他还不知道自己身具妖灵之体，若是在此之前将其收服，以后进化为洪荒异兽，岂不是天大的助力？小鬼头，你很贪心哦。白素立刻切换了一副娇滴滴的模样，那娇柔的姿态，酥软的魂音，勾魂夺魄。你别看我现在修为低，我4品炼丹师的名头可不是吹的，在这片大陆走到哪里都有一席之地。是吗？当然。如假包换。那怎么还那么多人要杀你？又是炼气期，又是金丹期的，貌似跟你仇怨还挺深。这个就说来话长，总会遇到有些不长眼的，不自量力的，心里没点逼数的。不过你也看到了，我以炼气期的修为，轻而易举的拿捏一个金丹期，你就知道跟着我不会辱没了你。白素眉头微凝，陷入沉思。显然他在思考萧晨的话，毕竟被困在这里上百年，如今可以出去，他是一刻也不想等。有戏。眼见他心有异动，萧晨赶紧趁热打铁，继续道：而且我在栖霞宗地位堪比元婴修士，你跟着我也不会缺资源，更重要的是，我可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呢。万一被宗门知道是我救走了你，我麻烦大得很。那你会对我好吗？白素眨了眨闪亮的眼睛，一双琥珀色的舌瞳透露着别样的风情。那当然，你们妖族平时吃的灵草太浪费了，我可以把它炼制成美味的丹药给你吃，还会带你闯荡宇宙洪荒，看遍世间繁华，让你开心快乐一辈子。一个炼气期就敢吹牛逼，闯荡宇宙洪荒。为了先把它弄到手，萧晨愣是画了个超级大饼。可偏偏这位美丽的蛇妖貌似还超级喜欢吃这一套，她一双亮丽的蛇瞳闪着动人的色泽。那我可以先看看你炼的化形丹吗？萧晨想了想，盯着他看了一下，从数据面板上的好感值来看，他应该不至于出手抢夺。当然可以。随即萧晨心念一动，掌心张开，一枚闪着5色光泽的丹药显现在他眼前。白素仔细观察着那枚丹药，其散发的气味似乎与记忆中的描述有些相似，而其上的5色丹纹分明就是源自于化形草，说明这枚丹药的确是以化形草为主要来炼制的。怎么样，没骗你吧？那你放开神识，让我滴血认主。好。白素缓缓闭眸，微仰着头，面色平静，识海完全向他敞开。萧晨都有点不敢相信，这个蛇妖也太好忽悠了吧，简直单纯的有些不像话。不过也能理解，他从小便被封印在此，并没有机会与外界沟通，也就不会被世间的险恶所污染。随即萧晨平复下内心的激动，迅速从指尖释出一滴精血，飞速没入他的眉心。精血烙印形成后，一抹奇异的联系
从灵魂深处传来，自己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情绪变化。我靠，不敢相信，就这么成了。白素缓缓睁开美眸，望着萧晨，眼波流转，仿佛氤氲着雾气，唇瓣轻启。主人。萧晨伸出手掌轻视他的脸颊，掌心传来丝丝冰凉的触感。白素缓缓闭眸，玉手握着萧晨的大手，轻轻贴着他的脸颊，似乎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其实有件事我还是有些不明白。主人请问，那名魔修拥有金丹期圆满的修为，你若是将他的金丹吞噬，成就元婴期，岂不是顺理成章吗？我当时若是不击碎他的金丹，他可能会选择自爆，以主人炼气期的修为，如何能躲过他自爆的风波呢？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萧晨十分满意的点了点头，伸出手指轻挑的勾起他迷人的下巴，将一颗化形丹含在口中，然后缓缓渡入他的口中。白素微微低下头，雪颜上浮起一抹妩媚的红晕。第一次与妖族女子接吻，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涌上心头，萧晨忍不住舔了下嘴唇。刚才触碰到他舌尖的一刻，一股触电般的感觉袭来，那滋味真踏马刺激。你先将化形丹给炼化，待会我助你破除这囚灵阵。好。白素轻声回应，那娇羞的模样与之前给他的危险感觉简直判若两人。萧晨微微有些诧异，蛇类妖兽一向冷血，没想到认主之后竟如此温顺。随后白素盘桓着蛇躯，双眸紧闭，引导全身灵力缓慢炼化。随着化形丹的药力疯狂涌入四肢百骸，他的蛇躯出现了剧烈的抖动，绝美的雪颜上渗出豆大的汗珠，长长的睫毛如蝶一般轻轻颤动，一缕青丝被汗水浸湿，粘在嘴角。妖兽化为人形，这是每一个妖族必须经历的痛苦，旁人无法干预。萧晨默默地坐在一旁，吃了极品化形丹，他成功化形是顺理成章的事。1个时辰后，白素的神色逐渐缓和，黛眉舒展开来，美眸缓缓睁开，站起身后，那身下的白色蛇皮尽数脱落，露出一双修长白皙的玉腿，玉足晶莹剔透，如同星山一般娇嫩欲滴。那一抹静寂的春光毫无遗漏地展露在萧晨的眼前，顿时让他瞪大了眼睛，身上的邪火瞬间乱窜。这也太美了！咯。白素抿嘴一笑，旋即轻身一转，地上褪掉的蛇皮瞬间化为一身晶莹的丝缕，遮住那一抹乍泄的春光。萧晨直接上前，一把将她搂入怀中。此刻的她已经完全与人族女子别无二致，那全身散发出的气息与宋舒婷那种魅惑全然不同，却无时无刻不在勾动她最原始的欲望。主人！白素轻唤一声，微仰着脸颊，眼波荡漾，与之前看向萧晨的眼神如出一辙。如今他与眼前这个男人再也没有阻隔，直接欺身上前，狂野地将萧晨压下，如玉般的娇躯贴了上来，日夜不休。第一次与妖族交合，萧晨将阴阳合欢功运转了数个大周天，也切身体会到妖族肉身的强悍，但也确实妙不可言。直到有一刻，萧晨全身散发出灵力光晕，体内的灵气已压缩到极致，快要溢出体外的时候，他才停了下来。而这时缠绕在白素身上的无形封印也被片片崩散，全身萦绕着淡淡的白光，那分明是即将突破元婴期的征兆。虽然早在预料之中，但此刻真的实现，他还是有些神情恍惚，仿佛做梦一般。二者相视一笑，旋即各自盘膝而坐。萧晨缓缓闭眸，体内的灵力此时正在疯狂暴动，妖族的元婴之力果然不同凡响。时间持续了整整1个时辰，随着体内的灵力源源不断地汇入丹田，体内传来几声轻响，萧晨的气息开始节节攀升，炼气期8重，炼气期9重，炼气期圆满。连破3级之后，萧晨的气息才缓慢平息。内视自身，那一根根经脉宛如金丝铸就，固若金汤。握了握拳，掌心涌动的力量澎湃无比。此时的自己应该足以与一般的金丹期修士抗衡。萧晨侧过目光，落在那温润如玉的娇躯上。此时的白素正双眸紧闭，一颗颗晶莹的汗珠从额间滚落。妖族晋升元婴期，无疑要比人族艰难得多。通常而言，人族修士突破境界可以使用许多丹药来辅助，晋升筑基期可以使用筑基丹，晋升金丹期可以使用破镜丹，晋级元婴期可以使用凝阴丹，而妖族只凭借强悍的肉身之力正道。望着他神色凝重，萧晨不禁有些担忧，如果不是在秘境之中，自己完全可以炼制一枚极品凝阴丹给他服下。随着灵气从四面八方涌来，宛如涓涓细流，源源不断地融入白素体内。洞外，整座山脉上空，天空骤然变色，五彩云霞宛如巨浪般翻涌而来，云层间电弧交织，雷光闪烁，一声声惊雷响彻云霄。整座秘境之中，所有的低阶妖兽纷纷高昂着头颅，凝望着远方，发出阵阵嘶吼，那是对王者的臣服。远方各营地的总计数万名外门弟子
全都聚集在一起。11位外门长老纷纷腾空而起，望着远方天空中罕见的异象，神色无比凝重。糟了，这是成就元婴的异象。陈康健惊叹一声，心中大感不妙。怎么办？莫非是那位魔修要晋级元婴期？林天笑一脸惊骇地望着众人，其他众人也是满脸震惊，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还有谁晋级，能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宋舒婷、江婉玲则是满脸担忧之色，倘若真是如此，对于这里的所有人来说将是一场噩梦。不行，我得去找他。说完，宋舒婷身形一闪，朝远方遁去。如果真的是那名魔修成就元婴期，那萧晨肯定凶多吉少。江婉玲急忙道：“我跟你一起去。”不可！陈康健急忙拦住二人的去路。我们即使现在去了，也于事无补，那总比干等着要强。宋舒婷瞥了他一眼：“宋长老救夫心切，老夫能理解。倘若这异象真的是那位魔修引来的，等你们抵达那里，他早就进阶完成，你们岂不是枉送性命？与其这样，不如集中所有力量与他拼死一搏，为这些宗门的未来争取一些时间，尽可能的拖到秘境结束。”笑话！我们在这待着吧，我要去救他。他若不在了，那这世界在不在跟我有什么关系？说完，宋舒婷一掌将他震开，身形朝着远方急速掠去。江婉玲见状也跟了上去。唉，陈康健长叹一声，却又无可奈何，随后瞥了一眼江婉玲远去的身影，心中一阵嘀咕：人家宋舒婷是去救夫，你江大小姐跟着掺和什么？你外门四区还管不管了？作为宗门资历最老的外门长老，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将所有试炼弟子平安带出秘境。虽然这并不现实，因为在每一届的秘境试炼中，都有不少弟子葬生在妖兽的口中，这是每个弟子修行路上必须经历的第一课。宋舒婷正御空飞行，瞥了一眼身后的江婉玲，疑惑道：“你不去看着外门四区的弟子，跟过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他死了没有。”江婉玲说着，脸色有些不太自然。哼。另一边，白素的进阶已经进行到最后的阶段，在一波又一波的灵力冲击下，金丹表面出现了层层裂纹。他缓缓张开小嘴，金丹从口中飞出，悬浮在空中，随着一声轻响，金丹的外壳碎裂，一个3寸婴孩破壳而出，晶莹剔透，娇小可爱，如同缩小了无数倍的白素。萧晨望着这一幕，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平生第一次见证元婴期的诞生，居然是这副模样，破而后立，原来是这样的。元婴缓缓飞了过来，亲昵地贴在萧晨的脸颊上，腻歪半天，随后直接飞入白素体内。他周身散发的气息也在这一刻陡增数倍，标志着他正式踏入元婴期。洞穴上空的云层也在这一刻缓缓消散，秘境之中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主人，白素娇柔的声音传来，旋即一副温润的娇躯贴了上来，整体气质也大幅提升。萧晨顺势将她搂入怀中，鼻尖轻触她的脖颈，那醉人的体香袭来，令他心醉神往。从眼前的数据面板上，萧晨看到他的魅力值已经提升到98，妖灵之体也已经觉醒，修为更新为元婴期一重。有了这个元婴期的随身助力，从今往后元婴期以下在自己眼中皆为蝼蚁。以后我叫你小白，怎么样？对了，有件事问你一下，主人，请问被你击杀的那个魔修尸身还在吗？白素点了点头，轻声道：还在的，我想到主人可能有用，就没有将它毁掉。说完，白素玉手一挥，那距今丹期圆满的魔修尸体现于地面。聪明！萧晨宠溺地刮了一下他的鼻梁，褒奖一番，随后掌心一凝，将幻灭手上的乾坤戒指吸入掌中，一掌将其捏碎，刹那间无数灵石、法器、灵草、丹药、衣袍等等散落一地。萧晨祭出灵石包裹，将其中的灵石尽数收集起来，粗略统计足有500多万灵石。随后又扫了一眼地上的灵草、丹药，将其统统收集起来。虽然这些丹药的品质一般，但毕竟可以换取灵石。童子，召唤系统熔炉。语音刚落，一座庞大的鎏金熔炉现于眼前，炉盖缓缓打开，萧晨大手一挥，地上的法器全部飞入其中。萧晨看了一眼那尊炼魂幡，又将其拿了出来，看样子似乎是炼魂宗的专用法器，今后或许有大用。随后诸天剑也飞入熔炉之中，炉盖缓缓关闭，仅仅5分钟后，诸天剑缓缓飞出，落于萧晨眼前，比起当初似乎长度又增加了一点点。主人，这把剑很不错。白素坐在一旁，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黑色短剑。何止不错，这可是混沌第一至宝诸天剑。白素美眸闪烁着微光，虽然自己并不知晓诸天剑为何物，但能被称为混沌第一至宝，又岂是凡物？他对这个主人愈加好奇，能以炼气期灭杀金丹期，如今又拥有混沌第一至宝，他到底是什么人？随后
萧晨将那尊炼魂幡吸入掌中，轻轻一晃，其内传出阵阵冤魂的哀嚎声。马德，这小子到底炼化了多少魂魄？萧晨心念道，还是先留着吧，以后再遇到不长眼的傻逼，直接用炼魂幡给他收进去。最后，萧晨的目光落在地上的一本卷轴上，将其吸入掌中，摊开一看，抬手的3个大字格外醒目：炼魂诀。好家伙，这居然是一本魔宗功法，而且极为完整。莫非这小子在炼魂宗的地位不低？目光迅速扫过眼前的炼魂诀，仅仅一瞬间，所有的法诀招式便已熟练于心，其中便包含了炼魂幡的使用之法。萧晨瞥了一眼幻灭的尸身，其身穿的魔纹锦袍极为精致，想必在魔宗有很高的地位。神识扫过地上残留的其他物品，一块黑色令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萧晨握在手中，定睛一看，黑龙令3个字映入眼帘，这代表什么呢？随后他又仔细盘点了一番其他物品，在一块黑色的传音玉简中找到了答案。萧晨轻而易举抹掉上面残存的灵魂烙印，在其中的传音印记一栏找到了3个名字：拈花圣使、金刚圣使、沐风圣使。而且这3个传音印记的级别相同，莫非这位黑龙令的持有者也是炼魂宗的圣使？此外，萧晨还在玉简中找到了许多次1级的传音印记，想必是级别比较低的炼魂宗魔修，说明在这秘境之中甚至潜藏着修为较低的魔修。再次往下滑过，萧晨看到了12个隐藏的传音印记，从其灵魂强度推测，竟全是元婴级别。一个想法在萧晨脑海中瞬间成型，嘴角不自觉地翘起一抹邪魅的弧度。白素在一旁拖着迷人的香腮，好奇地看着他，并未出声打扰。童子，人皮面具该如何炼制？定。人皮面具属于2阶法器，颇为普遍，宿主只需要将炼器术提升到2阶即可。好的，打开职业技能界面。定。一位宿主打开职业技能界面，眼前立刻现出一道虚拟技能界面。萧晨选中炼器术这一栏，点击后面的升级按钮。叮，恭喜宿主提升炼器术，当前为2阶炼器师，扣除40点仙元值，当前剩余180点。刹那间，无数的2级法器炼制之法如同泄洪之水涌进识海，形成固定记忆。随后萧晨心念一动，诸天剑飞出，极为精准地划过幻灭的脸颊，将他的整张脸皮完整割裂下来。熔炉缓缓开启，那张脸皮飞入其中，而在幻灭随身的物品中，刚好有一些炼制人皮面具的辅助材料。5分钟后，一张极为逼真的人皮面具现于萧晨眼前。白素在一旁好奇地看着，不明所以。萧晨大手一挥，在幻灭残留的物品之中选出一件黑色离纹锦袍穿在身上，人皮面具也直接贴合在脸上，沿着脸部轮廓完美贴合。随后他顺手将炼魂幡握在手中，催动随身佩戴的乾坤石，将自身的修为气息设置为金丹期大圆满，一切大功告成。白素望着这一幕，顿时惊得小嘴大张，因为眼前的萧晨与之前的幻灭已经几乎一模一样，刚好2人的身高体型也极为相似。怎么样，像不像？太像了，哈哈！从今天开始，我就是炼魂宗的黑龙圣使。主人，你为什么要假扮他呢？这个你慢慢就知道了。萧晨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炼魂宗既然派出圣使这个级别的人物潜入秘境，很可能在栖霞宗内部也一样潜伏着其他魔修。这是一颗定时炸弹，必须得早日拔除。自己这么多美人都在，还有师尊、神仙姐姐，可不能让他们有一丁点闪失。进一步推测，那么在整个西北，其他的正道宗门，比如冰云殿、黑云峰、圣阳宗，肯定也会潜伏。正在这时，萧晨手中的黑色玉简一阵剧烈的震动。萧晨粗略点开查看，足足有数百条信息，竟然清一色全是祝贺的语气。恭喜圣使大人进阶元婴期。果然，萧晨叹息一声，之前的推测没有错，在这秘境之中，数万名炼气期的弟子中潜伏着数百名魔修，而且很显然他们把晋级元婴期的人当成了幻灭。所有人做好准备，今晚听我通知。萧晨将这条讯息以金丹期的灵魂强度分别回复每一个人。这些低阶魔修的存在虽然不足为虑，但始终是个隐患，必须尽早拔除。随后萧晨身形一变，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并将人皮面具和炼魂幡收入乾坤戒指中。童子，系统空间里可以藏活人吗？定，可以的。系统空间还可以用仙元值升级，每提升1级，内部空间扩大10倍，且灵气浓郁程度提高1倍。牛逼了！打开系统空间界面，刹那间，眼前浮现出一张系统空间数据面板，上面有4个数值，下方还有一个升级按钮名称：智能空间，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上限9万里，等级
初级灵气初等。萧晨毫不犹豫，直接长按那个升级按钮。叮，系统空间升级成功，扣除仙元值40点，当前剩余仙元值140点。叮，系统空间升级为终极智能空间，面积扩大为9600万平方公里，高度上限为90万里，灵气浓郁程度提升为外界的2倍。卧槽，这也太夸张了！萧晨内心激动万分，转身对白素道：“小白，你在这等我一下。”白素乖巧地点了点头。随后，萧晨心念一动，直接消失在原地，进入了系统空间。眼前的景象让他直接愣在原地，灵气相比于秘境更浓郁，那一座座仙山楼阁鳞次栉比，宛如镶嵌在奇峰秀水间的玉带。一条条清澈的河流蜿蜒迂回在云雾缭绕的阁楼之间，构成了一个庞大而美丽的世界，简直是一座洞天福地。难以想象，这仅仅是中等的系统空间。叮，系统空间作为中等智能空间，可以根据宿主的偏好来随意切换风格、天气等，真不错，简直是随身携带一个小世界。随后，萧晨心念一动，再次回到洞穴之中。小白，我带你离开这里。萧晨温柔地搂着他的仙腰，在他耳边轻声道：“我听主人的。”白素点了点头，那娇声细语比起苏雨飞还要绵软。萧晨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一想起他的本体是百丈巨蟒，心中就莫名的有些得意。难不成妖兽认主之后都会对主人极为依赖吗？童子，问你个问题。叮，时刻为宿主排忧解难。人族与妖族结合，如果生出后代，是人还是妖啊？叮，是人妖。萧晨顿时满脸黑线。叮，所谓的人妖其实是半人半妖，天生具备人族的形态以及妖族的体魄以及血脉。好吧，这还比较中听。于是萧晨心念一动，与白素心意相连，一瞬间将他拉入系统空间之中。眼前的空间一阵变幻，空气顿时焕然一新。这是什么地方？白素欣喜地问道。眼前的仙山琼阁，灵气充盈，简直是绝佳的修炼之地。这是你以后的家？真的吗？当然。太好了！白素巧笑嫣然，旋即身形一转，直接化身百丈蛇躯，在这方天地间肆意飞行，在云层间上下穿梭。望着他欢快的模样，萧晨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退出了系统空间，瞥了一眼地上幻灭的尸身，指尖飞出一缕赤火，将其焚烧殆尽。做完这一切，萧晨环顾四周，最后看了一眼这座白素待过100年的石洞。正在这时，大地突然一阵晃动，地动山摇般的震感袭来，巨石从眼前落下。萧晨急忙顺着洞穴通道往外急速掠去，一路飞行，有了幸运红内裤的加持，巧妙地躲过无数从头顶落下的巨石。此时外围的一座座山峰纷纷向下陷落，没有了求灵阵的支撑，四方巨石形成的山峰无力维持原状。远方急速飞来的宋舒婷和江婉玲看见这一幕，震惊万分，十几座高耸入云的山峰逐渐向下塌陷，妖兽奔逃嘶吼，飞鸟阵阵悲鸣，原本郁郁葱葱的山峰眨眼间化为废墟，如同末日来临。唯有中间的主峰摇摇欲坠，仿佛下一刻便要轰然倒塌。宋舒婷的脸色顿时煞白，心中惴惴不安，大声喊道：“哥哥，你在哪里？”江婉玲站在身后，脸色也是极为难看，一直在心中默默祈祷。突然，一道白色身影踏着飞剑从垮塌一半的洞口飞出，随后直冲天际。二女望着这一幕，心中的巨石落地。视线中的那道身影正是他们心心念念的男人。舒婷媳妇，你来啦！萧晨迅速迎了上去，一把搂着她的纤纤细腰。江婉玲身躯侧过，凝望着远方，眸中隐隐闪烁着泪光。臭男人！宋舒婷急忙瞥向一边，不想让他看见自己眸中带泪的样子。萧晨却一脸贱兮兮地凑上前，贴着他的耳边：“哟，舒婷媳妇，为我哭了。”叮，女主宋舒婷好感值加10点，当前好感值90点。叮，仙缘值加10点，当前仙缘值150点。心中不禁暗叹，从初次见面的负好感值到现在的局面，收服这个女人还真不容易。宋舒婷俏脸一沉，直接拍掉她的不老实的手：“你逞什么呢？金丹期圆满也是你能对付的。嘿嘿，这不是没事了吗？那魔修呢？已经被我灭掉了。”此话一出，两女顿时瞪大了美眸，不可思议地望着他。那可是金丹期圆满的魔修，连他们都只能仰望的存在。咦，你的修为？宋舒婷才注意到，眼前的萧晨修为不知何时已提升到炼气期圆满。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先回营地再说。我回来的消息也要暂时保密。夜晚的风格外的凉。萧晨躺在柔软的床榻上，怀中搂着宋舒婷，将对战幻灭的经过真假参半地讲述给他听。关于白素的事却是只字未提，免得再打翻这个醋坛子，
到时候又不太好收拾。你应该要修炼了吧，我就不打扰你了，刚好出去有点事。说完，萧晨便要起身，却被宋舒婷反手压在身下，那2座巍峨的玉峰直挺挺地贴了上来。哥哥，你想去哪里？勾魂的魔音在耳边侵袭，望着近在咫尺的盛世美颜，一阵迷人的香风袭来。萧晨暗叹一声，这个妖精，看我待会怎么收拾你。秘境里应该还有些低级的魔修，我有办法把他们引出来，然后处理掉。是吗？宋舒婷露出怀疑的神色。当然啦，骗你干什么？哼，你是不是想去找外务堂那2个女助理？宋舒婷所指的当然是秦仙儿与叶清河。没有，绝对没有。你真冤枉我了。望着萧晨认真的眼神，宋舒婷便道：那好，我和你一起去，刚好防止你出什么意外。不行，你去了反而会打草惊蛇，那些个小喽啰我随便碾压，你不用担心。那宋舒婷还没来得及说出口，萧晨直接霸道地堵住那抹娇艳的阴唇，大手顺势滑入长裙里。许久过后，萧晨一脸的春风得意，抚了抚她柔顺的青丝，对那2座玉峰更是爱不释手。再过了一阵手瘾之后，他取出一瓶万年灵乳，放在宋舒婷的手心。宋舒婷好奇地打开瓶盖，顿时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万年灵乳是极为罕见的淬体灵乳，在苍玄大陆无比珍贵。昔日曾在一次拍卖会上单瓶拍出500万灵石的天价。萧晨微微一笑，并未过多解释，在他惊讶的目光中迅速出了帐篷，趁着夜色窜进密林深处，朝着远处一连遁出数百里，同时散出元婴级别的神识，探查周围可能潜在的危险。确定周围无人跟踪，萧晨才摇身一变，换上了幻灭的全套装扮，再将修为气息设置为金丹期圆满。做完这一切，萧晨才拿出那张黑色的传音玉简，向数百个传音印记发出群发消息，速来集合。随后他将自己的坐标也附带上去。不到半个时辰，数百道黑色身影从四面八方低空飞来，带起阵阵破空声。属下拜见圣使大人。黑压压的一片，全都单膝跪地，气势如虹。萧晨暗自心惊，外门的管理也太松懈了，这么多魔修潜藏都不知道。很好。萧晨模仿幻灭的声音，同时扫了现场的众人一眼，除了其中一位金丹期一众之外，其他的清一色全是筑基期。圣使大人，您不是已经晋级元婴期了吗？一位靠前的筑基期魔修忍不住问道。闭嘴，你们懂个屁。黑龙大人如此行事，自有他的道理，这也是你该问的。属下该死。萧晨瞥了他一眼，缓缓走到那位金丹期的魔修跟前，微微点了点头，随后趁其不备，骤然出手，瞬间捏住他的喉咙，以迅雷之势封印住他的修为。圣使大人，你这是？金丹期的魔修顿时瞪大了双眼，满脸惊恐地望着他。其他的数百位筑基期魔修也都是满脸震惊，不明白圣使大人为何突然发难。这位金丹期的魔修可是幻灭生前的亲信，二人几乎亲如兄弟。小白，这些都是你的晚餐。萧晨嘴角浮起一抹阴森的弧度，旋即淡淡出声，如审判之音，宣告了这群魔修的归途。话音刚落，一条身长100丈的巨蟒现于众人眼前，巨蟒大口一张，一股极强的吸力照向还处在懵逼状态的数百位魔修。刹那间，魔修们惊恐的叫声不绝于耳，只是一息之间，一片片黑色身影被吞入巨蟒腹中，拼命的挣扎也无济于事，惊叫声很快消散于无形。这一幕，萧晨可是亲身经历过，被吸进去之后，巨蟒体内的剧毒会瞬间让他们陷入昏迷，渐渐将他们的血肉腐化，将他们体内的灵力化为己用。萧晨手中的这名金丹期的魔修此时已经彻底吓得腿软，他感觉得到这条白蟒散发出的气息无比强大，早已超越了金丹期圆满的范畴。他不明白自己誓死效忠的黑龙圣使为何要这样对待他们。圣使大人，饶我一命，我对你忠心耿耿。萧晨却没有丝毫手软，元婴期的神识瞬间侵入他的识海，直接进行搜魂。从他的记忆里，萧晨基本上清楚了炼魂宗的大致格局。炼魂宗作为苍玄大陆5大魔宗之一，独门功法为炼魂诀，主要以灵魂攻击为主，法器为炼魂幡，通过炼化修士的魂魄，不断增强其威力。而在宗门中，包括宗主、太上长老，总共有12位元婴级别的强者，这与萧晨在幻灭的黑色玉简中看到的12位元婴级别的传音印记相吻合。而在4大圣使之中，拈花圣使是宗主钦定的圣女，其他3大圣使金刚、黑龙、沐风一直在角逐圣子之位。片刻之后，萧晨祭出炼魂幡，口中念出炼魂幡的口诀，视念为心，照见真如。只是一瞬间，炼魂幡撑开一道缝隙，一股吞噬之力从中释出，将这名金丹期魔修的灵魂强行吸出，顿时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毫无反抗力。萧晨将其扔给小白，
吞了它。巨蟒大口一张，又将其吸入口中，随后巨大的舌头亲昵地在萧晨身上蹭来蹭去。看得出他的内心是十分高兴，第一次跟随萧晨出场就得了如此大的造化。吞了这么多魔修，相信他的修为又会精进一步。不一会儿，巨蟒再次张开巨口，呼的一声，一连串的乾坤戒指口中飞出，散落一地。萧晨望着这一幕，顿时瞪大了双眼，这也太牛逼了，还能把我需要的东西给过滤出来。天哪，他也太乖了吧！旋即大手一挥，将地上的数百个乾坤戒指尽数收入囊中，等有时间再去清点。白素也身形一闪，再次回到系统空间，一次吞下这么多魔修，应该够他炼化一段时间。做完这一切，萧晨身形一晃，再次换回原本的模样，总算把这个隐患拔除，心中的巨石落地。趁着天还未亮，萧晨在密林间急速穿梭，悄悄溜到外门一区的营地平安回来，怎么也要跟秦仙儿、叶清河这两个小妮子报个平安，免得他们担心。这两个小妮子平时关系都不错，所以这一次的秘境试炼，他们住在同一间帐篷内。萧晨散出元婴期的神识，扫过5000多座帐篷，瞬间就锁定了他们的气息。在夜色的掩护下，萧晨直接溜进了他们的帐篷，顺手布下一个灵魂结界。望着溜进来的身影，他们刚开始也被吓了一跳，随后看清那人的面目之后，满脸的喜色溢于言表。叶清河依旧是一副清纯靓丽的模样，而秦仙儿一身紫色短裙，更显性感妩媚。哥哥，你回来了！哥哥，真的是你！两声绵软的娇呼让萧晨心神荡漾，他连忙上前揽住他们的纤纤细腰。想我了没？两位女子都泪眼婆娑地点了点头，一想起萧晨为了他们独自对抗金丹期的魔修，内心就感动不已。好啦好啦，再哭下去就不美了。萧晨连忙抹干他们眼角的泪痕。哥哥，我不该怀疑你的。叶清河只得低着头，小脸上满是愧疚之色。哥哥，我错了。秦仙儿也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为好。之前他们被宋舒婷一通教训，外加一顿威慑，把萧晨当成了坑蒙拐骗的大骗子。萧晨将二人搂入怀中，轻轻拍了拍他们的玉背。没关系，我又不在意这个，你们两个是我的小宝贝。秦仙儿、叶清河顿时俏脸泛红，只得小脑袋瓜埋在他怀里，不敢抬头看他。咦，主人，你的话好肉麻啊。白素绵软的魂音在他耳边响起。可嗨，这就尴尬了，都没想到还有个灯泡在这里。那我下次说给你听，喜欢吗？萧晨同样以魂音回应道。萧晨差点要笑出声，说给别人听他就肉麻，说给他听他就很喜欢。主人，要不要我和两位妹妹一起服侍你？萧晨顿时眼前一亮，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一幅旖旎的画面，旋即还是摇了摇头。你要是出来会把他们吓坏的。哥。随后萧晨直接大手一挥，一张宽大的床榻落地，铺着柔软的毛毯。两位女子见状顿时脸红耳赤，似乎知道了萧晨的想法。哥哥，你想干嘛？叶清河低着头，脖颈处白里透红，声音小得像蚊虫嗡嗡。想。听见这个字，秦仙儿似乎听懂了萧晨的话外之音，刚想逃离这里，却被萧晨一把搂入怀中。仙儿，你想去哪里？我。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嘴巴就被萧晨霸道的堵住，另一只手搂着叶清河，忙得不亦乐乎。若不是当初被宋舒婷从中搅局，这两个小妮子早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此刻怎么可能再让他们溜走呢？没多久，帐篷内就响起一声声靡靡之音，天微微亮，帐篷内一片狼藉，散落一地的黑丝、白丝以及撕碎的裙摆。萧晨静静地躺在床榻上，搂着怀里如雪般的娇躯，说不出的惬意。哥哥，你怎么可以这么坏？叶清河抡起小粉拳，雨点般的砸在他厚实的胸膛上。哪里坏了？像头野牛。萧晨邪魅一笑，在他耳边轻声道。那你喜欢吗？我不理你。叶清河连忙把头埋进他怀里，不敢再去看萧晨的目光。哥哥，我喜欢。秦仙儿眨了眨妩媚的眼瞳，修长的玉腿如同藤蔓一般缠了上来。萧晨顺势偏过头，霸道地咬住他的唇瓣，心中不自觉地暗叹一声，真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一个内敛含蓄，一个热辣狂野，这滋味真他妈带劲儿。叮，女主叶清河好感值加10点，当前好感值80点。叮，仙缘值加10点，当前仙缘值160点。叮，女主秦仙儿好感值加10点，当前好感值80点。叮，仙缘值加10点，当前仙缘值170点。耳边响起系统的提示音，萧晨心中满意至极，大手游走在郊区之上。正在这时，三人的身上同时燃起凌厉之光。要突破了吗？叶清河一脸难以置信，可是都没有使用过筑基丹，怎么就要突破了呢？
秦仙儿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那段时间他们没有跟萧晨联系，而是经常组队去后山采吉林草，就是为了攒齐灵石，从萧晨手中换取一枚极品筑基丹。怎么现在稀里糊涂的不需要了？萧晨则是一脸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们，有纯阳圣体这个炉鼎，还需要筑基丹吗？突破到筑基期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随后三人全都盘膝而坐，一道道灵气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如同云雾一般将三人笼罩其中。炼气期晋级到筑基期，是体内灵力由气态到液化的过程。此时整个外门一区的营地热闹非凡，许多外门弟子纷纷仰望天空中四面汇聚而来的灵气，如同流动的泉水，正源源不断地汇向中间的一处帐篷内。一时间周围的弟子议论纷纷，那不是秦师姐和叶师姐的住处吗？看这阵势，莫非他们即将突破筑基期？他们之前就是炼气期圆满修为，莫非真的要突破？天哪，不愧是外门双绝，美貌与天赋并存，没有筑基丹一样突破筑基期。2个时辰后，萧晨率先完成进阶，此时体内的灵气已经彻底液化，内视自身，在丹田内可以清晰地看见一汪灵液，如同苍蓝碧波，内蕴无穷力量。萧晨握了握拳，掌心涌动的灵力比起炼气期之时简直是天翻地覆。从此刻开始正式踏入筑基期，飞行的时候终于不再依赖飞剑，可以长时间御空飞行了。由于境界突破，寿元大增，筑基期的寿元增加到300岁，萧晨的相貌也发生了巨变。他不再是之前的中年模样，而是重新变回那个英俊帅气的小哥哥，那个在校园里时不时被学姐索要联系方式的帅小伙。随后叶清河、秦仙儿也相继完成了突破，修为均达到了筑基一重，成了内门弟子，是水到渠成的事。2位女子睁开美眸的那一刻，看着眼前的男人，一时间愣在原地，竟有些认不出来。美眸中渐渐浮起一层水雾，依稀记得第一次相见，萧晨还仅仅是炼气2重，一副中年模样。想不到才过去1个多月，他的修为已经与自己齐平了。怎么不认识了？萧晨贼笑一声，顺手把他们搂入怀中。没有。叶清河害羞地低下头，两腮泛红，余光不时地瞥向萧晨的侧脸。秦仙儿则是很大方地盯着萧晨，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仿佛要把他这副模样刻进心里。这2瓶是万年灵乳，送给你们，1人1瓶。萧晨说着，掌心现出2个小嘴瓶。这2位女子顿时捂住小嘴，一脸的难以置信。虽然并未见实物，但是好歹在古籍上看到过，这可是用来淬炼根骨的绝佳灵液，其稀有程度即使是栖霞宗的宗主也不一定拥有。哥哥，你自己不用吗？秦仙儿忍不住问道。这么珍贵的东西，他竟随意送给自己。是啊，哥哥，这也太贵重了。萧晨淡然一笑，将灵乳放在他们手心。这些不过是身外之物，还有什么比你们更重要吗？再说这东西我已经用不上，自己的灵根早已达到世间的极限，圣品七玄根是世间唯一的圣品灵根，已经不需要淬炼。而身具纯阳圣体，让自己拥有无限体力、体魄、筋骨更是达到同级别上限。如今有了元婴期的小白贴身跟随，安全基本不用担心，唯一迫切需要的大概就是提升修为了。好吧，秦仙儿虽是心存疑惑，但一想到萧晨身上的奇迹以及他无与伦比的炼丹术，也就见怪不怪了。哥哥，你真好。萧晨顺手把2人搂入怀中，温存了许久，才穿好衣服，满脸春风地走出帐篷。几人刚走出来，才看见此时的帐篷四周已经围满了外门一区的弟子。萧晨暗叹一声，还好老子机智，事先布下一层灵魂结界。万众瞩目之下，叶清河只得把小脸转向萧晨的怀里，而秦仙儿却毫不扭捏，尽显万种风情。秦师姐、叶师姐果然筑基了。随后众人的目光落在中间的陌生男子身上，却见他的2只手正搭在自己女神的腰上，顿时全都愣在原地。这是哪里来的混小子？一位不认识萧晨的炼气期弟子一脸凶狠地瞪着他。咦，他怎么也晋级筑基期了？可恶，岂有此理！这小子居然敢亵渎我们的女神！终于有一个明白人连忙上前朝众人嘘了一声，他可是丹堂堂主的亲传弟子，你们不想活了吗？不是吧？萧晨瞥了众人一眼，自顾自搂着2位女子向前走去，围观的众人连忙让开一条道。正在这时，陈康见一袭白袍，手执拂尘飞身下落，连忙朝萧晨躬身道：恭喜萧长老成功筑基。由于外门一区的长老李玉林、执事江彬均已死，江婉玲对这些长老宣称他们死于魔修之手，外门一区没有管事。陈康健作为资历最老的外门长老，只得监管外门一区的事务。萧晨瞥了他一眼，随意点了点头。围观的众人全都傻眼，他们眼中尊敬的外门长老居然要给一个外门弟子行礼，简直活见鬼！
随后，萧晨一手搂着秦仙儿，一手搂着叶清河，腾空而起，朝外门3区的营地飞去。是时候让自己的几位道侣都相互认识一下，免得以后闹矛盾，毕竟也是一件麻烦事。不出所料，苏雨飞、苏雨晴以及陆云儿在看到萧晨筑基以后，纷纷瞪大了眼睛。更关键的是，眼前的男子相貌俊朗，简直不敢相信，竟然就是他们的男人。而在看见萧晨又带回来2位绝丽女子，苏雨飞和苏雨晴倒是没有显现出排斥，毕竟好感值已经满级，对萧晨早已百依百顺。而陆云儿微微低着头，眸中不可察觉地显现出一丝失落，因为秦仙儿、叶清河的美貌隐隐要超过自己1分。距离秘境结束仅有几天时间，萧晨也不屑于去采集一些低级的青灵草，而这种低等秘境本就是磨练外门弟子，其中也并无其他天才地宝，所以他每天享受着帝王级的待遇，游走在5位道侣之间。而萧晨也没有偏私，又分别给予苏雨飞、苏雨晴以及陆云儿1瓶万年灵乳。他们的天赋并不高，体质、灵根、经脉稍弱，自然需要这种天才地宝的洗涤。而宋舒婷在看见萧晨筑基以后，又变得年轻，还把外务堂的2位助理带了回来，心中的危机感越发强烈。仗着外门3区长老的威慑力，愣是把萧晨从他们手中抢了回来，然后日夜不离地黏在他身上。对于这位魅惑人心的小妖精，萧晨也是毫无办法，谁让人家言之有理呢？终于，秘境试炼结束，一道道玄光在众人身上亮起，只是眨眼间便将他们传送回之前的擂台广场。而此时的擂台广场，青木峰主江万山、丹堂堂主南宫月已在高台之上等候。南宫月美眸一凝，瞬间锁定人群中萧晨的身影，却见他已成功筑基，心中万分震惊。才区半个月时间，怎么就从炼气7重直达筑基1重？察觉到师尊的目光，萧晨偏过头，朝他微微一笑，随后暗暗传去一缕魂音：“师尊，我想你了。”南宫月眸光轻颤，脑海中莫名浮现出临行前一夜萧晨搂着他的画面，一时有些心慌，竟有些不敢直视他的目光。江万山凌厉的双眼瞬间扫过台下的数万弟子，不禁大惊失色：“怎么回事？帆儿和莲儿呢？”台下弟子不明所以，纷纷低头沉默。其他的外门长老也都噤若寒蝉，不敢随意出声。这2人，一个是青木峰主的侄子，一个是他的女婿，到现在还未被传出秘境，只能说明他们已死。江婉玲站在他身旁，连忙朝父亲传去一缕魂音。江万山瞳孔剧烈收缩，强压下心中的惊骇，胸腔数次起伏。他知道此时不是追究这个时候。许久之后，江万山才舒了口气，缓缓道：“各区汇报一下此次试炼的情况。”陈康健率先上前一步，朝江万山躬身一礼。外门1区，此次试炼共损失弟子376名，采集青灵草时8万余株，其中第1名贺明远采集青灵草350株。紧接着，聂天正上前禀道：“外门2区，此次试炼共损失弟子422名，采集青灵草3万余株，其中第1名张风月采集青灵草390株。”随后，宋舒婷上前一步道：“外门3区，此次试炼共损失弟子150名，采集青灵草5万余株，其中第1名萧晨采集青灵草1520株。”宋舒婷刚宣布完，台下的众人尽皆哗然。天呐，不愧是宋长老带领的外门3区，简直是一枝独秀。我要是在外门3区，我肯定也拼命采集。你这点小心思就乖乖藏起来吧，人家已经名花有主了。这萧晨也确实够厉害的，难怪能这么轻易晋升筑基期。哼，神气什么？40岁才晋级筑基期，很光荣吗？江万山微微合手，脸色逐渐缓和。宋长老带领有方，外门3区得此佳绩，你功不可没。青木峰主谬赞，舒婷惶恐。紧接着，江婉玲也汇报了外门4区的战况。外门4区，此次试炼共损失弟子312名，采集青灵草7万余株，其中第1名秦无敌采集青灵草409株。随后，其他各区的外门长老也逐步汇报了各区的情况，相互之间差距并不大。这时，江万山的目光落在人群中一名筑基期的男子身上：“你叫萧晨，对吧？”“正是。”萧晨不卑不亢地回道，却并未向他行礼。作为一名4品炼丹师，在宗门内的地位本就与峰主平级。江万山自然知晓萧晨的底气，也并未在意那些细节，而是语气极为和缓地道：“你丹道天赋卓绝，但毕竟修为尚浅，老夫想收你为亲传弟子，你意下如何？”此话一出，台下众人尽皆哗然，纷纷向萧晨投来羡慕的目光。一位峰主高高在上的元婴期大能，竟然主动征求一名弟子的意见，还收他为亲传弟子，这对于外门弟子而言，简直是一场天大的造化。江婉玲站在高台上，
美眸一直凝望着萧晨，心中无比希望他能拜在自己的父亲门下。这恐怕……萧晨看了南宫月一眼，刚准备拒绝，江万山再次出言：“南宫堂主主修丹道，而老夫主修剑道，我相信以南宫堂主的胸怀，应该不会介意此事，对吧？”说完，江万山还瞥了一眼身旁的沉默许久的南宫月。南宫月本就性情温和，不喜争斗，若有一位元婴期的修士能指导萧晨的剑道，他倒是喜闻乐见。晨儿，这件事全看你个人意愿。南宫月的声音淡若飘云。萧晨正在犹豫中，毕竟他是江婉玲的父亲，若是自己再成为他的弟子，这件事多少有点怪怪的感觉。正在这时，两道亮丽的倩影脚踏虚空，急速临近。一道白色倩影在前，绝美无双的鹅蛋脸，超尘脱俗的气质，那嘴角一抹似有似无的浅笑，令所有弟子如坠梦幻。她就那么悬空而立，犹如九天神女，全身上下每一丝每一缕都透着一股仙气。那白色仙衣与她如雪般的肌肤交辉相映，浑身散发着神圣不可亵渎的气息。而那身前高耸的玉峰，在雪白的长裙中依然可见其波澜壮阔的幅度。这在所有外门弟子眼中，几乎是他们平生第一次看见如此美丽的女子，应该说美不足以形容她。所有男弟子以及外门男长老纷纷垂目，不敢直视，唯恐生出一丝亵渎的目光。而在她身后是一袭粉色长裙的成熟美妇，虽然也是容貌非凡，但在南星瑶的光辉下便相形见绌得多。萧晨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南星瑶的身上，在他心里，那是让他魂牵梦绕的人儿，也是第一次给予他方向的女子。人总是对自己没有攀登过的高峰有一种近乎痴狂的执念，而那位神仙姐姐就是萧晨的执念。哈哈，是什么风把云霞峰主、朝霞峰主给吹来了？江万山大笑道。青木峰主、南宫堂主、南星瑶朝二人微微颔首，却并未向他解释自己的来由，只是缓缓转身，目光柔和地扫过人群，在某一刻与萧晨相接。南星瑶一时正在原地，心中满是疑惑，不是说他修炼天赋差吗？怎么才半个月时间直接筑基了？这修炼速度，即便是雷灵之体，雷芊芊也不遑多让吧。从他眼里，南星瑶似乎看到了一丝异样的神色，随后还是平复心绪，柔声道：“萧晨，你可愿成为我的亲传弟子？”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直接愣住，尤其是下面数万名外门弟子，眼里的羡慕之色几乎要溢出体外。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先是青木峰主要收他为亲传弟子，这回又是美若天仙的云霞峰主，而江万山更是神色僵住，自己正准备收的亲传弟子，这是要被截胡的节奏。江婉玲轻叹一声，知道自己的想法要落空了。然而让所有人不知道的是，萧晨此时更懵逼，自己未来可是要堂堂正正成为他的男人，他为何还要制造出师徒这层关系？这不是摆明给彼此之间制造阻力吗？还是说他就喜欢师徒恋这个调调？结眼看萧晨半天都不回答，台下的数万外门弟子顿时炸开了锅，巴不得替他做决定。天哪，我都不敢想，有这样一位仙女做师尊是什么感觉。我靠，你说这小子还在磨蹭什么呢？真是急死人，还不赶紧回应，他是脑袋被驴踢了吗？我看这小子已经被幸福冲昏了头脑吧。台下的众人比起当事人还要激动，恨不得冲上来按住他的头，磕头拜师。可我已经有师尊了。萧晨凝望着南宫月，从他眼里似乎看到了一抹隐含的泪光。这句话让台下的众弟子全都瞪大了双眼，个个捶胸顿足。别人梦寐以求的仙女师尊，他居然还要拒绝，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简直是该遭天打雷劈。连萧晨的五位道侣也是满脸的不解。南星瑶直接愣了一下，似乎没有想到萧晨居然会拒绝，但这毕竟是姐姐的想法，他也没有办法。南宫堂主作为你的丹道师尊，而本宫可以作为你的剑道师尊，你单剑双修，两不耽误。萧晨旋即看向南宫月，想征求他的意见，却见他也点了点头，只得暗叹一声，反正都是师尊，收一个也是收，两个师尊一起收好像也不要紧，只要他自己不介意，自己倒是没什么意见。徒儿萧晨拜见师尊。萧晨十分利索地单膝跪地。青木峰主顿时脸色不悦，自己看中的弟子就这么被他给抢走了，心里却又不敢有丝毫怨言。谁叫他的姐姐是宗主呢？起来吧。南星瑶无奈地瞥了他一眼，心里嘀咕道，磨蹭半天还不是答应了，原来是想要我给个台阶。不过这境界提升了就是不一样，这副英俊的模样还是挺耐看的。宋舒婷默默地站在一旁，虽然萧晨只是拜师，但他莫名地感觉到一股危机感。这位云霞峰主的惊世之姿，让他这位魅灵之体都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以后你每隔半月来云霞峰，有本宫教授你剑道，应该没问题吧？应该没问题。南星瑶轻轻点了点头。这时，朝霞峰主齐宁轩
缓缓上前，眸光先是饶有兴趣地看了萧晨一眼，随即迅速扫过在场的众人。显然他也在甄选优秀的弟子。所有弟子顿时屏气凝神，神情严肃地望着他，内心无比期待自己就是那个幸运儿。最终他的目光落在相邻的2道倩影上。你们叫什么名字？2位女子平复内心的激动，依次回复到弟子叶清河，弟子秦仙儿。你们可愿成为我的弟子？秦仙儿。叶清河看了萧晨一眼，同时躬身回复道，弟子愿意。这时江万山有些不悦地道，朝霞峰主不合适吧？这一届秘境试炼由我主持，挑选弟子也当由我先选。青木峰主何必如此小气？你刚才不是已经挑过了吗？你再说了，这2位是女弟子，自然收入我朝霞峰更为合适。哼！江万山袖袍一挥，身躯转向一边，似乎不屑于跟一个女人争辩长短。他的修为比齐宁轩高一筹，自然不会看他的脸色。这时南宫月上前劝和，大家都是为了宗门的未来，何必为了此等小事伤了和气？3个月后又会诞生一批筑基期的优秀弟子，届时青木峰主再择优选取不迟。闻言，青木峰主的脸色稍微有所缓和，直接面向众人大声宣布道：3个月后，除了这3位提前晋级筑基期的弟子之外，前200名将会进行外门大比，角逐筑基丹的归属，希望你们努力把握机会。谨遵青木峰主之命。数万名弟子异口同声的回答，声音震天。而秦仙儿、叶清河提前晋级，注定无缘这场外门大比。萧晨则是本身就不屑于参加，以自己的实力，如果参加外门大比，岂不是一拳一个小朋友？散场之后，萧晨在师尊南宫月的带领下，率先回到了丹霞峰。洞府内的陈设依旧，沁人心脾的香味扑鼻而来。萧晨直接上前，从身后一把搂住师尊。有了上一次的试探，萧晨这次愈加的放肆。师尊，你有没有想过我？脸颊埋进他如瀑的青丝里，贪婪地吮吸他的发香，双手紧扣，在他耳边呢喃。这个成熟的女人全身上下散发出迷人的气息，让他总想彻底沉醉在她的怀中。湿热的男子气息在耳边侵袭，南宫月眸光巨颤，玉风在宽大的长裙里上下起伏，一抹粉霞从雪颜上飞速蔓延到脖颈，呼吸逐渐紊乱，声音都出现了颤抖，以至于断断续续。陈儿，不可胡言。师尊，我喜欢你。陈儿，我是你的师尊，你怎么可以？话还未说完，那晶莹玉润的耳垂直接被吻住，一阵触电般的感觉瞬间席卷全身。南宫月嘤鸣一声，浑身酥麻直达脚底，娇躯无力的挣扎。陈儿，不要！这一声娇喘，仿佛是一剂致命的催情药，瞬间点燃了萧晨全身的欲火。此时的他目光炽热如火，心脏快要跳出胸腔，随后直接将师尊拦腰抱起，走进旁边的修炼室。逆徒，不要！一夜未眠，萧晨也数不清自己要了多少次，只是在全身心的投入，直到最终沉沉的睡了过去。再一次醒来之时，萧晨静静地躺在地毯上，身边早已不见师尊的身影，只有毛毯上残留的些许落红。呼，萧晨长长的舒了口气，总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一桩心愿。这种满足感简直是前所未有。直到此时，他还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把师尊拿下了。正在这时，萧晨全身浮现出耀眼的金色光晕，这正是修为即将突破的征兆。他赶紧盘膝而坐，双眸紧闭，炼化师尊的元婴之力，同时引导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灵力冲击瓶颈。3个时辰后，随着体内传来声声闷响，萧晨的气息也在这一刻迅速攀升。筑基期2重，筑基期3重，筑基期4重，又是连破3级。虽然修为大幅提升，但萧晨心中却没有想象中的开心。呼，他缓缓站起身，长长的伸了个懒腰，回想起昨日的行为，似乎有些莽撞，不禁心生愧疚。都是第3条腿惹的祸，他可是对自己宠爱有加的师尊，自己居然鬼使神差的对他做了这种事，真是罪过人就是这么矛盾，没得到的时候拼命想要，得到了以后又会患得患失。随后萧晨走出修炼室，来到隔壁的修炼室，却并未发现师尊的身影。于是他又拿出传音玉简，朝师尊传去一缕魂音，也仍然没有回音。童子在吗？定，时刻为宿主准备着，帮我看看师尊目前对我的好感值是多少。定，南宫月对宿主好感值大幅提升，当前为70点，比之前增加20点。怎么回事？好感值还增加了？童子，那你分析一下，师尊为何不理我？定，其实宿主不必担心，他只是内心焦虑，不知道该以什么身份去面对你。好吧。随后萧晨也渐渐想明白，这种跨越师徒关系的恋情中间始终隔着世俗人的眼光，如果能不惧世俗，需要极大的勇气。
还是让他安静一下吧。主人，你好坏，竟然连师尊也不放过。白素娇柔的魂音在耳边响起，随即身影缓缓显现出来。萧晨邪魅一笑，一把将她搂入怀中，吻在那白皙如玉的脖颈上。那你想不想我更坏一点？白素发出娇羞的颤音。萧晨直接把她往身下按了按，抚摸着她柔顺的秀发，俯视着那无辜又妩媚的眼神。美女蛇妖的唇舌当真是与众不同，而这么乖这么温顺的蛇妖真的不多见。许久过后，白素缓缓起身，扑进萧晨怀里，撒起娇来，娇滴滴的魂音响起。主人，我要抱抱。好吃吗？主人好坏。萧晨顺手把她搂得更紧，入手极致丝滑细腻柔软。检测到可绑定女子，白素对宿主好感值大幅提升。请问宿主是否绑定？绑定？这都不绑定想什么呢？定。女主白素绑定成功，好感值加100点，当前好感值100点。定。仙缘值加100点，当前仙缘值270点。我靠，牛逼啊！一绑定直接就是满级好感值，莫非跟滴血认主有关？难怪他对自己百依百顺。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遇到美丽的异族女子，先想方设法来个滴血认主，这好感值岂不是蹭蹭往上涨？随后萧晨又与他温存了许久，才心满意足的让他回到了系统空间中。童子，我现在应该不少抽奖次数了吧？定。宿主目前有9次抽奖机会，请问现在抽奖吗？抽，必须抽，来个9连抽，把好东西都给我抽出来。定。正在抽奖中。定。恭喜宿主获得蕾丝女仆装10套，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定。恭喜宿主获得金丹7法器穿云梭，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定。恭喜宿主获得女性仙衣10套，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定。恭喜宿主获得极品凝阴丹10颗，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定。恭喜宿主获得筑基期法器龙银环，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定。恭喜宿主获得白丝10条，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定。恭喜宿主获得黑丝10条，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定。恭喜宿主获得4级灵草紫须玉露藤1颗，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定。恭喜宿主获得神体觉醒仙丹1颗，已存入系统空间，宿主可以随时领取。卧槽！萧晨的目光瞬间被最后一条信息吸引住，因为这东西他可是太熟悉了。神体觉醒仙丹，还记得第一抽奖的时候就得了这玩意，服用之后因此觉醒了纯阳圣体。童子，这神体觉醒仙丹我还能服用吗？定。理论上来讲，宿主可以无限服用，只要是宿主不具备的神体皆可觉醒。牛逼炸了！萧晨一阵激动，当即盘膝而坐，心念一动，掌心现出这枚神体觉醒仙丹，二话不说塞入口中。仙丹入体，迅速化为药液，涌进萧晨的4肢百骸，不停地淬炼他的躯体。约莫半个时辰后，一抹淡淡的紫光由内而外散发出来，而他的眉心处一对异形印记显现出来。此时的萧晨全身上下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息，而这种气息对于异性的吸引力是致命的。定。恭喜宿主觉醒魅魔圣体，对异性吸引力增加1000%，同时对同性仇恨值正100%。卧槽！魅魔圣体，这不是传说中的泡妞圣体吗？童子，对同性仇恨值增加100%是什么鬼？定。凡事有利有弊，魅魔圣体对异性的吸引力绝无仅有，但同时也会遭到同性的仇视。好吧，仇视就仇视吧，无所谓，自己要揽尽人间角色，还不允许别人仇视一下吗？随后萧晨扫了一眼其他物品，看见那10套蕾丝女仆装，心中不禁暗叹一声，童子你真是贴心啊，也不知道白素穿上这蕾丝女仆装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心中竟然很是期待。至于那极品凝阴丹，虽然自己也能炼制，但这玩意卖出去1枚都是天价，刚好给自己留作临时储备。咚咚咚，正在这时，洞府的大门被敲响。萧晨好奇地走了过去，打开一看，只见一位赤色长发的女孩静立于门前，一身橙色短裙，白皙的玉腿在阳光下有些晃眼睛。咦，齐师妹！望着萧晨焕然一新的相貌，齐梦瑶直接怔在原地，眸光不自觉地瞥向一边。眼前的男子全身隐隐散发出的气息让他耳根微微泛红，原本想好的思路此时已混乱不堪。识海中充斥的全是萧晨的影子，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白皙的小手紧紧攥着裙角，不知所措。齐师妹，你到底怎么了？没怎么，
齐梦瑶此时大脑已经一片空白，魅魔圣体的杀伤力无疑是巨大的。叮，宿主可以尝试隐去魅魔圣体光环。系统的提示音在耳边响起，萧晨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魅魔圣体的吸引力真不是吹的，这也太牛逼了。一直到萧晨主动将魅力隐匿，眉心的印记也隐去，齐梦瑶才缓缓回过神，但仍然还是不敢直视萧晨的目光。你真的筑基了？还以为我娘是故意哄我的呢。其实妹今天怎么有空前来？上一次被他母亲一顿训斥，萧晨还记忆犹新，不自觉地与他疏离了许多。怎么啦？不欢迎我吗？没有，怎么会呢？跟美女师尊朝夕相伴，是什么感觉？齐梦瑶眨了眨闪亮的大眼睛，那身前起伏的曲线显露无遗。还不错。看着萧晨兴致不高的样子，齐梦瑶神色暗淡了一分。师兄，你是不是还在为之前母亲的话而生气？是，换做任何人，被一位女子的母亲如此严厉的警告，心中都会愤懑不已。自己本身也没跟他女儿发生什么，当时的朝霞峰主属实有点过激了。对不起。你不用说对不起，此事与你无关，你还是尽快离开吧，免得朝霞峰主待会又来发一顿无名火。齐梦瑶连忙摆手道：师兄，你误会了，其实今天是母亲让我过来的。哦，那可真是稀奇。是真的，她说想见见你。不好意思，我不想见她，师妹还是请回吧。萧晨说完，直接伸手引向洞府之外，俨然下了逐客令。齐梦瑶愣愣地看着他，脸上现出一抹苦涩的神情，小嘴张了张，却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随后只得转身，神情落寞地往朝霞峰飞去。萧晨则是关好洞府大门，身形一闪，急速朝丹堂飞去，趁这段时间多炼制一批丹药，储备灵石，到时候购买一座豪华洞府。毕竟自己有那么多道侣，平时也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既然是自己的女人，萧晨当然要为他们保驾护航，不能让他们受了委屈。没多久，萧晨便出现在丹堂，他俨然已经成为了栖霞宗的风云人物，既是丹堂堂主的亲传弟子，又是云霞峰主的亲传弟子，更是一位年轻的四品炼丹师，三重身份叠加，让他风光无限。一路走来，都有许多女弟子主动打招呼，但萧晨只是点头回应，直接奔着药材室飞去。隔着老远便看见那一抹清冷亮丽的倩影，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便如同谪仙落凡，仿佛不食人间烟火。而柜台前仍然是排着长长的队伍，各个主峰的内门弟子都在等待着出售药材或者兑换丹药。萧晨远远地站着，望着他白皙如玉的脸颊，神色平和，心中倍感欣慰。显然他已经从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梁海威似乎有所感应，目光上移，望见萧晨的那一刻，顿时愣在原地，连手中忙碌的动作都停滞了下来。此时的萧晨不光境界提升到了筑基4重，就连浑身散发的气质也早已天翻地覆。旁边的助理小声地提醒了他一下，梁海威才反应过来。随后他将工作交接给旁边的助理，迈着缓慢的步伐朝萧晨一步步走来。不错嘛，师姐这么快就调整过来了。哼，那当然，不过是一点点小小的挫折罢了。梁海威轻哼一声，朝一边微仰着头，说的也是。不过你修为提升的倒挺快，仅仅半个月你都筑基了，看来这趟秘境之旅收获不错。还行吧，我就知道你从秘境中出来肯定会来找我的。师姐何出此言？难道不是吗？放心，我又不会耍赖，我可以让你亲一下，但是另一件事我还没准备好。梁海威所说的另一件事，当然是当初的赌约输了，要成为萧晨老婆这件事。师姐太小看我了，我今天来并不是为了让你兑现承诺，而是来购买药材的。反正我不管，你今天不亲，以后就没这个机会。这样的话，那我考虑下。萧晨摸了摸下巴，不禁邪魅一笑。梁海威十分无语，朝他翻了翻白眼，这个臭师弟得了便宜还卖乖，恨不得把他一顿揍。喂，你到底亲不？话还没说完，萧晨猛然上前，一把搂住他纤细的腰肢，对着那薄薄的红润的阴唇吻了下去。送上门哪有不亲的道理？周围排队的众人全都瞪大了眼珠子，一些女弟子直接捂住小嘴，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一幕。柜台前的两位女助理惊得手中的灵草掉落在地。排队的弟子中，一个金丹期的内门弟子暗自拿出传音玉简，不知在向何处传音。梁海威美眸瞪大，足足愣了数息，却在萧晨的激吻下脸颊一片通红。吻了十几息，梁海威看他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只得一把将他推开，娇嗔道：说了只亲一下，你还想亲到天荒地老不成？萧晨舔了下嘴唇，有些意犹未尽地道：是亲一下，只要没松口就是一下。你……梁海威一脸羞怒，脖颈处白里透红，架不住周围异样的目光，只得身形一闪，绝尘远去。
望着他远去的身影，萧晨不禁暗叹一声：啧，真不错。连唇瓣都透着一股清香，手上的触感更是丝滑无比，还残留着余香。既然是丹堂的师姐，怎么也得是我的。随后，萧晨直接走到柜台前，还没开口，前台的2位女助理便连忙行礼：见过萧师兄。虽然萧晨并没有被封为长老，但4品炼丹师的级别早已超越内门长老。2位美人儿无需多礼，之前有梁海威在，他们的光辉被掩盖。不过此时看来，这对双胞胎也有一番别样的美，一模一样的着装，一模一样的身材，尤其那细枝硕果格外引人注目。2人顿时一脸娇羞。双胞胎姐姐柳玉平复了一下心绪，道：萧师兄是不是还要领取药材？不，我来购买药材。虽然自己是丹堂的炼丹师，但也没必要不停地替丹堂炼丹，大部分的时间肯定还要为自己炼制。那师兄需要哪些药材？回气丹100副，聚气丹100副，筑基丹50副，培元丹50副，清灵丹30副，破镜丹20副。萧晨一口气报出了6种丹药，涵盖从1品到3品，让2位助理瞠目结舌。这不是来买药材的，这是来批发的。双胞胎妹妹柳韵愣了数息之后，才再次确认道：萧师兄，你是认真的吗？当然。在看到萧晨认真的目光后，2人才开始清点药材。萧师兄，请稍等。柳玉心里却在嘀咕，一次性购买这么多药材，这得炼丹炼到什么时候啊？好。清点了好一会，柳玉才松了口气，轻声道：萧师兄，我先跟您报一下价格。回气丹药材1副150灵石，100副合计15000灵石；聚气丹药材1副200灵石，100副合计2万灵石；筑基丹药材1副2000灵石，50副合计10万灵石；培元丹药材1副1500灵石，50副合计75000灵石；清灵丹药材1副8000灵石，30副合计24万灵石；破镜丹药材1副15000灵石，30副合计45万灵石，总计是88万2000灵石。萧晨点了点头，很利索地分离出一个灵石包裹，将其递给柳玉。柳玉小心翼翼地接过，神识扫了一眼，确认数额无误，才神色一松。排队的人望着这一幕，全都傻眼。萧晨并未在意众人的眼光，直接大手一挥，将所有药材收入乾坤戒指中，然后返回丹霞峰修炼室。萧晨盘膝而坐，一尊巨大的鎏金丹炉立在眼前，随着掌心涌出的火焰炙烤下，一颗颗浑圆饱满的丹药出炉。圣阳宗伏龙殿，金碧辉煌的殿堂内，各种装饰焕然一新，似乎还透着一股新鲜木材的气息。显然被萧晨摧毁之后，这是重新建造的大殿。一位身着金色离纹锦袍的男子端坐于中央王座上，面目威严，正是圣阳宗宗主封一阳，修为已达元婴期3重。王座右侧坐着一位白发如雪的绝美女子，正闭目养神，乃圣阳宗的太上长老落雪，如今修为已达元婴期9重。朴素无华的白色长裙里，曼妙的身姿若隐若现，尤其那高耸的雪峰以及无人有幸捕捉的身鹤，更是韵味无穷。任谁也无法想到，这是一位高达2000岁的元婴修士，因为岁月仿佛格外偏爱于他，并未在他脸上留下丝毫的痕迹。一位行色匆匆的筑基修士兴高采烈地冲进伏龙殿，单膝跪地禀道：有消息了，有消息了。封一阳神情一凝，沉声道：何事如此冒冒失失？启禀宗主，太上长老，最近巡查队在宗外查到关于那贼子的蛛丝马迹，详细禀来。1个月前，在同为西北大陆的栖霞宗收过一个名为萧晨的弟子，据知情人描述，其身形相貌与那贼极为吻合。是何修为？封一阳连忙上前，神情严肃地问道。据说入宗之时仅仅是炼气2重。混账！那贼可以翻手之间摧毁护宗大阵，灭杀我元婴长老，岂是炼气7能做到的？弟子该死！但此人极为诡异，弟子觉得还是有必要向您禀报一番。何处诡异？他入宗之时仅仅炼气2重修为，才过去1个多月，如今修为已达筑基4重。此话一出，旁边闭目养神的落雪美眸猛然睁开。一个炼气7修士能在1个月内横跨一个大境界，这不能不说极其惊世骇俗。但是若与摧毁护宗大阵的人联系起来，还是太过勉强。一阳，你有何见解？落雪轻声道，声音云淡风轻。洛师叔，那贼子泄愤之后便匆匆离去，我当初便有所怀疑，他的神通定然无法持久。如今来看，他定然是使用了什么重损寿元的秘法，才换来短时间的高绝实力。落雪微微合手，虽然这种秘法是否存在尚未可知，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传令下去，不惜一切代价盯紧他的行踪，有任何消息随时汇报于我。是，宗主。在经过了3天3夜的炼制之后，萧晨已将所有的药材全部炼制成丹。
望着脚边整整齐齐摆放的丹瓶，心中满意之极。还是系统丹炉炼制快啊！平均5分钟一炉的产量，而且全部是极品丹药，这让苍玄大陆的其他炼丹师还怎么活聚气丹？1000颗共50瓶，回气丹1000颗共50瓶，筑基丹300颗共30瓶，培元丹300颗共30瓶，清灵丹150颗共15颗，破镜丹90颗共9瓶。随后，萧晨站起身，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准备前往内务堂将其全部兑换成灵石。他刚打开洞府大门，就在这时，一股强大的气息急速临近。萧晨不由得停下脚步，抬眼望去，只见一位成熟美妇脚踏虚空，步履生风。那2座玉峰在身形掠过之时，震颤出迷人的弧度，腰肢略显丰腴，却无丝毫赘肉。小鬼，架子还挺大嘛。齐宁轩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随后迈着灵动的步子缓缓走来，眼波荡漾的美眸中闪过一抹异色，想不到修为提升了，这副模样还是挺不错的。见过朝霞峰主。哼！齐宁轩轻哼一声，掠过洞府大门，径直向内走去。师尊今日不在洞府内。萧晨连忙提醒道，也跟着走了进去。本宫知道。那朝霞峰主这事，本宫是特意找你的。敢问朝霞峰主所为何事？小鬼，少装蒜！连我的宝贝女儿亲自请你来，你都不给面子。萧晨默不作声。一个大男人如此小气，如何揽进女人的胸怀？齐宁轩神色微凝，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朝霞峰主不分青红皂白，把我训斥一顿，难不成我还要舔着脸过去找你？闻言，齐宁轩先是一愣，但也没有生气，毕竟当初的确是自己过于以貌取人了。那你想要我怎样？齐宁轩一边说着，一边莲步轻动，朝萧晨逼近，二人相隔甚至不过1尺之距。那身前汹涌的气势过于逼人，萧晨匆匆瞥了一眼，那有些晃眼的玉峰不由得后退半步。谁知萧晨刚退半步，齐宁轩又逼近半步。我不想怎样，萧晨又继续后退。怎么？你小子让我女儿魂不守舍的，难道就想这么拍拍屁股走人？说完，齐宁轩再次逼近一步，相隔的距离比起上一次更近。我真的没有主动勾搭你的女儿。萧晨一脸无奈，又继续后退一步。是吗？二人一前一后，一个前进，一个后退，萧晨一直退到后背贴着洞府的墙壁了。那个，我还有事情，我就先走了。萧晨刚想从旁边离开，却被齐宁轩单手撑着墙壁堵住去路。妈蛋，这算不算被一个少妇壁咚了？事情不说清楚，你想去哪里？说完，那澎湃的气势再逼近1分。你别过来！美妇的体香顺着鼻腔上冲，萧晨架不住这气势，不自觉的双手一推，却刚好握住了那2团玉峰。柔软的触感传入掌心，他还习惯性的捏了一把。怎么？你还想把本宫一起收了？齐宁轩脸上现出一抹羞怒，耳根微微有些泛红。一个念头闪过，萧晨闪电般的缩回手。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不是有意的，那就是诚心的。不是诚心的。哼！齐宁轩轻哼一声，你自己想办法把我女儿哄好，要不然我就昭告全宗，说你非礼我。说完，用一种满含深意的眼神瞪了他一眼。卧槽，这个女人！萧晨心中1万头草泥马飘过，第一次被一个女人给拿捏了，关键又不是自己主动招惹的。她若不是齐梦瑶的母亲，自己今天非要让她好看。随后，齐宁轩身形一闪，眨眼间出现在洞府外，一息之后便不见了踪影。唉，这叫什么事？萧晨摇了摇头，走出洞府外，刚准备前往内务堂，侧方一袭黑色倩影急速飞来。萧哥哥，等等我！萧晨身形一滞，只见一位身着黑色短裙的娇小女孩急速前来，正是昔日在丹堂遇见过的雷芊芊。那娇小可爱的身形放在蓝星上，肯定是个绝美的小萝莉，尤其发育的是真好，肌肤似雪凝脂，仿佛吹弹可破，尤其是那对蒂家极为惹人注目。咦，是你啊？怎么遇见我这个大美女，难道不开心吗？雷芊芊眨了眨圆溜溜的大眼睛，凑到跟前。大美女？是挺大的。萧晨摸了摸下巴，别有意味地瞥了一眼那硕大的玉峰。雷芊芊直接白了他一眼，没个正形。嘿嘿，大美女，你这是准备去哪里呢？我是特意来找你的。找我？你真的是4品炼丹师吗？那必须的，这还能有假？那你可以炼制阴阳5行丹吗？雷芊芊望着他，眼神里闪烁着希冀的光。阴阳5行丹乃是4品顶级丹药，在苍玄大陆上4品炼丹师本就极少，而这种丹药光是药材就极难找寻，能炼制这种罕见丹药的炼丹师无疑屈指可数。你为什么没有去问我师尊？其实早在几年前，我父亲就曾找过南宫堂主，
但他也坦言，并无绝对把握炼制成功。这样吗？我的确可以炼制阴阳五行丹。萧晨十分平静地回道，如同在叙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真的吗？雷芊芊神色激动地抓着他的手臂。萧晨微微点了点头，这阴阳五行丹对你很重要吗？非常重要，我的祖父现在急需它。为什么？祖父早年外出历练，无意间中了罕见的魔毒，这些年一直靠药物压制，如今已经压制不住了。我们寻访过许多名医，这些魔毒常年积压在丹田内，已经衍生出了毒灵，极其顽固，非五行之力不能化解。原来是这样，萧哥哥，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爷爷！雷芊芊露出无助的眼神。萧晨连忙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不必如此，你把药材拿来，我即刻给你炼制。可是雷芊芊面露难色，怎么啦？药材并不在我身边，这种药材极为珍贵，在我的家族那里，而且路途遥远，往返也要几个月之久。这样吗？萧哥哥，你可不可以陪我回一趟家族？祖父的病情不能再拖了，拜托了。这下萧晨也犯难了，师尊也不知道去哪里了，而且再过10天还得去神仙姐姐那里学习剑道。萧哥哥，求你了！望着他泪眼婆娑的模样，萧晨的心都要碎了，怎么能让这么可爱的小美女伤心呢？萧晨忙帮他擦干泪痕，大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安抚一番。谁知雷芊芊竟直接扑进他的怀中，嚎啕大哭起来。不安慰还好，这一安慰，他哭得更大声了。萧晨搂着这位身材娇小的美人，轻轻拍了拍她的玉背，任由她的泪痕打湿了自己的衣襟。真的好小一只，身高也就刚刚够到萧晨的胸膛，抱在怀里如同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好啦好啦，再哭妆都花了。雷芊芊顿时气笑了，撅着樱桃小嘴，胡说，人家这么小，从来不化妆的好吗？是吗？那我要检查一下。萧晨轻轻揉了一下她粉嫩的小脸蛋儿，不放过每一丝上手的机会。那当然。雷芊芊不服气地仰着头，还把白皙的小脸凑上来给他看。乖乖，这么玩我可遭不住啊！居高临下望着那2座玉峰，深深的沟壑在眼前展露无遗，不敢想象在手中把玩一番是一种什么体验。真是天使般的容貌，魔鬼般的身材。这样吧，这件事我先请示一下师尊，想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你明天等我消息。好。雷芊芊开心地点了点头。你先回去吧，师尊同意的话，我们明天就出发。谢谢你，萧哥哥。雷芊芊望着萧晨兄前湿哒哒的一片，不禁会心一笑，随后身形一闪，带起一道美丽的电弧。于是萧晨再次朝师尊御简传音，等了许久，仍然没有回信，到底怎么回事？也许他还没有迈过那道坎吧。萧晨神情恍惚，若有所思的呢喃，随后直接招云霞峰飞去。既然丹道师尊没回信，还是有必要去见到师尊那里禀报一下，最主要还是得看看自己朝思暮想的神仙姐姐。再一次见到她时，萧晨又一次失神，她的美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那每一寸肌肤就仿佛造物主精心雕琢的杰作。而意料之中的是，当南星瑶望见萧晨的那一刻，也惊得半天愣在原地。你的修为怎么回事？这个很显然萧晨有些心虚，还不是因为与南宫月双修得了他的元婴之力才连破3级。眼看他有些支支吾吾，南星瑶收起那副温情似水的模样，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修炼之道素来讲究循序渐进，你虽为4品炼丹师，但切不可沉迷于捷径，以丹药提升修为，这种做法极不可取。虽然短时间能让实力大幅提升，但也会让你一生达到的上限越来越低。我知道了。萧晨没有选择辩驳，因为自己实在找不出别的理由能在几天时间连升3级。南星瑶点了点头，神色缓和下来。不是说让你半个月后再来修习剑道吗？星瑶，是这样的。放肆！南星瑶俏脸一寒，直接打断萧晨的话，本宫是你的师尊，岂可直呼本宫的名讳？萧晨顿时愣在原地，心想睡都睡过了，他还真想当自己的师尊啊，自己还以为他闹着玩的呢。行吧，既然你喜欢玩角色扮演，那我就陪你演下去呗。好了，星瑶师尊。萧晨换了一副模样，嬉皮笑脸的喊道。南星瑶十分无语，不由得白了他一眼。师尊就师尊，还非要带个名字。说吧，今天过来有什么事？眼看他也没有再斥责，萧晨就当他默认了。嘿嘿，星瑶师尊，是这样的，雷芊芊的祖父危在旦夕，急需阴阳五行丹救命，他想请徒儿帮他炼制。这件事南宫堂主怎么说？徒儿联系不上他，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所以并未来得及向他禀报。哦。南星瑶的神色顿时变得精彩起来，他可是十分清楚南宫月平时对萧晨格外地宠溺，怎么会无缘无故消失？聪明绝顶的他不由得瞥了一眼萧晨，
看他神色有些怪异，不禁好奇地问道：“他如此温和的性情，难不成你还能惹他生气了？这个，除非你干了什么大坏事。”南星瑶凑上前，美眸盯着萧晨的眼睛，想要一探究竟。没有，没干坏事。萧晨连忙摆手，强装镇定，其实无比心虚。要是此事被这个未来媳妇知道，那还得了。哼！南星瑶轻哼一声，索性也没有再追究，转身走到窗前，继续道：“阴阳五行丹这事，为师早已知晓。几年前，他父亲曾来过栖霞宗，连南宫堂主也没把握炼制。你去了有什么用？不是，这丹药，徒儿真能炼制，不可妄言。你堪堪达到4品炼丹师的门槛，应该还没有试炼过4品丹药吧？的确没有。那就是了。那阴阳五行丹乃4品顶级丹药，炼制难度极高。其中最珍贵的5种药材极为难寻，一旦失败就前功尽弃，这也是南宫堂主不敢应下的原因。可我真会啊！”南星瑶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初生牛犊不怕虎，有自信是好事，但切不可盲目自信。唉，萧晨暗叹一声，真是有理说不清。可我已经答应了雷芊芊，明天随他回雷氏宗族。谁让你擅自做决定的？南星瑶瞪了他一眼。可芊芊哭得很伤心，再不炼制阴阳五行丹，他祖父真会死的。你若是炼制失败了，他会哭得更伤心，满含希望之后的失望更让人绝望。难道就这样任其自生自灭？人活一世，生死有命，不可强求。那阴阳五行丹的药材极为昂贵，作为后世子孙的修炼资源，也算是一种传承。一旦炼制失败，可就什么都没了。好吧，萧晨很无奈，心里暗叹道：这个未来媳妇居然不相信我的实力，这可怎么办？而且自己已经答应了雷芊芊，总不能反悔吧？这可不是男子汉的作风。炼制这4品丹药，还不是手到擒来。可我还是想去试试。不行，你丹道师尊不在，你必须听我的。可是，没什么可是，况且此去路途遥远，你修为太低，万一出了什么闪失，我该怎么跟简宗主交代？宗主？怎么又扯上宗主了？萧晨一脸疑惑地望着他，难道自己成为4品炼丹师，受到宗主的重视？总之，没有为师的允许，你不许出宗门。好吧。萧晨无奈地嘀咕道。石海突然灵光一闪，转过身眉心处的异形印记一闪一闪，随后再次转身，眸光直勾勾地盯着他。魅魔气息的释放，只一瞬间，南星瑶眸光闪烁，两颊泛红，随后有些慌乱地将目光瞥过。你！萧晨缓缓朝他走去，一步步向他逼近，浑身隐隐散发着紫色的微光。感受到越来越近的男子气息，南星瑶心中涌起难言的悸动，心魂内震荡不已。望着他微微泛红的脖颈，肌肤白皙如玉，萧晨嘴角邪魅一笑，快步上前，一把将他搂入怀中。迷人的体香扑鼻而来，让他心潮澎湃。你逆徒，放肆！此时的南星瑶言语虽然在斥责，却毫无气势，在萧晨看来更像是一种娇嗔。星瑶师尊。萧晨搂着那纤纤细腰，堪堪一握，额头顶住他的额头，全身上下每一刻散发出的气息都让他差点心魂失守。逆徒，快放开我！师尊，你好美。望着眼前的盛世美颜，那近在咫尺的樱唇如同与后出绽的玫瑰，娇艳欲滴。萧晨吞了一下口水，猛地吻了上去，一股强势的力量顶开他的背齿。这一下直接让南星摇愣了足足10息，大脑一时宕机，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等到反应过来，他才一把推开萧晨，满脸羞怒地指着他：逆徒，你太过分了。随后玉手一挥，化作一道玄光，消失在原地。萧晨不由得摸了摸下巴，当初又不是没亲过，第一次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大反应吗？魅魔圣体就是好用啊，简直比古代的美男计还好使。不过这次好像有种不一样的味道。正在这时，萧晨怀中的黑色玉简震动，他赶紧散出元婴期的神识监视周围，心念一动，玉简中传出讯息：启禀圣使大人，属下有急事禀报。随后萧晨身形一闪，寻一处极为隐蔽的森林，悄悄钻了进去。穿上幻灭的全套装备后，再通过乾坤石将自身修为气息设置为金丹7圆满，最后将坐标传了过去。1刻钟后，2道身影谨慎地落入丛林中。萧晨转身一看，直接傻在原地。这2人不是别人，正是丹堂药材师的双胞胎助理柳玉、柳韵，几乎一模一样的相貌。这可真是有意思，魔宗的奸细居然渗透到了丹堂，宗门还浑然不知。属下拜见圣使大人。2人连忙单膝跪地，那清纯的脸蛋任谁也无法想象，他们竟然是魔宗妖女。起来吧，下次记住了，见我的时候不要用别人的装扮。萧晨模仿幻灭的声音说道。属下谨记。说完
两位女子直接脱掉外面的长裙，露出专属于炼魂宗的褐色离纹短裙，4条修长的玉腿几乎一模一样，但是那外貌却依然没变，仍然是之前的双胞胎模样。萧晨猛然上前，捏着柳玉的下巴，指尖划过她的脸颊、脖颈，直到玉峰，竟然没有丝毫人皮面具的痕迹，说明他们不是伪装的相貌，而是他们本就长得这副模样。两位女子被萧晨的行为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却又不敢多嘴。其他人呢？萧晨沉声问道。柳玉连忙上前一步，拱手道：属下正要跟圣使大人禀报这个问题。自从七侠宗的秘境试炼结束后，进入秘境的同门全都不知所踪，一个都联系不上。萧晨闻言故作震惊地问道：怎么回事？属下也非常疑惑。柳韵也附和道，随后疑惑地看着萧晨，他们在秘境中难道没有与圣使大人联络吗？萧晨面色不善地瞪了他一眼，属下多嘴，属下该死，请圣使大人责罚。柳韵连忙双膝跪地，低头等待处罚。萧晨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暗叹一声，这魔宗训练弟子还真是有一套啊，服服帖帖，难怪能轻易渗透到正道宗门。起来吧。谢圣使大人。柳韵微微一愣，缓缓起身，心中暗自松了口气，总觉得今日的圣使大人有些不一样。你们能联络到的还有哪些人？两位女子均摇了摇头。柳玉回道，其他潜伏在七侠宗的同门全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目前只有你们2个。是。萧晨点了点头道，这件事不要让任何人知晓，胆敢泄露出去，你们就自裁吧。圣使大人放心，属下誓死追随大人，绝不会将此事泄露半个字。2人连忙跪地宣誓。很好，你们去吧，有什么行动我会通知你们。萧晨看了2人一眼，却见他们一脸犹豫之色，神情严肃地道，还有什么事直接说吧，不要犹犹豫豫。圣使大人，属下无意间探得一则消息。柳玉低声道，说，是关于沐风圣使，详细禀来，不要畏畏缩缩。柳玉神色紧张地看了萧晨一眼，还是硬着头皮道，沐风圣使已经成功晋级元婴期，据说什么？据说半年后圣宗将会举行封圣大典，沐风圣使晋升为圣子，而拈花圣使晋升为圣女。柳玉偷偷瞥了一眼萧晨的脸色，见他没有要发飙的意思，继续道，届时一同举行的还有圣子与圣女的大婚。你是从何得知？属下有一姐妹在沐风圣使手下效力，是她无意间跟我说起此事，应该过不了多久，圣宗便会出正式通告。柳韵也忙低着头拱手道，还请圣使大人不要难过。我为何要难过？萧晨出奇的平静让2人有些惶恐，以前每次听到关于拈花圣使的事情，他都心绪不宁。在他们看来，圣使大人最应该的反应是大发雷霆，而不该如此淡定，仿佛事不关己。要知道，黑龙圣使错过的不光是一个圣子之位，还有多年追求的女神，以及未来的炼魂宗主之位。圣使大人，请您放心，无论圣宗发生何事，我们姐妹俩都会誓死效忠于您。柳玉匍匐跪地宣誓道，脸色异常坚定。旁边的柳韵也跟着效仿。不错。萧晨微微一笑，缓缓蹲下身，勾起手指挑起他们的下巴，如今近距离观察这对双胞胎，这副装扮竟别有一番情调。2位女子脸颊微微有些泛红，以前圣使大人从来没有如此看过他们，不禁有些受宠若惊。去吧，有什么消息随时向我汇报。萧晨站起身，背对着2人缓缓道，是，圣使大人。2位女子起身，再次换上之前的装扮，迅速飞身而起，眨眼间消失在云雾中。紧接着萧晨也换回了本来面貌，再次回到云霞峰。必须想办法说服师尊，要不然自己在雷芊芊面前食言会很没有面子。一直等到傍晚时分，一袭雪白倩影再次落于窗前，依然是美得惊心动魄，不可方物，而在其周身却有一层无形的灵魂屏障，似乎有些警惕，想要将萧晨的气息隔绝在外。哈哈，他真是太可爱了。萧晨忍不住叹道，只是他不知道萧晨早已将魅魔气息收回体内，毕竟美男计用多了也没意思喂。逆徒，为师给你个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哦，什么机会？萧晨顿时眼前一亮，心里一阵激动。为师这里有一本剑诀，你若能在半个月内学会第一重，我就让你跟雷芊芊去雷氏宗族。南星瑶说完，内心一阵得意，自己与姐姐同为精灵之体，修炼了数十年才达到第5重，凭她能学会就怪了。哦，原来是这个机会，你还想要什么机会？南星瑶一脸羞怒，一想起被自己的徒儿强吻，往日温柔的淑女形象就荡然无存，心里更是气得不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人，偏偏他还是姐姐喜欢的男人，真的好烦。萧晨望着他，
不禁有些吃怔，连生气的时候都透着一股温柔气。怎么回事？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呢？奇怪，还记得当初夺了他的第一次，他望向自己的眼神冰冷彻骨，恨不得把自己碎尸万段。喂，发什么愣？这个机会你到底要不要？啊，要，必须要。哼！南星瑶冷哼一声，顺手将一本卷轴扔了过来，然后身形一闪，化作一道玄光远去，没有多说一个字。萧晨顺手接过卷轴，丝毫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区区剑诀对于拥有圣品期玄根的自己简直是翻手拿捏，还用得着半个月？要是半个月，黄花菜都凉了。随后他直接摊开卷轴，抬手4个大字映入眼帘：七凤仙诀。这是一本以上古神兽凤凰的神迹为基础衍生出的剑诀，因而晦涩难懂。萧晨仅仅只是扫了一眼，其中的9大剑招便已熟练于心，随后直接盘膝而坐，进入顿悟状态。栖霞峰，2位白衣仙子并肩而立，仿佛2道绝世仙影，沐浴在柔和的云雾中。你把仙诀给他了？南月离瞥了一眼身边的妹妹，饶有兴趣地问道。南星瑶点了点头，撅了撅小嘴巴，哼哼，这下看他有什么好说的，领悟不出来就老老实实待着。其实让他去一趟的雷氏宗族也未尝不可。姐姐，他单道天赋卓绝，晋级太过顺遂，让他受点挫折，对于磨练他的心境也有好处。哼，我看他心境好得很。南星瑶撅了撅嘴巴，莫名的想起之前的画面，心里憋着一股气，实在太可恶了。按理说自己可是他的师尊，他怎么能以下犯上？真是气死我了。望着妹妹神色有些异样，南月离不禁好奇地问道：收他为徒不过才几天，莫非惹你生气了？姐姐，要不还是你亲自教他吧。后面一句话南星瑶只能藏在心里，要是再这么下去，自己非被这个无耻的男人吃干抹净不可。他可是个刺头，第一天就敢目无尊卑，以下犯上。哦，南月离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一丝久违的微笑，不自觉地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敢大夸海口，不是刺头才怪。姐姐，要不以后还是你来教他，反正我俩是孪生姐妹，他也认不出谁是谁。胡闹！我修得无情剑道被他破开了一道豁口，如今已产生心魔，如何再能与他朝夕相对？若他真能结丹，我便与他做这一世夫妻；如若不能，我便彻底斩断情丝，以无情正道，寻长生之法。好吧，希望你的选择最后得偿所愿。姐姐，还有件事，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你我姐妹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还不知道吧？那个小鬼如今已有6位道侣，甚至他还与另外几个女子暧昧不清。南月离微微一愣，轻声道：我早已知晓，随他去吧。其实萧晨进入宗门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姐姐，如果他真有能力做我的男人，能让他开心的事，我都随他；如果他没有资格做我的男人，那这一切便与我无关。南星瑶顿时瞪大了美眸，姐姐能知晓此事，她并不感到意外。作为宗主，她几乎掌控着全宗的一切动静。她惊讶的是，平生第一次，她与姐姐的想法南辕北辙，她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姐姐思路竟如此清奇。倘若他真的成为你的男人，他拥有那么多道侣，你难道不吃醋吗？南月里摇了摇头，等你真正喜欢一个男人，你就会明白，除了让他开心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南星瑶直接愣在原地，久久不语。他算是看出来了，自己这个孪生姐姐不知何时已经彻底沦陷了，只是他还浑然不觉的，只怕是到时候萧晨即使无法结丹，他也舍不得斩断情丝。第2日清晨，姐妹俩盘膝坐于栖霞峰顶，双眸紧闭，身边云雾缭绕，宛若仙境，随着双手浮动，灵气逐渐汇入丹田。正在这时，南星瑶的传音愈减震动，只见他掌心拂过，其内传出的音讯呈现在眼前。星瑶师尊，七凤仙诀我已经学会了。哼！南星瑶不屑地轻哼一声，小声嘀咕道：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还学会吹牛了。自己可是精灵之体，参悟了数十年，也才将七凤仙诀领悟到第5重，他竟敢说学会了，真是大言不惭。随后又联想到之前萧晨竟然说他能炼制阴阳5行丹，更是忍不住直摇头。去看看吧，他应该是有一些收获，你刚好再指点一番，切莫打击他的信心。南月离美眸睁开，瞥了妹妹一眼，显然他也不相信萧晨能学会七凤仙诀，这可是仙界大战后遗留下来的上古仙诀，没有非凡的领悟能力，外加剑道造诣，是根本不可能摸到门槛的姐姐，你就宠着她吧。南星瑶撅着小嘴巴，极不情愿地飞回云霞峰，还不忘再次筑起一道灵魂屏障，
将自身笼罩其中。他还是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鬼使神差的被弟子强吻。按理说，只要自己稍微运气，就能把他震飞。不到片刻，南星瑶飞身下落，只见萧晨立于巨石上，一脸笑嘻嘻地望着他。嘿嘿，星瑶师尊，你来啦！哼！南星瑶轻哼一声，俏脸看向一边，有什么收获，给为师展示一下吧。你说我要是学会第一重，就可以去雷氏宗族。那弟子要是超额完成，有奖励吗？南星瑶刚想直接说没有，但一想到姐姐的话，话到嘴边又忍了回去。你想要什么奖励？让我想想。萧晨摸着下巴，故作沉思，继续道：我若是学会了，星瑶师尊就让我亲一下。逆徒，你无耻，你大胆，你放肆！南星瑶顿时气得手指哆嗦，简直岂有此理，还敢跟我谈条件？要不是看在姐姐的份上，看我不把你屁股打开花！自从收了这个弟子，自己的心境真是越来越乱，以往的淑女形象全没了。萧晨连忙笑嘻嘻的奉上一堆彩虹屁，嘿嘿，谁让星瑶师尊这么美？就是9天神女，月宫仙子也不及你。哼，拍马屁没用，你换个别的奖励，别的我都不缺啊。那这样吧，你若是能在1天内学会前5重，为师就勉为其难让你亲一下。说完，南星瑶双手抱胸，一副志得意满。1天之内，别说练到第5重，就是能摸到第1重的门槛，都是天才。此话当真，我还能骗你不成？好。说完，萧晨心念一动，诸天剑现于掌心，漆黑如墨的剑身闪烁着凌冽幽光。南星瑶的目光瞬间落在那把剑上，似乎透着一股不凡，但也太短了点，并不趁手。萧晨转过剑身，其上的诸天2字直接让他愣了数息，但他也仅仅只是好奇，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这把剑与传闻中的混沌第一至宝联系起来，毕竟这把短剑实在太普通了。南星瑶漫不经心地望着萧晨，压根就没太当回事，毕竟才一晚上，能领悟出什么？正在这时，萧晨轻喝一声：七凤仙诀，起手式，拨云见日。掌心灵力翻涌，灌入诸天剑内，剑气纵横，萧晨凌空反转，骤然一剑刺出，剑尖爆射出一道黑色剑芒，带着冲天的威势灌入云层间，刹那间5色云彩向四周散开，日光铺洒下来。这是一种单体攻击招式，胜在速度极快，可瞬间中断对手施法。南星瑶站在一旁直接傻眼，还没回过神，萧晨又一声大喝手心式仙罡护体。只见他双眸紧闭，随后猛然睁开，挥动诸天剑，划出数十道玄奥轨迹。刹那间，数十道黑色剑芒幻化成数千道剑气，形成圆形的剑气屏障，将自身护在其中。依稀可见，其中似有凤影环绕。这一招既可化解对手的攻势，又可护佑己身，堪称攻防一体。此时，南星瑶已经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地看着，无法想象他怎么才一夜时间就如此熟练。群击式百鸟朝凤，萧晨挥动诸天剑，画出数百道轨迹，幻化出数万道飞剑，随后身形急掠，猛然挥出，飞剑猛然轰向远处荒废的山脉。只一瞬间，惊天的响声过后，大片茂密的林木轰然倒塌，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真空地带。南星瑶已经彻底慌了，急忙朝姐姐传去一缕魂音：姐姐，你快过来！疾风式披星戴月，萧晨的身影迅疾如风，双脚腾空，似有剑气环绕，每一次掠空都带起一阵虚空残影，周身似有星河闪烁，月影相随。随后猛然朝向一个方位刺出，一道黑色剑芒洞穿空间，迅速穿透下方的山体，剑气阵阵尘埃。正在云层间急速穿梭的南岳离正好看见这一幕，身形快速隐匿于云雾间，瞳孔猛然收缩，因为萧晨使出的赫然是七凤仙诀第4重，这一重本该达到金丹期才能施展。南星瑶远远站着，美眸之中氤氲着雾气，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就这剑道造诣，还用得着自己教吗？破剑式藏穿归海。萧晨神情一凝，眸中剑意流转，诸天剑直指天穹，一道道灵力涌入剑身，快速凝聚出一道黑色剑罡，并急速放大，只是刹那间便形成数十丈高，随后骤然轰向对面的山峰。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整座山峰从中间断裂，如同劈波斩浪一般向两边分开，碎石以及山体滑向下方的深谷，连剑罡都凝练出来了。他到底是个什么怪胎？南岳离隐匿于云雾中，目光死死盯着那道男子身影，喃喃自语。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当初在他眼中如同蝼蚁的男子，单道天赋卓绝，而剑道造诣更是逆天。可他当初为何修为如此低微？南星瑶站在巨石上，望着前方萧晨的身影，并未发出任何声音。他很想看看他的极限究竟在哪里。幻剑式移形幻影，萧晨凝聚周身之力，幻化出无穷残影，层层交织，虚实交错，真假难辨。
然后无数身影急速融合，身形已在数十里之外。很显然，这一招演化自凤凰急速穿梭的绝技。绝剑是万籁俱寂。萧晨收敛气息，藏进剑室，随后猛然爆发，只一瞬间，天地黯然失色，周围数里空间草木生机断绝。这是一种敛藏后极致的爆发。合天式，人剑合一。萧晨飞身而起，融合全身灵力，以身躯与诸天剑融合，化为数十丈黑色巨剑，奋力斩向虚空。一道数十丈长的空间裂痕现出，久久难以愈合。终极是诸天问道。萧晨缓缓下落，双眸微闭，诸天剑飞回识海之中。无剑胜有剑，无招胜有招，忘记一切剑招，只凭一缕剑意。只是单指向前点出，一道无形无色剑意从指尖射出，悄无声息地没入云雾中，并未带起一丝一毫的波动。这一击看似毫无杀伤力，却能直击对手灵根，将其灵根摧毁，彻底沦为废人。南星瑶以及隐匿于云雾间的南岳离已经彻底愣在原地，酥胸阵阵起伏，心魂久久难以平静。这已经彻底成为了萧晨的表演秀，而这对孪生姐妹成了最忠实的观众。任何言语已无法诠释他们心中的震撼，第一次见到了完整版的七凤仙诀。但他们也看得出来，萧晨所展示的并不是原本的七凤仙诀，很显然是他改良过后的。而萧晨也确实在其中融入了诸天剑意。最后一招本来是金黄问天，被萧晨改成了诸天问道，杀伤力无疑更上一层楼。姐姐，他……南星瑶站在原地，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暗自朝南岳离传去一缕魂音，让他先去吧，你跟我来。南岳离说完，身形一闪，消失在云端。此刻的他心中充满着震惊、疑惑、欣喜、迷茫，各种情绪糅杂在一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竟能无视修为限制，强行领悟这种上古仙诀，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天赋所能解释的。这个男人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这是这对孪生姐妹此时最大的困惑。星瑶师尊，怎么样？萧晨飞身落于巨石上，满脸笑意地看着南星瑶。还可以吧。那师尊可要说话算话。为师当然算话。你已经可以去雷氏宗族了，雷芊芊应该已经在等你了。星瑶师尊，你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奖励呢？什么奖励？萧晨顿时一愣，看这意思，他该不会是不想承认吧？随后还是耐着性子重负道：你不是说弟子学会第5重就让我亲一下吗？这个啊，你之前不是已经亲过了吗？你没经过为师同意就敢强吻，我不追究你冒犯之罪就不错了。萧晨直接瞪着他，这意思莫非师尊想耍赖？为师今天要给你上的第1堂课就是千万别跟女人讲条件，有句话叫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说完，南星瑶嫣然一笑，眨了眨心瞳，身形化作一道玄光，急速没入云雾中。岂有此理！萧晨气的脸都绿了，居然被自己的师尊给摆了一道，这么美的仙女居然也会耍赖。先前的宋书挺赌约书了，千方百计想逃避，总归最后还是履行了约定。梁海威赌约书了，也很爽快的履行约定，这一次草率了。他是摆明了欺负自己修为低，不能拿他怎么样，等自己修为提升上来，非要打他屁股不可。调皮的师尊，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萧晨望着他远去的方向，愤愤地丢下一句，便朝着丹霞峰的方向飞去。刚刚临近丹霞峰，前方2道身影急速飞来。萧晨身形一滞，顺眼望去，只见2名白衣男子刚好挡住了他前进的路径。为首的男子鼻梁高挺，风流倜傥，英姿飒爽，一身洁白的锦袍在阳光下闪着微光。一道数据面板在眼前骤然浮现，姓名司马轩，年龄55岁，性别雄性，修为金丹7圆满，评级体质5，魅力值85100，善恶值-30100。有意思，见都没见过，这善恶值又开始变负数了。不过这资质还真不错，55岁的金丹7圆满，看年龄推测应该属于上一代的内门天骄无疑。柳毅，你说的就是他？司马轩转过头，看着身旁的一名金丹7男子小声道：对，2位师兄有何指教？萧晨率先问道。司马轩连忙拱手一礼，一脸笑意：指教不敢当，萧师弟作为4品炼丹师，师兄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萧晨不禁升起一阵恶感，那李玉玲、薛浩之流虽然可恨，但好歹会表现出来，而这家伙明明讨厌自己，却还装作一副讨好的模样，真是妥妥的伪君子。不好意思，我还有事，下次吧。萧晨对这种人提不起一丁点兴趣，便准备从旁边绕过，毕竟前面就是丹霞峰，自己还有个元婴期的美人在身上，怕个锤子。站住！柳毅怒喝一声，
4品炼丹师很了不起吗？你什么态度？他可是……柳毅刚准备训斥，却被司马轩招手止住。萧师弟可是万中无一的丹道天才，也是你能斥责的。是，司马师兄。于是他再次拱手道：“在下司马轩，的确想跟萧师弟交个朋友，还希望萧师弟赏脸。我说了，下次。”萧晨的语气冷冽了一分，跟这种伪君子没什么好说的。司马轩顿时一愣，在整个栖霞宗，还从来没有谁敢不给他面子。作为青石峰主的小儿子，又是上一代天骄之首，心中何其骄傲。而青石峰主司马懿，作为栖霞宗修为最高的峰主，已达元婴4众，在宗内的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虽然心里极度不快，但他还是忍了下来，耐着性子道：“萧师弟既然如此匆忙，那师兄也不打扰。这是我的传音印记，有机会可以来青石峰，大家一起交流。”说完，指尖轻弹，一张刻着传音印记的玉片朝萧晨飞来。萧晨随手抓在手中，没有多说一句话，直接绕过二人，朝丹霞峰飞去。望着萧晨的身影逐渐远离，柳毅终于忍不住道：“司马师兄，这小子如此无礼，你还对他这么客气干什么？你懂什么？”司马轩瞪了他一眼，继续道：“这种人越是目空一切，让他身败名裂的一刻越是好玩。还是司马师兄想的长远。筑基期的小垃圾，不知天高地厚，也敢染指海威，本公子会慢慢玩死他。”司马轩望着丹霞峰的方向，眼中满是戏谑之色。不再依赖御剑飞行，速度也提升了2倍。萧晨穿过层层山峦，前方不远便到了丹霞峰，随手将司马轩的传音玉片当成垃圾扔进下方的丛林中。刚刚飞身下落，身后便响起一声悦耳的呼唤：“萧哥哥，你回来了。”萧晨顺眼望去，只见那位身着黑色短裙的女孩挥舞着稚嫩的小手急速飞来，身旁还跟随着一位浅蓝色长裙的女子，裙摆飞扬，仙姿卓然，正是梁海威。再一次看见萧晨，梁海威还是忍不住直翻白眼，就没有见过比他更厚脸皮的男人。我就知道萧哥哥不会食言的。雷芊芊眨了眨乌黑的眼珠，上前挽着萧晨的胳膊。萧晨顺理成章地刮了一下他的鼻梁，捏了捏他白皙的小脸，瞥见他的脖梗微微泛红，旁边的梁海威很是无语地转向一边：“咦，师姐你也来了？”“哼！”梁海威冷哼一声：“不要想多了，若不是师尊的旨意，我才不会来。”“师尊？”萧晨先是疑惑，随后也渐渐明白，他肯定收到了自己的传讯，所以特意派师姐保护自己。唉，多好的师尊啊，还派个大美女沿途陪伴，生怕我寂寞。萧哥哥，我们出发吧。于是梁海威玉手一挥，一艘小型飞剑立于3人眼前，剑长约20丈，宽约5丈。3人跃上飞剑，剑尾处一道赤色涡流飞速旋转，只是一瞬间便带着他们消失在天边。正在这时，司马轩和柳毅的身影从云雾中显现出来。“司马师兄，看来这小子不吃这套啊。”柳毅望着渐渐远去的飞剑说道。“哼，不识抬举。”司马轩掌心向下一拧，将萧晨丢弃的传音玉片吸入掌中。“那现在怎么办？”“通知圣阳宗那边，不许动梁海威和雷芊芊，那小子废掉修为之后，要交给我处置。”“是，司马师兄。”栖霞峰，姐姐，他们已经出发了。南星瑶一袭雪白长裙，立于巨石上，望着天边涌动的云霞。“你真的放心吗？怎么，你好像比我还紧张？”南月离瞥了妹妹一眼，那眼神似乎别有些意味。“哪有，姐姐休要胡言，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南星瑶心中竟有些慌乱。女人都是慕强的，尤其是修为越高，实力越强的女人。在萧晨展示出无与伦比的剑道天赋之后，南星瑶的心有些乱了。她有些害怕，自己似乎有些享受那个男人对她似有似无的撩拨。南月离缓缓靠近，从身后拥着她，几乎贴着妹妹的脸颊，唇瓣吐息。“是吗？那当然。”南星瑶顿了顿，仰着小脸，倔强地道：“我只是怕宗门损失这么一个剑道天才，更怕姐姐失去一位如意郎君。